为什么带兵围剿镇国公府，杀我父亲的会是你们？谢家意图谋反，沈家奉旨平叛。奉旨？谢玉京连兵权都交给你了，你竟还要赶尽杀绝！死绝的谢家，顾着兵权才拿得安稳。兵权，好一个兵权！他要兵权，你们就拿亲生女儿去换富贵。亲生女儿，我沈家从没有你这等低贱血脉。你说什么？你就是个鸠占鹊巢的野种。你亲爹不过是个农户，莲儿才是沈家真正的血脉。既然早就认回了他，为何还要瞒着我？是因为你那一身医术能治好莲儿脸上的胎记，留你占着嫡女名分，是为了让你替她嫁入谢家送死。如今谢家已除，你该把位置还给莲儿了。沈家拿我的命去铺富贵路，不怕遭天谴。若有来生，定要你们百倍偿还，不得好死！姐姐，多谢你教我规矩，教我怎么当太子妃，更谢谢你用医术治好我的脸。现在沈家嫡女太子妃，一切都该归我了。哎呦，大小姐可是梦魇了？不怕不怕，咱们到家啦。自从您9岁那年送去山里学医，在外头整整吃了6年的苦，如今可算是回来了。是啊，整整6年了。自从9岁那年带着前世的记忆醒来，我无时无刻活在这场梦魇里。我在木仙山步步为营，暗中查清了当年被换的真相，等的就是今天。哎呦喂，大小姐，这冰天雪地的，您怎么跪下了？快起来，仔细冻坏了身子。岁岁，我的乖孙女，怎么一回来跪在地上？成萧成风，还不快把你妹妹拉起来？地上这么凉，冻坏了膝盖可怎么好？岁岁，快起来！是不是外面谁欺负你了？告诉大哥，大哥替你出气。祖母、母亲、大哥，不用了。岁岁当不起沈家的厚爱，到底怎么回事？岁岁，你站起来说。回府途中，我救下一女子，名叫钟莲，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更巧的是，她长得与母亲几乎一模一样。天下容貌相似之人何其多，你就为了这个跪在雪地里？先起来！若是容貌相似也就罢了，可我在钟莲身上见到了一枚和我一模一样的百岁锁。这花纹，这刻字，这是当年的原样，绝不会错。母亲，大哥，我根本就不沈家的血脉，我只是一个鸠占鹊巢的人。那个钟莲才是你们真正的至亲血肉啊！这怎么可能？前世你们怪我占了沈莲的人生，这一世我主动把她找回来。我看没了我的医术，你们还会不会把那个面带黑斑的丑八怪捧在手心？胡闹！谁让你擅自派人去把那个孩子接回来的？简直是愚不可及！老爷这话怎么让我听不明白了？难道您早就知道？知道又如何？岁岁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更是木仙山圣医的得意弟子，仪态万方。你对这样一个完美的女儿有什么不满？非要把那个多余的人找回来？老爷夫人，人接回来了。既然接回来了，你自个儿去见见他，看过了之后再说吧。这眉眼错不了，是我的亲骨肉。好孩子，让母亲看看你。母亲，别过来！你别过来！老爷，他脸上的那东西是天生的，所以是你亲手把孩子换了。家族全指望这女胎延续凤后之位，可她长成这副模样，我怎敢交差？而安林村那个农户的孩子，足月出生，白嫩聪慧，那样的品貌，才配做我们沈家的嫡女，未来的太子妃。
可莲儿才是我们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不必再说了，既然你非要把人接回来，对外就宣称他们是双生姊妹。沈莲自幼体弱，一直养在庄子上，今日才回府。至于沈婉，她依旧是我们沈家的嫡长女，未来的皇后。谁敢泄露半个字，我绝不轻饶。前世我直到死都以为是亲生父母贪慕虚荣调包了孩子，原来一切全是你沈正一为了家族全权的一手算计。双生姊妹继续让我做嫡长女，好啊。沈妹妹，自你9岁离京，咱们有整整6年没见了，孤方才还怕认不出你，没想到你这眉眼竟和京夫人一模一样。见过太子殿下。今日是你吉地，这只九尾凤钗是母后特意嘱咐姑送来的，乃历代太子妃信物。待及牒礼后，母后便会正式定下你我的亲事。认错了又如何？太子妃之位本来就是我的。谢太子殿下。你们为何只顾着自己玩闹，却不与沈婉妹妹一块玩？今日她才是家宴的主角。太子殿下，臣女们一直都在跟沈小姐一块玩啊。太子表哥，好久不见。我就是沈婉啊。你是沈婉？那他是谁？太子殿下，太子表哥误会了，她是臣女的双生妹妹，叫沈莲。从来没听过沈家还有个二小姐啊。妹妹自幼体弱多病，一直养在外面，今日才回府呢。大家以后可不许欺负她哦。莲儿妹妹当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颇有沈夫人的端庄秀雅之姿。这子虽美如牡丹，却太过世俗圆滑，到底不如莲儿这种濯清莲而不妖的性子更惹人怜爱。前世你初见她时，她脸上的胎记已被我治好，你痴迷她的假才学，沉醉她现学现卖的贵女做派，倒也罢了。没成想这一世，她这般唯唯诺诺的模样，竟也能成你眼中的君子兰，真是快把我逗死了。沈大人好福气，一株双拼莲，长女如高岭之花，次嫡女如皎月温软，何不趁此机会向众人宣布沈家二女的风采？长女沈婉在外学医6年，复读4书5经，精通药理和医术，习得世家礼仪，上马能骑射，下马能执笔。婉姐儿，还不快向太子殿下行礼？孤方才已经见过婉儿表妹了，婉儿表妹的射术的确精湛，倒是莲儿表妹独自一人立于屋檐。听婉儿表妹说，莲表妹自幼体弱，一直被娇养在庄子里。看来婉儿已经和太子殿下说过莲儿的事，实在是当年微臣与夫人也没料到这一胎竟是双生花，只是莲儿生下来时身子骨太过娇弱，无法长途跋涉随我们回京，便留在附近的庄子。这10几年来，汤药断断续续，不曾断过。我没有病啊，我也不常吃药，我身体健康的很。父亲是说，妹妹在庄子上养好了身子，如今身体康健，无需再用汤药。莲儿妹妹这身子，纵使是养好了，也还需再多养一养。女子一便是一朵娇花，疏忽不得。是，太子殿下说的极是。那不是我正真府的谢小公爷吗？他竟然也来参加沈家宴了。谢玉简，再过不久，你便会奉旨前往怀州办案，却在半路惨遭暗算，失踪半年。正是这失踪的半年，让沈家长子接替了皇城司都督一职，谢家失去权柄，才成了后来大婚之日任人宰割的鱼肉。参见太子殿下。谢慈，你可来晚了，待会儿要罚酒。应该的。太子殿下，关梅亭已备好戏曲，不如移步去那边坐吧。如今你与他只是陌生人，你要做的是帮他避开怀州的死局，改变谢家的命数。姐姐，我有话想和你说，我们能不能去那边聊聊？好啊。姐姐，你能不能把太子殿下让给我？姐姐，我知道父亲想把你送进东宫，但方才你也看到了，
父亲为了衬托你，故意在太子面前贬低我。幸好太子殿下眼明心亮，他亲口允诺，回宫后便商议接我入宫，他要娶我当太子妃。姐姐既然是个识大体的人，就把太子殿下让给我吧。凭什么要我让给你？姐姐看不出来吗？太子殿下根本不喜欢你。姐姐这么美，就算不当太子妃，也能嫁个家世顶好的。你看，那位镇国公府的小公爷，他也在看姐姐呢。你何必自寻苦楚？强扭的瓜不甜。若是姐姐我偏不让呢？既然妹妹这么喜欢太子，待我嫁入东宫，便由我做主，许太子纳你为妾。谁要做妾？这就受不了了。你拿什么跟我比？就凭那区区一枚九尾凤钗吗？你知不知道皇后姑母每年都会送凤翼珠钗到我衣门下，接你回省生活了10天半个月，就忘了自个儿是从哪里爬回来的？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丑东西！只要毁了他这张脸，他就跟我一样是个怪物。知道当年爹爹为何把你扔在庄子上吗？我告诉你个秘密，因为你长得实在太丑了，让他觉得恶心。老夫人，不好了！二小姐在九曲廊把大小姐推下水了。无事，惊了只夜猫罢了。诸位继续用席。婉儿现在何处？谁把她救上来的？已经送回琳琅阁了，是谢小公爷跳进冰湖里拖上来的。在场还有谁看见？老夫人放心，当时无外人。谢小公爷极其识趣。今日是你们2人拼死将大小姐救起的，与旁人无干。若敢走漏半点风声，毁她清誉，我绝不轻饶。不要碰我，我自己会走的！放开我！你们这些下贱胚子凭什么抓我？闭嘴！吵死了！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不知死活的蠢货？老夫人，夫人，二小姐当真是疯了，竟当众说出不知羞耻的话，羞辱大小姐。你胡说，明明是她羞辱我。她说了什么？回老夫人，二小姐逼迫大小姐，她把太子殿下让给她，这也叫羞辱。太子殿下本来就喜欢我。大小姐好言相劝，说婚姻之事全凭家主与夫人安排，二小姐却反唇相应，说家主偏心。说满园的世家公子都对大小姐生出爱慕之情，大小姐不缺男人，就该把太子让出来。说完这些，二小姐便突发恶心，将大小姐狠狠推入冰湖。难道我说的有错吗？太子殿下亲手送我凤钗，他喜欢的是我，根本就不是沈婉。混账东西！世家贵女哪里养得出你这种勾鸾院里的谄媚之语？偏你不知廉耻的说得出口，还敢在婉姐儿面前大放厥词，简直污了我婉姐儿的耳朵！惊世，这就是你执意要从庄子上接回来的沈家嫡女？你看看她这副野蛮粗鄙的作态，哪有半点大家闺秀的风范？你想让沈家100年的基业全败在这个蠢货手里吗？我什么模样还不是你们沈家给的？是你们要把我接回来的？难道是我求着你们接我回来的吗？畜生，你快跪下和你祖母道歉！凭什么道歉？沈婉能被娇养长大，我却流落在外。要道歉，也该是你们沈家给我道歉。萧儿，快把她送出府！我没这个女儿。娘，不要把我扔了，我不走。拉开他！哥哥救我！我是你嫡亲的妹妹啊！放开他！老大，不能留他，他差点害死了婉儿。祖母、母亲，我是来告诉你们，太子殿下执意要选二妹妹做太子妃。选他？太子是瞎了眼吗？父亲正在极力游说，先把他关进院子禁足，
等此事尘埃落定再行处置。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尚书府嫡女沈莲品貌出众，秉性端淑，赐婚太子为太子妃。老夫倾尽全族资源培养出的完美嫡长女，太子竟视而不见，最后竟选了那个不识半点礼数的丑东西。尚书大人，夜深了，殿下已经歇下了，您有什么事儿明日……太子殿下，请您杀了微臣吧！舅舅，你这是何意？二女儿沈莲自幼失教，行粗鄙，不识礼数。她若入主东宫，日后定会军心大怒，株连沈氏九族，请殿下赐臣一死。够了！姑今日在沈家亲眼所见，她知礼温婉，比沈婉那个跳脱的张扬性子好上100倍。哼，姑知道沈家想把沈婉塞进来，姑从你家出来就去父皇那儿求了圣旨，断了你们的念头。怎么，沈大人莫非想抗旨？罪臣不敢。夜闯东宫，是沈婉在那儿哭天喊地逼你入宫的吧？姑告诉你们，姑此生绝不会娶沈婉，你们大可早日为她另寻高门，莫再肖想东宫。殿下，当真要沈莲为妃？姑心意已决，她是姑选的人，无论什么样，姑都会亲自调教。请回吧。沈大人这也偏激的太过了，竟为了沈大小姐连夜闯宫。沈婉，姑倒是小看你了，为了这太子妃之位，竟能逼得父亲入宫以命相携，这般心机深沉的女人，简直令姑作呕。给姑宽衣，姑要去见父皇。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尚书府嫡长女沈婉温婉端庄，镇国公府嫡长子谢慈英勇善战。兹指婚2人，珠联璧合，则良辰完婚。婉儿和谢玉锦，太子的圣旨刚把那个丑东西捧上天，皇上后脚就把婉儿许给了谢家。沈家这到底是福是祸？婉儿，宫里连下2道圣旨，你妹妹成了太子妃，而你被指给了谢家。爹爹，祖母，这是天大的喜事，无论殿下选谁，只要是咱们沈家的女儿就够了。妹妹流落民间，本是我占了位置。爹爹放心，至于她脸上的胎记，婉儿会尽会心毕生所学，她医治。可以治。婉儿曾在木仙山医门翻阅过一本古籍，上面有个方子，可做成一块极薄的药膜，贴在脸上，能完美盖住胎记，与常人无异。那可能彻底根除？不能，此药膜只能解妹妹面见皇后的燃眉之急，且里面含有大剂量麝香，用久了恐有绝嗣的风险，必须由专人严格看管。婉儿身子已无大碍，打算明日就启程回木仙山，向师父求教根除胎记的法子。婉儿终究是被夺了太子妃之位，怎么可能没有怨气？万一药魔里她动了手脚，毁了沈莲的生育之能，太子绝不会放过我们沈家。父亲的意思是，今夜宵禁前，你亲自送沈莲上木仙山求医，绝不能给沈婉插手的机会。大小姐料事如神，大公子果然带着二小姐连夜出城奔木仙山去了。老爷这是防着您加害二小姐呢。沈正一啊，沈正一，你自负聪明，却不知木仙山正紧挨着怀州府。我这盘棋可从来不是为了沈莲那个蠢货摆的。沈莲大哥，你们这一趟就替谢玉锦去鬼门关里趟趟吧。你落了水身子没好全，便让你大哥直接带着你妹妹去木仙山了。你今日就陪娘上普华寺祈福。好，那我便陪娘上普华寺走走。你先去陪你祖母用早膳，我去安排马车。好，娘亲。臣女参见太子殿下。沈大小姐，姑知道你的心思。什么？过去15年，沈家所有人都围着你转，如今没有得到太子妃之位，心里不平衡，姑能理解。收起你这副幽怨妖宠的眼神，少在姑面前暗送秋波。殿下若是眼疾犯了，就早点回宫看太医。放肆！你少在这里欲擒故纵。姑以前不经人事，说了一些让你误解的话，你今后莫要当真。姑和莲儿的亲事已成定局，姑不想让莲儿误会。哦，哼。
徒儿，你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吗？太子殿下，臣女不知哪里又惹得太子不快了。别跟着姑。行。外祖母，这里没有外人，无需多礼。姑今日来，是母后想见见莲儿表妹，特意来接她入宫的。殿下，莲儿昨夜旧疾发作，程萧便送她去木仙山寻李仙医了。不如让婉姐儿先入宫谢恩。木仙山，那不是婉表妹所在的医门吗？是啊，李仙医正是婉姐儿的师傅。外祖母，你们怎可瞒着姑，贸然把莲贝妹送出京城？姑这就带太医去木仙山接人。快，婉姐儿，你快去想办法拦下太子。祖母莫急，随女这就去。真有心机，哄骗家人将你妹妹送到你的地盘。你以为姑不知道你那些暗杀手段？姑告诉你，若是莲儿出了什么意外，姑绝不可能娶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那殿下还不赶紧快马加鞭去追？去晚了，说不定连心上人的面都见不着了。你和谢玉金的婚事，姑会让母后早日定下，绝了你的念想。出事了！压回京的江家嫡耀子江林逃了。怎么逃的？御林军中有内应，但他正中要害，跑不远。你派人去接沈莲，姑亲自去抓江林。娘亲，这些官兵像在找什么人？是叛贼之子江林在回京途中逃了，御林军正在搜山。妹妹莫怕，有儿哥在。江家3代男儿用血肉之躯镇守南疆白虎关，太子觊觎兵权，竟诬其投敌叛国，满门抄斩。江氏一旦绝后，下一个便是镇国公府谢家。婉儿，跟紧娘，别乱走。兄，老二，你带你妹妹去后山扶持祈福，我去找大师姐签文。记住，绝不能离开你二哥半步。我知道了，娘。此前大凶，求大师解签。彼岸花开阴阳界，故者回头望人间，向前便是炼狱深渊。如今佛魔降临，必有大灾大难。大师，若这是一捆死结，将这死结斩断呢？一切皆有因果，你斩断了，因还在哪儿，结果都是一样。贫僧再劝施主一句：万恶生仇，从善得道。十二公子，太子殿下正到处找您。我知道了，我先送我妹妹回大殿。太子急召，片刻耽误不得啊！二哥哥，太子找你定是10万火急的要事。我投完铜板后，便带丫鬟回去找娘亲，你不必送我。可是母亲让我寸步不离，寺里进了贼人，我不放心。那我这就走，哥哥早日抓到贼人，也好还佛门清净。确定贼人逃进寺内了？确定。请二公子速回上京，调禁军搜山。大师，方才那位解签的夫人，如今在何处？多谢大师。师傅，刚才那位夫人不是在禅房听无名师叔诵经吗？阿弥陀佛，他要找的人不在那边。花荣、花锦，你们在门外守着，我要进去找几本经书抄给祖母祈福，任何人都不可放进来打扰我。是，小姐。偌大的藏经阁被太子的走狗毁成这样，看来江林手里有太子势在必得的东西。横向18，中邪18。
谢小公爷，我是来救他的。江六公子唇色发紫，箭头有剧毒，且正中心脉，外面全是太子的人，你短时间内根本带不走他。外头的郎中解不了这毒，但我手里正好有解药。是太子派你来的？是。你不怕我杀了你？怕呀。你方才问我是不是太子派来的，我若说不是，小公爷铁盾不行。我若说是，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何现在门外没有御林军，只有我的2个丫鬟？我在南疆学医时，曾随师父下山救治战乱士兵，却不幸遭遇悍匪劫持。当时江家军7、8成兵力全在主战场死守商国疆土，伤亡极其惨重。江老侯爷接到我们被劫的消息时，自己已断了半臂，可即便身负重伤，他依然带了1万人踏平山寨，把我和师父从土匪窝里救了出来。江老侯爷是我和师父的救命恩人。黑风岭一战，我和师父进了军营做军医。谢小公爷，你长在上京，一定没见过赤焰破江，侠印天榜，尸骨成山，血肉成河。纵然战至最后一人，江家军也不曾退缩半步。如今他们却被按上投敌叛国的死罪，我怎会信这种混账话？只怕是什么？太子殿下！可惜，我信得过你的医术，却信不过沈家的人。你们大小姐在里面干什么？把门给我撞开！得罪了沈小姐。小公爷，我若不在外面挡着，谁也活不了。当真是有心机，故意追到普华寺，摆出这副姿态来吸引姑的目光。这字是你写的？是呀，太子表哥，给你瞧瞧。你好好说话。姑问你，姑方才看到谢玉竟往藏经阁方向而来，你看到他了吗？臣女。看到了。太子殿下可是要找谢小公爷？大小姐在哪里见到了谢小公爷？就在来藏经阁的路上，他好像身边还带着一个人。如实说来，此人乃朝廷重犯，若有半点隐瞒，视为同党。臣女没看清那人的模样，只看到谢小公爷扶着一个小僧，那小僧似乎病得很重，软绵绵地靠在小公爷身上。臣女本想打招呼，但小公爷见了我，便立刻带着那小僧往斋房的方向去了。披发换僧衣，难怪搜不到人。去斋房搜。是。太子殿下，奴才把沈二小姐接回来了，安置在了禅房里。可请了太医看她的旧疾，罗太医说二小姐身子并无病疾，比奴才还要健康100倍呢。没病？那沈家连夜把她送走，果然是你在捣鬼。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还敢说不是你做局送走莲儿的？姑最后一次警告你，休想再动她！太子殿下，你就那么喜欢臣女的妹妹吗？姑不喜欢满腹算计的女子。你纵有嫦娥之貌，却长着一颗蛇蝎毒心。若敢再动莲儿，姑定让你滚出上京城！哼！参见太子殿下。莲儿已是姑的准太子妃，你们沈家竟为了偏袒沈婉那个毒妇，要把莲儿打发出上京。殿下明鉴，微臣绝无此意，微臣只是想带妹妹去求医。不必解释了，母后想见莲儿，这段时日，姑会直接将莲儿接进宫中，留在母后身边学规矩。进宫？
完了，若皇上和皇后看到他脸上那夜叉般的胎记，那是欺君之罪，沈家要被满门抄斩了。莲儿妹妹，你在沈家受苦了。殿下别过来，莲儿旧疾发作，怕将病气过给殿下。你不必在姑面前装了。太子殿下，我没有想要骗你。你别怕姑，姑只是气你，不该为了躲避沈婉的欺凌，就和家人合伙装病骗姑。姑既然选了你，绝不会因为你身子弱就嫌弃你。原来他没发现我的胎记。姑知道你在沈家不容易，姑今日就接你入宫，等到大婚之日，你再回沈家出嫁。入宫学规矩，这斗篷能遮一时，怎么可能在宫里遮几个月？我绝对不能进宫。殿下，我想先见大姐姐。夫人，大小姐在那儿。怎么就你一个人？普华寺到处都是官兵，我不是让你寸步不离跟着你二哥吗？娘，二哥被太子唤去搜山了。我路过藏经阁，顺道给祖母抄写了几份经文。娘，大姐姐，太子是疯了吗？怎么把这催命的丑东西接回来了？臣妇见过太子殿下。莲儿有话同你说，你们二人去对面那座翠波亭。莲儿莫怕，姑就在这儿盯着，你过去吧。大姐姐，我们去亭子聊吧。好啊。岁岁，如今全家人的性命都系在你一人手上，一定要渡你妹妹过这道鬼门关。沈夫人，你有什么话不能光明正大的说，非要背着姑跟她咬耳朵？娘，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看妹妹的。彼岸两生花，画一佛一魔，手持万魂帛，落笔满门哭。一佛一魔，沈家不能就这么完了。姐姐，太子殿下要接我入宫学规矩了，那就恭喜妹妹呀。不是的，姐姐，我没有要炫耀的意思。哎，妹妹，你可千万别在这儿哭，若是哭花了妆容，吓着了亭子外面的太子殿下，那可就不好了。我听大哥说，大姐姐能制出一种药膜，贴在脸上便可隐去任何疤痕胎记。姐姐，你帮我制这药膜吧。殿下要带我入宫，我若这样进去，绝对会被人识破的。到时候全家都要背上欺君之罪，轻则流放，重则杀头啊！那可不行。姐姐，为何不行？大哥难道没告诉你，我那药膜若是用多了，容易绝嗣吗？姐姐，我真的很喜欢太子殿下，我不能失去他。大哥说短期用无碍，姐姐一定要帮我，我不能失去太子殿下。莲儿，你求他做什么？太子殿下，皇城私接密报，寺内藏着大辽细作，伪装成僧人。微臣特意便衣捉拿，没想到蒋副将竟带着御林军要从微臣手里抢人。太子殿下今日大动干戈，也是为了找这细作吗？你帮蒋副将做什么？微臣合理怀疑，他与大辽细作是同党。去你娘的细作！你别让老子出来！你蒋青是姑派来捉拿从犯的，你放了他！待微臣向皇明调查，若蒋副将当真无辜，微臣必定登门道歉。带走。沈夫人，微臣今日离家，父母将祖传之宝交托于我，嘱咐务必当面交到沈大小姐手上，可否借一步与令仪说几句话？麻烦太子殿下和沈二小姐把这亭子借微臣用一用，
先和另一个男人独处。太子殿下，你莫要被这个女人的外貌迷惑了，小心牡丹花有毒。这脑子有病吧？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多谢太子殿下提醒。小公爷，多谢。听闻你擅长剑术，这是我家老爷子非要我送你的。你若不喜欢这等凶煞之物，弓太沉，太贵重，可否换一样信物？这是我的定情信物。谢家商行的令牌，谢氏铺子里的东西，随你挑。谢小公爷是打算用整个家当来聘娶我吗？真别说，让你猜中了。既然如此，那我定不客气，就当是今日的枕巾了。殿下，蒋新贵手里有御林军的把柄，若是被谢玉锦撬开嘴，对沈家和殿下都极其不利啊！我绝不会给他查下去的机会。父皇正为怀州府海盗之事烦恼，孤回宫后便上奏将谢玉锦调去剿匪。你提前在怀州府布局，孤要谢玉锦有去无回。怀州府盗匪横行，杀人放火好时机，望君保重。冰肌玉骨，明眸皓齿，娘亲，您看看妹妹如今这张脸，可还令您满意？太像了，夫人。二小姐这模样，简直把您的美貌全继承了，和您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娘，我这样子可以入宫了吗？好孩子，娘陪你入宫，去见皇后娘娘。沈夫人，太子殿下要启程回宫了，不知夫人这边准备好了吗？李公公已经收拾妥当了。殿下发话了。二小姐身子弱，就坐殿下的马车入宫，殿下亲自骑马护送，奴才这就领二小姐过去。莫怕，有娘陪着你。上了马车，娘再细细教你宫里的规矩，绝不会让你出半点差池。岁岁啊，过2日你也要入宫给皇上皇后谢恩，今日你就先回府歇息，娘回头再专门陪你一块入宫。皇后娘娘懿旨，娘娘说了，既然太子殿下要接沈二小姐入宫，不如叫沈大小姐也一块儿去。娘娘已命御厨备好了晚膳，请2位小姐一同伴驾。岁岁这一去，莲儿的风头岂不是全被抢走了？母后定是故意的，现在指不定心里怎么乐开花了。进了宫，不该你说的话，就给姑好好闭上嘴巴。他这是什么态度？方才面对谢玉锦时笑得那般不矜持，怎么到姑面前就装高冷了？哼，姑明白了，他这是在欲擒故纵，想用这种手段重新吸引姑的注意，简直可笑。大小姐，太子殿下以前何曾这般对待过您？怎么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奴婢是怕二小姐那样不识礼数，进了宫还不知会惹出什么祸端，可别连累了大小姐您，花景担忧。连累？怕什么？母亲此刻怕是正在马车里手把手教她呢。可惜啊，规矩这东西可不是3言2语就能装出来的。算了，你也别学了。娘，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我可以改正，我不能失去成为太子妃的机会。短时间内也是为难你了。当初你大姐姐学着规矩，足足花了3个月。你入宫之后，
就死死盯着你大姐姐的动作规范，尽量照着做。你刚从庄子回京，想必皇后娘娘也不会对你太过苛刻。好，我听娘的话。你只要记住，见到皇上皇后要行礼，他们不让你起来，你绝不能起。皇上或是皇后说平身时，必须先谢恩再起来。这几个要点，切切不能乱。是，娘，我记住了。大姐姐，我们一起走。臣女给皇后娘娘请安，皇后娘娘万福。婉姐儿，快到姑母身边来，姑母有许久未见你了。是。娘说了，皇后不叫起，绝不能起。皇后刚才没叫我过去，我是不是就不能动？对，不能动。免礼，谢皇后娘娘。这蠢货在干什么？这位莫非就是沈家刚接回府的沈二小姐？皇后姑母，那的确是臣女的妹妹，单名一个莲字。起来吧。皇后娘娘许你平身了，快向皇后娘娘谢恩起来。谢皇后。烂泥扶不上墙的蠢货，简直在把沈家的脸面放在脚下踩。皇后娘娘，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刚才蹲太久了，腿发麻。看来沈二小姐的规矩得好好学一学了。我会的，我一定会学好规矩给娘娘看的。二小姐，在娘娘面前，你要自称臣女，回话要先说回皇后娘娘，绝不可自称你或是我。够了！皇后娘娘息怒，都是臣妇未曾严加教导。此次回府，臣妇定将她重新教好。皇后姑母请息怒。当初臣女学宫规，也将学了3个月才成。臣女相信，若有姑母的人亲自调教，定能让妹妹飞速成长。人非圣贤，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通天的本领。您说是不是？起来吧。婉姐儿及笄时，本宫少备了一份及笄礼，如今是给你补上的。臣女谢姑母赏赐。这步摇比太子殿下送我的9尾凤牙还要华贵拜，凭什么是他的？本宫罚了，管姑姑送沈夫人离宫。娘，皇后娘娘不是说要留我们用晚膳吗？怎么就走了？娘，你为何打我？我为何打你？我都按照娘说的去做了。娘说，只有皇后娘娘说平身，我才能起身。皇后一直没说平身，我怎么敢起？这能怪我吗？我不知礼教，在殿前失仪，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你在说什么？我说这都是你们的错！你们把我扔在外面15年，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我跟着养爹走街串行，街头卖唱，从未有人教过我什么世家礼仪。而大姐姐呢？她霸占着属于我的一切，享受着最好的礼教。我若有她那样的好生活，我也能行走端庄，我也能成为皇后喜欢的贵女。闭嘴！你这个蠢货！是，我是蠢货。那你接我回来做什么？倒不如让我死在外面！你看看我穿的是什么，全是大姐姐不要的破烂。再看看她，屋子里堆满了金银首饰。田儿，我就算把婉姐儿的一切都给你，你也做不成她那样的人。娘怎知我不能？太子殿下呢，他能看上我，为何就没看上大姐姐？人贵在自知。若太子知道你脸上的东西，他可还会喜欢你？
礼数可以学，可这如影随形的胎记……娘，你帮帮女儿！大姐姐医术那么厉害，她一定可以治好我的脸的。好，那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从明日起，你的一切用度全按你大姐姐的来。她几时起几时休息，上什么课学什么礼，都必须跟她一模一样。你只有3个月的时间，学得成便能生，学不成便只有死了。大小姐，夫人和二小姐终于消停了。奴婢刚才看夫人上车时，脸色黑得跟关公似的。大小姐，二小姐是不是在宫里闯下大祸了？这才只是个开始呢。前世清妙仪也请了宫里的教养嬷嬷，可沈莲资质太差，把人硬生生气走了。这辈子若没有我在她身边言传身教，帮扶提携，且看她沈莲在京城的贵女圈里能走多远。目标中匍匐，全速前进！这么快要去怀州府了，我塞在锦囊里的纸条，他到底看到了吗？停下！快停下！大小姐，你可撞上了！我没事，怎么回事？大小姐，马彻底失控了，拉不住了！大小姐，你要做什么？外面太危险了！北门外有一处断崖，若不稳住车身，我们所有人都要粉身碎骨。那我们该怎么做？死死扶稳！大小姐不可，快往后拉！你这样松开绳子，马会跑得更快的。越用力死拽，马就越受尽癫狂。前面就是悬崖了，放松束缚，让它顺着本能跑，车身才不会翻。给我稳住！解连珠弩一用，别追，先救人！督主，坐稳了，要不要下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多谢你的万魂功。沈大小姐果真骑射精湛，这把弓很适合你。它不适合我，你拿回去。那么，沈大小姐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我给你留的字条，你看到了吗？你还留了字条？没有啊，你给我写了什么？既然督主非要我亲口说，那便听好。太子与沈承霄已在怀州府设下陷阱，只等你带人过去，便在海上设套杀你，让你有去无回。那你呢？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总不能是我家老爷子也对你有恩，你想救我？木仙山修医也修道，无君子则道不举。我知道沈家的人不值得信，你信不过我，但留个心眼儿，多提防身边人总无坏处。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次我信。沈大小姐，多谢你给江离的药。他醒来后告诉我一件事，当年给江家军透露黑风岭地形图，挽救一城百姓的是你。江林让我给你带个口信。什么口信？你兄长沈承霄手里捏着江家长嫂邵氏，他腹中印有3个月身孕，是江家最后的希望。江林想求你救救他。我知道了。有人来了，我该启程了，再见。再见，谢玉姐。夫人有令，务必找到大小姐，务必找到大小姐。停下！大家四处找找。大师姐，终于有任务了，这次你要让我们干什么呀？入上京城，
东西南北制造暴乱。哇，天子脚下呀！不愧是大师姐。我要的不是普通暴乱，以万民为旗，皆恶人奸行，必须把事情闹大，逼朝廷调动御林军入城平乱。一旦御林军出动，营地空虚，你立刻带精锐潜入救人。救谁？江家富饶。北门外有辆沈家的马车，顺手把他给我掀了。明白。怎么回事？夫人，暴民作乱，没法出城接大小姐了，快掉头回府！娘，快救我！保护夫人！你这个恶毒的蠢货！你竟然拿你亲娘当宰，我差点被你害死，你知不知道？娘，我不是故意的，那些人太可怕了，女儿若是被拉出去，肯定会被撕成碎片的。你也知道会死，那你刚才还推我！怎么伤成这样？家主，北城闻乱民暴动，大小姐的马车冲出城外，下落不明。夫人与二小姐的马车被乱民推翻，人也不知所踪了。去调集护卫，找回夫人和2位小姐。沈大人，莲儿回府了吗？殿下，微臣失职，内子与2个女儿至今未归，他们在混乱中被人带走了。微臣正要入宫向殿下借调御林军，莲儿被人带走了。今日他们出府时，姑就该让你多派护卫。他如今身份不同，若有半点闪失，姑拿你试问。沈明，立刻去调御林军入城平乱。可是殿下，今夜怀州府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闭嘴！沈莲是姑的未婚妻，是未来的太子妃，给姑不惜一切代价，保她完好无损的回来。是，奴才遵旨。大师姐，御林军大营翻遍了，没有找到那个叫邵氏的孕妇。是你是李神医的徒儿，婉婉丫头。是我，江老夫人，江陵还活着。江陵希望你们活下去，我会派人继续找邵氏。现在先送你们去木仙山避难。不用了，沈丫头，谢谢你。但我们不能把杀头之祸引去医门。那你们想去哪儿？我们做梦都想回去。我们要用我们的命为江家儿郎伸冤。你们想以死明命，去状告谁？告太子！匹夫撼树，江家落到今日这般地弊，你们以为皇上不知道是太子干的吗？江家在南疆功高寨主，为何这么大的勋交家族，连押解回京重审的流程都没有，就直接在江府满门屠戮？因为影响太大，上面的人想快刀斩乱麻，你们这样去告太子，还没走到宫门，就会被暗杀在街头。难道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江家死得冤啊，这天道不公！别哭了，大不了我去把太子的头割下来挂城门上。杀一个人容易，但江家叛国的罪名就会彻底作数，遗臭万年。魏姐姐，有办法的。什么办法？再等20日，就是太后寿诞，全上京世家宣族都会去永信宫贺寿。你们写好血书，但记住，绝不能告太子，只能状告太子的走狗蒋新贵与王德全。为什么？告太子，皇上为了保储君，必会把你们全杀了灭口。只有给皇上一个现成的替死鬼担下一切，他为了平息众怒，才会顺水推舟，还江家男儿一个清白。谋算要一步一步来，活下来，才能为死去的人报仇。好，就按沈小姐说的算。沈丫头，现在外面御林军到处抓人，你要送我们去哪里躲这20天？永信宫。如今北城门是何人在带御林军平乱？
太子，还有沈家二公子沈承风。好，派几个人潜伏进暴乱的流民中，把沈二少爷拉下马。我要他一双腿。我的脸！别怕，姑来了。太子殿下，真的太可怕了！二小姐，你快叫人救救夫人！夫人刚才被你硬生生踩伤了脸。太子殿下，方才马车被人翻了，太黑了，我没看清，我不是故意的。姑知道，不是你的错。姑这就去叫你二哥过来救你母亲。啊！我的腿！夫人，二少爷定会没事的，二爷定可以回。娘，还愣着干什么？快请太医为沈二小姐也检查一下。夫人，二公子情况不妙，太医说大腿被踩烂了，血止不住，若要保命，必须立刻截肢。夫人，那还愣着干什么？自然是保命要药，快叫太医截肢。告诉太医，保住沈二公子的性命。如若实在保不住双腿，不可！太子殿下，求您开恩！沈凌，大小姐在哪里？夫人，大小姐的马车冲出城外了，属下正派人去找。求殿下再多派些御林军，找回婉婉。她是李献一的徒弟，太医保不住的腿，她一定行。娘，若因为等大姐姐而丢了性命，那才是得不偿失啊！二哥哥只是没了一双腿。你闭嘴！夫人，老爷回来了。老爷，快派人婉婉找回来！凤儿的腿要截肢，岁岁一定有办法的。你痛不痛啊，大小姐？放心，这手能养回来。大小姐为何要弄伤自己？何勇，安陵村人士，原姓顾，名景安。15年前，沈正一为了抢走刚出生3天的顾家女儿，强行冲入顾家，毒哑了那对善良的夫妻。大哥，我说的对吗？大小姐认错人了，马车已经修好，奴才送大小姐回府治伤。哥哥，6年前我就知道自己不是沈家女。回沈府前，我早已去安陵村看过爹娘。大哥，我绝不会贪恋沈府的荣华富贵，家仇我一刻未忘，你可愿信我？那我可以唤你一声燕宁吗？爹爹说燕宁安乐，天下皆欢。可以，接下来我们兄妹并肩同行。你的手……没事，沈家的人来了。6年前，沈城在街市纵马，踩碎了二哥顾景洪的膝盖，毁了二哥一生的仕途。今天我断这只手，就是为了拖延时间。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为二哥报仇了。记清楚，马车失控，我们遇见了谢小公爷，我的手是翻车时摔断的。只是马车失控，沈府不会就这样轻轻放过。大哥怕是免不了要受些皮肉之苦，暂时会卸掉你现在的职务。我知道了。大小姐，家主急令，速速接您回府。二公子在城门遇袭，血流不止。太医说，怕是要截肢保命。截肢？二哥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大小姐，您的手摔断了，骑不了马。二哥的情况耽误不得。沈护卫，不必管我，哪怕是爬，我也要回城救二哥。马车已修好，可以走快些。大小姐，您对自己下这么重的手，这又是何苦？何苦？6年前，沈承风当街纵马，踩碎了我亲二哥顾景洪的左膝。我二哥2岁开智，5岁成师，本该是商朝最年轻的榜眼，全毁在他马蹄之下。天哪！可沈家呢？只派了个破管事，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扔下1两银子，
甚至暗中买通黑心郎中，不顾我爹娘磕头哀求，生生锯下了我二哥的左腿。上门讨公道的爹娘被乱棍打住，管事甚至威胁，再敢闹，连二哥另一条腿也一起砍了。他毁了我二哥最耀眼的人设，如今不过是失去了一双腿，又算什么？为什么去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娘，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二哥哥性命难保，不如听女儿的，让太医截了腿，保命要紧啊！沈大人，不能再等了，二公子的脉搏几近于无，现在就算截肢，也未必能救得回来，快拿定主意吧！爹爹，您难道想看二哥死吗？大姐姐马车失控，听说北门外就是断崖，她能不能活下来都未得知，难道要二哥陪葬吗？你给我闭嘴！沈夫人，请你端正态度，她是姑的未婚妻，是未来的太子妃。娘，我也是为了二哥好，博一线生机总比等死强，您为何非要怪我？就按莲儿说的，截肢，这是姑的命令，谁敢干扰太医，按谋害权臣罪论处。大姐姐，你终于回来了！你要是早点回来，二哥哥就不用被父亲截肢了。二小姐，你碰到了大小姐的伤。如此蛮横的恶奴，拉出去杖毙！太子殿下，是臣女的一等中仆，全因护主心切才失了分寸。您若在沈家打杀了中仆，传出去，岂不是告诉天下人，终也是死罪？姑打杀一个婢女，与效忠有何关系？贤士追随人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您如今是储君，若落下一个暴虐之名，让天下贤士寒了心，岂不是得不偿失？婢女臣女自会管教。现在最重要的是二哥的伤。爹爹，二哥的腿真的截了吗？保不住了。都怪女儿回来晚了，若是让我看过，或许还有希望保住。你凭什么能保住？罗太医都说不行。我随师父在南疆当过军医，曾处理过几个被马踩烂腿的士兵。师父曾一点点拼好碎骨，用特制膏板固定。他们中有人现在已能下地自理生活。那罗太医身为院士，竟然连一双腿都保不住，是不是既不配位啊？沈二小姐，是你一直在那嚷嚷着赶紧截肢保命，下官只是提意见，主意是沈家拿的。罗太医息怒，想必我二妹妹不是那个意思。护卫已经同我说了二哥的情况，出血不止，深度昏迷，情况如此凶险，若我师父遇到这么棘手的情况，也定会先保住患者的性命。大姐姐，你师父治的兵现在都能走路吗？那罗太医直接把二哥的腿砍了，二哥日后岂不是再也不能参加科上入试了？二儿子是我倾注所有心血，指望延续沈家繁荣的接班人，如今全毁了。家主，夫人醒了，正哭闹着要见您。小女儿不懂事，这一莫怪。长女的手刷伤了，还劳烦太医诊治。老爷，我后悔了，我好后悔！你快把沈莲那个扫把运送走。这世上没有回头路。怎么没有？这是不华寺的大凶之签，我当日就不该留他。你知道马车翻的时候他干了什么吗？他踩着我的头往上爬，他毫不犹豫地踩着我的头，踩着亲娘的头逃命。要不是他在皇后面前示意，我们怎会提前出宫？碎碎的马车怎会失控？我的风儿，我的大好前程的风儿，怎会为了救我们失去双腿？全是因为这个扫把星！够了！皇命不可违，太子盯得那么紧，沈家什么都做不了。他不知礼数，不但不能送走，还要亲自把她变成世家贵女。当初怎么培养的岁岁，就怎么培养她。那个泥腿子长大的野丫头，我怎么教得会？让沈莲搬去岁岁的院子，让他们同吃同住同睡一席。岁岁这个标杆亲自给他做示范，我就不信他学不会。前世你们竟是这般算计，
我被蒙在鼓里，手把手教他，最后他却窃我诗文，踩着我成了太子的白月光。你们害我母亲父兄长惨死，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谁？大哥，是我。你怎么来了？这里太脏，快回去。脱了，我看看伤。男女有别，妹妹，你把药放下，我自己来。神父拜高踩低，你被贬到马厩，哪个下人会好心给你上药？我不能离开太久，快脱！这些旧伤，之前上战场留下的，不碍事。大哥，你该回家了。我想留下来，你想报仇，我能帮你杀人。不，你留在这儿只能任人拿捏，而且看我的亲生哥哥睡在这种地方，我会心疼。听我的，回家。好，我听妹妹的。沈征一直想要斩草除根，灭顾家满门。我已经提前命人将爹娘秘密转移到了怀州府。明日我安排马车送你去怀州与他们会合。为何偏偏是怀州府？因为有人要在怀州府设下死局，杀一个人。大哥，我需要你帮我在怀州护住他。事情办得怎么样？禀家主，属下赶到安林村时，顾家老宅早已击毁。村民说，他们一家人早在1年前就搬走了。1年前，看来我们这位大小姐撒谎了。沈婉，你回府时说是途中偶然查出了身世，可我的人去安林村查过，顾家人1年前就消失了。爹爹，我骗了你，我1年前就知道了。他们是怎么跟你说的？他们说，当年看沈家富贵，就故意换了孩子，把二妹妹扔了，我以此为耻啊，爹爹！我怕这不堪的污点被发现，我就给了他们一大笔钱，逼他们立刻滚出安林村，这辈子都不许出现在我面前。好在顾家人识趣，拿了钱，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顾家除了沈婉，还有6个儿子，他们若想保住全家人的命，就得乖乖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里去。岁岁啊，哪怕是养一条狗也是有感情的。你当年只是个婴儿，爹爹从未怪过你。爹爹大恩，女儿定结草衔环，绝不和二妹妹抢太子。你能这么想最好，你只要把对莲儿的亏欠补上就好。1个月内，我要看到她脸上的胎记好转，你能做到吗？只要妹妹配合，女儿保证让她好起来。退下吧，这些日子你亲自跟着大小姐，她要买什么药材，你都好好配合。家主放心，老奴定会寸步不离地伺候大小姐，绝不让外面的药材出半点岔子。大小姐，您要给二小姐买什么药材，尽管吩咐老奴去办。采买这种粗活，哪能脏了您的手啊？贪了我二哥救命钱，害他没钱治病，惨遭截肢的狗奴才，我会让你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连骨带血的吐出来。那就有劳王管事了。二妹妹身子弱，用药必须是极好的。上京城哪家药铺最贵最好？那自然是仁和堂，就是这价格比别家贵上3成不止啊！1分钱1分货，沈家难道还缺这点药钱？就去仁和堂，你去备车，我去给二妹妹请个脉，咱们即刻出发。奴才这就去办。二小姐，日上3竿了，该启他学规矩了。太子殿下若是问起，滚出去！太子哥哥最疼我，他才舍不得让我受累。蠢货！太子表哥，你怎么知道姑在这里？太子表哥误会了，陈女是奉父亲之命来为莲儿妹妹采买药材调理身子的。你给她调理？你才学了几天医？你是不是怂恿你父亲想借机暗杀莲儿，好抢回太子妃之位？臣女没有，王管事可以作证。太子殿下明鉴呀，家主对二小姐极其上心，不仅让大小姐亲自抓药，为了方便照料，还特意安排同住一个院子，同吃同睡呢。同吃同睡，
你们沈家穷的没屋子了，要让姑的太子妃去挤别人的院子。殿下，家主是想让大小姐亲自教导二小姐礼仪规矩。礼仪规矩？手里藏的什么？拿出来！这是姑的命令。殿下，这只是调理的药方。活蜈蚣，毒蝎子，你管这叫调理身子？你这毒妇是想直接送莲儿归西吗？来人，把这毒妇给姑押回沈家。姑倒要问问沈正一，他安的什么心？水，给我把他拖起来更衣！放开我！你们这些贱奴！夫人，夫人，谁让你泼我凉水的？是你太强人所难！强人所难！你大姐姐学规矩时起早贪黑，何曾有过半句怨言？何曾敢踹自己的亲生母亲？我真是倒了8辈的血霉，才生出你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蠢货！宋嬷嬷，备车！我要进宫求皇后娘娘解除这个孽障与太子的婚约。不要，娘，我错了，我喜欢太子殿下，我不要回去当贱民。晚了，脱开他！滚下来！姑倒要看看你沈家怎么辩解。太子表哥，那个方子……少在姑面前扮可怜，真当姑看不穿你的心思。蠢货，那可是以毒攻毒的良方啊！3个月包管他肌肤如雪，只可惜，以你的多疑，绝不会让我碰这药一下。沈正一！参见太子殿下，不知舅舅，姑不想因为一个太子妃的位置和沈家撕破脸皮，因为姑尊重莲儿，爱护莲儿，就会对她的亲人爱屋及乌，但这不是姑给你们残害莲儿的理由。殿下，微臣绝无此意啊！没有，你以为把莲儿毒死了，姑就会娶沈婉吗？做梦！沈大人，沈大小姐开的这2张方子，里面全是活蜈蚣毒蝎子，都是见血封喉的剧毒，若二小姐服下，必死无疑。你想害死整个沈家吗？这方子到底怎么回事？爹爹息怒，可是女儿从未说过这2张方子是给二妹妹服用的呀。太子殿下，臣女可有跟您说过一句，这毒药是给妹妹调理身子的？你，王管事，我出府前是不是说过，先去仁和堂，再写二妹妹的调理药方？可我们连仁和堂的门槛都没迈进去，就被太子殿下不分青红皂白的拦下了。是，大小姐确实是这么吩咐老奴的，这方子根本不是给二小姐开的呀！你狡辩！既然不是给莲儿用的，你当时为何不说？殿下看完药方，就抽起鞭子赶臣女上马车，御林军气势汹汹地把臣女包围。臣女想解释的，可殿下根本不听啊！好，你说这不是给莲儿开的，那你要这些毒物做什么？沈阁老在这儿，你休想糊弄过去。这是臣女给自己配的。沈大小姐，这可是剧毒啊！臣女在研究以毒攻毒的美容膏，这水蛭若是放在身上某个黑色的毒瘤上，便可将毒血吸尽，再配合蜈蚣毒蝎外敷，便可去腐生机。黑色的毒瘤，难道他说的是莲儿脸上那块黑斑胎记？莲儿，出了什么事？你们都在干什么？家主，二小姐不肯学规矩，夫人气得说要进宫退了她和太子的婚约，二小姐就发了疯，把夫人一把推下湖了。孽障！二小姐太勇了吧，连亲娘都敢往湖里推。那我们还去仁和堂抓药吗？不必了，闹了这么一出，太子必定把沈莲当眼珠子护着。走，别人搭好了这么精彩的戏台子，咱们怎么能不去凑凑热闹？收手吧！太子，他连亲生母亲都敢下死手，他根本……不知道你们想说什么？你们把所有希望都搭在沈婉身上，想让她当太子妃。但姑今日就告诉你们，姑眼里心里只有莲儿，
姑绝对不会看错人。太子殿下敢保证日后绝不后悔？姑不后悔，姑此生唯莲儿不娶。求外祖母莫要再苛待莲儿了，就当是心疼心疼姑。好，请殿下记住今日的话，日后莫要后悔。沈婉，你跟在姑后面，随姑一块送莲儿去醉莲君。是，这是打算在我面前秀恩爱，好让我死心呢。你就站在门外。快，带二小姐下去泡个暖水澡，切莫染了风寒。殿下，发现江林藏身线索，先别打草惊蛇，继续盯着。太子殿下，莲儿这身好看吗？好看，好看极了。殿下，莲儿好喜欢大姐姐身上那件衣服啊，大姐姐穿什么都那么好看，莲儿好羡慕。女儿，进来，把你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莲儿。妹妹既然喜欢，姐姐当然可以给，只是殿下就不怕臣女整日摆弄那些毒物，这衣服上不小心沾了什么致命的毒粉。妹妹若是还喜欢臣女院里的衣物，不如臣女去回了祖母，把琳琅阁直接让给妹妹住。好，不准！姑会派宫里的绣娘给莲儿做全新的，谁稀罕你穿过的带毒的破烂？姑今日叫你进来，就是要莲儿彻底看清你的真面目。莲儿，你知道她今日去药铺给你配了什么毒药吗？毒药？你大姐姐去药铺买的是活蜈蚣、毒蝎子，还有流水鳗，每样10条，全是见血封喉的剧毒。要不是姑当场抓住他，还不知道他打算把这些毒物喂给谁吃。大姐姐，父亲让你帮我调理，你竟然想毒死我！臣女解释过了，那是美容膏的药材。太子殿下若不相信，也需讲究证据。沈婉，你别太嚣张了！你为了太子妃之位暗害莲儿，姑多看一眼都觉得脏。你这是什么眼神？没什么，若殿下无事，臣女先行告退了。莲儿，听姑的，以后沈家给你的任何东西，他给的药丸直接扔掉，明白吗？莲儿明白了。大姐姐是因为喜欢殿下才想害我的吗？人心险恶，姑才会是你唯一的依靠。大小姐，家主和老夫人在西河堂等您呢。今日真是多亏大小姐解围，奴才差点被太子殿下吓破胆。莫慌，太子殿下只是有自己想护的人，并不是对您有意见。您今后可要对醉莲居的主子上点心了。等二小姐嫁入东宫，她便是太子妃了，前途无量。对了，我记得你有个女儿叫鲸羽。是，鲸羽如今在夫人身边当差。若让鲸羽去二妹妹身边当个大丫鬟，日后跟着陪嫁进东宫。可是鲸羽是夫人的人，奴才去要怕惹夫人不快。若是大小姐能帮忙指点一二，奴才一家仍为您鞠躬尽瘁。既想让你女儿攀龙附凤，又不想自己得罪主家，这老狐狸想得挺美。这有何难？我回头在二妹妹跟前提几句，让她亲自开口向母亲要人便是。多谢大小姐，大小姐真是活菩萨呀！活菩萨？我是送你下地狱的活阎王！娘，娘糊涂了，娘对不起你。若不是娘偏要留下那个祸害，你就是太子妃了，娘也不会被他拽进湖里。哭有什么用？岁岁，太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你那2张药方真能治好那丫头的脸？爹，祖母，妹妹脸上的根本不是胎记，是毒瘤。娘怀胎时曾被人下过剧毒吧？生下孩子后，娘体内的毒是不治而愈了。是因为毒素根本没有消失，而是全部转移到了妹妹身上，长成了那块毒瘤。我一直以为的痊愈，原来是牺牲亲生女儿换来的。娘，虽然妹妹现在难以管教，但咱们千万不要放弃她，好吗？没错，带着这份极其沉重的愧疚感，去好好伺候你的小祖宗吧。你们越是互相折磨，我才越痛快。是，
必须治好他。可是太子殿下根本不信我，为今之计，只有请我师父李仙一出山。爹爹，祖母，你们可还记得6年前太子殿下被山匪掳走，身受重伤，性命垂危，连太医都束手无策，是谁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是你师父李仙一。师父对太子有救命之恩，若能让师父悄悄入府帮妹妹治脸，太子殿下定然深信不疑，绝不会再加阻拦。可是岁岁可是什么？你快说呀！师父脾气古怪，外人去定是请不来的，唯有女儿亲自走一趟。而且如今在太子眼里，我就是这个想谋害妹妹的眼中钉。只要我在府里，他就会死盯着沈家，连爹娘都会被我牵连。若我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太子殿下定会放松对沈家的敌意。正一，你意下如何？眼下只有这个办法了。皇后娘娘的意思是等明开春再定大婚，我们还有1年的时间。若让李仙一出手治脸，1年的时间绰绰有余。1年？看莫君里那急不可耐的样子，他可等不了那么久。不过，这倒成了我脱身的完美借口。岁岁，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娘这就去给你收拾东西，安排最舒服的马车，派人护送你回木仙山。你定要把你师父请下来。明日一早。殿下，这也太夸张了，给二小姐派这么多人，皇后娘娘都不管管吗？管。太子这般护食发疯，连亲娘都防着，皇后早就撒手不管了。她这叫作茧自缚。接下来就看你的易容术了。我今晚先离开，明天沈家这出戏，你替我好好演。大小姐放心。二小姐，太子殿下吩咐奴才们寸步不离，您快开门啊！滚开！我跟我大姐姐说2句话就出来。二妹妹这么晚来，可是有急事？大姐姐，你给我的药膜全被那群工人丢掉了，我现在只有脸上这一张了，你再给我做一点吧，不然我怎么见太子殿下？妹妹，不是姐姐不帮你，太子殿下盯我盯得紧，而且我明日一早就要离府去请我师父下山了，实在没空给你做药膜。你要走，那我怎么办？求人不如求己，妹妹如此聪慧，不如自己做。这是药膜的原方，你自己照着配，千万别告诉太子是我给的，免得他又来找我麻烦。好，我绝不说，我先回去了。妹妹留步，有句话姐姐不知当讲不当讲，你可要小心爹爹身边的王管事。他怎么了？之前我见他看你的眼神极不干净，他这人好色。这个老色批竟敢觊觎我！也许是姐姐看错了，但妹妹生得这般丰满窈窕，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那个王管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个王管事仗着家主的事，听说光是小妾就纳了8个，私底下风流烂账一堆，府里谁不知道他是个老色批啊？竟然是真的，这老色批居然真敢觊觎我！让让，快让让！家主急见！二小姐恕罪，老奴没看清路。抓起来！快把他抓起来！他想轻薄我，他刚才摸我的身子。冤枉啊！老奴连您的衣角都没碰到啊！莲儿，谁敢欺负你？太子殿下，是他刚才想威胁我。又是你这个狗奴才，连姑的女人也敢碰！殿下明鉴，老奴是急着给家主送信，老奴真的没有。拉下去，乱棍打死，扔进乱葬岗，不准沈家收尸。蠢货，全都是蠢货！我用了30年的心腹，就这么被几句疯话打死了。太子欺人太甚！大师姐，
你终于出来玩了！人还活着吗？我用大师姐你的吊命丹喂过了，想死都难。萧小姐，是你救了奴才，奴才感激不尽。师姐，这是从他死死攥着的手里抠出来的。大小姐，这密信事关大公子在怀州府的生死，求您务必亲自送到家主手里。萧小姐，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费那么大劲把你从乱葬岗里刨出来，是为了救你一条狗命吧？15年前，安陵村，你帮沈正一抢走了顾家的女婴。不仅如此，你还对那女婴的亲姑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恶行，害她被退亲，遭人唾骂，最终得了失心疯。你竟然全都知道！你骗了家主，你骗了整个沈家！若你们没做过亏心事，我又何必骗你们？知道我为何要让你活到现在吗？城门暴乱是我一手策划，沈乘风坠马断腿被截肢也是我一手谋划。而你，我只不过对沈炼极其随意的提了一句，你好色，就轻轻巧巧的要了你大半条命。你是个魔鬼，你害了二少爷。难道他不该死吗？6年前，沈乘风当街纵马，踩断了一个15岁少年郎的左腿。原本20两银子就能治好，他来年还能参加科考。可你呢？你这贪婪的老狗，贪了19两救命钱，只给顾家留了1两。顾家上门讨要，你不仅不给，还直接派人截了那少年的腿，把他们赶出京城。那个被你们毁了一生的少年，叫顾景洪，他是我嫡亲的二哥哥。完了，若那封信不能准时送达，大公子完了，沈家全完了。把他拖上马车，我们启程去怀州府。何勇，你不是被赶出沈家了吗？我不叫何勇。我们是亲兄妹。大哥，就是他害了二哥的左腿，我本想把他带回顾家，但怕爹娘看了反胃，交给你了。你害我兄长之残，这笔账断不能清算。我不会让你痛快死去，只会让你余生都活在悔恨里，日日承受病痛与煎熬，为你做的恶付出代价。妹妹，你要我查的那个人，现在就住在临水阁客栈。他们在等2艘沈家的商船，大概3日后，沈家的船就会驶入怀州府海域。他们打算拿沈家的船做诱饵，引出附近的水道，再联合知府一网打尽。妹妹，这趟浑水太深，你到底要做什么？大哥放心，我自有分寸。他住哪间房？2楼，天字号第8间。回帐内的朋友，出来吧。沈大小姐，你为何在这儿？我是特意来怀州府找谢小公爷谈合作的。合作？谈合作之前，我想先聊聊江家富饶。是你救了江家的人？是。说吧，你想怎么合作？沈承霄临时改变了作战方案，他故意让你跟后面的货船，打算利用水道抢来的火炮，将你连船带人轰进海底。这密信上的暗号是你译的？对，他还没来得及送回沈家。你想怎么做？我保你一命。等船翻了之后，你帮我找到船上那幅准备送给太后的28宿星君图。如果我没记错，这图是你三哥买的，而设局杀我的是你大哥。就在你离开上京那晚，沈家二公子坠马，双腿尽断，被截肢了。是你一手策划的？是。谢督府，客栈进了小贼，打晕了小厮，请开门搜查。原来这客栈里的小贼
是沈大小姐。谢督主这么早就休息了，正准备躺下，沈大公子带着这么多人堵门，有何贵干？为保督主安全，临水阁必须严查刺客。搜！还有一处没搜，谢督主莫不是私藏了刺客？我说不准啊！哼，既然督主觉得没问题，那就算了。出去！谢小公爷，堂堂皇城司督主，跑到怀州府来着急，我的私事你也管得着？怎么，我还要为你妹妹守身如玉不成？你该不会到现在都还是个厨吧？看个背就急眼了，下贱！沈小姐，我的一世英名算是彻底毁在你身上了。沈承霄生性多疑，情急之下出此下策，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回头帮你澄清。你千里迢迢来送救命情报，是我欠你一传人的性命，何来你欠我？是我欠你，我欠了你比整个镇国府的性命。本觉得好看，买来给我母亲的。你若不嫌弃，将就用吧，回头我再给她买。那我就不客气了。好了，我该走了。他连自己的亲生二哥都能狠下胡手，对沈家恨之入骨，她绝对不是沈正义的亲生女儿。沈家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师姐，后面有2拨人跟踪，要不要做了他们？哪2拨？一波是沈承霄的暗卫，不过刚才在一个巷口被另一拨人极其干净利落的割了喉，现在只剩1个人在跟着了。我甩掉他。不用，只管往前走。谢玉姐，既然你这么好奇我为何要置父兄于死地，那我就亲自把这个答案摊开给你看。老爷，夫人，咱们家小姐回府了。小姐，这里是顾家，她不姓沈，她姓顾。爹，娘，我回来了。15年前，他带人抢走我时，给爹娘强行灌下了哑药。后来我虽帮爹娘解了残毒，可当年的噩梦却成了他们的心结，让他们至今都无法开口。爹娘，王管事已经付出了代价，接下来我会让沈正一和金美义把欠你们的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原来如此，她根本不姓沈，她是顾家的女儿，难怪她连亲生二哥都能下狠手，难怪她对沈家恨之入骨。沈正一，你沈家当真万死难辞其故！师姐，我就是太感动了。小兄弟真是性情中人。爹娘，我这2日就住在家里了。哎呀，二弟，叶宁回家了。燕宁，别怪你二哥，自从断了腿，他就是这样。二哥哥他以前总说要考中状元，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他的眼睛里以前是有光的呀。大哥，今晚有月光。是啊，不过15的月亮才是最圆的。大哥错了，不管是残月还是圆月，它只要还在天上，就依然能散发光芒，照亮世人脚下的路。大哥，跟我说说你当年参军的事吧，为何后来又没有留在军营？燕宁，我过去的事别提了。大哥，我想知道，
必须知道。我当年入的是御林军的一个分支，我的队长就是被谢玉锦收押的蒋新贵。我以为只要拼死立功就能出人头地，可后来我才发现，那支军队根本就是权贵子弟的消遣。我们这些平民子弟，只要表现得太好，就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我每次考核都把蒋新贵打得鼻青脸肿，上峰让我让一让，我没肯。后来剿匪，13为了报复，暗中勾结匪土，他给我传了假情报，把我和126名平民兄弟死死堵在了黑风谷地。126个兄弟全被活活烧死，只有8个人活了下来。也是在那晚，我在火光里看到了沈承霄，那张和沈正义极其相似的脸，我就终于知道你在哪儿了。大哥，最近江家叛国投敌、满门抄斩的事，你听说了吧？听说了。我当年本想投奔江家军的，那是战神之军。可如今蒋新贵后来被编入江家军，成了江老爷子手下的猛将。江家是被蒋新贵害的？他只是条咬人的狗，真正的主谋是当今圣上授意，太子亲手筹划，江家满门男子圈禁在江府里，被那群畜生用最惨绝人寰的手段活活折磨致死的。为什么？江家可是国之根本，是南疆的铁墙啊！金少他疯了吗？功高盖主。原来，无论是平民士兵的命，还是战神满门的命，在权贵眼里，都只是可以随时抹杀的蝼蚁。既然这腐朽王朝如此草菅人命，忠邪不分，二哥哥，这仕途咱们不入也罢，但你哪怕不入时，依然能用你笔下的刀锋，撕开这虚伪太平的黑幕。江家被屠，除了那一纸伪造的叛国书，难道就没有那些趋炎附势的文人用笔墨推波助澜吗？大哥，我们走。你想让我做什么？世人被流言蒙蔽，玷污了江氏100年的清明。二哥，我要你用你天下无双的文采，御笔墨如千钧，还这天下一个真相。我们为什么要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去帮江家？他们对你有恩吗？唇亡齿寒，江家世代镇守南疆，如今南疆的铁墙被自己人推刀了，上头那群人尝到了屠杀忠臣的甜头，你能保证几年后他们不会用同样的龌龊手段去对付镇守北地的谢氏满门吗？若有一天江家死了，谢姐亡了，没有这些将士在边关抛头颅洒热血，这满朝的文武，天下的百姓，哪来的家，哪来的安居乐业？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不一定能扭转乾坤，但我愿意一试。二哥哥，我不需要你去扭转乾坤，更不需要你去送死，我只要你这双暗淡了6年的眼睛里重新有光。大哥瘦了，二弟也瘦了，走吧，推你回屋。大哥，你是怎么找回妹妹的？燕宁她很聪明，是她先在沈家识破了我的身份。燕宁，顾燕宁，完了，我当真是中蛊了。我现在该叫你沈大小姐，还是顾燕宁？燕宁吧，我本就不是什么尚书府的千金，这农家女的身份，我不觉得丢人。刚才你在外面说的话，是在点醒我。你既然知道上头在分化谢家军，那就说明你连我的退路都想好了。燕宁，我们可以合作了。这是你身边的内鬼名单，以及怀州府避险方案。你我非亲非故，你为何要为了我如此费尽心思？因为你是我的未婚夫呀。我若死在怀州府，沈家立刻就会去退亲，你哪怕不当太子妃，也能嫁入高门。顾燕宁，你看着我的眼神，就像看着一个认识了极其久远的故人。我们以前是不是认识？怎么会？只是听闻谢小郎一战成名的威风罢了。所以被赐婚时，我心里
暗暗庆幸。谢小公爷，难道你不喜欢我这样与众不同的女子？顾延宁，你可知，从北部回京的路上，我也一直在仰慕你。对不起，我不该冒犯你。因为在找我，沈承霄在找我了，我会帮你抹去行踪。我先走了。等等，这是沈承妖的匕首，抹了剧毒，你带着。好。回大公子，皇城司的人都上了后面的货船，是属下亲自盯着他们上去的。看到了，老三，你从南阳带回来的玩意儿还挺实用的。这可是我亲自选来送给穗穗的吉吉礼。你还不知道吧？她根本不是咱们的亲妹妹。15年前，是她那对贪慕虚荣的农家父母，把她和我们的亲妹妹沈莲调了包。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我只给穗穗带了礼物，都没有给我们的亲妹妹带。你船上那么多东西，随便挑一个送给她便是。那怎可随便送？为了给穗穗挑吉吉礼，我费了很大的心思，谁想到竟然不是我们沈家的血脉。那爹地有没有把她赶出去？穗穗她是无辜的，这东西原本就是你要送给穗穗的，我替你保管。回到沈家后，我会亲自交给她。可我不想给了。那就送给大哥吧。大哥，家里人对沈婉到底是什么态度？我们沈家又不是多养不起一张嘴，祖母对穗穗有几分真感情，舍不得将她送回去，所以现在被许给太子殿下的人是莲儿，而不是沈婉，这就够了。老三，你以前可是最宠爱穗穗的人。我以前宠她，是因为我压根不知道她不是我们沈家的嫡女。现在我知情了，我就觉得膈应。唉，我不该同你说这些的。穗穗她毕竟是无辜的，能收留她就是天大的恩赐。她别再占着莲儿的东西。我做不到像以前那样待她，别再要求我。大公子，不对劲，四周围上来好多船，不是咱们的人。怎么回事？怎么冲着我们来了？中计了！快下船！小儿，爷，夫人，醒醒！老爷，快救儿子，船炸了！老大、老三就在船上啊！荒唐！你只是做梦，梦都是反的，绝不会有事。家主，出事了！出事了！一定是老大、老三出事了！说，怀州府飞鹰传说，三公子的货船遭受极其猛烈的炮弹袭击，船体瞬间解体，死伤惨重。大公子和三公子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夫人，按我的计划，虎一卫部署极其缜密，那些炮火怎么会落到我们自己的商船上？家主，大公子根本没用您的方案，他自己重新调整了部署，相当于咱们的虎一卫用的是您的方案去攻击，但大公子用新方案的飞鹰传书，中途被人拦截了。有人利用这个极其致命的信息差，设计谋害了2位公子啊！小儿，我的小儿，快去怀州府救他们！老大肯定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他们们！福夫人回房，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她踏出房门半步。长子的书信被劫，一定是王管事，只有他极其熟悉飞鹰传书的门道。你立刻带人去乱葬岗，把王管事的尸体翻出来，我要极其仔细的查验。怀州府800里加急战报，禀报皇上，剿匪大军全军覆没。不知怀州府那边可有我儿谢玉锦的消息？他可还活着？如若战死，可有尸身？那船上也有魏晨的2个儿子，不知可有下落？
许知府已找到谢二公子及沈三公子，沈三公子受炮伤及头部，昏迷未醒；谢二公子受轻伤，此役共计死5780人。皇上，那船上有一幅从南阳带回的28宿湘军图，本是太后寿礼。这群匪土竟敢动朝廷官员和宫嫔，微臣愿亲自前往怀州府实行清除行动。沈大人，切不可轻举妄动。皇上，微臣听说有不少平民老百姓投靠圣岛。朝廷若是无差别击杀岛上的百姓，只怕会……什么老百姓？既然投靠了水匪，那他们就是强盗，他们此为是谋反，是叛贼。朕拨3000人运2000台从南阳买回来的炮筒，借此机会试一试那炮筒的威力。沈正一，你便和太子一同前往怀州府，清理圣岛匪盗，杀光不留。皇上，三思啊！剿匪只是拔掉一根刺，皇上真正要清理的是当下地方州府的毒瘤。一直阻碍沈大人，是不是圣岛与你有利益上的勾结？此次行动中，你的小儿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回来。殿下，微臣尽忠职守。如若你觉得微臣和匪盗有勾结，大可以把微臣关入大理寺。微臣不接受毫无根据的揣测。当然，如若太子殿下觉得江家流的血还不够清洗这片山河，想要借着此事再向我谢家开刀，那就只管来。镇国公，朕知道你是替大商朝的基业着想，可沈尚书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那些百姓既然投靠了圣岛，吃穿用度皆是匪盗劫掠而来，难道就因为他们没有拿起刀枪，就能说他们清白无辜吗？可是皇上，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和纵容，才会助长这股歪风邪气。若是任由越来越多的人效仿，等将来这群叛贼势力滋长到可与朝廷抗衡时，我大商朝难道要眼睁睁被这些人吞噬？朕绝不想看到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的那一天。更何况，他们害死了朕数千精锐，朕总要给这些战死沙场的将士和他们的家属一个交代。交代？皇上愿意为几千士兵讨交代，却眼睁睁看着江家满门忠烈被奸佞陷害，不肯多花半分心思彻查，如此偏听偏信，实在不配为一代明君。沈正一，朕命你即刻回府收拾行囊，今日便率军出征，讨伐圣岛贼寇，刻不容缓。微臣遵命。圣岛的土匪，我要把你们杀得片甲不留，方能平息我心头之恨。家主，乱葬岗被烧了。烧了？什么时候的事？附近的村民说，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突然起了大火。半个月前，这么巧？去，把二小姐给我叫过来。是。二小姐说她不舒服，不想走路，让家主您自己过去找她。你家主，冷静，你千万冷静啊！冷静！我5个儿子折了3个，断腿、失踪、重伤，全是因为他沈炼。爹爹，莲儿，爹爹有几句话想问你，你只管如实回话。起来吧。是，爹爹想问什么？王管事犯事那晚，到底是如何对待你的？爹爹是说那个色痞子王管事，他黑灯瞎火冲出来，撞到女儿身上，企图对女儿不轨。香菱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个王管事已经纳了8个妾，还喜欢府里年轻貌美的丫鬟。他还总仗着爹爹您的事，幸好太子殿下来得及时，把他给打死了，否则还不知道我们家要有多少丫鬟遭到他的毒害呢。爹，你为沈姬尽尽地大半辈子，却因为这蠢货的一句话，惨死在太子的棍下。是你跟他说王管是好色的？对呀，爹爹，就是香菱提醒我的。香菱，你抖什么呢？你又没做错，府里所有人都盼着我当太子妃，若我被他害了名声，还怎么当？处置王管事那个祸害是应该的。
回去！你们把香菱踢死了，这就是在杀人！香菱是我的人，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爹爹，你踢死他，就等于看不起我这条狗的主人。莲儿，你莫要再同你爹爹闹了！你爹爹马上要去怀州府找你大哥，我让静音留在你身边伺候。原来你们就是这样看待一条人命的。爹娘，你们有没有想过，二哥失去双腿，大哥生死不明，全都是因为你们平日里乱杀无辜造成的，是你们作恶多端，如今全都报应在大哥和二哥的身上了。你这个……我到底还在愧疚什么？这种又蠢又毒的祸害，当年就不该让他活着降生。他的出世，就是我沈家最大的灾难。夫人，家主，大军准备完毕，随时开拔。夫人放心，我定让圣岛那群匪盗给我儿陪葬。小妹，你大老远跑来这圣岛，就为了让我救皇城司的人？你不知道那帮人有多招人烦，特别是那个带头的谢玉锦，他到底是你什么人啊？我让你救的谢玉锦，是我的未婚夫。那小子是妹妹的未婚夫？他在里面吗？妹妹别！三哥，你怎么把他绑成这样？三哥说，皇城司的人不好惹，得多绑几拳。你别听他瞎说，我那是怕他发疯乱跑，才将他捆实施了些。他是我未婚夫，你还不快去倒碗热姜汤给他驱寒？行，我这就去。我这就帮你解开。不必，我自己来。你能自己解开？那你为什么还老老实实待在这儿？之前不太确定圣岛这帮水匪是不是也是你的势力，只能静观其变。后来我一路上山发现，这岛上所谓的悍匪，多是些面黄肌瘦的老弱妇孺。怀州府连年重税，百姓苦不堪言。他们不是贼，是被官府逼得活不下去的难民吧？谢督主果然敏锐。怀州府不仅苛捐杂税，暗中甚至还藏着贩卖人口的黑幕。百姓想上京告御状，却被官兵半路截杀。当年是我三哥查出内幕被追杀，他迫不得已退守圣岛，成了水稻头子。原来如此，难怪这圣岛的人越来越多。但这次南洋商船被炸，朝廷震怒，沈正一绝不会善罢甘休，他必然会借题发挥，不惜一切代价调大军来屠岛灭口。我知道，沈家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局势如此凶险，你一个姑娘家本不该卷进来。其实之前我很怕我的人在海上找不到你，我怕没办法让你全身而退。别怕，我提前带人下水了，留在船上的都是该死之人。妹妹，你看，我把姜汤熬好了。你先喝口热汤暖暖身子，我在外面等你。你要的28宿星君图，可是这个？三哥，麻烦帮个忙，把画展开。哇，真够壮观的，这玩意儿肯定很值钱吧？10年前，太后下南洋，在南洋博物馆见过此画，回来后便一直心心念念。景隆帝甚至有意将它作为国宝收藏，它当然值钱。你喜欢吗？它很值钱哦。沈正一为了讨这个皇恩，让老三沈承彦去南洋，几乎掏空了沈家半生的积蓄和生意本钱，才把这画抢到手。如今画落到了你手里，沈家这次怕是要把家底都赔进去了。你是说这玩意儿让沈家花了这么多银子？沈家的家底哪有那么容易掏空？沈正义私宅里的金库装的都是他这些年积攒下的家当，还有那些见不得人的往来记录。但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掏空沈家。三哥，我要你亲自去一趟南洋博物馆，把这幅画再卖给他的原画主。卖给原画主？人家刚高价卖出来，还能原价买回去？你跟他谈一笔交易，
你就说你将带着这笔钱回大烧朝做生意，你赚1两，分他一半，无需他出钱出力，只需等太后寿诞那日，让他带着28宿星君图到烧朝国土亲自献花给太后。这样一来，沈家倾家荡产，满朝庄扬自己高价拍回来的寿礼，就会变成一个天大的笑话，甚至就是犯了欺君之罪，在公然欺骗太后。太后刘氏本就百般刁难沈皇后，沈家想借此话求和，我偏要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三叔，圣岛上所有的老百姓都已经安全转移到地道和后山的隐蔽船只上了，您亲自设下的那些陷阱也全部布置完毕。三叔，我们什么时候起航？现在，我会和我三哥一起离开圣岛，回木仙山，再重新坐船来怀州府。而你身受重伤，和沈承霄一起下落不明，碰巧遇到我们一门的船队，我们把你和沈承霄捞上船。你和沈承霄都身受重伤，中了毒瘴，性命堪忧。不过你放心，你不会有事，我有药。他们在海面上大肆投毒，那些毒爪会慢慢吞噬人的心脉。这瓶是独家解药，你现在就服下，它能护住你的心脉，保你肉身不受毒爪侵害。好。顾姑娘这般煞费苦心，连我死里逃生后的戏本都写好了。你给我听好，你是我的人，我不仅把你，甚至把整个谢家都划入到了我的未来里。这件事过后，你便以伤重为由，卸掉皇城司督主一职，急流勇退，才能暂时保住谢氏满门，让太子不敢那么快拿谢家开刀。我的夫君，我希望你此生身体安康。我若不早点备下10里红妆，将你娶进门，岂不是辜负了你这一切，请夜生夫君？真是没眼看！大师姐，朝廷的战船已经从港口出发了，带队的是沈正一和太子，他们计划用炮火直接炸成整座圣岛。那狗皇帝甚至下令杀光岛上所有的百姓，一个活口不留。他们大约明日傍晚就会抵达圣岛海域。那就让他们打空气吧！打！给我狠狠的打！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砸过去！我要让这岛上的乱党全给我儿陪葬！沈大人说得好，今日就让这群逆贼尝尝南洋火炮的威力。传令登德全带5000御林军登岛搜山，凡遇火口，格杀勿乱。有毒瘴，快捂住口鼻，撤出这座岛！勿有企图！出来救命！勿有企图！撤！快撤！跳崖，往海里跳！怎么回事？太子殿下，小心！你搞什么鬼？岛上的贼寇呢？殿下，那岛上根本没有人，全都走光了。什么？没有人？他们留下了陷阱，还利用我们的炮火引爆了全岛的毒战，我们的兄弟死伤惨重。没有人？那我们刚才打的是什么？几万发炮弹全砸在了空气里。你不是说岛上有38000人吗？人呢？那可是1万多发炮弹，花了国库大半的钱从南洋买回来的，现在全打水漂了。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你说怎么收拾？殿下，现在绝不是自乱阵脚的时候，这件事绝不能让外界知道。废话！若让父皇知道我们把国库的炮火用在了一座空岛上，满朝文武、御史台和晋王定会把我们生吞活剥了，本太子的贤名也将毁于一旦。殿下放心，这残局微臣来收。怎么收？朝廷出动精锐与圣岛水道血战一夜，水道全军覆没，我方御林军也尽数壮烈牺牲。烧了这座岛，再清理掉这些知情的人，死人是永远不会泄密的。
大师姐，一切皆如您所料。沈正一和太子对着空岛轰了一整晚，发现被骗后，竟然丧心病狂的放火烧岛，还把逃回来的御林军全给灭口了。沈正一为了保住头顶的乌纱帽，还真是狠得下心。不过他百密一疏，我趁乱潜入海域，捞回了几个还活着的御林军。干得漂亮！把这几个活口连同圣岛真实战况的卷宗，连夜秘密送进京城。送给谁？送给太子的死对头晋王。既然沈正义想瞒天过海，我们就借晋王的手，把这欺君窝上的天大罪证狠狠砸在皇帝的龙案上，顺便把沈家长子也送回去吧。至于我们，也该回京了。夫人，大小姐带大公子回府了。宋嬷嬷，是不是萧儿回府了？是。母亲，岁岁回府了，他还带着萧儿回来了。我知道，快去看看。笑，我的儿啊！娘，大哥背上皮开肉绽，那副奸伤碰不得的。你大哥他到底伤到哪儿了？有人在海上投毒，大哥在毒海里泡得太久，毒瘴彻底侵入心脉，日后怕是再也不能运用内力动武了。不能动武算什么？前世你们沈家为了夺取皇城司兵权，将我的夫君谢玉锦残忍虐杀，只因你们的亲生女儿沈莲生来带着丑陋胎记，你们便仗着权势，强行将尚在襁褓中的我夺来。后来因愧疚寻回真千金，却将我死死蒙在鼓里，利用我的医术将她的容貌恢复后，便让她风风光光去当太子妃，转头却逼我穿上大红嫁衣去写家送死。沈家世子沈晨风甚至纵马踩碎我亲生二哥的双腿。你们沈家视我血脉亲为蝼蚁草叶。沈晨霄，这毒瘴蚀骨犹如凌迟般的剧痛，你就好好在这人间地狱里日日夜夜受着吧。岁岁，快请你师父救你大哥啊！祖母，对不起，师父早已离开商朝。痛死我了！小儿，岁岁，你大哥说好痛啊！妹妹，帮帮我，给我镇痛丸。大哥，你已经吃过一次镇痛丸了，现在再吃，你会没命的。我不怕没命，我现在就会痛死。妹妹，大哥求你了。求我？你从未将我当成过妹妹，求我又有什么用呢？这5年，你后院虽养着10几个同房，却只纳了一个长相平平、毫无背景的平民女子孟氏做良妻。金妙仪频频为你议亲，你百般推拒，至今21岁仍未娶正房。世人都以为你无心高门，可只有我清楚，你不过是为了掩盖你内心深处对我那见不得光的龌龊心思。快，大哥痛得受不住了，快把他抬进屋里。沈夫人，大公子的伤主要在背部，这些伤口都被沈小姐处理得极好。而沈大公子体内的毒瘴虽有残毒于灵心脉，可沈小姐的解药却挽救了沈大公子的性命。那萧儿她外伤好治，难的是心脉残毒，绝非一日能清啊！岁岁，是你救了你大哥，你能彻底治好他的，对不对？祖母放心，我会帮大哥找到清除残毒的解药的。你一定可以的，一定要帮你大哥解毒。你大哥最疼你了，他事事护着你，样样都给你最好的。你大哥他……老夫人，大公子有话想和您说。大小姐，今夜我会守着大公子，你先回院子休息吧。好，祖母、母亲，我先回去换身衣服。乖孙，祖母来了，上了药，你还疼不疼啊？祖母莫要担心孙儿，10晚的药很有效果，我现在不疼了。那就好，那就好。你把祖母单独留下来，
是有什么话想和祖母说？我想娶沈婉为妻，望祖母成全。萧儿，你是不是烧糊涂了？她是你妹妹，你怎么能娶你妹妹？她不是我妹妹，祖母，我早就知道了。岁岁1周岁时，我亲耳偷听到父亲的谈话起，我就知道他是个冒牌货。既然没有血缘关系，我为什么不能娶？你到底是什么时候他起了这种心思？看着他一天一天长成那般绝色，赏过了这等牡丹，我怎看得上庸脂俗粉？可他一定亲，那可是皇上下旨赐婚。赐婚而已，有很多理由可以废除。祖母，她若入宫嫁给太子，为了沈家前程，我绝不动念头。可谢家的人配得上她吗？谢玉锦她根本就不配。小儿，你太为难祖母了。我的身子如今离不开沈婉的药，我把她留在我身边，也是为了保住我这具残躯。如果祖母不同意，那我以后再也不提了。此事便烂在你我心底吧。好，不就是一个沈婉吗？沈家养育了他这么多年，给了他泼天的富贵，如今我让他留在你身边伺候你，也不算亏待他了。多谢祖母成全，有他在，孙儿一定会好起来的。婉婉，你是我的，我绝不允许你嫁给谢玉锦，绝不！把院子里的下人都清理出去，你在院外守着，我有话想单独和大小姐说。是。祖母，岁岁到祖母身边来坐，祖母有几句话想同你说。好。她虽不是沈家血脉，但这等惊艳世人的容貌才华，配我的长孙倒也绰绰有余。难怪萧儿会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岁岁，你觉得你大哥怎么样？大哥他博学多才，文质彬彬，待我这个妹妹自然是极好的。当然，二哥、三哥他们也都好，家里的人都很宠爱我。可是岁岁啊，这些宠爱原本都该是莲儿的，若不是因你亲生父母将你换到了沈家，你哪有今日的造化？不过你放心，你毕竟是祖母跟前长大的孩子，祖母实在舍不得再把你送回你那农户父母身边，去过那种下贱的苦日子。祖母是不是有别的话想跟岁岁说？不如直接说出来吧。是有关于大哥的吗？您想要我怎么报答沈家？你是个聪明的孩子，那祖母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大哥如今的心脉残毒，连太医都束手无策，现在唯有你的药能让他续命。祖母有意留你在你大哥身边伺候他，照顾他，我会帮你换一个身份，让你名正言顺地留在你大哥的院子里。至于你同镇国公府的婚事，我会亲自去找皇后娘娘处理。你能明白祖母的意思吗？明白，怎会不明白呢？说的这般冠冕堂皇又不要脸，就差没把那句嫁给沈晨霄的话说出口了。凭什么你们一句话就能随便决定我的人生？明白，那就好，萧儿一定会对你好的，这样你就可以一直留在沈家，祖母也舍不得你。若我说我不愿呢？你不愿？你莫不是还惦记着太子殿下？你占着莲儿的嫡长女之位，心安理得地享受了15年世家贵女的荣华富贵。如今莲儿回府，我们沈家没把你扫地出门，已是天大的宽容。你如今竟还要抢莲儿的夫君，沈婉，你太令祖母失望了。太子殿下根本不喜欢你，他心里只有莲儿。你就莫要再痴心妄想了，老老实实留下来照顾萧儿，我们沈家绝不会亏待了你。祖母放心，我知道太子殿下不喜欢我，我更从未对太子殿下有过半点痴念，我绝不会和沈莲抢太子。那你为何不愿？你莫不是还想着嫁入镇国公府？沈婉，你若真打着这个算盘，那你恐怕要嫁给一个活死人了。
罗太医说，那谢玉锦被送回来时中毒已深，全身发紫，如今全靠太医院的百年老参吊着最后一口残气。就算他能熬过今晚，太子也绝不会允许他完好无损地醒过来。太医院里全是我们和太子的人，只要在药里稍作小搅，分分钟就能让谢家嫡长子死无葬身之地。你们以为能只手遮天，可是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谢玉锦此刻究竟是死是活。看来我今日若是不同意，祖母也绝不会放过我了。你既已知道，便该明白你没有退路。从今日起，你哪儿都不能去，就老老实实伺候他。这是命令，你不能反抗。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沈婉，只要你乖乖听话，日后这沈府的掌家权，我便全交到你手里。谁稀罕你们沈家的掌家权？既然你执意要触我的眉头，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老夫人，老夫人摔倒了！你们都是死人吗？是怎么伺候老夫人的？关键时刻一点都不顶事儿，害老夫人磕得这么严重！都给我滚下去，每人领10丈！沈夫人，这是中风引起的骤然晕厥。从马车上摔下来的时候，头又碰巧死死磕在了硬物上，颅内恐有血块，才导致昏迷未醒。颅内血块，还有老夫人的右手脉象迟缓，且毫无反应。下官怀疑老夫人右半边身子恐怕已经偏瘫了。不过这还要等病人醒来后才能最终确诊。大小姐呢？快去大小姐过来给老夫人看看！夫人，大小姐去大公子的院子了，大公子那边也离不开人啊。长子废了，老夫人也瘫了。宋嬷嬷，家里接二连三出这种要命的事，到底是着了什么邪祟？娘，太子派来的人根本没教他礼仪，我派去的人又进不了他的院子。这些日子他只顾着享受，什么都没学。如今这粗鄙之态，竟然连不遮掩了。听说祖母从马车上摔下去了，我特意过来看看，要不要紧啊？夫人，让二小姐留下伺候吧，传出去也能帮朕太子妃博个孝顺的好名声。二小姐，既然您过来了，那便留在老夫人身边照顾吧。院子里有这么多下人，为何还要我照顾祖母？娘应该多请几个郎中在祖母身旁守着呀，或者叫大姐姐过来。大姐姐不是会医术吗？让大姐姐治好祖母就是了。我又不懂医术，我守着祖母，难道祖母就能好起来吗？夫人，二小姐，您是沈家的嫡女，老夫人是您的亲祖母，您守在老夫人身边，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吗？我够了！你进去看你祖母一眼，看过了就立刻回院子给我好好学规矩。我天还没亮就醒了，听到祖母摔伤，特意早早跑过来看祖母，没想到娘居然对我百般挑剔。早知如此，我就不来了。夫人，你消消气，二小姐她刚还不懂事。报应，这都是报应啊！我当初到底是瞎了哪只眼，非要把这个冷血的白眼狼接回来？是太子殿下，夫人，家主和太子殿下从怀州府回来了。老爷，太子殿下，
中搂搂抱抱，成何体统？丢尽了沈家脸面。莲儿，这是怎么了？谁敢欺负你？太子殿下，祖母她从马车上摔下来，摔伤了脑袋。莲儿天不亮就早早爬起来，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祖母床前。可是祖母至今未醒，莲儿心里好害怕，好难过。没想到殿下就犹如神明一般回府了。莲儿受苦了，你真是一片小心。沈婉人呢？听说这次是他救了程潇和谢玉锦，程潇伤的究竟如何？罗太医说背部炸得最厉害，但是穗穗帮程潇处理得极好，还用解药解了他体内的毒障。如今只是还有残毒余存在心脉，穗穗说他会努力找到解药的。炸伤了也没关系，还可以再养回来。只要不是缺胳膊少腿，长子还是我们沈家的希望。况且一点残毒而已，总能解开的。那母亲又是怎么回事？好好的人怎会从马车上摔下来？严嬷嬷说，母亲昨夜原是打算趁夜入宫去找皇后娘娘，这才出的意外。这么晚入宫找皇后有何急事？许是为了萧儿，母亲怕皇后娘娘担心，想去通报伤情。老爷，太子殿下，要不先进去看看老夫人？莲儿，你守了一夜也累了，先回院子歇息吧。多谢殿下体恤，那莲儿晚些再来看望祖母。既然还没醒，就让府医按时灌药守着吧。走吧，去连峰居，程潇的伤势才是关乎大局的正事。舅舅，姑与你日夜兼程赶回来，就是为了那个计划。谢玉锦虽然没死，但镇国公府现在防得跟铁桶一样，连太医院的药渣都要查验3遍，姑的人根本无从下手。殿下的意思是借沈婉的医术？不错，能靠近他懂药理的只有枕边人。姑要让沈婉尽快过门，用他的药无声无息害死谢玉锦。殿下此计甚妙。镇国公就算再防，也防不住明媒正娶的儿媳。沈婉就是这局死棋里最好的一把尖刀。大公子，喝药了。滚开！别挡着我！穗穗，你是我的。沈晨霄，你就慢慢在这残毒的折磨里，一点点发烂发臭吧。大公子，家主和太子殿下从怀州府回来了。臣女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爹爹。沈婉，姑听说是你从木仙山去怀州府的路上找到你大哥和谢玉锦的。回太子殿下，确有此事。臣女听闻剿匪的士兵遭到水道重创，大哥三哥下落不明。臣女心急如焚，便借了一门的船去寻，碰巧看到海面上飘着上百具将士的尸骸，那都是为国捐躯的忠勇之士啊！臣女于心不忍，便命人悉数打捞，只是尸首实在太多，大哥和谢小公爷恰巧混在其中。后来臣女不敢在怀州府多逗留，便直接将人带回了上京城。这个坏我大计的蠢货！姑耗费国库巨资买来的南洋火炮，全是为了让谢玉锦死无葬身之地。他居然把人给捞了上来，怎么不干脆让他沉在海里喂鱼？你好得很！穗穗，你随我进屋，我和太子殿下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程潇，你怎么伤得这般重？爹，胡一威为什么会冲着我的主船开炮？我明明发了飞鹰密令更改航线，想将计就计引出水贼啊！果然如此，你以为我收到你的信了是不是？难道你没收到？这不可能！我是通过最高机密渠道传的信，除了您，只有王管事能接应。他人在哪儿？王管事，小儿，你一直在外，还不知道府里出的意外。就在你出海前，莲儿身边的贱婢生事，晃为王管事黑灯瞎火地冲撞了你妹妹。太子殿下爱重莲儿，为了替你妹妹做主，殿下已经亲自下令将王管事乱奔打死。
他死了，所以那晚我的绝密军机刚送到上京，就被人截胡了。那人故意扣下不发，利用我们父子之间的信息差，眼睁睁看着我走进自家的炮火里去送死啊！好一招借刀杀人，好一个连环毒计，那根本不是什么贱婢生事，是有人故意做局，利用莲儿的单纯来激怒姑，借姑的手提前拔掉了你们沈家的联络暗桩。你们沈府有内奸。她是沈家血脉相连的亲生女儿，一荣俱荣，一损俱丧，怎么可能设下这种毒计去炸死自己的亲哥哥？绝不可能是他。若不将你沈府内宅这颗毒瘤连根拔起，你们沈家还不知要遭多少殃。太子殿下放心，微臣定会彻查内宅。岁岁，你既救了谢家长子，可知他真实情况？回爹爹，谢小公业吸入的毒瘴远超大哥，臣女的解药用在他身上，只能吊住他最后一口气，接下来的日子全靠汤药续命。臣女已经派人将药方送去谢府了。太医院的人下不了手，但沈婉这蠢货既然能配药，只要她嫁过去，谢玉锦必死无疑。岁岁，皇上已经下旨赐婚，爹打算让你尽早嫁入镇国公府。爹，你说什么？爹，绝对不行！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把岁岁嫁过去。谢玉锦能不能活都是未知数。岁岁这样嫁过去和守寡有什么区别？闭嘴！此事已定，你好好养伤，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爹自然会替你报仇。沈婉，姑一会儿回宫，就让母后传钦天剑，帮你和谢玉妻选个良辰吉日成亲。原来他这么抗拒，是心里还惦记着姑的太子妃之位。让她早点嫁进镇国公府去守寡也好，正好彻底断了她对姑的非分之想。姑走了。孟氏，好好伺候大公子喝药。岁岁，别走，去帮我叫祖母来，我要见祖母。大哥，祖母怕是来不了了。祖母怎么了？祖母昨日被马车准备入宫时，从马车上摔下来，摔伤了头。如今同你一样，正躺在床上，至今昏迷未醒呢。怎么会这么巧？大小姐，夫人头疾犯了，让您赶紧过去看看。好，我这就去。孟姨娘，好好照顾大哥。岁岁，别走，回来！大公子，喝口水吧。滚出去！大公子，你别这样，家主最是在意您的身子，若是让家主知道，只有大小姐的医术才能帮您缓解这脚心的剧痛。家主为了您的命，绝不会轻易把大小姐嫁出去的。好痛！我的心口好痛啊！快，大公子毒发了，快去把大小姐找回来，顺便去通报家主！快去啊！大小姐，靖王殿下带了好多皇城司的人，把沈家围了起来。臣女参见靖王殿下。沈婉妹妹，好久不见，免礼吧。谢靖王殿下。连刘家的核心暗卫都大摇大摆地站在这里，看来刘家的人已经帮靖王彻底拿下了皇城司的势力。靖王殿下带着皇城司来沈家，应该不是同臣女叙旧的吧？妹妹如此聪明，该知道本王为何而来。进。我们家大公子身受重伤，你们皇城司把他抓走，他会没命的！快来人，快叫家主！大小姐，快救救大公子！大公子刚才心急发作，他疼得厉害，他一直喊大小姐。
孟姨娘，这是黄承思在抓人，只要大哥无罪，黄承思也不能拿大哥怎么样。至于大哥的心急症，我配了药丸放在他床头，你没有拿出来给他吃吗？妾身忘了，大小姐，妾身求你和靖王殿下求求情，叫靖王殿下放大公子先养伤，养好了再进皇城司。无知妇人，你当黄承思是过家家，想什么时候进去，由得你一个妇道人家做主？大小姐，大公子这样进去，他会死的。我知道了，靖王抓他不过是为了拿捏沈正一，逼他认下我放出去的圣岛消息。沈正一若保儿子，就得乖乖跳进靖王的局；若舍弃儿子，便等于替我拔了沈晨霄这根刺。你先起来。沈大小姐，等你爹回返后，你告诉他，让他来皇城司喝茶。本王带着沈大公子在牢房等他。大姐姐，你刚才叫那个男子什么？他是靖王殿下贵妃娘娘的儿子，刘太后的刘家也是靖王的母族。太后刘氏，那这么说，连咱们的皇后姑母凡事也要听太后娘娘的。当今皇上正是太后所出。罢了，我同你说这些做什么？孟姨娘，立刻叫管事去马棚牵一匹快马给我，我这就抄近道去皇宫等父亲。你跟靖王殿下很熟吗？我方才可是听到了，他是不是唤你一声妹妹？对，我曾在宫中生活过2年，太子、靖王都曾是我儿时的玩伴。青梅竹马又怎样？太子殿下现在还不是被我迷得神魂颠倒？若是我借机再把靖王爷拿下……大姐姐，你是不是要找爹爹？是不是要去皇城司喝茶？我陪你一块去找爹爹吧。孟氏，你去安排辆舒服点的马车，我要同大姐姐一块入宫找爹爹。二小姐，大小姐是要立刻入宫救大公子的命啊！大公子在朝雨里等不得啊！求你让大小姐骑马去吧。可我不会骑马呀！你这贱妾是不是故意在为难我？快去备马车！要是耽搁了本小姐见，耽搁时间，你担待得起吗？大小姐，您快劝劝二小姐吧，大公子他在里面。大公子，你不把我放眼里！还敢磨蹭不备马车，你想拖延时间害死我大哥？妾身这就去安排马车。哼，低贱的妾室就是欠收拾，连本小姐都不放在眼里。外面怎么乱哄哄的？他们在喊什么？奴婢这就出去看看。夫人，外面有一群乱民，把咱们沈家大门堵死了，疯狂朝里面泼粪。二小姐刚好要出门，被泼了结结实实一身的粪水。沈莲，他这个时候出府做什么？回夫人，大公子被靖王带着皇城司的人抓走了。大小姐本打算骑马入宫求救，二小姐非要闹着备马车一块儿去，这才正好撞上了外面的乱民。沈莲，你这个祸害！夫人，别过来，滚开！二小姐，你别再跑了，求你停下吧！快去把前面的院门堵住。你们几个去厨房抬几桶热水来，给二小姐好好洗洗干净。别管我，打死这些贱民，打死他们！二小姐，是我们，您别乱动了，快洗洗吧。大小姐，打探清楚了，大门外闹事泼粪的，全都是跟随太子和家主去怀州府剿匪却死在战场的御林军家属。哦，现在外面都在骂家主杀死了御林军，还有人说圣岛上根本就没有水道，是家主为了骗去统皇室的吴侯故技一圈，故意设局。
事后为了莫烧岛杀了所有士兵，现在死者家属激愤异常，咱们神府所有的出入口全被死死包围了。利用死者家属闹事，把圣岛的秘密当众撕开，逼得皇帝不得不彻查。靖王这招借力打力玩得漂亮。花荣，你立刻去找沈家的暗卫，让他们想办法从狗洞出去，给我爹传一封加急信，告诉他靖王殿下把我大哥带去皇城司了。知道了，大小姐。大小姐，是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沈婉，你太过分了！竟然纵容这些奴才如此折辱莲儿，你简直……别过来！别碰姑！快把二小姐带回院子洗干净！快拉走！臣女参见太子殿下。沈莲身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回殿下，大哥被靖王抓走，二妹妹心急如焚，非要出府，谁知刚出大门就被外面闹事的百姓泼了好几桶夜香残羹。二妹妹惊慌失措，满院子跑，这地上的东西都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水，给姑打水！沈婉，快去给姑打水！殿下，这是臣女亲手调制的安神香。快，给姑熏熏。太子殿下，靖王殿下强行带走了大哥。臣女听到外面的闹事者都在传，说爹爹为了探没军火，在圣岛害死了几千御林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爹爹他会不会出事？姑知道，靖王想借机诬陷沈家。母后知道沈家被人围困，特意让姑出宫处理此事。你爹也不会有事的。御林军就是剿匪战死的，靖王他根本不能把你爹爹怎么样，你放心吧。太子如此有恃无恐，唯一的可能就是沈正一这只老狐狸，在回京的路上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太子殿下，救救丞相吧，他被靖王带走了。娘亲，您放心吧，太子殿下方才已同女儿说过了，爹爹和大哥都不会有事的。沈夫人放心，母后特命姑来处理此事。哼，外头那些刁民不过是想要点陪葬费，姑已派人安抚，你们把心放肚子里。多谢殿下。太子殿下，二小姐留步，殿下还有政务要处理，不便靠得太近。既然这样，那臣女先告退。姑刚才怎能那般嫌弃莲儿？这府里除了姑，根本没人会心疼她了。莲儿，等等姑！太子和你妹妹怎么回事？太子方才为何躲她如蛇蝎？妹妹刚出府门就被泼了满身的夜香和石残，殿下刚好出现在院子，妹妹一时激动，就带着一身的秽物直接扑进了殿下的怀里。这个蠢货，他还要连累沈家到什么地步？不行，绝不能让他做太子妃，迟早害死整个沈家。岁岁，太子殿下没有那么快离开沈家，你要把握好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娘亲的意思是，想尽一切办法把生米煮成熟饭。只要你成了太子的人，太子就只能迎娶你为太子妃。至于镇国公府那个快要死的谢玉墨，娘自会善后，让你那个不争气的妹妹代替你去守寡。一切全凭娘亲做主。主子，按您的吩咐，那批署名玉公子的文章已经散入文人学子手中。如今上京城的文人全在暗指沈正一贪墨军火，屠杀御林军，外头闹事的老百姓已经被彻底煽动。皇上正连召集大臣议事。沈府现在什么情况？沈家大门紧闭，今日清晨沈家二小姐出门被泼了一身粪水，大小姐躲得快，安然无恙。沈家如今成了众矢之的，若是沈正一挺不过去，他必定受牵连。太医还在外面守着。是。
你过来替我躺着，我要去神府。主子，太冒险了，外面全是眼线。正因如此，我才必须去见他。大小姐，夫人说太子殿下正在西河堂看望老夫人，让您立刻过去伺候。这香是夫人特意吩咐奴婢带来的。为了保住沈家，金妙仪竟然给我这种夏季的催情香去爬太子的床。金羽，你今年17了吧？是。之前母亲并没有打算让你外嫁，想把你留给大公子做通房，将来生下一儿半女，再抬你为妾室。这在府里本该是你极好的一条出路。只可惜啊，天有不测风云。王管事是你的父亲，纵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二小姐一回府便随意打杀了他，毁了你们王家，断了你的好前程，连我看了都内心愤愤不平。金羽，你就不想为你父亲报仇？奴婢从未动过这个念头。你畏畏缩缩，那就只能看着你父亲枉死在二小姐的手里，怒其不争，枉为子女。可怜王管事在沈府兢兢业业一辈子，也没在沈家落得一个好下场。先前夫人允诺过奴婢，等大公子从怀州府回来，就让大公子收了奴婢。后来奴婢的父亲被乱棍打死，夫人她就同意了孙婆子的求亲，准备把奴婢嫁给孙婆子的傻儿子。大小姐，求大小姐指点一二，奴婢该怎么做？我见犹怜，花容月貌，嫁给一个傻子，可惜了。这不就是你的机会吗？可是太子殿下连大小姐都不要，奴婢又怎么……你错了，他只是不肯让我当太子妃，并不代表他娶了太子妃便不再要别的女子。你若想活命，仅仅是躺在太子身边是不成的。你要对太子说。奴婢明白了，多谢大小姐赐教。是我，谢玉姐。去那边墙角查仔细点。刚才那个丫鬟，我都听见了。沈家内院守卫森严，你怎么找到我的院子的？我挨个院子扒瓦片找的，第一个就扒到了沈莲的醉莲君，他刚好在撕脸上的药膜。我终于明白沈家当年为何要偷换千金了。若是太子发现，必定会吞，到时候沈家一定会逼你顶替他当太子妃。阿宁，我想娶你，你早点嫁给我，成吗？成。那我立刻回去准备聘礼。阿景，你现在是个重度昏迷的商人，要准备也不是你来准备，你得继续躺着。我都躺着了，怎么娶媳妇儿？别急，沈正一和太子如今可是迫切地盼着我早日嫁入镇国公府，所以咱们的婚事他们会比你还急。他们想利用你来害我，原来是打的这个算盘。那我现在只需要等着。不行，你想要娶我，还得铲除一些阻碍，要不然你我的婚事恐怕没有那么顺利了。你是说你母亲？她确实有些难缠，手段也不太光明。她不是我母亲，而且金妙仪并不是我们的阻碍，真正的阻碍是沈承霄。沈承霄他不同意你我的婚事。你可知沈老夫人从马车上摔下去的事情？知道，跟你有关。是啊，昨夜他叫我去西河堂，想给我换个身份，做沈承霄的妻。沈承霄他一直觊觎我。这一家真是龌龊，竟要燕宁一个鲜活的生命去做那废物的妻。况且沈启霄可是他名义上的大哥，他们太过分了。老夫人吃过夜宵，本打算入宫找皇后解除你我二人的婚事，不过我在她的食物里加了一点料，让她救急发作，避免了这一遭麻烦。我虽然卸掉了皇承嗣职位，但里面还有我的人。你想怎么解决沈承霄？我让人直接在里面动手。
我不要他死在里面。这包药粉你叫人混在水里，让他喝下去，他身体的疼痛会加倍，也会大伤元气，没有1-2个月怕是醒不过来。等他醒来，你我的婚事早已成定局。懂了，想让他生不如死，这个我最擅长。你等我，等我来娶你。太医也下了最后诊断，阿锦的身子，这2日若是醒不过来，日后恐怕就再也醒不了了。夫君说的没错，我们明日就应该入宫求旨退亲，绝不能耽误了沈家姑娘。只是可惜了那姑娘，我瞧着阿锦接到赐婚圣旨时，也是满眼欢喜啊。怪咱们儿子没那福气。退了吧，你莫要再纠结此事。谁在那里？夫君，外面有人。主子，您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该吃药了？我又没病，吃什么药？叶宁怎么没告诉我？我娶妻路上最大的障碍不是沈家，而是我亲爹娘啊！混进水里，让沈承霄喝下去。是。回来！主子还有何吩咐？有没有喜欢的姑娘？遇到阻碍怎么解决？主子，入隐卫要断情绝爱，属下不懂喜欢，但属下知道，您今夜是去见沈大小姐了。您若是真怕夜长梦多，不如趁着国公爷明日要入宫，让国公爷去求皇上，提前安排您和沈大小姐完婚，借此契机用喜事冲去眉头。您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借新婚之名苏醒，俗称冲喜。好主意！不愧是本世子的人。过来。国公爷，您趁热吃口包子垫垫肚子吧。昨夜为了世子爷的病情，您和夫人一夜未眠，等会儿还要进宫面圣，去求皇上退了这门亲事，您可千万得撑住精神啊！哎呦，你们听说了吗？我隔壁村那个当兵的黄大谷的儿子重伤昏迷了3年啊！3年啊！上个月他们家给他买了个媳妇儿，你们猜怎么着？怎么着了？成亲当晚，冲喜的媳妇儿一进门，黄大狗他儿子当场就睁眼醒了，现在活蹦乱跳的，可神奇了！这事儿传遍了10里8乡啊！别买了！国公爷，怎么了？你拿着我的腰牌去宫门口跟禁军说，我今日身子不适，向皇上休个病假，批教回府。夫君，你不是入宫去求旨退亲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不舒服，就是刚才路过包子铺，多吃了几个肉包子，闹肚子了。你们全都下去，把门关上。夫人，退亲先缓一缓，咱们早日把沈家大小姐娶进门吧。这岂不是趁人之危？夫君，你到底怎么回事？为何突然改主意？夫人，你听过冲喜吗？这怎么行？冲喜对女子何其不公！神父教养的姑娘怎么会愿意嫁过来守活寡？今早街头都在传，有个昏迷3年的老兵买了个媳妇冲喜，成亲当晚就睁眼了。死马当活马医，你在家等着，我亲自去核实。若是真的，我立马入宫求赐婚。冲喜就是拿活人挡灾，若是没成，岂不毁了姑娘一生，造了天大的孽？夫人，去普华寺祈福的马车备好了，还去吗？去，现在就走，去求个姻缘签，佛祖点头，我才敢信这冲喜的法子。真行了，这老三的媳妇儿居然还懂医术。上签好啊，普华寺的签最灵验了。况且我去看了，那黄家的老兵果真醒了，这绝对是老天爷给咱们阿锦的暗示。我这就入宫去向皇上求早日成亲。等等，夫君，
万一，我是说万一，沈大小姐嫁过来后，阿锦并没有苏醒，甚至身子更加糟糕，没挺过去，那我们岂不是耽误了人家姑娘的一生？若阿锦真有不测，那我们就把谢父所有的家产全都补偿给他。若沈家嫌弃他，不肯接他回去，咱们谢父就养他一辈子。我谢父就是他的娘家，老夫亲自为他撑腰，绝不让别人叫他受半分委屈。好，也许咱们阿锦的命没那么糟糕。夫君，你入宫吧，我现在就回府，为沈大小姐准备最丰厚的聘礼。好你个鲸鱼！夫人明明答应把你配给我儿子，你竟敢跑来佛院偷人！你们就是毫无招比！放肆！看我不打死你们这对狗男女！来人啊，捉奸呐！住手！你打的是太子殿下！你这贱丫头也妄想爬太子的床，你配！太子殿下，奴婢瞎了狗眼，不知道是您。殿下恕罪，奴才救驾来迟。胆敢以下犯上，把这贱妇拖出去，乱棍打死！去琳琅阁，把沈婉给姑押过来。大小姐，太子殿下传您速去西河堂回话。西河堂那边闹出什么动静了？回大小姐，鲸羽和太子殿下在老夫人的佛院里。今早孙婆子进去打扫，正撞见两人躺在地上，孙婆子当场揍了太子。孙婆子今天可是奴婢特意指派过去的。干得不错，替我梳得端庄些。好戏开场了，可别让咱们太子殿下久等了。岁岁，你怎么从琳琅阁出来？你昨夜……娘亲，我昨夜一直在琳琅阁睡觉呀。怎么了？那鲸羽呢？他没有过来找你？夫人，鲸羽昨夜就没回南仙阁。娘亲，鲸羽昨晚也没来我这儿呀。好得很，走，去西河堂。沈夫人，这个罪奴胆敢以下犯上，殴打储君，太子殿下已下令当场乱棍打死。哼，夫人，大小姐，请吧，太子殿下在里面等着二位呢。沈婉，你真的令姑太恶心了。太子殿下，不知您为何要这般羞辱岁岁？沈夫人，姑都知道你昨夜的龌龊安排了，姑对你真的太失望了。鲸羽，你在太子殿下面前说了什么，让太子殿下如此误解大小姐？夫人，站起来。夫人，对不起。好你个贱婢，竟敢背主爬床！你她现在是姑的女人，沈夫人，你动她一下试试。太子殿下，昨夜之事全是臣妇自作主张，与岁岁无关啊！您与岁岁自幼青梅竹马，为何现在就不愿看她一眼？她是我们沈家千娇万宠的掌上明珠啊！掌上明珠？那莲儿呢？你们把莲儿丢在庄子上养病，可有关心过她死活？姑当着外祖母的面说得清清楚楚，姑只要莲儿这个太子妃。你是不是以为有母后撑腰，姑就不敢动你们？你这么喜欢攀龙附凤，姑偏不如你的愿。你是李仙一的徒弟，自诩医术超绝。镇国公府谢小公爷重伤昏迷，姑命你即日起以医女的身份入镇国公府医治。他若不醒，你这辈子休想踏出镇国公府一步。太子殿下，不可，万万不可！有何不可？你倒是说个理由来听听，否则姑今日定连你也一块重罚。世家皆知，殿下与我沈家嫡长女自幼订婚，所有人都认定沈婉才是未来的太子妃。臣妇把最完美的贵女送到你面前，您却选了沈莲。
沈莲她一直在装子养病，从未学过宫规礼仪。臣妇是怕呀，怕她在皇上太后面前失仪，担不起太子妃的福泽呀。沈夫人不必担忧了，皇祖母已经看过了莲儿的画像，她十分满意。皇祖母说，沈夫人当年闺中时才貌双全，惊才绝艳，而莲儿颇有沈夫人当年的容貌风采。沈夫人质疑莲儿，岂不是在质疑你自己？拿那愚蠢粗鄙的丑八怪跟我比，我当年风头不输岁岁，可是满燕京少男的梦中人。当年就连沈正一也是对我见色起意，不惜动用军功强行截胡了我原本的姻缘，才将我娶到手。我这般的倾城巨色，太后竟然拿沈莲那种地上的污泥来跟我这朵娇花相提并论。太子殿下，不必再说了，你与其在这里担忧莲儿，不如回去好好教她规矩，而不是趁着舅舅和程潇下狱的时候，还在后宅里百般算计。太子殿下，晋王带了很多皇城司的士兵与外面的闹事者交谈，沈大公子也被带回沈府了。萧儿回来了，那老爷呢？老爷回府了吗？回夫人，没看到沈大人。晋王，沈夫人，你身边这个丫鬟就留给莲儿吧，等莲儿入宫，让她做陪嫁丫鬟。昨夜的丑事，姑绝不希望让莲儿知道半分。奴婢谢殿下恩典。娘，算了，你莫要再为了女儿惹得太子殿下不高兴。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就这么去镇国公府，你是我沈家的天之娇女啊！天之娇女，你哪里是舍不得我？分明是因为你那个亲生女儿沈莲如今太过粗鄙，你实在带不出手罢了。都是你！你到底跟太子殿下说了什么，让他这般误会大小姐？回去先点燃这香，等香燃到差不多时，你就跪在太子脚边，把静妙仪今晚要算计他的计划一五一十的全盘托出。只有这样他才会信你。接着你再趁机向他表露心迹，告诉他你默默仰慕了他10年，高高在上的储君在药效的催动和这种不求回报的痴心面前，又岂能不感动？夫人，奴婢对不起你。你这贱人坏我好事！娘亲，大哥还在外面等着我们，何必为了一个没有名分的婢子动气呢？你就留在二小姐身边好好伺候，旁的心思你也别想了。你别忘了，你母亲还在沈府当差呢。夫人，你怎么忘了？我娘早就被你一句话罚了20章，没能挨过去，已经死了呀！岁岁，娘定会替你打算。等会儿你看着大哥，娘这就入宫去求。夫人，夫人不好了，二小姐她又跑出去了。二小姐又怎么了？府里都在传晋王殿下奉旨来处理外面的乱民。二小姐一听到晋王，整个人激动的不行，非说自己认识一定要出去见一见。奴婢根本劝不住，也不敢来，她已经冲出内院了。沈莲怎么会认识晋王？这蠢货想干什么？太子殿下还在府里，叫他撞见可如何是好？快去拦下二小姐！太子殿下，那不是沈二小姐吗？莲儿，莲儿，太子殿下，您怎么还在府里？殿下，您的脸……二小姐，太子殿下脸上的伤是阴坛外面那群乱民时所伤到的。天哪，那群刁民竟连太子殿下都不放在眼里。莲儿，姑没事，你怎么出内院了？是不是听说你大哥被带回来了？很担心他。沈丞相回来了，我怎么完全没听说？不管了，先应下再说。是，莲儿十分担心大哥的安危，因为大哥的事，莲儿一夜都没睡好。二小姐，您昨晚明明睡得跟猪一样，那打呼噜的声音比雷还响。莲儿放心，姑有人在皇城司，晋王不敢对你大哥动刑。外面那些闹事者实在太猖獗，你莫要出去了，以免再被误伤。姑今日定还沈府一片清宁。多谢殿下，
莲儿不怕，因为莲儿有殿下保护着。本王定不会让丧生在怀州府的御林军将士白白枉死，由本王亲自监察此案，望诸位遇难掐数，给本王一些时间。是他，那个在1年前在市井中斥退顽固，将我从地上扶起来，还送了我一串铜板的谪仙公子。他竟然就是靖王！靖王殿下都出面帮沈府处理这些人，沈家的人更加不应该当一个缩头乌龟。我要让他看到我的大格局。莲儿，殿下说的没错，靖王殿下方才的一番话，也是我们沈家的决心。你是谁？有人说是沈府的人害死了御林军，你们必须给个交代。没错，给个交代。我是沈家第2小姐，未来的太子妃，今日出面正是代表沈府。你们的请愿，我和靖王殿下及沈家众人都看到了。靖王绝不许有人滥杀将士。是以，我父亲现在还在皇城司接受审查。若我父亲真的有罪，沈家必定大义灭亲，绝不姑息。大义灭亲！靖王殿下看我了，他一定是被我这种深明大义、勇敢善良的奇女子给深深折服了。当然，若怀州府剿匪一案与我父亲无关，我们也绝不会对诸位坐视不管。我父亲身为此次剿匪行动的领袖，令众多将士牺牲，身为统帅，也理应有一半的职责。快把你妹妹拉回来，让她闭嘴！是以，我沈家愿意开库房，拿出10000两金，补偿在场每一位死者的家属。这些补偿是沈家单独拿出来，给死者家属的精神损失费，后续还会有死者的抚育金，我沈家也会负责到底。1两黄金，1两金等于10两银，沈正义1年的死俸禄也不过区500两。沈家若是真拿得出这笔钱，便是坐实了贪墨军粮的死罪；若是拿不出，便是失信于天下，要被这群暴民活生生撕了。这蠢货是要拉着整个沈家满门抄斩啊！这二小姐，少说也有1、2千号人，您打算每人补偿多少文钱？去开库房？什么几文钱？在场每位家属1人1两金，就在大门前搭棚子，让他们排队领。夫人晕厥了！晕？好戏才刚刚开场，母亲怎么能晕呢？你得睁大眼睛，好好看着你的宝贝女儿是怎么孝敬你的呀！多谢二小姐，多谢沈府。莲儿，你做得很好，快随娘亲回府吧。原来你就是沈家的2小姐。臣女正是沈府嫡次女。靖王，沈莲是姑的未婚妻，离她远点，滚！太子殿下，微臣奉旨行事，查完自会走。不过，剿匪一案还要劳烦太子随臣去趟皇城司，录几份口供。姑知道了。莲儿真是太善良了，明明她才是受害者，却能以德报怨，宽恕这群刁民。这才是母仪天下的胸怀。而沈婉满眼算计，只会玩弄后宅争锋吃醋阴谋手段，简直恶心至极。她根本不配做姑的太子妃。莲儿，外面的事交给管事，你先回府。对，太子殿下说的对。随娘回府。靖王殿下，今日之事有劳了。沈莲，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说些什么？咱们家哪来那么多银子补偿外面那些人？你当沈家开钱庄的吗？娘，你怎么回事？我这也是在做好事，更何况他们还看在我的面子把大哥放了，要不然大哥早就死在门外了。你，夫人保重身子啊！
你爹1年的俸禄也就500两，500两还要供1府的人开支。你一口气就要给外边的人每人发1两金，你算没算过1两金是多少两银？1两金就是10两银，外边少说都有2000余人，那可是几万两的银子。你就是把我们的沈家宅子抵出去卖掉，也拿不出那些银子补偿外边的人。假若是拿得出来，明日督察院就会按你爹一个贪腐的罪名，到时沈府所有资产都要被朝廷控制。你爹还在狱中，就会多加一条罪名。你闯祸了，你知道吗？那若是发现爹爹贪腐，我们沈家会怎么样？依我朝律法，按贪腐的金额来定罪。若查出沈府超数万两金官银，抄家流放，贪污数额再往10倍翻一番，便要斩首示众；若是数额再大一些，便要株连9族。那我刚才是不是说多了补偿的银子？我不想死，我真的不知道沈家拿不出来。府里的人都说三哥哥很会赚钱，他出海每次都能带回很多好东西，上京城贵圈的人都要来三哥这里买东西。我以为三哥哥他有。快闭嘴吧！娘，我知道错了，可刚才话都出去了，若是不发，我不成了骗子，我该怎么办？这件事情你不要再管了，快带二小姐回醉莲院。安管事，你去开库房和粮仓，给外面的人每人发10文钱，5斤精米，跟他们说些好话。若是有人听到二小姐刚才说的话，你便说他们听错了。二小姐说的是每人发10文钱，还给5斤精米。后续沈家也会慰问烈士，朝廷也很重视此次的事情，一定要好好安抚民心，别让他们再闹了，绝对不能再让事情发酵下去了。对沈家，对老爷现在的处境都很不利，丢官职事小，若丢了命，可就事大了。夫人，大小姐，快去看看大公子，太医束手无策了。大公子现在什么情况？昏迷着，可一直惨叫喊疼，背全化脓了，汤药喂不进。穗穗，快去看看你大哥，你大哥昨夜在牢里，定是吃了大苦头了。苦头？这才哪儿到哪儿？前世阿锦身受重伤，日日承受钻心入骨之痛，沈承霄如今承受的痛苦，都是沈家自作的孽。太医，我儿他怎么样了？夫人，大公子伤口化脓，一直昏迷，哪怕睡着也十分痛苦。大公子，你快醒过来呀！你在做噩梦，大小姐没有死，她真的没有死啊！她在做关于我的梦。大小姐，大公子一直喊您名字，他做梦都在想您。闭嘴！遇事只知道嚎丧啼哭，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再敢在这里惊扰大公子，就给我滚出去！大小姐，大公子他其实根本离不开。大小姐他竟什么都知道，他知道大公子对他存着那种见不得光的心思。穗穗，快去看看你大哥，先让他醒过来，他在做噩梦。是，母亲。大小姐当真是神乎其技呀！大公子睡安稳了。睡安稳？我不过是封了他的痛诀大穴，让他彻底陷入重度昏迷罢了。夫人，镇国公亲自递了拜帖来，说想与您谈一谈大小姐与谢小公爷的亲事。他怎么亲自来找我？也好，我正愁找不到机会退掉这门亲事。沈莲那个蠢货，迟早要把沈家拉下地狱。只要穗穗一直是未嫁之身，将来太子回心转意时，我沈家便还有翻盘的筹码。穗穗，你留在凌风军看着你大哥，我出去见下客。母亲慢走。沈大小姐，大公子体内的残毒加重了，您看是不是在用您之前的解毒药方？罗太医，你那个庸医儿子前世砍了我二哥哥的双腿，你这颗项上人头先且留着，拿罗家开刀的日子很快就到了。那就按我的方子，
原来的伎俩，多加一位紫花地丁。沈大小姐不愧是李仙一一眼相中的医学天才，若太医院能有您这样的医女，下官又何愁那些疑难杂症呢？罗太医过奖了，能进太医院的，个个都是熬了数十年的真材实料。我一介晚辈，怎敢拿师傅的威名傲立太医院？我倒是听说，罗太医不到40便能直接越过诸位前辈，一跃执掌太医院。可见罗太医才是太医院真正的天才。下官再如何，也是远不及李仙医的。若有幸能请李仙医到太医院商讨病状，那才是我朝之福，皇上定会十分高兴。请我师父入宫，前世我师父的死与你脱不了干系，这辈子你休想再把我师父骗进那座坟墓，更别想再毒害阿锦。若有机会，自会同师父说起。既然如此，那下官就静候佳音了。今日沈府遭逢变故，事务繁多，下官等就不在这儿添乱了。大小姐留步，我们走吧。大小姐，那天晚上老夫人出事前，是不是跟您提过大公子的事情？你说的是哪件事情？大公子他喜欢大小姐。孟氏，你可以为了讨好我大哥去做任何事情，但你把主意打到我身上，伙同老夫人算计我的姻缘和我的人生，只要我让你死，一句话就够了。妾身错了，求大小姐饶命，妾身再也不敢了。我大哥已经躺在那儿了，你换个角度想，你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他身边只有你一个妾室，你好好把握，将来做我大嫂好好伺候他，不比什么都强吗？可是大公子以后，他的身子好不了了，毒中心脉、耻骨之痛将伴随他到死。那大小姐为何要骗夫人、骗大公子？不叫骗，这叫希望。人总要有点希望，才能熬过那一次次钻心之痛。孟氏，你当初那个情郎是被我大哥派人吊死在房梁上的吧？我若是我大哥，将来娶了正门主母，定会第一时间赐你一条白绫。没有哪个正房娘子能容忍一个生了6个儿女的妾室在眼皮子底下。一旦他娶妻，我必死无疑。我不想死，绝不能死。2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风姿不减。今日他避开众人独自见我，定然是心里还放不下当年那段情。谢郎，沈夫人。谢郎，坐吧。沈夫人，还是换我镇国公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怪我？对不起，当年你我2人的婚约，我今日来是来谈我儿与贵府千金的亲事，眼下谢家也无旁的法子。一开口就提当年，他心里分明还怨着我，爱着我。听说谢小公爷至今昏迷未醒，此次前来可是为了退亲一事。你是想由我们沈家开口，向皇上解除2个孩子的婚约？我不是为退亲一事，我是想告诉沈夫人，我们谢家打算让沈大小姐早日过门。什么？是谁的主意？谢夫人希望我的女儿早日嫁给你那醒不过来的儿子。你们谢家是想借着办喜事给你儿子冲喜？不是我夫人的主意，是我的主意。谢灵，你是不是在报复我？那你冲我来啊！你别对我的女儿下手！你让我女儿这个时候嫁过去，岂不是在葬送她的未来？沈夫人，我从未想过要报复你。你说的没错，我们就是想早点帮阿锦娶媳妇，她现在须得有个贴心之人照顾。我今日上门是提亲，不是退亲。谢灵，你敢在我长女身上打主意试试？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你怎么变得这般可怕、自私自利？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沈府近日事务繁多，没空招待你。送客。夫人，
圣旨，有圣旨，是皇上身边的高公公亲自送来的。那一定是老爷被赦免无罪，我就知道老爷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此劫，定是有奸人陷害老爷。是啊，夫人，您慢点走，咱们快去接旨。夫人，镇国公刚才同您说了什么？哼，妄想娶我神府嫡当女，让穗穗嫁过去给他那半死不活的儿子冲喜。天哪，镇国公竟然这般自私啊！幸好当年没结亲，武夫出身，粗鄙自私。你大哥现在如何？很好，太医已经熬了药，让梦姨娘喂下去了。那就好，你爹爹应该也快被放回来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国公之子谢玉锦与沈尚书之女沈婉天成家某特赐予成婚之恩，婚期钦定3月初3为婚礼吉日，钦此。3月初3，那不就是明日？沈夫人，接旨吧。夫人，夫人，高公公让您接旨啊！臣妇领旨谢恩。恭喜沈夫人，贺喜沈夫人。有劳公公跑这一趟。宋嬷嬷，看赏。好手段，为了给你那半死不活的儿子找个陪葬的，你连这张老脸都豁出去了。沈夫人，我……夫人，镇国公夫人带聘礼来下聘了。开库房，迎镇国公夫人入府下聘。沈夫人，既然圣旨已下，明日的婚嫁事宜，我们两家是否……你去接待镇国公和镇国公夫人，婚嫁礼仪之事就按我们沈府的规矩来办。只要是他不顺心的事情，他定会在背后使计搅黄。阿锦和沈大小姐的婚事，真的能顺利吗？请前往偏院议事吧。偏院？我堂堂国公，带着圣旨上门商议赐婚，竟被他如打发下人般赶去招待猎客的偏院。穗穗，明日迎亲前，绝不能踏出这南香阁半步。娘，不想我嫁入谢家，前世可不是这样。前世为了帮沈莲抢夺太子妃之位，金妙仪就是在这间房里亲手把加了料的酒递到我嘴边，把我迷晕塞进了谢家的花轿。没想到风水轮流转，同样的换亲毒计，这辈子您又要再演一次了。只不过这次被换掉的成了您的亲生女儿。太子如今只是鬼迷心窍，不知你的好，等他有朝一日发现妹妹脸上的胎记，定会后悔。你若想当太子妃，谢家这个火坑你就绝不能跳。可是赐婚的正旨已下，沈家明日必须嫁出一个女儿，莲儿嫁过去给那活死人般的谢家长子冲喜，最适合不过了。沈莲那个灾星命硬，克得我沈家气运衰败。既然非要嫁，那就把她送到镇国公府，要去克就让她去克死谢家。可太子殿下若是发现是二妹妹替嫁过去，定要大发雷霆吧？不会的，女子面容破相，按律不得入宫选秀为妃。等莲儿嫁入谢家成了定局，我自会找机会将莲儿脸上有胎记的事透给太子。太子是个聪明人，怎会不懂得权衡利弊？穗穗，你明白了吗？女儿明白了。金妙仪，你大概永远也猜不到，这场看似绝境的赐婚，本就是我和谢玉锦亲手谋来的。上辈子错嫁成婚，谢玉锦待我不薄，镇国公夫妇把我当成亲女儿一样宠爱，弥补了我在沈府受到的委屈与伤害。你留在房里哪儿也别去，旁的事情母亲自会替你安排妥当。谢灵啊谢灵，你不是想替你儿子求娶我金美依的女儿吗？好，那我就把我的亲生女儿送过去。至于穗穗，
你那短命的儿子根本不配。夫人，人都打发走了，您要不要看看谢家下的聘礼？镇国公府的底子果然厚得惊人。周氏那个商户女虽上不得台面，赚银子倒是一把好手。这聘礼的价值，怕是连皇室都未比得上。只可惜他那半死不活的儿子，不配娶我的福星岁岁。看来谢家是真心诚意想娶大小姐过门啊！那又如何？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沈家的嫡长女有那么容易娶？更何况他儿子都那样了，这点补偿算得了什么？那夫人打算如何分配大小姐的嫁妆？把聘礼里面的珠宝首饰、金银，还有价值连城的古玩字画，全都划到二小姐的名下。二小姐的名下？夫人是想把谢家送来的聘礼划到二小姐的嫁妆里，将来带入东宫？不，你错了，我根本没打算让大小姐嫁进谢府。夫人是想让二小姐替大小姐嫁入谢房？岁岁知书达理，容貌出众，她才是太子妃的不二人选。太子眼下只是不知实情，才错把莲儿当成明珠。等莲儿替嫁入谢家成了死局，我自会找机会让太子看到莲儿脸上的那块丑陋胎记。等他亲眼看过，就绝不会再想要莲儿做他的太子妃了。嬷嬷，你必须帮我！自从莲儿回府，咱们家频频出事，老夫人昏迷，老大重伤，老二断腿，老爷还在狱中。你再看看莲儿今日在门外那副蠢笨的做派，她若真嫁入东宫，只会把整个沈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绝不能眼睁看着她毁了我的夫君和儿子。夫人，这等违抗圣旨的死罪，您绝不能亲自动手。等谢家发现新娘被换，您就只当毫不知情，后面的事全包在老奴身上。若是有老奴这个恶奴暗中调包新娘，皇上好歹还有个台阶上，大不了就是处死老奴罢了。这事儿，夫人必须干干净净。宋嬷嬷，我怎能让你替我？夫人，既然主意已定，开弓没有回头箭，眼下可不是咱们掉眼泪的时候了。明日谢家就要来迎亲，这偷天换日的事儿，还有千头万绪的细节等着咱们去布置，出不了半点差差。这做戏要做全套，这第一桩便是这嫁妆，夫人究竟打算如何分配？莲儿不懂算账，便在金银上多补偿她。岁岁懂得掌家经营，就把谢家送来的铺子地契全都划到岁岁名下，再从我的嫁妆里划出一大半金银首饰，还有母亲留给我的金莲簪花，也添给莲儿。莲儿总归是我的亲生骨肉，这方面我绝不亏待她。你去和莲儿说，让她把身边的宫女太监都使唤到前院去帮忙布置彩绸。娘，你不是说咱家拿不出银两补偿外面的暴民吗？我看谢家送来的聘礼箱子里有好多金银，咱们随便抠出一点就够补偿啦。这样既不会被人弹劾爹爹贪腐，又能挽回我的面子，还能为我这个未来的太子妃造势呢。我是不是很聪明？蠢货，简直是愚不可及。二小姐说了这么多，先喝口茶润润嗓子吧。哦，谢谢嬷嬷。莲儿，咱家真的折腾不起了。你要行善，日后就去了镇国公府，随你折腾。以谢家提亲的态度，镇国公这个人总会看在娘和他曾经的情分，好好待你这个儿媳妇的。夫人，外头铺子都关了，伙计全回府帮忙，一夜足够布置出来了。夫君，你看这宅子多喜气，我相信冲喜定能给阿锦带来好兆头。走，我们进去告诉阿锦，明日就是她成亲的大喜日子。阿锦，是娘和你爹今日去沈家提亲了，明日你就要和沈家大小姐成亲了。夫君，你从沈府出来便一直眉头紧锁，你不高兴？我自然替儿子高兴，我只是觉得，国公爷、夫人，方才沈府的管事过来说，明日成亲，新郎不来接亲，那拜堂的环节也就省了。沈府还说，新娘子不下轿，花轿直接抬进小公爷的院子里。罢了，到底是冲喜，
沈家提些别的要求也无可厚非，就按沈家的要求办吧。夫君，你方才想说什么？夫人有所不知，今日在沈府，我察觉到那沈夫人看我的眼神简直厌恶至极。她其实是想让我们谢家退亲。什么？那这样强行赐婚，岂不是要结成怨殴？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总觉得明日的婚礼定会出事。别瞎想了，圣旨已下，难道他沈家还敢抗旨不成？贝马，我要去一趟沈府。以京妙仪的歹毒手段，她是绝不会让叶宁顺利嫁过来的。你怎么来了？脸都吓白了。何止，魂儿都差点吓没了。真不敢想，有朝一日太子若是发现身旁躺着这么个夜叉鬼，会不会直接疯掉？阿锦，我能在怀州府护住你，就不会在这里把你弄丢了。这场婚礼是你所谋，也是我所求。明日，我一定会顺顺利利入你的绸帐，做你的女人。你知道我爹娘方才在我床边说什么吗？他们怕你我结成怨婆。可我觉得我们不会变成一对怨婆，能入你眼的，那一定是两情相悦的感情。不只是两情相悦，更是天成家宝，两世情缘。这不是和我娘求的签文一模一样？普化寺也有你的人，你在我娘的签文上动了手脚。那签筒里所有的签都被我换成了上上签，不管掉出哪一根，咱们俩都只能是天作之合。对不起，我没忍住。那就别忍了。大姐姐的嫁妆箱子简直像流水一样，好多啊！靖宇，我大姐姐已经嫁出去了吗？回二小姐，天还没亮，大小姐就出门了。夫人可是准备了10里红妆，您瞧见的不过是尾巴，前头大半早抬进镇国公府了。夫人可是掏空了大半提里钱，才凑出这排场。只不过她以为花轿里坐着的是你这个蠢话吧？既然我大姐姐的排场这么大，那我将来可是要当太子妃的，那我岂不是得比她的嫁妆多2倍？二小姐，您的未婚夫可是太子殿下，镇国公府都要对太子自称臣。等您出嫁那日，夫人自是要按皇室的最高标准来为您准备嫁妆的。走，我倒要亲自去前面看看大姐姐的嫁妆到底有多厚。终于送走了沈莲这个扫把星。娘，娘，你怎么了？沈莲在这里，那花轿里坐着的是谁？我的岁岁被抬进谢家了！我的脸明明已经遮住了，没有那么吓人了吧？国公爷，夫人，小公爷醒了，这么灵验。是，属下告诉小公爷，今日是他和沈大姐成亲的日子。小公爷听完死活要下床接亲，太医怎么拦都拦不住。小公爷呀，您如今的身子哪里受得住这繁复的礼节？您虽醒了，可万万不宜多动，以免人生3大喜事：久旱、逢甘露、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今日是我的喜事，就您现在这副快断气的身子骨，还惦记着洞房花烛夜。报，新娘来了！谢新娘，过门。告诉送亲队伍，小公爷已然苏醒，要与新娘拜堂。停轿！怎么回事？说好了花轿直接抬进去的，你们为何拦在门前？国公府临时有喜，咱们小公爷醒了。
夫人说了，新郎要亲自出府接新娘下轿，按传统礼仪行拜堂礼。您稍等片刻，小公爷马上就出来了。谢玉锦怎么会突然醒来？不是说她快死了吗？二小姐吃了药，此刻还在里面昏睡着，像个死人。若是下轿拜堂，岂不是当场穿帮了？说好了花轿直接入府，你们却出尔反尔，是不是想给我们沈家姑娘一个下马威？既然不给入门，那我们今日就把新娘原路抬回去，起轿回府。出嫁女不走回头路，新娘过门时辰到，新郎出府接新娘。小公爷，快踢轿门吧！那是大小姐，花轿里是大小姐。那我刚才亲手送进去的，是夫人掏空兜底，准备给二小姐留着的嫁妆啊！全塞进去了。连那朵100斤的金莲簪花也抬进去了。现在新娘变成了大小姐，那夫人之前划给大小姐的那些铺子地契，岂不是说明大小姐一个人全走了2份嫁妆？天哪，完了，全完了！你不是跟我保证万无一失吗？现在为什么是大小姐嫁到了镇国公府？夫人，奴婢昨夜死守在门外，院内绝无旁人，真的是万无一失啊！除非什么？奴婢死盯着房门，大小姐和二小姐昨夜就住隔壁，除非是大小姐自愿换的，否则奴婢想不通新娘为何会变。沈家只有我的几个心腹知道换亲的计划，剩下的就只有沈婉。她为何偏要放弃太子妃的尊荣，去嫁给那个不知能活几日的将死之人？夫人，那些嫁妆全都是按着二小的份例抬进去的，您还把那么多铺子地契划到了大小姐名下，现在大小姐一个人算计走了2份嫁妆啊！沈婉，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枉我平日里那般疼她宠她，她竟敢窝藏祸心，算计莲儿的嫁妆，算计我！这眼皮子浅的蠢货，胃不熟的白眼狼，终究不是从我肚皮里出来的种，村妇之女，愚蠢至极，愚蠢至极！夫人息怒啊，你莫要气坏了身子。夫人，那谢小公爷本就是个半死的人，还不知能活几日，等他一死，夫人大可以把大小姐连同那些嫁妆一并接回沈家。我们本也没打算让二小姐长留谢家，想要弄回嫁妆还不容易，早点送谢小公爷去见阎王，到时候大小姐成了寡妇，还不是任凭夫人您拿捏？那你早些回镇国公府吧，这一次别再让我失望了。是，奴婢定会好好服侍大小姐，早日把大小姐送回沈家。太医可千叮咛万嘱咐了，小公爷身子虚，若强行圆房，怕是会当场暴毙。夫人有令，里面若有非分之响动，哪怕是撞门，也得把小公爷给拦下来。对，守住了。夫人，你当初谋算这场婚姻的时候，有没有算过，为夫究竟何时才能真正的抱得美人归？洞房花烛夜，谁说只能入洞房，不能干别的事呢？你要不要看看我那位好养母为二妹妹准备的嫁妆清单？价值万两的金莲簪花，这大半都是当年我爹赔给沈夫人的提子钱，如今全成了你的了。这顶替的嫁妆确实丰厚，不知沈家还给你备了什么？12间旺铺，2处田庄，还有地皮契书，昨日已盖章，现在都在我名下。阿宁，你累吗？我不累，我在花轿上睡了一会儿。我是说，你若是累了，就靠在我怀里休息一会儿，你不必如此坚强。那我若说累了，就只想好好哭一场呢。
以后我在。我曾经找过你，你知道吗？何时？6年前，松梅花绽放的季节，我去过黑水河，碰巧遇到了一个小傻子。我11岁那年，确实随我爹去过怀州府，也去过黑水河。我记得，当时我的衣服被人偷走了，是你拿走的。我当时看到你拔掉了黑天鹅的毛，还故意戏弄它们，然后就被一群黑天鹅满河汤的追赶。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小孩？你当着黑天鹅的面杀他，同时还要吃掉他，他们不追你才怪。等我跑上岸的时候，发现衣服不见了，原来就是你干的。你可知我当时是何种心情？我当时便发誓，若是抓住那偷衣贼，定也要扒了他的衣服绑在树上，狠狠打一顿。现在抓到了，我怎么舍得打你？但是惩罚还是要有的。小公爷，少夫人，使不得呀！今日成不了事儿，咱们养好了身子，来日方长啊！两位管事，今夜是大喜事，就让2个年轻人进献印吧。罗太医再三叮嘱过，小公爷绝不能行房，否则喜片便丧事，谁担待得起？就是你一个外人懂什么？2位出去打听打听，我们家大小姐是学什么的？她可是李仙一的得意弟子。小公爷能从海里捞回来，大公子的毒能控住，靠的不都是我们大小姐？大小姐身为神医，能不清楚自己夫君的身子？她总不会在新婚夜害死自己的相公吧？小公爷血气方刚，你们此刻去拍门，万一惊了新郎的兴致，真出了什么岔子，少夫人怕是要怪罪在你们头上了。若小公爷真能闯过这关，那少夫人就是谢府的福星了。什么天定福星？那罗太医早说了，刑房会毒发暴毙。我看你们镇国公府明日就得挂白帆办丧事。不成，里面没动静了，我得去找夫人，万一出事可就完了。去吧，等镇国公夫人赶来，黄花菜都凉透了。儿子。是我娘来了，定是门外的婆子跑去通报了，快起来。婉婉啊，你饿了吗？娘，进来吧。今日若不把话说清楚，我的亲娘怕是要成为我洞房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婉婉啊，今日折腾了一日，饿了吧？娘亲自去厨房给你们熬了银耳羹，快喝一碗补补。娘，您见过谁家洞房花烛夜，做亲娘的特意跑过来送汤的？娘这不是……我知道，娘是担心我的身子。娘是怕我享受不了闺房之乐，如罗太医所言，毒发暴毙而亡。阿锦，你说话不喘了？你的身子……我从来都没有中毒。你没中毒？有人告诉我，狡兔死，走狗烹。我谢家荣宠100年，功高盖主。若不想如当年的姜木君惨死，我就必须避世。所以我借着怀州府剿匪的局，让自己身中中毒，彻底断了留任皇城司的可能。娘，这些日子害您担惊受怕了，我其实一直清醒，是我骗了您。阿锦说的那个人，那个点醒他避世的人，是婉婉，害婆母担心了。你们2个，那这场婚宴也是你们谋算来的？是，黄大狗闹事是我派人做的局。娘，我喜欢沈两情相悦，我不想夜长梦多，便索性做局，早日将她娶过门。娘这就出去打发那俩婆子，今夜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银耳羹我带回去给你爹喝。
半夜不睡觉，披头散发跑到我这儿来做什么？娘，我梦见我爹了。什么？我梦见爹爹在皇城寺被人活活打死了，然后我就梦见娘为了爹爹去殉情，一头撞死在爹的棺材前，最后我又没爹没娘了。莲儿被吓醒了，所以特意跑来看看，娘死了没？我到底生了个什么晦气玩意儿？夫人，皇城寺的人传话来了，让夫人去接家主。娘，梦境成真了，皇城寺让娘去给爹收尸啊！我没爹了，娘你怎么也死了？沈大人，虽说王德全认下了所有罪责，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这一次交手重创我大商国库与兵力，你沈家虽出了一笔抚恤金，担下些责任，却也免不了刑罚。此事说到底是微臣有监管不力之罪，这20把是微臣应得的。本王送沈大人离开这里。不过，沈大人虽然暂时可以离开皇城司，可后续若还有其他端倪问题，免不了要再召回沈大人仔细调查一番，望沈大人理解。这是自然，微臣定当全力配合晋王殿下调查。你刚受完重刑，需不需要本王派人用担架将沈大人抬出去？不过本王已经通知了沈府，让人来接你了。有劳王爷费心了，微臣能自己走出去。好。原来是沈家二小姐，大半夜的，这唱的是哪一出？臣女参见殿下。沈二小姐，你这么晚到皇城司来，这口棺材是何意？晋王殿下有所不知，臣女的母亲听闻臣女的父亲被刑罚处死，已然一病不起。臣女的兄长们病的病，伤的伤，长姐又刚好在今日出嫁，府中已无人掌管。臣女实在不忍父亲暴尸荒野，特意连夜去义庄买了一口棺材，来替我爹收尸。沈大人，你没事吧？我没事。莲儿，我爹诈尸了！殿下，我爹在你身后诈尸了！你快放火把他烧死啊！他会变成僵尸咬人的！老子没被皇城司打死，今晚也要被你这个逆女活活气死！沈二小姐，本王觉得这是一个误会。你父亲，他还没有死。没死，我爹真的没死。是，他暂时可以先回家了。不过沈大人身上受了些鞭伤，回去后让人好生处理一下伤口，并无性命之忧。原来是这样，臣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今夜入睡时，竟梦见我父亲死在了皇城司，我还梦见我母亲因爹爹去世撞棺而死。莲儿实在不想失去双亲，爹爹还活着，真的是太好了！爹，别过来，我背上全是伤，你不要过来啊！过来啊！爹爹，女儿来接你回家了。主子，少夫人，皇城司刚传出的消息，沈正一被放出来了，谁去顶的罪？是那王德全顶下了所有罪名，沈正一受了20鞭，罚俸1年，出一笔抚恤金便出狱了。只是出狱时闹了点乌龙，沈二小姐大半夜抬着一口黑棺材，亲自跑去皇城寺门口给沈正一收尸。退下吧，你那养父可真是只老狐狸，几次官场争斗都没把他拉下来。他怕是在回上京城时
就已经设想好了种种退路。沈清是死士，出示背锅倒也正常。可那王德全，为何肯替他担杀头大罪？王德全有个长姐，名叫王雨娇，两人自小相依为命。沈正一必定是拿着长姐做了私下交易，王德全才肯赴死。你可知沈莲脸上那块巨大的胎记是怎么来的？莫非与这王雨娇有关？真聪明。王雨娇早年入沈府做管事，因容貌出众，被沈正义招入书斋。日子久了，她便爬上了主君的床。彼时金妙仪刚怀上沈莲，她根本不知自己的日常吃食里早已被王雨娇下了阴毒的药，胎毒太深，最终全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这也是为何沈莲如今看着总比常人少了一把火，学东西也慢半拍。原来如此，难怪沈二小姐行事与寻常女子大不相同。你觉得沈莲顶着那样一张脸，还能顺利嫁入东宫吗？万一太子……她一定要顺顺利利的嫁入东宫。少夫人，该起身给国公爷和夫人敬茶了。退下，这里我来伺候。沈夫人，奴婢昨夜偷偷打探等了，国姑夫人为您准备的回门礼足足有188箱，里面全是珍贵的药材、江南锦缎、燕窝补品和金银珠饰。奴婢替您谋算好了，正好借着回门礼箱子多，把二小姐的嫁妆全塞进去，神不知鬼不觉送回沈家。什么送回沈家？宋嬷嬷，这可是夫人当年送给少夫人的9岁生辰礼，您怎能这般不小心？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们方才一直坐在这儿守着少夫人呢，您自个儿心思太重，没瞧见罢了。沈家的下人可真是了不得了，竟叫少夫人把抬入镇国公府的嫁妆一粒偷偷抬回去，好生野蛮的礼数啊！不是这样的。是吗？我方才听错了吗？你不是叫少夫人把嫁妆在回门当日送回？孙嬷嬷，确实是你听错了。我母亲乃是世家出身。是，少夫人说的是，我家夫人最看重礼仪。花荣，赏。谢少夫人。少夫人说的话，奴婢自然相信。少夫人这头发还未梳完，不如就让奴婢帮您吧。奴婢先前就在国公夫人跟前伺候，夫人的头发都是奴婢做的。那就有劳刘妈妈了。罗太医，谢小公爷怎么了？少夫人莫慌，小公爷身子太虚，一时呛着了，无甚大碍。小公爷刚醒，绝不能吃任务，只能先为刘氏养胃。罗太医，这些日子听说是你在府上全权负责医治，是你救了我一条命。下官乃是太医，皇上与太子殿下皆十分忧小公爷的身体，下官自当尽全力挽救。只是小公爷体内毒瘴太过严重，伤了根本，怕是这辈子都不能习武运功了，您可切记啊！少夫人，时辰差不多了，国公爷和夫人在大厅等您敬茶，夫人还有要事要交代给您。我没事，你先去看看娘有什么要交代的。好。婉儿，这是咱们先前答应你家人的。今日你过了门，这镇国公府的掌家权，所有铺面的经营权便全交由你打理。往后你就是这府里的女主人。婉儿啊，为父今日五更天下朝，竟发现沈府大门前的红灯笼全换成了白灯笼。哎呀，也不知沈家是哪位长辈没了。沈家若是真死了人，早就来报丧了。那白灯笼定是那蠢货沈莲连夜挂上去的。婉儿，不必等3朝回门了，娘备好了回门礼，你赶紧回沈家看看。多谢婆母关怀，那儿媳便先回沈家一趟。少夫人，
那188箱丰厚的回门礼，奴才已经全数准备妥当，随时可……不用那些，按照我这张单子去备。原本的红漆木箱子不变，把里面的东西全给我替换出来。少夫人，这回门礼全是些最不值钱的吃食，这如何拿得出手啊？就照这个办，箱子外面封死，里面装粗茶淡饭。此事无需向国公夫人回禀，明白吗？明白，奴才立刻去办。等等，给少夫人过目，拿去烧了，销毁的干净些。我方才看到罗太医从角门溜了，想来你昏睡一月突然苏醒，已经惊动了东宫。一会儿我要回一趟申家，在此之前，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罗太医是太子派来监视你用药的人，他在药里放了慢性剧毒，专克身中毒瘴的人。只是你就算没有中毒，可长期有往服用药物，对身体也会有损伤。哪怕你催吐出来，也会被吸收一小部分，所以罗太医不能留。杀了一个罗太医，东宫还会派陈太医、李太医，治标不治本。若是换我来呢？只要我完完全全取得太子和沈正一的信任，日后你的药交给我来熬，有我盯着你，你便可以不用再喝这些汤药了。只是要让太子完完全全将此事交给我之前，我和你之间的感情是对立的，在人前，特别是沈家人面前，恐怕就要委屈阿锦，配合我演一出貌合神离的大戏了。夫人搭台，为夫岂敢不唱？少夫人，沈家来人了，说是家主昨夜出狱，少夫人今早也醒了，但夫人身子不适，唤您立刻回一趟沈府。正儿出来了没有？沈婉，祖母，你放心，我爹没死。小心啊！至于大姐姐呀，她昨日已嫁入镇国公府，现在已经是谢小公爷的妻子啦。等大姐姐回来，我会告诉她祖母想她了的。快传太医！祖母她抽了，她抽了！快去传梁太医！看祖母好像犯了羊癫疯，我之前在外面听到了一个偏方，专治祖母这种情况。民间说发癫就喂马尿，可以给祖母喂2碗马尿，保证药到病除。祖母喂2碗马尿。够了，莲儿，你祖母不是羊癫疯，是中风。这有什么区别吗？沈婉她可是我们沈家的嫡长女，你怎么敢自作主张把她嫁给一个快死的病秧子？混账！母亲，是皇上赐婚，让沈婉给谢家长子冲喜。祖母，你不喜欢皇上的赐婚吗？莲儿休得胡言，你祖母绝非此意，你祖母只是没看着你大姐姐出嫁，遗憾罢了。那有什么嘛？回头等我嫁入东宫，排场肯定比大姐姐更大，到时候祖母好好看着，肯定会比大姐姐的更热闹。唉，赐婚圣旨都下了，怎么还没动静呀？我好想去东宫看看哦。就凭这口无遮拦的蠢物，真的配嫁入东宫吗？老夫人，家主，夫人，大小姐回府了。家主，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来啦！娘，我……你竟敢躲开！娘，女儿就在这里，您想打想骂，女儿绝不躲闪，任您出气。可您莫要伤着了自己啊！女儿知道，
是女儿辜负了娘的一片心意。你还有脸说？我苦心谋划让你入东宫，不是去嫁那病秧子。好戏开场了。娘，婉儿无论嫁谁，终究是忠孝两难全啊。忠孝两难全，你只要乖乖听我的话去换亲，我就能保你入东宫。我不敢，娘，我恨不得有3头6臂，一个去听母亲的安排，讨得太子殿下的欢心；一个去听父亲的安排，做父亲官途上的助力；还有一个去听太子殿下的嘱咐，做一个绝不嫉妒二妹妹的沈婉。可是沈婉只有一个，加入郑国公府是父亲被抓入皇城司前便已安排，婉儿不敢违背。而母亲为婉儿安排调换新娘的计划时，婉儿的确动摇了。可是什么？我若因此算计来了太子妃之位，将来却要日日与太子殿下两心生厌，那又谈何为沈家带来荣耀？太子殿下心里只有二妹妹，不属于我的，终究不属于我。与其闹得那样难看，拖累整个沈府，不如婉儿顺了父亲的意，嫁入郑国公府。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换太子殿下另眼相看。他百般谋算，原来不是为了加害莲儿，而是为了讨好姑。他宁可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嫁给一个将死之人，也不愿让姑为难。他对姑的爱意，竟藏得如此之深。臣妇参见太子殿下。沈婉，到书斋来，姑有话想问你。沈婉，你还算聪明，懂得顺应你母亲的话，你没有好下场。倘若今日被逼着嫁入郑国公府的是莲儿，姑一定会毁了你这张脸。哼，把你像破布一样扔进郑国公府，让你自生自灭。她如今也是谢家的妇人，不会再对莲儿构成威胁。可为何姑看着她这副模样，心里竟如此气闷？太子哥哥，婉儿不敢。不敢最好。莲儿是姑命中注定的太子妃，旁人碰不得，算计不得。你只要安分守己，待在郑国公府，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姑日后绝不会亏待你。婉儿知道了。谢玉锦，她现在情况如何？回爹爹，毒瘴已入他的心脉，每日需用汤药维持那一口气。自新婚夜苏醒后，咳了许多血。他一直躺在床榻，什么都要人伺候。那郑国公府内的罗太医是我们的人，你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暗中与他商量。我知道了，太子哥哥。沈婉，姑要你嫁给谢玉姐，不全是为了要谢玉姐的命，有些东西只有亲近的枕边人才可以靠近。姑知道不喜谢玉姐，可你若想早点回沈家，就必须给姑找到郑国公的罪证。太子殿下同你说的话，你可明白？爹爹，女儿明白了，女儿一定会去做的。若是女儿拿到了对爹爹和太子哥哥有用的东西，女儿就可以回沈家了吗？你已是谢家妇，若真搬到了郑国公府，沈家为求子报，定会立刻曝光你非沈家血脉的身份。沈家怎会留一个罪臣之妇？可以。谢玉姐来沈家了。你方才不是说她一直躺在床榻需要人伺候吗？她怎的突然能下地，甚至还亲自跑来沈家接你？太子殿下，谢小公爷的药根本不是我负责的呀，而且罗太医不许旁人插手小公爷的药。我出门时瞧他确实行动不便，婉儿也不知他怎会突然就来沈家了。若沈婉没撒谎，难道是罗太医的汤药出了问题？出去看看。谢辞。微臣参见太子殿下。快坐下吧，不必多礼。岳父大人，
贤婿不必多礼。婉儿说你身子不适，这几日一直在榻上讲养。我本想寻个机会去镇国公府探望，没想到你竟亲自来了。贤婿身子感觉如何？岳父宽心，罗太医医术精湛，我服过罗太医的药，胸闷气短也缓解不少。只是在床上躺了整整1月，腿脚发软，如今连拿个杯子的力气都没有了。可今日是婉儿的回门日，我未能亲自迎娶她，已是委屈了她。我是死死求着罗太医，才准我来接婉儿的。我真是太慢了，婉儿。做戏做全套，你这般冷眼旁观，如何能骗过谢家人？我已经同爹娘说过，你身子不适，没办法陪我回门，你该回去好好躺着。若出了事，我如何同婆母交代？婉儿，我只是觉得……你别说话了，你已经喘成这样了，莫要吓着了太子殿下和爹爹。往日那些上京城贵女谈起来就面红的谢玉静，如今也有被人嫌弃厌烦的一日。这个人还是被众星捧月的沈家大小姐。我不要的女人，那也是谢玉静得不到的女子。阿慈啊，婉表妹说的没错，父皇可是很担忧你的身子。你若有哪里不舒服，你就同婉表妹说，她如今已是你的妻子。太子殿下说的是。贤婿身子不适，沈婉，你便早些随你夫婿回谢家去吧。那就回吧。那女儿先走了。为了一个谢玉锦，沈家折损惨重，连苦心培养的嫡长都搭进去了。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谢玉锦必死，谢家兵权必夺。家主，三公子回来了。太后寿诞日近在眼前，老三赶在这个时候回来，定有消息了。太子殿下，回家主，奴才方才瞧见太子殿下步履匆匆的去找二小姐了，此刻正在对面的九曲亭里呢。罢了，让太子和莲儿好好相处吧，木已成舟。太子殿下，我大姐姐走啦。你方才看到她了？见着了，但莲儿发现大姐姐似乎一点也不喜欢谢小公爷。你看出来了？莲儿瞧着因大姐姐嫁入镇国公府，我娘心里头不高兴，我祖母也砸了杯子不高兴。大姐姐嫁人后，所有人都不高兴，所以莲儿就瞧出来了。太子殿下，你高兴吗？姑高兴吗？沈婉是姑亲手送进镇国公府的，可看到她方才对谢玉锦那般冷漠，姑心里竟是真的愉悦。莲儿，那你高兴吗？高兴呀！大姐姐嫁了人，就再也不能觊觎我的太子殿下了。再过5日便是皇祖母的生辰，到时你随你娘进宫，这几日你便留在府里好好学规矩，姑在宫里等你。又是学规矩，还要背大姐姐写的诗，那些无趣的东西哪有我唱歌好听？太子殿下，皇上急召您入宫。莲儿，姑先回宫了。好。二小姐，夫人叫您回院子背诗。背诗背诗又是背诗，烦不烦？方才在外面难不难受？知道阿宁在沈家演的那出戏是为了我，我便甘之如饴。可是阿宁，单凭今日这出戏，还不足以让太子彻底弄走罗太医，把我全权交给你。你若要在我身上用什么猛药才能让太子信你，你便用，只要留我一口气，让我以后有机会同你长相厮保就行了。莫要说这种话戳我的心，我绝不能再害你。前世正是我让他的身子雪上加霜，重活一世，我绝不能重蹈覆辙。我会想办法把罗太医弄走。况且他儿子废了我二哥的一条腿，他还欠我一笔债。好，我把我的命交给你，你想怎么打算，我皆配合。镇国公府内眼线众多，咱们得一步步来。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护住你的身子，绝不能再让你碰罗太医的药。主子，
是石峰传来的。你看看。哦，沈家又寻得了一幅28宿星君图。假的。我三哥早已带着真迹下了南阳，我至今未收到他的求救信，说明他一路顺累。沈家手里那幅只能是赝品。太后60大寿，沈家献上赝品，真主遇上赝品，这乐子可就大了。到时莫说哄太后开心，收帝王之心，沈正义这只老狐狸，怕是要被太后彻底厌弃。怎么了？前世婆母在寿诞上足足送了3大箱夜明珠，不仅彻底暴露了镇国公府富可敌国的财力，更引得皇上忌惮，加速了谢家的灭亡，绝不能重蹈覆辙。阿锦，娘这几日必定在筹备太后的寿礼，如今国库亏损，皇上正为此事发愁，国公府绝不可在此时暴露财力。你是说，娘手里那些？走，我们立刻去娘的院子。婉儿，快过来看看，娘为太后准备的60寿辰之礼，把这些夜明珠摆在刘太后的宫殿里，足够照亮整个寝殿了。前世就是这批夜明珠在太后寿宴上大出风头，暴露了谢家富可敌国的财力，引得多疑的景隆帝痛下杀手。哎呦，婉儿，你这是做什么？方管事，你出去死死守上院子，任何人不得靠近半步。世子。婉儿，你们这是怎么了？这礼物难道不合适吗？娘，太后过寿是该准备，但绝不能像您这样。您可知，那些底蕴深厚的世家倾尽全族之财，方能得到那么一小颗夜明珠。可您呢，一出手就是整整3箱。您这哪里是在贺寿？您这是在告诉皇上，咱们镇国公府富可敌国。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怕轻慢了太后的寿礼，惹她老人家不快。婉儿，那送这样小小的一颗成吗？娘，只送1颗足矣，倾一族之财得1枚夜明珠，这更能显出咱们镇国公府对太后寿诞的重视。都怪我过去被国公爷保护得太好，全然不知这朝堂上的光剑影。这寿礼还是交给婉儿来办吧。不，娘，这方管事去寻一个匣子装起来，等太后寿诞那日，您亲自呈给太后娘娘。娘，您听婉儿的，绝不会有错。我知道了，娘刚才太糊涂了，差一点酿成大错。那这些夜明珠怎么办？这是你二舅舅送来的，现在不能送给太后，留在府里又是个祸患，原路运回去，万一一路上出了岔子。正好，我正愁手里没有足够的底牌去对付沈家。我本是个普通农户的女儿，前世沈家因亲生女儿生有丑陋胎记，便将尚在襁褓中的我强来保全颜面，寻回她后，又榨干我的医术，去治好她的烂脸。他们让沈莲顶替我，风风光光去当太子妃，转头却逼我穿上大红嫁衣，去谢家送死。他们更是视我血脉亲亲为蝼蚁草燕。最后更是踩着镇国公府满门忠烈的尸骨，去换取他们的滔天富贵。可他们千算万算，没算到重活一世的我，早就看穿了这重重死局，提前与阿锦暗中联手。这一世，我既已成了谢家妇，不仅要护住镇国公府，更要让整个沈家血债血偿。娘，您别操心了，这等祸患就全交给我来处理吧。我的阿宁果然还是这么喜欢钱啊！不过这些东西若是秘密运往南阳换成现银，可比蒙尘在太后宫里有意义得多。谢少夫人，赴太后寿宴前，先叫人去采买这些，我急用。百年血灵芝，5盏血燕窝，阿锦毒瘴入体，虚不受补。这些药若每日都用，非得把人补得七窍流血不可。好一个居心叵测的罗太医！怎么，少夫人觉得不妥？先前夫人管账可是再三叮嘱过我，要给小公爷用最好的药材补身子，
我需要什么药材，只管写在册子上，夫人会去采买回来。若非国公爷和夫人如此舍得花大价钱买好的药材，谢小公爷恐怕也没那么快恢复身子。既然是小公爷的救命药材，那肯定要采买的，我这就叫人去买回来。还以为这李仙一的弟子有多厉害，原来也瞧不出端倪。太子只给我3个月的时间，3个月后定要看到谢玉忠受毒瘴身亡。镇国公夫人那样肯花钱救儿子的命，这油水不捞白不捞。还有一件事情，我前2日就想同谢少夫人提一提，只是看谢少夫人忙于接管谢府，一直没找到机会。什么事情？现在说吧。我知道少夫人你跟随李仙一学过几年医术，但现在谢小公爷是由我来负责。我希望在医治谢小公爷身体的事情上，少夫人可以听我的。医者之间最忌惮两方起分歧，少夫人你说是不是？罗太医说的极是，沈婉看得出来，你为了小公爷的身子很是尽心尽力。谢小公爷在你的治理下，身子日渐好转。奇怪，这沈婉的话为何听着怪怪的？少夫人，马车备好了。小公爷，您今日穿戴成这样，也要入宫给太后过寿吗？太后过60大寿，我既然已经苏醒了，岂敢怠慢？可是，太后知道你的身体情况，她定能体谅你的难处。太后宽厚仁慈，可为人臣子却不可因此无礼。若我真的不舒服，不是还有罗太医在吗？且少夫人也懂得医术，罗太医担心什么？谢玉锦今日的气色这样好，莫非是沈婉背着我，偷偷给他用了什么药？既然谢小公爷执意要入宫为太后贺寿，那再请个脉，我看过后决定吧。好。脉象并无变化，毒瘴依旧压迫心脉，看来这好气色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小公爷想入宫就去吧，若有哪里不舒服，你一定要跟我说。知道了，罗太医。来人，守着房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半步。前世的阿锦，就是日日喝下这些致命的毒药，被折磨得痛不欲生。重活一世，我绝不会再让那些刽子手伤他分毫。阿宁，别担心我，我自己有分寸。我偷偷查过罗太医倒掉的药渣，里面加了2味致命的剧毒：武功草麻痹筋脉，让你再也无法运转丹田灵力；文兰术侵蚀心脉，日积月累，定会让你日日心绞，痛不欲生。当然，还有最恶毒的第3味药，它叫相思饮。少夫人，您的血燕窝熬好了，老奴给您送来了。这相思饮是种在我身上的毒，只要让你沾上，毒素就会转移到你的体内，让你无论与谁成婚都不会留下子嗣。进来。少夫人，趁热喝了吧，这是沈家特意交代给您补身子的。阿宁只说这毒会过到我身上，却没说这毒对他的身体有没有伤害。宋嬷嬷，马车备好了吗？我婆母走了吗？备好了，国公夫人还未走。那我同她1辆马车。少夫人，您怎么不同小公爷1辆马车呀？您这样疏远他可不行。家主交代过，要您安分守己，好好伺候小公爷，早日进谢家书房种地呀。我知道，不用你老是提醒我，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吧。我真的没办法一下子适应。宋嬷嬷，我后悔了，我那天就该听我娘的话，让二妹妹嫁过来。新婚宴那日，她一靠近我就觉得无比恶心。再说了，她压在我身上那个样子，她还想洞房？她根本就不行。原来如此，我就说新婚夜晚谢小梅怎么没有毒发暴毙，原来她是个废人，根本没和大小姐同房啊！哎呦，我的活祖宗，快别说了，您再不喜欢也得装一装啊！谢小公爷过来了，您快过去哄哄他。父亲，刚才在走廊上，你和宋嬷嬷说的话，我可全都听见了。我这么说不过是权宜之计，
新婚那晚咱们砸东西闹得动静太大，外配的眼线都盯着呢。你如今对外是个病入膏肓的废物，若此时传出你能圆房，岂不惹人怀疑？所以那就只能委屈夫君，真的不行了。为夫的一世英名，可算是被阿宁毁于一旦了。等会儿入宫后，我要先去见一见太子殿下。你打算把罗太医开的那张天价药方交给太子？太子生性多疑，若是让他知道罗太医不仅没按计划赶紧毒死你，反而在镇国公府大捞油水，疯狂敛财，以太子的心思，必定会怀疑罗太医是不是被我们收买，故意拖延时间。那等会儿入宫，我便先去拜见皇上。你到了皇上面前，皇上为了彰显圣恩，定会叫他最信任的秦太医为你把脉。你吃下这颗药，脉象就会有所改变，到时皇上就会知道你的身子大有好转。等太子打听到此事，再听罗太医说的脉象，那怀疑的种子不就埋下了吗？借刀杀人，阿宁这招甚妙。夫人，二小姐，我们到了。我那二妹妹和母亲好似也到宫门了。你先下去，我随后就到。万事有我。好。亲家夫人，好巧啊，咱们竟赶在一块儿入宫了。皇后娘娘急着要见莲儿，我们赶时间，就不和镇国公府同行了。走。走得这么急，看来又像前世一样偷了我桌上的诗词，想去一鸣惊人呢。只可惜这次你们偷的可不是我的。太子殿下驾到！娘，太子来了，一会儿跟在阿锦身边，好好演戏。娘有分寸，婉儿放心。谢辞，孤以为你今日病红来不了了。多谢太子殿下体谅，微臣今日觉得身上好多了。这都要多亏了皇上太子殿下的天恩浩荡啊！特意派了罗太医入府为我家阿锦治疗。殿下您看，我家阿锦之前连话都说不出。可自从罗太医尽心调整药方，不仅人醒了，精神还大好。罗太医真乃在世华佗啊！谢玉锦的病怎么可能好转？罗太医明明向姑保证过，他活不过3个月。可他现在这副红光满面的样子，难道罗太医真的被镇国姑府收买了，背着姑在偷偷给他解毒？太子殿下为何用这种眼神看老夫？老夫做错什么了？太子殿下，微臣还要去乾清宫向皇上谢恩，就先告退了。姑同你一块儿过去。太子哥哥，我有东西要交给你。李长福，姑想起还有正事，你带谢小公言去乾清宫，务必仔细伺候。是，奴才遵旨。谢少夫人，太子殿下在微心阁等您。好，公公，请带路。太子哥哥，你刚才说有东西要给姑，是什么？拿出来，算算日子，她嫁过去也有些时日了，定是拿到了谢家内部的重要东西。百年血灵芝，每日5盏血燕窝。沈婉，你拿一张补药的方子来糊弄姑。沈婉，你是不是一天到晚就把心思放在这种毫无用处的争风吃醋上？你以为随便拿张破纸就能借机私下来见姑一面吗？姑警告你，只要谢玉锦一天不死，你永远都不可能回到沈家。以后少拿这种无聊的耳戏来烦姑。真是一如既往的自作多情，不过就怕你不胡思乱想。这方子是罗太医开的。罗太医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太子哥哥误会婉儿了，这药方是罗太医今早亲手给我的。他说这1个月就是靠这些天价的名贵药材才救回了谢玉锦一命。如今我掌管谢家后宅，他要我按药方采买，我婆母对此更是百依百顺。罗太医要多少钱，他就给多少钱，从不过问这些天价药材究竟是怎么用的。正常人1个月绝不可能用掉这么多大补之药，
否则早七窍流血了。洛太医要这么多天价药材，他是为了倒卖换钱。镇国公府不仅任由他中饱私囊，还对他有求必应。难怪刚才在宫门口，谢玉锦红光满面，竟像快要痊愈了。罗太医这个狗奴才，不仅没下毒，反而被镇国公府的重金收买了，在替谢玉锦续命。你把这药方拿给你婆母，若她让你去买，你便按她吩咐，一分不少的把药材买回来。孤道要看看镇国公府对这个老匹夫到底有多纵容。好，婉儿知道了。太子殿下，皇上在乾清宫急召您过去一趟。姑知道了。李长福，你带少夫人从小路离开。李公公，不用送了，这宫里的路我熟得很。是啊，谢少夫人曾经在宫里住过2年，与太子殿下那是何等要好。只可惜呀，造化弄人。往事莫再提，公公拿去喝茶吧。少夫人豪气，您顺着这条道一直走，就是紫薇亭。今日太后设宴，将那一片赐给了京城贵女们游玩。沈夫人和沈二小姐此刻也正在那儿呢。等吉时一到，皇后娘娘也会亲自过去。好，多谢公公。阿婉，哎呦，王妃，您怀着身孕，慢点走。臣妇参见晋王妃。快起来，快起来！你长大了，长高了，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自你9岁被李仙一带去木仙山，咱们就一直到今日才得以重逢。其实你急逼那日，我就想去看你，奈何如今身子笨重，王爷不答应。臣妇不是有经常给王妃写信吗？你的信我可都保留着，我给你写的信，你可存起来了？存着呢。明珠如我一般落得个满门被斩的下场，她亦是死在了心爱之人的手里。晋王给所有人都营造了一个假象。雪梅绽开满园香，琼楼玉宇冰花下。山舞银蛇云低垂，邀来雪花共舞醉。这首诗是你做的？臣女不才，方才看到顾二小姐以雪出题作诗，臣女便想到了这首诗。不错，不知诗中寓意，你给大家讲一讲。回皇后娘娘，此诗命题无雪，臣女做这首诗的寓意，便是想描述雪花的景，落在山河的色彩与形状。上京城落雪时，臣女每每感叹，雪花被狂风肆虐，待第2日清晨，街道房屋都压着积雪，很是壮观。他是谁？你可认识？回晋王妃，她是臣妇的二妹妹。我的诗要不是被阿婉送出去了，那就是被她这位二妹妹偷了。偷诗偷文采这种事，高门里虽不少见，但这沈二小姐运气不好，今日遇上了我这个正主。阿婉，我可不给你面子哦。不用给我面子，我也没想你的诗竟然被拿出去用了。看来阿婉也不喜欢她这位二妹妹。好啊，我倒要叫这位沈二小姐今日出尽风头。儿臣给皇后娘娘请安。晋王妃身怀6甲，快拿转垫来。婉儿，你也坐。岁岁，到娘这边来坐。今日你二妹妹好不容易出了风头，你最好给我闭紧嘴巴，帮她掩盖一二。娘在说什么？我刚才听到二妹妹做的诗。是啊，你二妹妹以风为题，正巧做了一首好诗呢。哦，不知沈二小姐可否将方才的佳作再念一遍给本王妃听听？晋王妃可是上京城首屈一指的才女，申莲，你正好向王妃多请教请教。既然晋王妃想听，那臣女就献丑了。纷纷扬扬舞轻纱，如烟如雾如诗画。寒梅绽开满园香，邀来风花共舞醉。寒冬夜幕风花洒。
诗算不得什么好诗。天哪！靖王妃向来脾气最是温和端庄，今日怎么？是啊，竟是一丝颜面都不给这未来的太子留啊！晋王妃对此有何见解？方才本王妃听得嗔切，沈二小姐说这是看上京大风压屋做的诗，可是这诗中有一句“寒梅转开满园香”。沈二小姐，上京城的寒梅是长在屋顶上的吗？靖王妃，臣女自己做的诗，难道臣女不知是何用意？你做的诗，你是何意？本王妃不清楚，但这首诗是本王妃8岁那年在平章府洛中亭上所作。寒梅满园指的是洛中亭四周的红梅，琼楼玉宇指的是亭子对面的海线楼。你连这首诗的背景和地点都一窍不通，你敢说这诗是你做的？沈莲，到底怎么回事？皇后娘娘，臣女。天哪，这不是我姐姐写给沈婉姐姐的信吗？大家快看，这上面写的就是沈二小姐刚才做的诗。我说怎么这么耳熟？这根本就是我姐姐所作。我的天，沈二小姐竟然偷晋王妃的诗来装才女，太不要脸了吧！偷东西偷到正主面前了。完了，全完了！我进了沈婉的房间，本以为是她写的诗，怎么偏偏偷到了晋王妃写给她的信啊？娘，这的确是晋王妃写给女儿的诗信呀，怎么会从二妹妹的袖子里掉出来？沈莲，哥，不关我的事，是母亲硬逼着我背下来的。皇后娘娘息怒，这些诗信原本是婉儿平日里拿给莲儿观摩的，莲儿是一时糊涂。沈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就算这信是沈婉姐姐拿给她的，那沈二小姐就可以厚颜无耻的把别人的诗当成自己的，跑出来丢人现眼吗？明玉，坐下。沈夫人这也偏爱的太没边了吧，竟硬逼着大女儿交出诗信，去给那刚从庄子上接回来的二女儿做脸，可不是吗？大女儿才华横溢她不疼，偏偏去捧一个在乡下养大的草包，真是丢人！偷诗还被正主抓了个现行，要不是国师算出这蠢货身上有凤星命格，本宫今日非剥了他的皮不可。好了，想来是沈二小姐十分仰慕晋王妃的才华，方才听顾二小姐已出题，便情不自禁想到了王妃的佳作，这才借来一用吧。是，臣女是太仰慕晋王妃了。哎呦，是啊，莲儿对王妃的才华那是推崇备至啊。本王妃的才华终是不及谢少夫人，沈二小姐既然这么喜欢，改日本王妃便将谢少夫人送我的诗词全整理一份，派人送到沈府。想来沈二小姐多读读你长姐的佳作，定能有更好的启发。呸！胸无点墨，还敢跑出来学人作诗，什么东西？今日之事不过是个误会，走出这紫薇亭，任何人不得再提，莫要扰了太后娘娘寿诞的兴致。是，谨遵皇后娘娘懿旨。莲儿，寿宴过后，国师便要为你和太子挑选大婚吉日，你今日就跟着本宫好好教教你太子的喜好。去吧，照顾太子是你的分内之事，好好跟着皇后娘娘学。岁岁出嫁这些日子，娘思念的紧，想借着今日同你好好聊些体己话。沈夫人，其实本王妃方才说那诗做的不好，是真的不好。王妃皇后娘娘说了，不让再提此事。毕竟那只是本王妃8岁时的草稿，用词粗鄙得很。后来是阿婉帮本王妃逐字修改，这才成了完美的佳作。本王妃真没想到，这种粗制滥造的残字品竟能得到沈二小姐如此的赏识，
沈夫人，改日你大可带着你那宝贝女儿来晋王府，本王妃亲自教她怎么写字作诗。阿婉，我在摘星楼等你。沈婉，你没事把别人的诗词收在紫云石匣子里做什么？你知不知道你今日把我的脸都丢尽了？娘这话说得好没道理。那紫云石仙灵宝匣是娘送给女儿的9岁生辰礼，女儿自然要将最珍贵的东西全妥善收在里面。娘若想借女儿的诗词为二妹妹造势，大可直接同我说，女儿自己的诗，二妹妹想怎么枪抄便怎么抄。娘何必去翻女儿的首饰匣子呢？晋王妃手里有你的真迹，一旦识破，莲儿依旧是死路一条。这泥腿子出身的贱种，果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你少在这跟我装蒜！若传到太子耳边，我定饶不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太子的心思，离太子远一点。你现在的身份是谢家妇，就安心伺候那个废物。放心吧，太子那等货色，也就你们母女俩当着保。太后寿宴后，把治你妹妹脸上胎毒的方子送到沈家来。好的，娘。寿宴结束后，便将这方子拿给沈夫人。我在这方子里加了猛药，定能给太子一个天大的惊喜。是，少夫人。请问是谢少夫人吗？奴才得一位贵人所托，将这样东西亲手交给您。3朵梅花是三哥的暗号，三哥哥他回京了。这场满是算计与利用的赐婚，满朝文武都在看我的笑话，无人问我愿不愿意。只有三哥送来了这世上唯一的祝福。华容，石峰那边有没有找到江家妇肉的下落？少夫人，石峰撒出去的眼线在永兴宫找遍了，毫无音讯，他们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江家满门忠烈被屠，只留下几个妇孺，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定是想在今日太后寿诞上用最惨烈的方式刺杀皇帝，放手一搏。我绝不能让他们背上刺杀君王、背叛商朝的罪名。皇上，宫中岗哨都安排好了，确实发现了几个可疑的宫人。先别打草惊蛇，退下吧。是。皇上，谢小公业体内毒瘴大有缓解，虽还有余毒留在心脉，可只要谢小公业继续调养，往后在饮食上多加注意，身子还是可以恢复个6、7成。等将来找到解毒瘴的解药，谢小公业的身子便能恢复如常了。儿臣拜见父皇。太子，你方才听到秦太医说的话了吗？谢慈这身子瞧着大有好转啊。儿臣方才在宫门碰见谢慈，他已经同儿臣说过了，此事大喜。谢慈乃我商朝栋梁，若能早日恢复身子，便能早日回到皇城寺当差。洛太医前几日明明向姑保证过，谢玉锦已经毒气攻心，绝无生路。秦太医在民间与李仙医齐名，又是父皇最信任的神医，绝不可能看错。好一个罗太医，不仅没毒死他，竟然还敢欺上瞒下，背着姑在镇国公府偷偷给谢玉锦解毒。哎呀，这都是成了皇上的隆恩，当然也多亏了太子殿下派去的罗太医。那罗太医在府里当真是尽心尽力，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家谢慈，生怕他身子有变。为了随时调整药方，连熬药的事情都从不假手于人。好个罗太医，天价药方竟是真的！拿着姑的毒药，背地里去给谢玉锦续命，贪财的狗奴才，姑非宰了你不可！皇上，如今皇城司有晋王殿下坐镇，晋王殿下才情能力都出众，微臣不过是做臣子的，在其位谋职。如今有晋王殿下帮皇上分担，也是一样的。好，好一个在其位谋其职！哼哼，如此进退有度、深谙圣心的鹰犬，偏偏出自镇国公府，当真是可惜了。皇上，太子殿下，太后寿宴开宴还有1个时辰，皇后娘娘及各位夫人千金们已先一步去了摘星楼。今日寿宴时间长，你若身子不适，随时叫太医，不必硬扛。走吧，一块去摘星楼，瞧瞧各百官送上来的寿诞礼。微臣曾多谢皇上隆恩。罗爱卿，起来吧，随朕一同去摘星楼。
微臣遵旨。太子殿下，为何用这种眼神看老夫？这乾皇宫里到底出什么事了？父皇，儿臣突然想起，还有一样送给皇祖母的寿礼落在了东宫，儿臣这就赶回去取，随后就到。去吧，莫要耽误了吉时。罗太医，姑有事问你，你便先随姑回一趟东宫取礼吧。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谢玉锦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殿下放心，微臣进宫前刚把过脉，谢小公爷的身子已是强弩之末，今日面颊红润，全都是回光返照，微臣定能按殿下的期限完成任务。殿下饶命，不知微臣哪里出错了呀？微臣确实是按那张药方亲自熬药，亲眼盯着他喝下去的。亲眼盯着他喝下去的？那你可知秦太医方才怎么说的？秦太医说，谢玉锦体内毒瘴大有缓解，只要继续调养，将来甚至能完全康复。不可能，绝不可能！那分明就是强臣的死相啊！照你这么说，是秦太医被人收买了，还是他堂堂大商第一圣医的医术不如你这个庸医？谢少夫人，是谢少夫人。沈婉，殿下您想，谢少夫人刚加进去，谢玉锦就苏醒了，外面都说是冲喜，可谢少夫人她是懂医术的呀，沈大公子毒发时就是她出手压住的，她是唯一能进谢玉锦身的人，定是她背着老夫动了手脚。殿下，镇国公府现在把管家权全交给了谢少夫人，全府上下都对她满意的不得了，连平日不近女色的谢玉珍也极其贪恋少夫人。那沈婉对谢玉锦又是什么态度？少夫人寸步不离，还亲自为他用膳，极其恩爱。罗元姬，再给你2个月，若谢玉锦还活着，姑就拿你儿子的命去填乱葬岗的坑。滚！是，微臣遵旨，微臣一定查清。沈婉，皇上驾到！太子和罗太医都还没入席，我刚才把那张天价药方给了太子，他从皇上那离开后，定是直接去找罗太医兴师问罪了。不出意外，罗太医为了保命，一定会把你在府里好转的矛头全指向我。阿锦，我们要做一个局。石峰告诉我，今日宫中岗哨突然增加了1倍，全是最顶尖的重兵把守。有2股势力在暗中寻找江家富饶，若我没猜错，一股是你谢家的暗卫，另一股就是皇上的人。皇上故意撤掉永信宫的防卫，就是为了引诱江家富饶在今日的宴席上行刺。只要他们敢动手，皇上就能名正言顺地给江家扣上刺杀君王、谋逆造反的死罪，让江家满门忠烈彻底遗臭万年。我配合你。太后娘娘到！今日是哀家寿诞，诸臣同欢，不必拘束，都落座吧。谢太后娘娘。灵儿这是怎么了？谁敢欺负她？去查查，沈二小姐方才从哪来，跟谁起了冲突？回殿下，沈二小姐在紫薇亭作诗得了赏识，只是不知为何与顾二小姐起了冲突。原来是顾家泼妇欺负了莲儿，莲儿竟懂得作诗，等她入主东宫，定能生下皇长孙，压死晋王一党。百官贺寿！锦州长史献红玛瑙凤凰纹花丢1对，太原郡守献翡翠玛瑙手镯1对。都有心了，收进库房吧。礼部尚书沈大人献28寿星君图1幅。沈爱卿，此话不是说前些日子丢失了吗？回皇上，微臣3子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此画寻回，幸好毫发无损，这才得以献给太后娘娘。太后如此喜爱，我沈家今日算是大出风头了。
莲儿的太子妃之位彻底稳了。这怎么还有一幅28宿星君图？什么？这不可能！那画明明已经被我……怎么回事？是谁又送了一幅星君图？回皇上，署名是28宿星君图原画师巨山仙士，原画师送来的。那沈大人送的这幅岂不是假的？太后手段敢送赝品，这可是满门抄斩的重罪。沈承义，你以为找人临摹了一幅足以乱真的赝品就能蒙混过关？你根本不知道，这画被带回南阳后，真正的居山仙士早已将其重施笔墨，另添了玄机。居山仙士竟在上京城，快把画打开！天哪，这画竟然会动，这才是真迹呀！居山仙士到！是三哥哥，他竟然扮成了画童混进宫了。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居山仙士快免礼。老先生能不远万里越洋而来，已让哀家感到十分惊喜。听闻太后寻此画10年，草民特将真迹献上。没想到如此巧合，竟在宫中看到几个月眼去南阳寻画的人。这位公子可还记得老朽？三哥，你小心点！沈承义，你怎么回事？皇上明鉴，这幅画草民先前在南阳重金拍下，可回城路过海域时被圣岛贼抢走丢失了。所以你是要告诉朕，因为画丢了，你们沈家就随便弄了一幅假画来欺骗太后？一派胡言！你是拍了，可你不要脸！你拍下后私下找我，想拿1万两让我违规把画偷拿出来。我拒绝后，你这无耻小人便搅黄了交易。你既然说你拍下了此画，那南阳拍卖行的票据呢？你倒是拿出来啊！三哥，你倒是把去南阳拍画的票据拿出来给皇上看啊！只要拿出来，不就洗刷了你的清白了吗？快闭嘴呀，你这个蠢货！三哥，你快拿啊，向皇上证明我们沈家是清白的。皇上，沈三的确拿不出票据了，因为船只遇到水道被炸，票据和画一并沉了海。微臣也是被人蒙蔽了。开宴前夕，有贼人将这假画送到府中，微臣未曾见过真迹，又因寻画心切，便以为这是原画师的手笔，这才酿成大错，求皇上明鉴。哼，照沈大人这意思，错的全是那送画的贼人，错不在你们沈家。你们父子俩倒成了天底下最无辜的人了，犯了错全推到别人身上。哼，你们说未辨真伪就送了上来，可别糊弄老朽。这受理最终审批的不是你们礼部吗？礼部上下几百号人，就没一个长了眼睛的。皇上明鉴，沈家的星君图是今日才突然加进去的，是微臣失职，求降罪啊！皇上，沈大人他向来稳重，此事定有隐情。哎呦，皇后娘娘，这还有什么可解释的？沈大人父子俩为了讨好太后，欺上瞒下，这是把太后娘娘当猴耍呢。刘贵妃，你慎言！沈三公子既拿不出票据，又没人证，臣妾若是皇后，现在就夹着尾巴不吭声，免得惹皇上不快。够了，皇帝，居山县使亲自上门问责，此事你好好定夺。哀家不想因为这种安杂事落人口舌。皇上，微臣真的……你给朕闭嘴！皇上，假画一事是草民欺瞒了父亲，全是草民找人临摹的赝品，父亲他毫不知情啊！求皇上、太后要罚就罚草民一人。老三，沈承彦，
欺君罔上，念在太后寿诞不宜见血，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重杖100，加金1万两赔予居山仙士，立刻拖下去行刑。沈正一德不配位，即日起降为正6品礼部郎中。罪臣谢皇上不杀之恩。降了3品，锦龙帝罚的还是太轻了。沈承彦担下罪名，保住了沈家。不过，他跟林家的婚事也算彻底吹了。沈家的报应，这才刚开始。爹爹，女儿帮您处理一下伤口吧。娘，您裙摆上沾了菜汁，女儿扶您下去换一身衣裳吧。我为了把他送上太子妃的位置，机关算尽。他哥哥为了保全沈家，被打得半死。他现在竟然嫌我们丢了他的脸。终究是我一手教养大婉儿。太子殿下，我爹爹受伤了，我出去看一看他。好，姑现在走不开，你先去。怎么会如此？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如今老三带下去是会被打死的呀！我从正3品落到从6品郎中，我心里好受吗？老大老二，现在老三一个个出事，你次次谋算，次次……爹娘，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蠢？你们叫我别出错，可看看你们自己，娘背错诗，爹送假话，满店都在看笑话，我恨不得找个洞藏起来，丢死人了。沈莲，你闭嘴！我闭嘴了，我连吃东西都要看着娘的要求来，生怕出一丁点差错。可是你们却拖累我，你们看太后娘刚才的眼神。沈莲，你快住口！嚯，好一个大孝女！你们对莲儿做什么？太子殿下，我在跟爹娘讲道理，爹娘不该送假话，话丢了，难道咱们家库房就没有别的贵重之物了吗？我机关算尽，竟生了这么个蠢货！再看婉儿，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埋怨。我当初听信太子，把婉儿送进镇国公府，到底是对是错？沈正一，你还有脸在莲儿身上撒气？莲儿说的一点都没错。皇祖母快要回来了，接下来的寿宴，姑不想再发生任何意外。莲儿，随姑回去。大姐姐，爹娘坐在你后面一排，你仔细盯着他们，别让他们再惹太后不快，丢我的脸。岁岁啊，我的好女儿，我的好女儿啊！娘，你莫要这样子，回去好好教妹妹。我瞧着妹妹今日在宴席上确实改变了许多呢。老爷，我们也赶紧回宴席上去吧。居山先生，此话可有人提过诗词？南阳大儒提过，太子有意赋诗。莲儿，听闻你方才在紫薇亭对诗大放富彩。太子怎么提紫薇亭？难道知道莲儿偷诗了？完了完了，太子妃这位彻底保不住了。太子为什么要提紫薇亭？他肯定是知道了，他一定是故意在大殿上羞辱我。太子殿下，莲儿不才，紫薇亭的事就无需再提了。莲儿不必谦虚，姑都知道了。不如你现在就当着父皇和太后的面，为这幅28宿星君图当场赋诗一首。救命啊！太子竟然让一个小偷当众给绝世名画作诗，他怕是不知道他这未婚妻是个连琼楼玉宇都不懂的绝世草华吧？太
太好笑了！做事。夫人，到底怎么回事？莲儿在紫薇亭到底干什么了？别问了，快想把阻止太子殿下！沈婉，快上去帮你妹妹解围！快！是，母亲。我正愁找不到绝佳的时机介入这场乱局。好父亲，好母亲，你们可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臣妇不才，方才瞧着这幅28宿星君图，心中突然也有了几分灵感，不知可否容臣妇一试，为老先生的名画题诗一首。我的好妹妹终于出手了。哀家早听闻上京城第一才女沈大小姐写得一手好字，作诗题词样样精通，更是李仙一的嫡传弟子。今日哀家还真想亲眼见识鉴赏谢少夫人的才华。准了，来人，备文方四宝。你的诗若能让居山县士认同，又能讨得太后欢心，朕今日重重有赏。有神晚上去顶着紫薇亭偷诗的丑事，好歹能再遮掩几分。这沈莲琴棋书画样样不通，国师说他是凤星命格，莫不是算错了吧？那臣妇可得好好想想，如何才能入得了老先生的眼，又能讨得太后娘娘与皇上的双重赏赐了。沈婉，你上来干什么？姑是要借机为莲儿造势，这个女人偏要在此时上来抢风头，简直阴险至极。太子殿下，臣妇指示。太子殿下，你就让大姐姐题诗吧。臣女心里一直挂念着挨打的三哥，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做事？臣女不想做了，只想回去坐着歇息会儿，可以吗？沈家全家大祸临头，沈婉这个冷血的女人，竟还有心思争风吃醋，当真令人作呕。好，姑陪你回去坐着。居山老先生，少夫人请。该死，这个女人今日怎么会这般勾人，这般惊艳？2个月，罗太医说他顶多还有2个月。等谢玉金这个废物一死，沈婉成了寡妇，姑不是不可以勉为其难将她收进东宫，留在身边伺候。只要她以后不再处处跟莲儿作对便是。莫君礼，胆敢觊觎阿宁，真是有意思。太子啊太子，你亲手把这等惊才绝艺的女人推给谢家，转头选了个草包，如今却又在这儿吃干醋。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心里真正想要的是谁？父皇，儿臣记得谢小公爷虽是武将出身，却也是满腹经纶的才子。今日既是皇祖母寿诞，又是谢小公爷与沈家大小姐的新婚之喜，不如让这一对才子佳人共同题诗，岂不喜上加喜？靖王言之有理。谢辞，你可还撑得住？回皇上，微臣方才服过罗太医的药，暂无大碍。微臣愿与内子一同题诗。顾明珠这个贱人，她何德何能可以嫁给靖王殿下，还能独得专宠？凭什么这些好男人都围着别人转？举袖独坐南天门，守护苍生映月天。好一句守护苍生映月天，快呈给太后过目。好诗拿下去，让在座的诸位都好好瞧瞧谢小功劳夫妇的才华。齐宿独坐南天门。你刚才念什么？念齐呀。姬秀独坐南天门，好诗，真是好诗啊！这不是齐，齐，我
天，连星宿里的鸡字都不认识，竟念成齐，可不是嘛？堂堂尚书千金，未来的太子妃，竟然是个连大字都不识几个的文盲！哎呦，真是要笑死个人了！我刚才看差了，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这不是莲儿的错，这本该是属于莲儿的光芒，全被沈婉那个爱出风头的女人抢走了。赏，将那尊白玉麒麟送子赐予谢少夫人。今日虽是哀家寿诞，但也是你们新婚，哀家祝你们早生贵子，为镇国公府开枝散叶，安心过日子。借太后娘娘吉言。麒麟送子，就谢玉溪那半死不活的废人身子，他生得出来吗？江家富饶必定混在这群嵩山的侍女里伺机行刺，暗号是小朵簪花，绝不能让他们动手。阿锦，是他，阻止他！绝不能让他在这里行刺。阿锦，怎么回事？太医，快给谢小公爷看看！启禀皇上，谢小公爷中毒了，此毒攻心，极其歹毒啊！放肆！谁敢在哀家的寿宴上给谢小公爷下毒？封锁大殿，务备给朕查出下毒之人。启禀皇上，茶杯边缘有剧毒。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有人直接往杯子里投了毒。茶杯里除了跟谢玉锦同桌的沈婉，还能有谁？他前几日去药铺抓那剧毒的方子被诬陷，原来竟是用在这儿。这个疯女人，她竟敢在大殿上毒杀！伺候不当，惊扰寿宴，把这几个偏殿当差的工人统统拖下去，杖毙！皇上饶命啊！不是奴婢下的毒1、啊！2、3。皇上，大事不好了！天都在撒江氏的冤状啊！我江书燕6岁随父出征，在艳阳南关驱逐5万天狼蛮夷，生生夺回我上朝5座城池。江书浩3岁潜入陈国，蛰伏敌民18年，被捕后被敲进满口白齿，剥皮抽骨。我可曾吐露过我大伤半句机密？新婚之际，负妻回营，在南疆以肉身替8岁的太子殿下挡香万箭。我督促我妻陈氏，可曾负过你上朝天下？皇帝，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我江家满门男子皆可战死，尔等奸人却拿一纸叛国罪书，辱我满门忠烈，深夜封门，屠拉我满门老弱妇孺，斩尽杀绝，江家何罪之有？你为何不敢召我回京对质？我江陵。我父江书恒死守南疆10年，长兄死在雁梦关，2哥死在白水寨，3哥失臣沼泽，4哥为救3哥战死疆场。江家男儿都是为民而战，死得其所。我为生在江家而幸，为死在疆土而荣。我守边城，身中2箭，九死一生，未曾掉过一滴眼泪。因为我知道，我若退一步，便是用满城百姓的命做代价。面对敌军千军万马，我不曾怕过。可我此生最怕再过8月15那天月亮好圆。父亲拿着与陈国的和平契书带我回家，他笑得那样开心，对母亲说南疆安宁了，江陵该成家了。可家宴未歇，蒋新贵、王德全便投敌杀入国的罪名，将我江家满门老弱妇孺屠戮殆尽。认了，朕便是构陷忠良的昏君，不认这漫天壮书众目睽睽之下，朕将来如何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江家满门绝苦，到底是谁在背后谋划这一切，将朕逼入这捣死局？狗皇帝，你永远也想不到，
这直击灵魂的状书是出自顾家二哥之手。你本想借太后60大寿，在摘星楼大开城门，给城外百姓撒糖果红包，好让天下人共同见证江家人刺杀君王的死罪。只可惜我借了你的东风，你的天灯，你的高楼，你聚集起来的百姓，此刻全都成了江家洗刷冤屈的最强利器。一派胡言！来人，把这逆贼给孤押下去！皇上，万民捡到状书，正跪在宫门为江家鸣冤啊！什么？来报，文坛学子游行，强烈要求重审江家被屠一案。皇上，顾家，太医，尽快，你快拿护心丹来啊！先把江陵这个妖言惑众的逆贼给孤打入大理寺死牢。皇上，大理寺与刑部皆在朝中运作，我江家满门忠烈正是被朝中奸人所害。若交由大理寺主审，江家永无昭雪之日。我江林只信一人。你想让谁接手？我只信沈大人。什么？江林这无耻小儿胡扯什么？我沈家何时与他有过交情？我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江陵这一招，当真恶毒至极。我只信沈大人，我要沈大人做主审官，三司会审，6部监察我江家满门被屠一案。我江家死得冤啊！求沈大人为我江家做主。好高明的离间计！江陵在帝王百官面前把我高高捧起，看似敬我信我，实则是把我吊在半空中脚踩尖刀。外有万千百姓盯着，内有皇上忌惮江沈两家勾结，我真是被架在火上烤啊！江家这案子就是个万劫不复的深渊，本宫是堂堂一国之母，绝不能让太子和我的后卫被沈家这群蠢货给拖下水。事到如今，只能弃车保上，必须立刻和沈家彻底划清界限。朕问你，你可愿审理江家一案？我若说不愿，殿外百姓盯着，我定会被万民唾弃；我若说愿，便是彻底与太子离心，失去圣心。我沈正一今日被逼上了绝路，微臣愿意审理江家一案。好，那朕便授你代理大理寺卿一职，同三司6部一同办理此案。谢皇上信任。一场寿诞，我从正3品尚书被贬为6品郎中，如今又被逼成了正3品大理寺卿，一日之间起落如坐云霄飞车。我沈正一怕是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大笑话。谢皇上圣明，谢沈大人，愿审江家满门被屠一案。快，抬皇上回乾清宫！阿慈，你怎么吐了这么多血？罗太医，你快救救他呀！沈婉呢？他什么时候不在大殿了？快把谢慈抬到偏殿！罗太医，你给姑听好，绝不能让他死在这儿。江家之事已经够棘手了，若镇国姑府的小公爷再死在太后寿诞上，这天下就真的要乱了。太子殿下，刚才皇上下令杖毙的宫女，趁乱逃走了3个，那还不快去搜！速回蒋府，立刻捉拿你哥哥蒋新贵。张晓，微臣在。把散播状纸的逆贼找出来，封锁宫门，查抄每一辆出宫的马车。是。看到谢少夫人了吗？我往那边去了，就他自己一人。他到底中的什么毒？南下镇毒，若1个时辰内无解药，必死无疑。太医院根本没此毒解药啊！太子殿下，宫内大乱，父皇突然病倒，
本王需留下来主持大局，你身子沉重，千万不能劳累。本王让亲卫护送你先回王府。王爷放心，臣妾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的。你先出宫吧。太子选的这个蠢货太子妃，倒是一枚极好用的棋子。沈二小姐，莲花，他的衣服上竟然绣着莲花，他心里果然是有我的。靖王殿下，不必多礼。本王方才见你家人在寻你，你怎么一人站此处？臣女现在不想提他们。殿下，你可还……没想到你竟是沈府的二小姐。王爷，你认出我了？1年前万凡街上一遇，若早知你是沈二小姐，本王便早日送你回沈家了，也不至于让你在外面吃尽苦头。靖王殿下，你不怕我吗？我以前为何要怕？世间美丑只是世人定义，你如今就很好。你放心，你以前的过往，本王绝不会对外泄露半个字。他竟然完全不嫌弃我以前是个丑八怪。太子虽然对我好，可只有靖王殿下才是真正懂我的人。靖王殿下和王妃看起来真是恩爱如期啊。本王与明珠青梅竹马，不过是顺理成章的成婚罢了。顺理成章，原来如此。他根本不喜欢顾明珠那个女人，他是被形势所逼才娶她的。你父亲今日因祸得福，重回3品大理寺卿，本王瞧着他似乎和那江林关系非同一般。臣女也不知道父亲和江家有什么关系。王爷放心，臣女回府后一定替王爷向父亲打探清楚。此事关系重大，你父亲若遇到困难，大可捎个信给本王。多谢殿下。太子殿下与本王不是那么和睦，今日你我2人的谈话，天知地知，切莫同旁人说，以免惹太子不快，让你为难，明白吗？臣女明白，这是只属于我和殿下2人的秘密。莲儿，靖王殿下，靖王殿下，臣妇正准备带莲儿出宫。本王见沈二小姐迷路了，便过来指点一二。既然夫人来了，本王便放心了。涂三方才同你说了什么？没什么，殿下就是怕我迷路，让我别乱跑而已。夫人，这是大小姐吩咐奴婢在宫宴结束后务必交到夫人手上的药方，说是用来给二小姐调理身子、恢复容貌的。大小姐说了，一服外服，一服内服，只要好好用上3个月，二小姐的身子便能彻底大好。哼，娘，我方才可是亲眼看到大姐姐和太子殿下一前一后出去了呢。沈夫人，沈大人让您速速出宫，先出宫再说。沈婉，你是不是疯了？不经姑的允许，你竟敢私下给谢玉锦下毒！不是我没有下毒。现在满城都是江家的冤状，这种节骨眼上，谢玉锦绝不能出事。他若不能活着出宫，姑有1万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让你永远别想再逃离镇国公府。你就一定要对我这么残忍吗？今日形势所迫，谢玉锦绝不能死，你明不明白？我不明白！快把解药拿出来救他！你既然笃定是我下的毒，那想必太医已经告诉你了，此毒无解，我就是要他死。你就这么恨不得他死吗？殿下，见过雄鹰的女人，又怎会看得上凡夫俗子？其实我并不恨他，我只是想回到原本属于我的位置。我不想一辈子被困在那个废人身边，被叫做谢少夫人。只有他死了，我才能干干净净的回到沈家，干干净净的来见你。太子哥哥，6年前你失言了，你说待我学艺归来，便以江山为聘，娶我为妻。痴想了6年，守着一个冷冰冰的诺言，是我痴心妄想。今日婉儿终于看明白了，殿下心中早已没有婉儿的位置了。别说了，沈婉。我一直不想承认，殿下待我只有利用，我一直任性，
一直想做点什么，只为了能让殿下多看我一眼。姑让你别说了。既已无法兑现诺言，信物也该物归原主。殿下放心，从今往后，婉儿会事事听从你的安排，绝不再任性妄为。婉儿会用另一种方式站在殿下身后。什么？这不就是姑一直想要的吗？一个听话、懂事、好操控的棋子。可为什么他真的割舍时，姑的心会这么痛？太子殿下，怎么了？罗太医找到解药了。找到了。他方才不是信誓旦旦地说太医院没有此毒解药吗？是罗太医的儿子从宫外紧急送进来的解药。罗太医的儿子罗毅，在京城有3家侍医堂，太医院没有的解药，偏偏他宫外的医馆有。李长甫，派人暗访侍医堂，给姑查清楚里面藏着什么吗？是。从姑选择莲儿做太子妃的那一刻起，姑就绝不后悔，也绝不能后悔。小姐，奴婢方才才瞧见靖王殿下特意去寻了二小姐，两人在角落里聊了好一会儿。另外，奴婢在外头的哥哥查到了，1年前二小姐流落街头被地痞欺负时，正好被微服的靖王殿下英雄救美，英俊亲王救落难千金。难怪沈莲刚回府时看靖王的眼神那般，原来靖王竟是沈莲藏在心底的白月光啊！靖王这只千年狐狸绝不会平白招惹一个草包，他定是想利用沈莲套取沈家与东宫的机密，结合前世顾明珠惨死，靖王渔翁得利的结局。这男人的野心藏得可真够深的。谢少夫人，哼，刚才那出戏演得不错。靖王殿下，彼此彼此。派最顶尖的暗卫，12个时辰死死盯着这位谢少夫人。他见过谁说了什么话，哪怕是路过摸了一条狗，都必须给本王查得清清楚楚。是。婉儿，你去哪儿了？宫里现在乱成一锅粥，阿慈怕你出事，正要去找你。方才不小心被酒水洒湿了裙摆，去偏房清理了一下。你感觉如何？洛太医方才替我解了毒，我好些了，只是走不动了。快把轮椅推来。烧吧，宫里烧得干净，宫外的天下悠悠之口，你们堵得住吗？皇室休想再把江家满门被屠的惨案压下去。阿宁，别怕，你成功了。你二哥的笔可与千军赴江山镇国军，而你的谋略救下了江家最后的血脉，扭转乾坤。你所走的每一步都极其完美。例行检查，请打开车门。萧云，让他们查。太子捏的，疼吗？倒是不疼，不过等将来咱们可以彻底撕破脸的时候，你记得替我把他的手给剁了。好，我保证，他活不过这个冬天。江家布了这么大一个局，真正能想到是你操控的不多。不过，靖王绝不简单，他怕是已经盯上你了。接下来的日子，你必须在府里好好歇着，暂避风头。你也觉得靖王有问题？他一直都有问题。我在皇城司2年，把朝中所有人都摸了个底朝天，唯独靖王，他太完美了。一个没有任何缺点和把柄的男人，才是最可怕的。你二哥他们今日绝不能露面。皇上缓过劲儿来，一定会疯了似的下旨捉拿写这些状事的执笔人。放心，他们在一个皇上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只是江陵，皇上虽不敢在风口浪尖杀他，但大理寺那种地方待久了，随时会暴毙。皇上关不住他，不出半月，皇上就会亲自下旨求着江陵回南疆。
南疆边城很快就要大乱，南部已无将帅可用，江林是江家唯一幸存的血脉，只有放他归南，才能稳住军心。到那时，江林便是脱缰的猛虎，再无人能控。皇上要重审江家冤案，皇上圣明！皇上万岁！好一顶圣主英明的高帽，江家余孽这是把朕架在火上烤啊！朕若敢动江林一根汗毛，立刻就会变成遗臭万年的昏君。家主，不止咱们沈家各院，奴才去街上看过了，上京城四处皆是，那皇宫大内自然也洒满了。皇上怕是早就看过了。这把满朝文武置于何地？皇上定会怀疑我沈家与江家暗中勾结，我这是被架在火坑上，里外不是人呐！得罪了皇上，得罪了太后，连皇后娘娘到现在都没派人来问一句。沈家如今已是四面楚歌。太子殿下驾到！微臣参见太子殿下。今日天上洒下来的东西，你可看过了？太子殿下明鉴，微臣是被冤枉的呀！江林那无耻小儿，分明是想挑拨微臣与皇后娘娘与殿下您的关系。微臣与江林与江家绝无半点私交，若有半句虚言，叫微臣死无葬身之地。江林不过是个刚籍贯的武夫，绝没有这等翻云覆雨、操控舆论的心智，能撒下漫天壮志，写出如此犀利且杀人诛心文案的，他背后定有高人指点。这个高人到底是谁？你只管去，好好审江林便是。父皇病重，孤会让莲儿早日入主东宫。还有，谢玉景那边，你暂时不必盯着了，姑另有安排。你如今要做的，就是让沈家夹紧尾巴，别再犯错，确保莲儿顺利出嫁。是，微臣定当好好教导莲儿，绝不让殿下失望。哼。太子殿下急着娶我，可靖王殿下也对我情根深层。靖王殿下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又生得那般俊朗，不行，我必须去见他一面。靖王殿下，莲儿来找你了。太子殿下，奴才派去暗访侍仪堂的人传回消息了。查得如何？罗毅的侍仪堂内并没有南下镇毒，倒是找到了一瓶可以解毒胀的解药，听说是罗太医的儿子罗毅自己配的，对治疗身中毒胀的人有缓解毒性发作的效果。去搜一下侍仪堂。江家的老弱妇孺已经平安送出上京城了。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皇上正派人搜捕印发状纸的逆贼，太后下诏与了所有进过摘星楼的宫女。太子刚从神府出来，此刻正带着御林军赶往侍仪堂搜查。侍仪堂是罗太医儿子开的医馆，是你拿了我的毒药，塞进了侍仪堂的药柜里。是，既然要把罗太医这颗毒瘤从我们镇国公府拔起，那我不介意顺手给太子拱一把火，正好替你二哥哥报了那断腿之仇。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昨晚就让石峰潜入侍仪堂，在后院库房里放了一些好东西。不过既然你也动手了，那侍仪堂的药架上不介意再多几瓶催命的毒药。罗太医父子作恶多端，是该收网了。主子，少夫人，属下还有一事。属下昨夜从神府踩点回来时，正巧撞见沈二小姐从神府后院的狗洞里爬出去了。狗洞？看方向是去靖王府。少夫人，沈家来人了，说是急事找您。好，我去看看。谢少夫人，老夫先前让你去买的那些药材，你买回来了吗？花荣，还
还不快把今日一早采购回来的药材拿出来交给罗太医？是，罗太医，这是夫人按您的吩咐花重金采购回来的药材，请您过目。好得很，把人跟药材统统押走。厉公公，这是何意？为何抓我？厉公公，你们为何要带走罗太医？谢少夫人受惊了，太子殿下有令，让您只需好好照顾谢小公爷的身子，旁的事情您无需多问。艾嬷嬷，家中出了何故？二小姐不见了，昨夜就没在房中，夫人不敢声张，找了整整一夜。今早太子殿下还来商议婚事，夫人实在找不到人商量，求少夫人悄悄派人出去，把二小姐找回来吧。二妹妹离家出走是天大的丑事，你们昨夜就该来知会我，怎可让我娘如此忧心？是老奴糊涂。花荣，速备马车。艾嬷嬷，你带人去五华街找，我去祁阳街，天黑之前必须把二妹妹找回来。是。二妹妹，还不快上马车？娘找你都快找疯了。我等了这么久，靖王没等到，居然等来了大姐姐。怎么停下来了？少夫人，马车轮子松动了，得停下来休整。出门怎么不检修仔细？幸好提早发现，若少夫人因此伤着碰着，小公爷定饶不了你们。好了，修车也要时间。二妹妹，旁边正好有间茶楼，你跑出来一整夜还未用早膳吧？姐姐陪你吃点，吃完再送你回府。要4楼靠东的厢房，备一份早膳。好嘞，您稍等。我的好妹妹，你不是心心念念想见你的靖王殿下吗？大姐姐，我这就带你去看看，你那等不到的白月光，此刻正在哪个温柔乡里快活呢？二妹妹，现在能告诉姐姐，昨夜为何突然跑出沈家吗？用得着你管？你少在我面前假惺惺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宫里和太子殿下眉来眼去。娘说了，紫薇亭的事就是你故意陷害我。推卸责任，倒打一耙。沈莲这副蠢钝如猪却又自以为是的模样，简直深得金淼仪的真传。呸！这什么玩意儿？一点甜味都没有，难吃死了！二小姐，少夫人喝豆浆从不加糖，奴婢去给您换一碗加糖的。二妹妹当真是误会了，昨日我同太子殿下什么也没发生，倒是听宫人说妹妹同靖王殿下。咦，那不是靖王殿下？二妹妹认识靖王殿下？那个女人是谁？大姐姐可认识？哦，好像是刘淑女。刘淑女是谁？刘氏旁来的一个孤女，曾入宫当过烟允公主的伴读，不过她父母落难，提前出宫了。后来我就再没见过她。你干嘛关窗？让我再看看。二妹妹，靖王殿下竟然把刘淑女偷偷藏在此处，既不取为侧妃，也不公开身份，可见这刘淑女是他真正放在心尖上的人啊！咱们这种外人看多了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你和那靖王妃顾明珠不是手帕交吗？你看到你好朋友的夫君在外面养外室，连孩子都有了，你竟然无动于衷！你果然是个白眼狼！王妃、靖王妃在紫薇亭那般护你。妹妹既然替靖王妃抱不平，为何比我还激动？莫非你和靖王殿下之间？我跟靖王殿下能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替靖王妃不值。这早膳我不吃了。靖王殿下那般光风霁月的人，怎么可能会看上那个出身卑贱的孤女？
定是那个不要脸的贱人使了狐媚手段。殿下昨夜还送我定情信物，他心里是有我的。那贱人凭什么生下殿下的长子？他也配？你跑去哪儿了？我去找大姐姐，顺便去茶楼吃了顿早膳，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娘，听闻三哥受了家法，这是女儿特意调制的止痛奇药，娘拿给三哥试试吧。不必了，你早些回你的镇国公府去吧。沈莲，你给我站住！我今日心情不好，不想同娘吵架，我要回院子歇着。派人给我死死盯着他，绝不能让他再跑出去惹事。二小姐，您怎么来了？自打您被接回沈府，这还是您头一次踏进这园子来看老奴。养爹，当初我苦苦哀求沈家，让他们把你一起接过来好好安顿的，我娘怎么能这般言而无信，竟只把你打发到这破桃园里干这种粗活？夫人能赏老奴一口饭吃就不错了。二小姐，您怎么哭了？1年前，莲儿流落街头被地痞流氓羞辱的事情，养爹可还记得？二小姐，此事千万不可再提。你如今是未来的太子妃，这是要命的把柄啊！养爹，我今日终于找到了当年那个救我的恩人，就在富滨巷的刘宅。可是恩人他过得极不如意，他被一个极其恶毒的女人缠上了，那女人还怀了别人的野种，却死死霸占着刘宅作威作福。恩人被逼得无路可退，我想帮帮他。二小姐想让老奴怎么帮？只要那个小野种没有了，那个叫刘淑女的贱人一尸两命，靖王殿下就是我一个人的了。花荣，将这拜帖送到前面的平章府顾家。是。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真的没有私藏乱党，我们没有啊！敢用假药糊弄姑，今日便拿你罗家开刀，杀鸡儆猴。皇权之下，要的从来不是你有没有罪，而是上位者想不想让你死。乱党的帽子一旦扣下，罗太医，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是哥哥，二哥哥，当年罗家断你左腿的血债，今日婉儿连本带强替你讨回来了，罗家彻底完了。少夫人，人当场打死了！太子殿下以窝藏乱党的罪名将罗印当街处死，罗太医被直接打入大理寺牢了。少夫人，顾夫人收到您的拜帖后，立刻递来了这份求诊的帖子，请您速去平章府。走，去顾家，该让顾家的人提前做好准备了。婉儿丫头，你可算来了，快陪我解解闷儿。夫人，我今日来是有要命的大事同您说。实不相瞒，今日这拜帖我原本是要送到靖王妃手中的，但我转念一想，这拜帖根本送不到明珠面前，有人在刻意阻断明珠与外界的联系。你的意思是，靖王？靖王与明珠成亲3年，后宅连个通房都没有，他对明珠千依百顺，怎么可能阻拦明珠见客？我知道夫人现在不信我，靖王在夫人心中品行端正，我若现在说他要谋害明珠，夫人只会觉得我挑拨离间。夫人只需给我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内，我定会让夫人清清楚楚地看明白，你面前这位完美的靖王殿下，到底是人还是鬼？夫人，怎么了？没事儿，都别进来。自打太后寿诞后，我的确有3个月没见明珠了。可亲王说明珠怀的是双生子，月份大了行动不便，太医叮嘱必须卧床静养。他也隔3大5就来我顾家报平安啊。夫人，明珠所怀根本不是双生子。可明珠的肚子明明那么大，不是双生子，肚子却大得离谱。那是被晋王用大鱼大肉无数补药生生催大的，胎儿过大，产妇必遭血崩。晋王是想让明珠在临盆时难产而死，一尸两命。夫人，
现在是明珠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绝不能倒下。对，我不能倒下，我要立刻去一趟晋王府，我要亲眼去看看我的明珠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夫人去可以，但切记千万别在晋王面前露出破绽，以免打草惊蛇。一切等我消息。好。少夫人，后面有条尾巴一直跟着我们。让车夫掉头，去城南的废弃深巷。大师姐好准头，这善后的活儿就交给我吧。晋王的人，石峰，你近日多留意沈二小姐的行踪。我先回府了，你要小心晋王。师姐放心，我明白。回镇国公府。什么东西？滚开！护驾，快护驾！太子殿下被恶犬咬了！主子，太子殿下从侍医堂出来时，被一群恶犬围攻，右臂被严重咬伤，食指骨折，加之惊吓过度，人已经昏死过去了。伤的还不够重，退下吧。少夫人快回来了。阿锦，罗太医入狱了。太子被狗咬了？少了一页，书上记载兽喜血腥，常食生肉可激起如虎兽性。你撕了我的驯兽残月，那些狗是你干的？他敢这般伤你，我便一刻也容忍不了，让他被恶犬围攻，查起来也无从抓手。太子最怕狗，这回肯定吓破了，活该他断指。不过你只撕一页容易留下破绽，这本书我已经倒背如流，直接销毁了吧。还有，太子把罗太医打入死牢，扣了个乱党的帽子，我怕他日后拿这做文章攀耀江家。阿锦，斩草要除根，别让罗太医见到明日的太阳。交给我，大理寺有我的人，今晚便让他暴毙。少夫人，老奴熬好了血鳝窝，给您送来了。躺好装病。端进来吧。少夫人，趁热吃了吧。拿下去吧，小公爷要歇息了，别来打扰。那血燕窝里下了相思饮的剧毒，你为何还要吃？对你身体可有害处？无害。这相思饮对我来说是一味极其精妙的避孕之药。避孕？阿锦，如今江家沉冤未雪，朝堂局势瞬息万变，你我皆在刀尖上行走，天下未定，大局未稳，我怎敢让质子降生，去尝这人间的动荡与算计？我懂你的心，阿宁，我们现在不要孩子，我绝不让我们的骨肉生在这吃人的乱世里。阿锦，我需要借你的隐士一用。你说。派人去大理寺把顾家长子找回来，顾家很快就要出大事了。娘，您怎么突然来了？你下个月中旬就要临盆了，娘来看看你，怕你心里害怕。夫君日日开解我，又有这么多嬷嬷照料，我不怕，我甚至很期待这两个孩子的到来呢。王爷到！母亲来了，快快免礼。臣妇来看看王妃，怕她对产子之事心生胆怯。母亲放心，太医产婆皆已待命，定保阿珠与双生子万无一失。王爷心细，我们顾家自然信得过。菊青，王妃平日里在王府都做些什么消遣？回夫人，秦嬷嬷管得严，王妃每日用过海参、燕窝等大补之物后，便要求立刻卧榻静养。王妃大半的时间都是躺在床榻上的。回府，快走！每日大补，绝不下地。这是要把胎儿硬生生催成巨婴，把产妇的产道彻底堵死啊！好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晋王！去大理寺，立刻去把大公子找回来！快去！
嘿嘿，大侠别紧张，是我石峰。你大半夜猫在这儿鬼鬼祟祟干什么？当然是有重要的事要找我大师姐汇报。进来。大师姐，有动静了。沈莲的养父钟柏找了一群地痞流氓，在刘宅外头蹲守了7天，但刘宅大门紧闭，刘淑女根本不出来。沈莲似乎急得要咬人了。既然他急，那我们就顺水推舟，帮他一把。石峰，你想办法把刘淑女从刘宅里引出来，给沈莲创造动手的机会。是。引出刘淑女后，你立刻去一趟顾家，告诉顾夫人王已治好，可以收了，带她去亲眼看看晋王的真面目。另外，帮我写一封信给顾一舟，让他务必暗中保护顾夫人。是，大师姐。他仿佛长了一双能看透整个上京城的眼睛，每一个秘密，每一次算计，他都能精准地掐住敌人的七寸。不过，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我便替他扫平一切障碍。夜深了，睡吧。明日的戏会很精彩。快，孔桃，快去准备马车！王爷捎信来了，那边要生了。在晋王妃临奔前，我必须也平安生下腹中的长子，容不得半点差错。是，奴婢这就去安排。夫人莫慌，陶宅就在晋王府后巷，两扇后门一开便是相通的。王爷早就备下了全京城最好的大夫和产婆，您只要安安稳稳的把小世子生下来，这晋王府未来的主母迟早是您的。快让开！你又发疯了！夫人，您怎么样了？快送我去陶宅，我破水了，快生了！叫王爷救我！太子刚把他送进来，他就撞墙自尽了。沈大人，你这大理寺的墙可真够硬的。晋王殿下明鉴，这是因乱党之罪，畏罪自尽啊！行了，这种糊弄外人的鬼话，沈大人就别在本王面前念叨。罗太医到底是因为什么被抄家？你我心知肚明。你从政几10年，若连这点水都趟不明白，本王还真是太看得起你了。江林的案子你打算如何处置？江林小儿狂妄至极，微臣愚钝，还请晋王殿下指点迷星。你如今是主审官，本王岂敢逾越？不过，本王可以给你个忠告，你可以从镇国公府下手。王爷，出大事了！是从刘宅送来的急信。胎位不正，而且已经破水，再拖下去，孩子恐怕要窒息在肚子里了。我告诉你们，夫人这一胎极其金贵，今日若不能让夫人母子平安，你们全得死！在这里没有保大保小，必须2个都活，听懂了吗？是，快拿产钳，强行开宫口！夫人，王爷来了，您一定要撑住啊！阿生，我是不是快要死了？不会的，淑美，只要你母子平安，本王定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嫡出的身份。在大计谋成，本王名正言顺的嫡妻只有你一人，你绝不能弃本王而去。生了！恭喜王爷是个小公子！淑美，你听到了吗？我们的长子出生了。顾夫人，母亲，臣妇可当不起你这一声母亲。既然顾夫人已经全听到了，那本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太医早就诊出明珠腹中是个女胎，本王把这个儿子送到她身边，当双生子抚养，这是本王赐给明珠的福气。这样的福气我明珠不需要。你方才同这个贱人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你娶我明珠，从头到尾全是在算计。晋王啊，晋王，你当真是狼子野心！我今日只要不死在这儿，就绝容不得你把这万世的种塞给我女儿。那母亲就试试看，你今日能不能活着走出这扇门。滚开！
舟，顾一舟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外面的重兵全被他解决了。今日之事，绝对有人在背后做局。顾夫人，您听错了，全是我不好，是我勾引王爷在先，是我偷偷怀胎，快生了才敢告诉王爷。王爷是不忍皇室血脉流落街头才出此下策的，求求您给孩子一条生路吧。生路？哪个良家女会不知廉耻的去勾引有妇之夫？你若真怀了晋王的骨肉，你光明正大进府当个通房妾室，我顾家绝无二话。你想留他一命，那就去母留子，以庶子身份抱回王府。但你胆敢拿着外室的种去充当明珠的嫡长子，你试试看。这陶宅与你进王府，不过就隔着2道门。王爷自己去同明珠交代清楚吧。从今日起，由我们顾家的人全面接管晋王妃的饮食用养，寸步不离，死守王妃。娘，加派人手，死死盯住晋王府角门和陶宅。若晋王敢把那孽种抱进晋王府半步，立刻来报。是。王爷，顾夫人说了，去母留子，他便不再有怨言。只要我死，我们的长子就能进王府当世子。王爷，您回去同王妃好好说。不，你和孩子都不准死！本王绝不受顾家那老夫的要挟。不是算好了下个月中旬临盆吗？为何会提前脱水？王爷，夫人今早收到这封密信，急忙赶来，谁知路上马车被金牛撞翻，这才受惊早产。好一个连环毒气，步步杀机，环环相扣，把本王当猴耍！安插在谢少府夫人身边的眼线有回来复命吗？回王爷，不曾。看来已经被他悄无声息的解决了。整个上京城能布下这等精密死局的，唯有沈婉。他以为除了眼线，这局就天衣无缝了。传密令给沈正一，沈婉在怀州府还藏着一对亲生父母，把今日在场的稳婆全部灭口，一个不留。家主，温水来了。孝儿，这是太子从罗太医那里搜出来的解药，连秦圣医都说谢玉锦吃了这药后身体已经恢复了6、7成，你快服下，定能解你体内的毒障。罗太医怎会给谢玉锦解毒？她不是咱们的妻子吗？朝中出大事了，罗太医今早死在了大理寺。我昏迷这段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短短半个月，我们沈家家破人亡啊！爹，你相信前世吗？你烧糊涂了，先别想太多，养好身子要紧。我没糊涂，爹，在昏迷的这些日子里，我做了长达1世的梦。在那个梦里，怀州府计划成功，谢玉锦失踪半年，我接管皇城司，成了太子的左膀右臂。而沈婉，她本该是太子的未婚妻。什么？那个梦里，沈莲根本没有这么早回沈家，是沈婉提前把她接回来的。就是从沈婉改变举动的那一天起，我们沈家的运势开始全盘逆转，我们都被算计了。爹，这不是解药，是幕后之人故意钓鱼，除掉罗太医父子伪造的。你是说，背后做局的人是沈婉？没错，就是他。爹，你仔细想想，这段日子沈家发生的每一桩每一件惨剧，哪一个沈婉不在场？老二双腿重伤，娘派人去寻他，他偏偏踩着老二被截肢的那个时间点踏进沈家大门。我跟谢玉简在怀州府遭遇重创，为何偏偏是他毫发无伤，而我却中了这无解的奇毒？你让他回一门求药给沈莲治脸，他却推脱李仙一不在商朝，甚至王管事的死、星君图的失踪和重现全能对得上。旁人若是占了贾千金的便宜，遮掩都来不及，他却大张旗鼓的当着全家人的面戳穿，硬把沈莲带回沈家。因为他是回来索命的亡魂，他是来报血海深仇的。家主，大事不好！方才有人在沈家大门口丢下了这封信。什
陈完，果真是他。爹，杀了他！顾燕宁留不得了。他若不死，必屠我沈氏满门。传我密令，让沈律立刻带上府中全部精锐死士，全速赶往怀州府，去把那对姓顾的哑巴夫妇活着给我绑回来。是。大师姐，晋王把陶宅里的大夫产婆全杀了，还有，晋王派人给沈府送去了一封密信。晋王已经猜出顾夫人的事是我在背后做局，他这是要借沈家的刀来报复我。少夫人，老奴有要事求见。方才沈府派人送来急帖，要少夫人今夜子时务必回沈家一趟。退下。晋王，这是下战书，也是催命符。沈家要你此时回去，就根本没打算让你活着走出来。阿宁，这一趟绝对不能去。不，我必须去。既然他们已经知道我是幕后人，躲是躲不掉的。我知道沈家今夜布下了天罗地网，但我顾燕宁就是要亲自去告诉他们，天不收他们，我来收。那我陪你一起去。我绝不允许沈家人动你一根头发！不行，在这件事上，我绝不退让。沈正一有多狠毒，沈府暗中养了多少死士，我比你清楚。阿锦，我同沈家不只是偷换人生的家仇，我同他们隔着血海深仇。我等这一刻，等了一个轮回。今夜，就是我和沈家彻底做个了断的时候，你不能插手。更何况，你若随我踏入沈府，哪怕易容，晋王也会立刻在暗中发难。他定会带太医强闯镇国公府，查探你的虚实。到时候留在这里顶替你的萧云必会露馅。晋王马上就要对谢家下死手了，你必须留在这里，提前布局。阿宁，阿锦，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从沈府走出来。天亮时，我等我的夫君接我回家。好身手！我儿婉婉，不枉我沈家花费15年心血培养出你这等好角子。沈大人少往脸上贴金了，若非我有利用价值，你怎会费尽心机将我从顾家抢走？你无非是想用我去巩固你沈家的权势罢了。若无我沈家，你区区一个平民之女，能接触到皇后、太子这等尊贵的人物，你本可以做风光无限的太子妃。老夫实在想不明白，你到底为何不愿？为何不愿？前世我被你们当作棋子送给谢玉锦，我以为我是沈家人，步步退让讨好，可换来的是什么？是你们血洗我的婚宴！你们这群披着人皮的恶鬼！为何不愿？因为你们沈家根本不配拥有如此完美的顾燕宁，只有沈莲那种丑陋的，才配做你们的好女儿啊！少夫人用的就是世子的谢家独门身法。沈大人，害沈莲面如夜叉的罪魁祸首，还在逍遥快活吧？应该说您舍不得处死当年给夫人下毒的王氏女子。夫人进去，外面危险。王德全为何会替你顶罪呢？有些话要从15年前说起。王德全为何能够顺利进入御林军，成为太子殿下的左膀右臂呢？因为他就是王宇娇的弟弟。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他在挑拨离间，杀了他！挑拨离间？那王宇娇不仅活得好好的，她还怀了你的孩子，现在就住在永将庄。
跪下。大哥，你可知四哥有什么癖好？四哥好喜欢在大哥出门时偷偷睡大哥的床，睡大哥的妾。大哥那一屋子的孩子，少不得四哥你的功劳吧？你找死！他是个妖孽！放箭，用暗器杀了他！怎么，武器都失灵了？既然你们杀不了我，那就轮到我了。家主、夫人，镇国公府的人把咱们神府大门给堵了。沈大人，我们小公爷身子不适，急需少夫人回府看诊。小公爷有话，若沈家今夜敢伤少夫人一根汗毛，镇国姑府便立刻叫人踢碎沈家大门，把事情闹大，大不了撕破脸皮，谁都别想好过。不能放了这妖女，杀了她！放她出府。沈正一，你疯了！夫人，若真把事情闹大，按下个欺君之罪，连累莲儿失去太子赐婚，得不偿失。少夫人，走，小公爷在门外等你。对了，临走前有一件事，女儿实在憋在心里难受。母亲装床的第二个抽屉里，究竟锁着什么惊天大秘密？那里面藏着的，好像是哪个男人写给娘的情书啊！你这个贱人，给我闭嘴！那字迹，我瞧着绝不是爹爹的，娘竟把他当心肝宝贝一样锁着。哎呀，替你们一家子兜着这么多肮脏的秘密，我心里真是累得慌。镇国公前来沈府下聘那日，我可是亲耳听到，娘极其亲热地唤了我公爹一声谢郎呢。你看我做什么？难道你就对得起我吗？你和王雨娇在外面连野种都有了，你还有脸看我？对啊，快去算账吧。想必娘抽屉里藏着的就是你谢郎前时写给你的定情信吧？这个贱人，你不得好死！沈正一，你给我说清楚王雨娇的事。夫人，打开它，让我看看里面藏着什么。我凭什么打开给你看？那是我的私物。哈哈哈哈哈！好，好得很。你不开，那我就自己砸。你疯了！还给我！当年嫁给我时，曾指天发誓是已经烧毁了所有关于镇国公的信物，可如今，他竟把这些情书极其宝贝的珍藏了整整20年。那我算什么？我算个什么笑话？沈正一，不要！我都中了沈婉那贱人的离间计，你别看了，我求求你别看了，阿正，我求你了。好，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当着我的面把这些东西全部烧掉！快拿火盆来！沈正一，沈莲，你疯了！竟敢直呼你爹名讳，简直大逆不道！我大逆不道？方才沈婉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原来沈婉根本不是沈家女。当年你们嫌弃我长得丑，把我扔在外面自生自灭，却把大姐姐拖滚，都给我滚出去，锁死院门！你们骗我！你们说一直在寻我，其实就是嫌弃我。你不要再胡闹了！娘嫁给爹，心里却偷偷惦记着别的男人，爹在外面养野女人，还搞大了外甥女的肚子。四哥更恶心，居然偷偷睡大哥的妾室。沈婉根本就是个冒牌货，我才是真正的嫡长女。我要告诉全天下所有人，她是假的。沈莲，你给我回来！沈婉这个白眼狼，留不得了，绝对留不得了，必须将他千刀万剐。夫人放心，我已经派沈律带人赶往怀州府去抓他的亲生父母了。只要捏住那2个哑巴的命，不朝弄不死他。
阿娘，少夫人可起了，该用早膳了。阿姐，沈家留下来的那些眼线奴婢全部打杀了，装进马车，送回沈家。去把石峰找来，我中了沈四那一掌，受了内伤。叫石峰过来。至于外面沈家那些碍眼的东西，找个借口，全部清理干净。属下领命。你们干什么？抓我做什么？吃里扒外的刁奴，竟敢偷盗少夫人的传家簪！来人，当场乱棍打死！所幸为上级心脉要害，我大师姐底子好，休息几日便没事了。主子，昨夜在神府，少夫人用的竟是谢氏独门功法，那仿神术极其眼熟。我11岁在密室自创招式，从未教过人，她怎么会？石峰，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大师姐的过去？你们是怎么相识的？当然是在一门啊！不过那时候我是个连地都扫不干净的菜鸡，所有人皆瞧不起我，唯独大师姐不嫌弃我，什么艺术都耐着性子教我。我这条命就是大师姐的。我大师姐上天入地无所不知，她就像能掐会算一样，每次指明危险我都能避开，是不是超级厉害？石峰，谢谢你。不用谢我，这是我大师姐，就算你不谢我，我也要护她周全。正因为有你在，我才要谢谢你。在那个没有我的岁月里，是你一直陪着她。好了，肉麻死了，我大师姐需要静养，我过2日再来施针。先走一步。阿姐，你醒了，阿宁，你终于醒了。我睡了多久？现在是什么时辰了？你整整睡了5天，现在是亥时。你感觉身体怎么样？胸口还痛不痛？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要不要我现在就叫石峰给你看看？可是心脏痛啊！快来人！不痛了，阿锦，我是骗你的。不许开这种玩笑。石峰说你受了极重的内伤，我真怕你。阎王爷嫌我太凶，不肯收我呢。血海深仇未报，我顾燕宁绝不会死。少夫人，顾夫人来了，说有10万火急的事速见少夫人。明珠要下个月才临盆，顾夫人此刻深夜登门，定是出事了。去见顾夫人吧。婉儿丫头，快救救明珠吧！顾夫人快起，靖王妃怎么了？靖王昨夜同阿朱谈了，阿朱受了刺激，昨夜就开始阵痛，产婆等了1日，口虽然开全，但胎儿太大，根本生不下来。我的阿朱痛晕过去了。我陪你去靖王府，但在去之前，你必须立刻派人回顾府，今夜就给2小姐定下亲事，必须快！你是说，我在做万全打算，若明珠真有不测，靖王定会求取明玉来抚养他那对外父子。若不提前斩断这条路，他必会对明玉下手。好，我这就去安排。让开，太医正在里面救治，王爷有令，任何人不得打扰。免死金牌在此，谁敢拦我？阿朱，本王知对不起你，可孩子已经生下，本王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唯有你能劝岳母帮本王遮掩。本王发誓，将来定好好待你。出去！10月怀胎，你骗我怀了双生子，用大鱼大肉将这胎儿喂得如巨石一般，毒死我在产道。你根本没想让我活，你分明就是要我去死啊！莫君言，你骗我，我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王妃临盆，王爷在这儿干扰，实属不该。沈婉，你若能救活阿朱，本王定会感激你。滚出去！连同你找来的这庸医产婆，统统给我滚出去！阿朱，你听我说，我检查过了，虽然胎儿极大，但你的盆囊条件完全可以生下来，你绝不能放弃。
珠儿，你听到了吗？婉儿是李仙一的嫡传弟子，你一定要信他。等你生下孩子，你想回家就回家，忙接你回平章府，顾家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阿珠，用力！顾明珠，你就算不为父母兄长，也要为自己争这一口气。只有你活下来，你才能亲眼看着那畜生遭到报应。你甘心就这样去死吗？我不甘心。生了，是个白胖的千金啊！寻常人家满月的孩子都没这么大，晋王当真是好狠毒的手段。把孩子抱下去，旁人也都退下，把门守死。阿珠，你若真的容不下那个孩子，本王答应你，今日便让人把他们母子送走，此生再不相见。那王爷到底是爱我多一些，还是爱刘淑女多一些？为何不敢看我？刘家惨死，是你把刘淑女藏起来了。她7岁离宫，自那之后上京城再无此人。莫君言，你把她养在何处？你骗了我整整20年！阿珠，本王对你是有真感情在的。真感情？利用多过感情吧。你为了让我顾家人心甘情愿帮你谋夺天下，连我为你准备的通房妾配都一概不要，只为了立一个深情不二的形象。你藏他养他，蒙骗得我像个全京城最大的傻子。现在东窗事发，你倒舍得弃了他？阿珠，本王向你发誓，以后绝不隐瞒你任何事。好啊，那我要你当着我的面亲手杀了刘淑女，你可愿意？为何不敢？因为你留着他的儿子，本就等着我难产而死，一尸两命。那个对你百依百顺的顾明珠，已经死在了昨夜。明珠，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离开王府，理由我都替你想好了。今夜过后，你便对外宣称王妃难产，一尸两命，从此世间再无穷女。本王不允，绝不允！我不是在征求你的同意，我是在向你宣告结果。莫君言，你若敢强行困我，我顾明珠今日有血溅你府。到那时候，我父兄定会将你夺嫡的阴谋和杀妻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阿珠，你放心，我定会带你离开。婉儿，我一直很羡慕你，羡慕你可以走出这一方后宅。既然你想好了，娘亲亲自带你离京。你就算要走，也得等坐满月子，否则今日你出了这个门，上京城将再无你容身之处。沈婉，你最好别给本王多管闲事。晋王殿下，托你的福，5日前沈家人没能灭了我，那今日明珠的事我管定了。还有，你记清楚了，我不叫沈婉，我本姓顾，名燕宁。你还有什么阴谋诡计，尽管冲着我顾燕兴使来。今日顾大公子早已将弹劾你的文书送进宫墙，我和明珠若死在王府，朝中再无你莫君言立足之地。晋王殿下，今日你敢杀我吗？放他们走，但不能走大门，从后门离去。走，去西城门，离京。走水了！王府走水了！阿珠，本王的长子啊！恶奴纵火，害我妻女啊！放开本王，本王要陪他们一起死！蠢货，你竟眼睁睁把顾明珠放跑了！母妃息怒，你苦心经营的贤王名声，险些全毁在这蠢事上。你别忘了，是谁把你带进这座府邸的？本宫当初选中你，是以为你够聪明。儿臣知错，凭母妃处置。去把刘淑女处理掉，去母留子。至于顾明珠，本宫自会派人解决。你给本宫安分守己的为妻守灵。是。起来吧。娘娘息怒，晋王到底和刘淑女同族所出，他如此护着同族，足见念旧情，将来登顶定会念及您的帮扶之恩。嬷嬷，你寻机会再去一趟苦佛寺。娘娘，放弃吧，那位根本不见奴婢，您与他母子情浅，若惹了晋王猜忌，咱们刘家就满盘皆输了。终究是本宫生了个没出息的孽障，才让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鸠占鹊巢。罢了，
你即刻回刘家，让我哥哥亲自去对付顾家。另外，奴婢明白。我的阿朱啊，往后顾家回不得，晋王府也容不下你，这漫漫余生，你该何去何从啊？娘，只要能逃出那个吃人的狼窝，我不后悔。那就入我顾家门，冠我顾家姓，从此你便是我顾燕宁。是不是很疑惑？为何我明明叫沈婉，却说自己姓顾，还叫燕宁？阿朱，我的亲生父亲叫顾平章，母亲叫于温软。15年前，我父在安陵村救了落难的沈正一夫妇，当时沈夫人诞下一女，也就是现在的沈莲。因为面如夜叉，脸生毒疮，沈正一见我母亲产下的我玉雪可爱，便动了狸猫换太子心思。天哪！沈正一伙同心腹，强夺我做沈家女，把真正的沈家丑女扔给我父母，毒哑了他们，逼迫他们埋掉这所谓的死婴，甚至还凌辱了我未出阁的姑母。所幸苍天有眼，我寻回了亲生父母和5个哥哥。阿朱，你可愿顶替我入我顾氏门？婉丫头，若将来要我为你死，你都撑得住。是你给了阿朱第2条命啊！夫人不必如此，我也有私心。我帮阿朱，便是要将平章府彻底拉入我的阵营。我要这天下多一个知道我顾家被沈家残忍欺压的见证人。你为了明珠得罪了晋王和刘家，往后若有需要，你随时来平章府寻我或长子。我顾家对你一应必求，绝不负你今日救命之恩。我已将我父母秘密送入晋州的苦禅寺，你也去那里吧。苦禅寺内有高僧坐镇，更有2万极其精锐的僧兵镇守，晋王府和刘家的手伸不进去，可作为你最安全的庇护所。到了苦佛寺，把这封信交给法号天灯的僧兵，那是我四哥。你大哥带死士护送，盘缠和乳母都在车里，娘先回去了，不能让人起疑。阿朱，遇到危险时搬动这颗紫色的串珠，手镯就会发射致命的暗器毒针，这一路绝不会太平，留着防身。谢谢你，婉儿。我也该回家了，阿朱，再见。燕宁，再见。看看这封信，给我的。这是金媚仪20年前写给镇国公的情书，我把它偷出来调包了。阿锦，你看看怎么处理，才能让皇上过目后再精准地落在沈正一的手里？简直不堪入目。是不是疑惑这信当年为何没送出去？不重要了，交给我办吧。我会用药水先将情书上的字迹隐藏，再用显文水在上面伪造一封江家灭门血书。只要把这封信夹在我爹的公文里，沈正一的眼线自然会想办法去查。你根本就不是沈家的亲生女儿，莲儿才是真正的沈家嫡女。前世我大婚之日，夫君被万箭穿心，镇国公府满门被屠，而杀他的人是我亲爹亲哥哥，也是我曾最信任的太子。姐姐，多谢你替我嫁入谢家送死。爹，他还想伤我！若有来生，我定要你们百倍偿还。这一世，我亲手把沈莲接回沈府，也亲眼看着他抢走太子妃之位。这只九尾凤钗是历代太子妃信物，他做梦都想治好那张烂脸，抢走我的身份，风风光光嫁进东宫。方子写好了，快给我。那我便送他一张方子，让他亲手把自己送进死局。消了，我的胎记真的消了！夫人，二小姐脸上的胎记不见了，您快去看看啊！什么？胎记不见了？快去催莲君！
怎么伺候的？不知道背轮椅吗？娘，先进去看妹妹。娘，你看我的脸。萧儿，沈婉那贱人开的药方竟然真的有效！这上面全是要命的毒物，真要用在莲儿脸上？娘，照方抓药。他故意写毒物吓唬我们，是断定咱们不敢用，我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娘，我说过吧，他自作聪明玩心眼儿，却不知道我拥有前世记忆，早就看穿了他的把戏。沈婉，这一局你输了。夫人，大公子，宫里来人了，高公公带着圣旨来了，请二小姐速速出去接旨。定是钦天监算好了太子与莲儿成亲的黄道吉日，快给二小姐梳洗更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子已到婚娶之龄，与沈府二姑娘乃天定佳宝。钦天监夜观星象，定于农历5月18日在武德宫举行大婚，册封太子妃，钦此。我真傻，当初为何还求沈婉把太子让给我？若不是她占着嫡长女的身份，怎么能接触太子？太子殿下本就是我的，未来的皇后也是我。沈二姑娘，接旨吧。臣女谢皇上隆恩。沈二姑娘好造化，将来入了东宫，安心伺候太子殿下，早日诞下皇孙，开枝散叶呀。我这女儿不懂规矩，日后在东宫，还望公公多多帮衬。好说好说，咱家告辞。老爷回来了，宫里刚下了赐婚的圣旨。好，这就好。对了，莲儿，太子暂无子嗣，你嫁入东宫，头等大事就是尽早怀上皇孙。至于沈湾给你的那副内服毒药，往后千万别再用了，那药极寒，定会阻断你的子嗣之路。你脸上红斑，用脂粉遮着就行。娘放心吧，我继续服用完。梁太医为我仔细请了3次平安脉，他说我身子健健康康，只要嫁入东宫，很快就能孕下太子殿下的子嗣。对了，娘没去找那个叫王雨娇的女人算账，我可没忘。爹，那个贱人生的是女儿还是儿子？是不是还打算接回府？我警告你们，不准再接别人回府来抢我的东西。那个贱人害我面中胎毒，毁了容貌，你们不严惩，难道还要任由爹爹乱来吗？娘生了5个儿子，个个出类拔萃，怎么这个亲生妹妹竟如此蠢笨如猪？妹妹休要胡言，王雨娇当年那胎早就流产了。至于当年为何留下王德全，那也是因为王德全武艺高强，爹留在身边做死士用。那一夜若不是王德全拼死相护，爹在怀州府早就遇刺身亡了。娘，爹让旅馆师给了王雨娇一笔遣散费，早就断绝来往了，是不是爹？夫人，当年之事是为夫一时糊涂，可沈婉那夜回府，摆明了就是要挑拨你我夫妻。你我若真生了嫌隙，岂不是正中那妖女下怀？罢了，那王雨娇不过是个长得像我的赝品，只要不把那贱人接回府，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爷说的是，我们该向前看。莲儿马上就是太子妃，萧儿将来也会振兴沈家。夫人明理。听说晋王妃难产死了，一尸两命，死的可真惨啊！晋王府这场大火透着古怪，一个奴才哪有本事烧了产房？刘贵妃强行压下此事，皇上竟也默许不查。妹妹，此事轮不到你多嘴，你只管老老实实在闺中待嫁，学好规矩，少惹事端。大哥放心，我听娘的话就是的。我只是可惜那晋王妃，堂堂才女，就这么没了。死得好，谁叫你在太后寿殿上帮着沈婉那贱人踩我的脸？还说晋王独爱她一人，我呸！真是个没福气的蠢货，这就是报应。探子回报，晋王府走火那夜，有马车秘密离开，探子刚跟上就被劫杀，里面藏的究竟是谁？晋王妃的死绝不简单，但眼下妹妹将入主东宫，暂不树敌，先集中精力解决镇国公府。二小姐，您怎么站在书房外？夫人正到处找您呢。莲儿，你在门外做什么？女儿听说太子殿下前些日子被狗咬伤了，心里实在挂念，
正想敲门问问爹爹呢，吕管家就来了。皇上派了秦圣仪日日去东宫上药，不会留班。你回房去吧。那女儿就放心了。晋王府后门的马车，难道是那个叫刘淑女的外室？那群世家真没用，竟能容忍晋王留着那个女人。他私下把这贴身玉佩送给我，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看中了我，想和我结亲？如果殿下真的想和我结亲，也不是不可以。这院子的人都死绝了，二小姐靠近书房，竟无一人通报。我的书房里全是机密公文，少一件，全家都要掉脑头。奴才该死，这就去加派死士，守着书房。妹妹嘴上没个把门，容易被人利用。爹，今后书房必须上铁锁。沈婉在沈家潜伏10年，以她的手段，这府里不知埋了她多少眼线。防外贼，更要防家贼。我就是想不明白，婉儿那般早慧，才貌双绝，我花了那么多心血培养她，她为何宁愿跟沈家死磕，也不要这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我沈家难道还不让她那个农户亲爹吗？爹，还是别提他了。江离那一桩旧案，您准备如何了结？我安排的人应该快到镇国公府了，晋王殿下也该到了，我现在就去一趟。刚好镇国公今日休沐，送那一家子去大理寺团聚吧。你在外面惹事了？没有呀。沈大人，不知这是什么意思？江新贵与王德全已亲口招认并画押，江家被屠满门一案，就是镇国公你暗中指使。你私调1万谢家军，假扮朝廷重兵，趁夜清剿江府满门。皇上看过供词后，龙颜大怒，特令本官与晋王殿下搜查府。这阵子就要委屈国公爷一家老小去大理寺天狱里喝茶了。夫人，我一生光明磊落，今日遭贼人诬陷，恐怕要连累你了。谢郎，你我夫妻一体，谈何连累？你为谢家拼杀时，我尊享荣华；如今落难，我亦可陪我的谢郎共赴断头台。我同谢郎成亲快20年，谢郎的人品如何，我最了解。谢玉是不是光明磊落？进了大理寺刑厅才知道。既然有人诬陷我家谢郎，那我们也不为难亲家公。沈大人，你公事公办，好好查。给我搜！沈大人，谢玉锦和沈婉的屋子也是重点，务必查仔细了。殿下放心。小公爷、少夫人，不好了！沈大人说，国公爷私调谢家军屠杀江府，带着晋王的人来搜家了。终于来了！我这把骨头在床上都快躺散架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让他们搜。把那2大箱子搬出来。那是我娘子的遗书，你们也要查。奉晋王之命，镇国府每一件东西都要细看。得罪了。找到了吗？没有，我这里也没有。谢小公爷，谢少夫人，请2位到前厅等候。阿锦、婉儿，咱们家恐怕要完了。婉儿啊，若镇国公府真犯了事，娘让阿锦给你写封和离书，你赶紧回沈家吧。娘，谢郎待我极好，镇国公府落难，我绝不抛夫离去。若我此时走了，岂不惹人辱骂我沈家孝旧女无方？况且二妹妹即将嫁入东宫，我更不能连累她的名声。爹，找到一封可疑的信。镇国公，信上白纸黑字写明你如何调1万谢家军乔装潜伏，屠杀江府满门。你还敢说自己光明磊落？如今罪证确凿，容不得你狡辩。什么信？拿来我看。我没有杀江家满门。沈振义，这是你诬陷我！跪下！是不是诬陷？皇上看过后自会鉴定。来人，把镇国公府所有人押入大理寺。慢着，小公爷还有何话说？本是镇国公府落难，我同意写和离书，求沈大人带他离开。婉儿，我不欲害你，
你我还是和离吧。我儿婉婉方才不是说了，绝不抛夫离去，对吧？是，我沈家女没有和离妇。可倘若皇上降罪株连九族，恐怕连我母族沈氏也要受牵连。为了不连累沈家，今日我自请出沈家氏族，摘去沈家姓，自愿入谢家祠堂，冠谢姓，名谢婉。镇国公府兴，我存；镇国公府富，我做谢家鬼。谢婉感念父亲15年养育之恩，今日断发出族，绝你我父女之情，挽沈氏一族百口性命。好，不愧是我沈家嫡长女，成爵，速回沈家请族长拿族谱，全你妹妹护族之心。晋王殿下，请派人取我谢氏族谱，我要亲自帮谢媳妇划掉沈姓。婉儿，若谢家真落了死罪，我会亲自去天牢给你送断头饭，不让你做饿死鬼。有劳沈大人。全部带回大理寺。沈大人，一条喂不熟的野狼，你还生出感情了？微臣只是惋惜，精心培养的狗入了别人家门。正事要紧，微臣这就快马加鞭，将这密谋残害江家的罪证呈教皇上。皇上，微臣带人搜查镇国公府，在其书房重地搜到了这封镇国公密谋屠杀江家满门的罪证，请皇上过目。怎么回事？难道镇国公真的是主谋？皇上，此信确是黄承思在镇国公府当场搜出，绝无污蔑。你确定这信是从镇国公书房搜出来的？微臣以项上人头担保。好，很好。你们谁要看看这罪证？皇上，镇国公年轻时曾是老臣的学子，老臣最熟悉他的字迹，请皇上恩准微臣过目。蓝太傅，那字迹可鉴定出来了。陈大人，你看看吧。皇上，沈正一，你要不要自己看看？你呈上来的是什么鬼东西？谢郎，沈正一算计我落水，害我名声尽毁，娘逼我嫁他。一想到你重伤在床，妙仪心疼不已。只因他救了我，你我青梅竹马便要一刀两断。你若能在我出嫁前重新站起来，我才安心。勿再念我，金妙仪。这封信，这是金妙仪藏在抽屉里，我不敢拆开看的那封信。他早就被沈婉调包了。沈婉，你这是杀人诛心呐！沈正一，这就是你呈给朕的罪证，你真是太让朕失望了。你把江家灭门的血案当儿戏耍朕吗？微臣该死，微臣失职，求皇上降罪。降罪？朕恨不得诛你9族！来人，给朕拖出去，狠狠的打！当年沈正一救金妙仪，咱们还当是一段佳话，原来是他自己算计的落水。这绿帽子戴的，全天下都知道他夫人心里只有谢郎了。停！皇上有旨，让你接着好好审江家的案子，绝不能再让所有人失望。沈婉，你当真是让为父刮目相看呢？沈大人受了这么重的杖刑，还要强撑着跑来大理寺抖威风，真是厉害啊！沈婉，你真是我沈家养出来的好女儿。那封信是你从沈家偷出来的？你以为用这种下作手段就能挑拨我与你母亲20年的夫妻情谊？沈大人，你是不是疼糊涂了？我如今姓谢，名谢婉，你的夫人也不是我的母亲。皇上没撤我的职，我依然能左右你谢家满门的生死。就算镇国公府搜不出罪证，可只要蒋新贵和王德全的供词，你们也休想翻身。这个信就是废纸一张。你想搅乱我沈家，做梦！一封信而已，根本撼动不了我与妙仪的感情。以沈大人的克制力，自是无法下手。毕竟你为了沈府的荣华富贵，
什么恶心事儿干不出来，只是说挺可惜的。沈大人自诩深爱沈夫人，只与她生儿育女。看到沈夫人给初恋写那样的信，竟还能忍着恶心同你的夫人你侬我侬呢？谢郎，你恶不恶心？我又没有这样的夫人，我怎么知道沈大人此刻的心情呢？更何况，我又不喜欢强夺他人的未婚妻。那是你爹谢灵没用，他如今也不过是我的阶下囚，你们也就只能耍耍嘴皮子了。给我好好招呼谢小姑爷夫妇！家主要回府吗？我去永健庄。他方才走路虚浮，身上的烈性金疮药味连我都闻到了，定是受过重杖。你这个养父真是死要面子。可人总有弱点呀，他现在肯定不想回沈家面对金面仪，定是去找他的白月光王雨娇了。王德全的姐姐？对，阿姐，你绝对想不到这其中的渊源。沈正一早年3次科考落榜，无颜面对宗族，本想跳河自尽，是王雨娇救了他，还给了他盘缠，给了他活下去的念头。次年他考中进士，在金家做客时遇到了金妙仪，你猜怎么着？金妙仪和王雨娇长得极为相似。沈正一认错了人，把金妙仪当成当初的救命恩人，这才不择手段的从咱爹手里抢了婚。什么？金妙仪那个蠢女人，一辈子自视甚高，以为王雨娇只是长得像她的赝品，殊不知她金妙仪才是那个可笑的替身小丑。你说我这么善良的人，要不要把这个真相告诉他？我来传信，沈正一这几日定会躲在永靖庄疗伤。那就派人去给沈夫人透个风，就说沈大人为了查案夜不归宿，其实是去永靖庄私会王雨娇了。来吧，让这把火烧得再猛烈些。二小姐想吃什么，只需往膳食看一眼，身旁的工人自会为您盛好，就像奴婢这般。夫人，家主传话，大理寺公务忙，要查江谢两家重案，这几日歇在大理寺了。知道了。夫人，是永润庄的眼线，那个贪财的席婆子来了。把她请到外堂。夫人呐，老奴给您盯了足足半个月，总算盯出苗头了。今日那王宅进了一个中年男人。什么男人？穿着紫色麒麟纹锦袍，头戴玉冠，食指还戴着个绿板子，通身都是做大官的气派。这装扮分明就是沈正一。那男人进去多久了？正午进去的，到现在都没出来过呢。正午，好啊，好一个大理寺公务繁忙，好一个查办重案歇在衙门。我话还没说完呢，这是夫人赏你的银子，拿着银子就快走吧。沈正一，他竟然敢骗我！他背着我金屋藏娇，去护那个下毒害我的奸人，去召集所有家仆护卫，我要平了永战庄！夫人息怒啊！男人3妻4妾在所难免，只要不带回府，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艾嬷嬷，你安的什么心？我爹都跑到别人的香窝子里了，你还阻挠我娘捉奸？娘，当年若不是王雨娇那个坏女人，您怎会中毒？我怎会生来带有那么难看的胎记？我爹还把她捧在手心里，他根本就不爱你！备车，召集府中所有护卫，随我去永将庄。娘快去，绝不能放过那个贱人。快走吧，把护卫都带走，我才好溜出去找靖王殿下。找到人了吗？在锦州地界找到了王妃的身影，王妃入了苦佛寺。锦州苦佛寺，哼，看来顾燕晴早就给他安排好了出路，难怪他那样决然的离开本王，宁可弃了王妃的身份。10年前苦佛寺出了一位法师，凭一己之力驱退陈兵，如今手握2万僧兵镇守锦州，
连父皇都默许，顾明珠躲进苦佛寺，本王想动手，还真有些棘手。本王要你想办法潜入苦佛寺，抢走他怀里的孩子，把他引出锦州地界，再派人找几个身强力壮的僧兵，好好伺候王妃。本王要她生不如死的活着。明珠，你可怨不得我。等将来我问鼎之日，便是你顾明珠的忌日。属下明白。王爷，府外有姑娘拿您的玉佩求见。哼，把她领去玉露阁，杯热水，本王要沐浴。这里是……姑娘，这里是王爷的院子。亲王殿下为何让人带我进他的院子？莫非他一直在等我？亲王殿下，莲儿有事才来找殿下。进来。你会口腰带吗？我会。自从阿朱被害死后，本王身边再无人事事帮衬。王爷，只要你愿意，以后……珊儿小姐，你与太子的婚期已定。若是可以选择，臣女更希望殿下能成为太子。臣女1年前便在寻找殿下，臣女愿意为王爷做任何事情。你喜欢本王？王爷，钟安国是你什么人？她只是我沈家后院的一个奴才。你真是本王见过的最特别的女子。莲儿，你想同本王在一起吗？殿下，我想……赏给外院那些下人吧，留条命就行。是。就是这家，半年前新修好的。半年前，沈正一从库房取出100两银子，说是打点官场，原来全拿来给这个贱人修宅子了。动静轻一些，不要惊扰到里面的人。夫人，这宅子这么大，黑灯瞎火的，咱往哪边找？这跟咱们沈府的后院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鱼池假山，再穿过前面的莲花院，莲花纹连请的工匠，怕都是同一家，掏着我沈家的钱，建了个一模一样的沈府。好，真是好极了！跟我走，若我没猜错，穿过这条长廊就是他住的地方。阿正，不过是一封信，已经过去20日，没必要再斤斤计较。你回去跟沈夫人好好聊，心结总会有打开的。心结？娇娇，你不明白我的心结是谁？当年承你之恩，得你一锭银子，4入上京考取功名，中了进士，被招入翰林院。京家有意向我投兰芝，我不敢得罪上京城世家权贵，周邀入府参加京家家宴，阴差阳错遇见了京府嫡女。我一直以为我遇见的她，就是当初我第一眼见到的你。我掏心掏肺的待她好，想报答你当年给的一锭银子之恩。可我把别的女子认错成你，认错了人，我竟然是个替身，我才是那个彻头尾的笑话。是谁？夫人，你，夫人，夫人，夫人。妙仪，我们回府谈。别碰我！
滚下去，滚！家主，走，快走，快离开这里！这件事情该怎么圆？醒了。王爷，莲儿和你……莲儿，让他二人伺候你洗漱，你陪本王一块用膳。本王待会儿便要上朝了。好，王爷，莲儿这样好看吗？你忘了本王跟你说过的话，世间美丑本世人定义，莲儿本来就好看。陪本王用膳吧，本王有话想对你说。好，王爷，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你也是本王的人。是，莲儿知道。3个月后，你就要被册封为太子妃，而本王虽要了你的身子，却无法给你名分。你本是太子妃，若跟了本王，就只是一个王妃。终是本王昨夜太冲动，负了你。王爷，我……莲儿，你先听本王说，你在外吃了那么多苦头，本王想给你最好的。若是本王为了你去争一争储君之位，莲儿，你可同意？王爷，为了我争储君之位，倘若他日事成，本王为王，你便是本王的王后，天下你我共享，你可愿？莲儿支持王爷，无论王爷做什么，莲儿都支持你。那莲儿可要帮本王，只有你能帮本王。王爷要莲儿如何帮你？顾明珠她没死。什么？沈莲虽是个蠢货，可他那养父钟安手里握着江湖上3教9流的人脉，若有沈莲出手解决顾明珠，那这笔账顾家可就算不到我头上了。莲儿，你听本王解释，本王同他成亲前养了一个外室女，顾明珠嫁入王府多年，一直没有怀上本王的子嗣。本王想早日诞下子嗣，这才找了一个女子，碰巧顾明珠也怀上身孕，本王想等她临盆时，以双生子留在身边，如此对本王争储更有利。原来是这样，王爷是为了孩子。是，可那外室女生子的时候被顾家人知道，顾家和顾明珠与本王闹，顾明珠拿孩子威胁本王，叫本王放她离开屠二府。本王为了子嗣，不得不妥协。王爷是想让莲儿帮你处理掉顾明珠？不是帮，她若活着，难保有一日不会成为你我的阻碍。你希望她再回到王府吗？不，她已经是个死人了，她不能再回到王府。殿下，你放心，我养爹很厉害。你告诉莲儿顾明珠现在在何处，莲儿帮殿下解决麻烦。锦州苦少寺，她去投奔了你那大姐姐的亲生父母。沈婉的亲生父母，沈婉抢我嫡长女的身份。既然如此，那就把他们一网打尽。本王到上朝时分了，我让人送你回沈家。顾明珠没死的事，切莫同你父兄透露。莲儿知道。养爹，你去一趟冀州苦潮寺，帮我把顾明珠杀了。顾明珠没死，二小姐，你从哪儿听来的这等皇家秘闻？你别管我从哪儿听来的，总之你帮我除掉他就行。你若是不说清楚，我绝不会再帮你。好，那我就告诉你，我昨夜去了晋王府，我已经与晋王殿下行为夫妻之实。顾明珠没死，就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晋王，你疯了！你答应过我安心待嫁，不再跟他来往的。那晋王是个好惹的货色吗？上次因为刘氏女的事儿，我手下那帮兄弟转头就被来路不明的势力灭了口，绝对是晋王在背后报复。他怎么还敢往上凑？他说了，只要除掉顾明珠这个阻碍，他将来夺了储君之位，我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你糊涂啊！你被指婚给太子，他这是在利用你。他生出争储之心，便是大逆不道。他没有骗我，那个位子谁夺的就是谁的。太子算什么？我只喜欢晋王殿下。
杨爹，我过去过得那么苦，你就帮我这一次，求你了。好，我答应你。谢谢杨爹，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记住哦，锦州苦佛寺。二小姐，你快去南香阁看看吧，夫人和老爷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我爹是不是从外面带女人回来了？闹吧，闹得越大越好。沈正义，你给我说清楚，当年的事情你把谁认错了？你到底认错了谁？爹，那个叫王雨娇的贱人呢？你昨夜是不是去私会她了？你太过分了！你怎能一次次欺骗我娘？快拦住他，让二小姐先回醉莲居。还嫌这个家不够乱吗？二小姐，你先回去吧，老爷夫人的事情让他们自己解决。滚开！你说什么鬼话呢？我爹在外面养狐狸精，受害的却是我。莲儿，你一个闺阁女子，不该插手父母之事，听大哥的话，回去。这是爹娘的事吗？我过去15年顶着这块丑陋的胎记受尽了嘲笑，那胎记不落到你们脸上，你们不知道疼是吧？那个女人在我娘怀我的时候下毒，爹还护着她，娘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家主，爹，怎么这么疼？爹发高烧了，娘，爹病了。先让你娘冷静，扶我回房，请服役。大公子，查清楚了，家主呈给皇上的信被调包了，变成了夫人20年前写给镇国公的断离书。皇上龙颜大怒，传歪百官，家主这才受了廷杖。家主出宫去找了大小姐，昨夜村民报信，夫人这才去捉了奸。沈婉，你真是太过分了！我从未怕过任何人，可如今父亲倒下，母亲心灰意冷，整个家都要散了。去，给我拿药来！碎碎，我让人做了你爱吃的膳食，快起来用早膳吧。阿姐，快过来吃，都是好东西。你不怕我下毒？怕什么？我有解药，更何况你现在不敢。怎么没有我爱吃的羊肉泡馍？你下次带点给我。我家阿锦还在养身体，多放点肉，她需要补一补。碎碎，我们谈和吧，只要你回沈家，放下恩怨，我可以把你亲生父母接来上京，给他们找一处大宅子。我还可以给你几个哥哥铺路谋前程，你想要什么，沈家都给你。吃饱了吗？吃不完，给爹娘留一份吧。这牢里伙食太差，今天好不容易改善伙食，劳烦沈大公子帮我把这些送给我爹娘吃。婉儿，婉儿，我说的句句属实，与其两败俱伤，不如好好谈谈。我正午再来给你送饭。王雨娇的事情怕是闹得沈家不可收拾了。沈大公子心里着急，想同你和好。我瞧他刚才那副模样，怕是真有几分想跟你讲和。讲和？他不过是看到沈正一被我整死了，暂且放下身段稳住我而已。等他缓过这口气，立刻就会反咬我一口。那接下来你想怎么做？沈正一昨日挨了48杖，半条命都没了。金妙仪还没机会听他解释王雨娇的事吧？既然沈大公子今天亲自跑来送饭，那我们就顺水推舟，找个人亲自去给金妙仪解释清楚。若不是主子早有预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焦尸了。马车里有衣服，乔装一番，即刻进上京城。主子会安排你亲自和沈夫人见一面。事情办妥了吗？办妥了，王家宅子被一个疯子烧了，
大火烧的正是王玉娇的北墙阁，奴才派人守住了所有出口，王宅内又有我们的人，不出意外，王玉娇必死无疑。我要万无一失。今日从外面递入府中的帖子，全都先拿给我过目，确保无误，再送到夫人手上。夫人若要出府，你便同她说我身子不适，把她拖住。今日绝不能让我娘离开沈家。大公子，你的身子，奴才这就去找二公子。老二若能顶事，我还拖着这副残躯去救沈婉谈何吗？去，让厨房再备一份午膳，我正午还要去大理寺。金鱼姐姐，有你的信。这下沈家可要彻底翻天了。夫人，有您的信，聂管事那边收进来的。王雨娇，给我备车，备车！我要去一趟福禄楼。夫人，您不能出府啊！大公子出去了，家主他受了停鞭，又急火攻心，此刻正发着高烧，病倒在榻上啊！是他有错在先，对不起我还未因病倒下，他倒好，先躺在床上了。他若是现在死在榻上，我也许还会回去瞧他一眼，收个尸。他若没死，你就给我滚开，否则我先扒了你这狗奴才的皮！夫人去了何处？家主，聂管事说，夫人怒气冲冲的出府了，离开时一身的杀气，像是去见什么仇人。他这定是去找王玉娇了。快，扶我去叫府医给我开止痛的药，我要出府一趟，快！家主，查到了，夫人去了福禄楼，正在2楼第6间厢房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去福禄楼！郑国公，皇上急召。顾少卿，能不能通融一下？我们只说几句话。要快，皇上在宫里等着。阿慈，你想说什么？殿，皇上若问江家叛国和满门被屠之事，您记住3个步骤，便能救江陵，也能救我们。第一步，捧，不要去争辩江家有没有叛国，那不重要。您只需拼命夸赞皇上圣明，说他开疆拓土，令边境子民太平祥和，百姓不再受战火之苦，有衣穿，有饭吃。第2步，清，皇上若问此话怎讲，您就说江家9族皆灭，仅剩一个孤子江林，诛与不诛，不过是捏死一只蝼蚁，何足挂齿。第3步，递刀。您要让皇上明白，江氏门庭已倒，江陵构不成威胁，留着江林，重新整编江家军，就是给皇上自己留了一把镇守南疆的刀，既能安抚民心，又能平衡朝中佞党，对他百弊而无一害。你怎知皇上会问我这些？因为皇上心里比谁都清楚江家是冤枉的，他手上沾了血，夜里睡不安稳。他现在要的不是真相，而是一个台阶。爹若处处为皇上的利益考虑，他摇摆不定的心立刻就会偏向我们。我们必须趁沈正义现在后院起火，自顾不辞，迅速把江陵送回南疆。好，我明白了。有人来了，是沈大公子。无妨，送饭的来了。顾少卿，劳烦您带我爹入宫。顾少卿，今日是你审镇国公。皇上急召，沈大公子，牢房重地，你不该来。我来给我妹妹送吃的，爹娘心疼她下狱，我送完就走。岁岁，用膳了。沈大公子，多谢你的午膳。为了报答你不辞辛苦，我免费送你一个消息。什么？你现在赶回去，也许还能阻止你娘把爹撕成碎片。你什么意思啊？备马，快备马！你有什么资格跟我闹？我在朝堂被你丢尽了颜面，那些百官看我的时候，就像在看一个傻子。你在说什么？我说
你存了20年一直没送出去的那封情书，早就被沈婉偷了去，做成了镇国公的罪证，是我亲手呈给皇上的。我的信满朝文武皇上全都看了，还你亲手呈给皇上的。是，我受了廷章。我本不想提这事儿，给你留一丝颜面。毕竟谢灵下狱了，我想让你看清楚，你当初没选他，选了我是对的。可你呢？你却拿王宇娇来抓我的错处，你对得起我吗？你痛苦，那我呢？你一句认错人就毁了我。当初若不来招惹我，我跟谢灵根本不会分开。沈正一，你既然知道我当年留了那封信，那我就告诉你，若我早知道我是个替身，我宁可嫁给瘫痪的谢灵。谁要你施舍的爱？你永远也比不上谢灵，你就是一个旁支庶出下贱的寄生子。大公子，是族长。你先回府告诉我爹娘，族长来了，让他们先放下个人恩怨，接待族长。祖父，您怎么来了？我若再不来，沈家的脸都要被你们丢尽了。今日一早有人告诉我，你爹娘为了一个女人，在茶馆闹得沸沸扬扬，简直不成体统。祖父，您误会了，那是外人在造谣。我娘一直在府里教导二妹规矩，我爹在忙案子，是有人眼红二妹要当太子妃，故意泼脏水。混账东西，竟敢骗我！你爹拿着你娘20年前的情书呈给皇上，引得百官啼笑不止，满城皆知，你还敢睁着眼说瞎话？去，把你爹给我叫出来！沈正一，我跟你拼了！贱妇！别想我活下来，我跟你拼了！什么声音？不好了，夫人和家主打起来了！他们在哪里？带路！沈家彻底完了。父亲，您来了，怎么不提前同我说一声？混账东西！剿匪失败，送假降军图，惹怒龙魂被降职。现在又查案查出你媳妇儿的情书被皇上和百官当成笑柄，我沈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废物？今日是我大意，我保证。收手吧！小儿身子废了，老二是个残废。你若再敢在后院为了一个女人闹出笑话，沈家迟早被你作死。爹，你要为我做主啊！做主？他不过要个女人，你就把他脸挠成这样，叫他怎么上朝？堂堂金家贵女，怎会如此泼妇行径？赶紧收起你这杜甫嘴脸，去把自己收拾干净，把正义养在外面的女人接入府来好好安顿，莫再落人话柄。你也多为你女儿考虑考虑吧。长女如今在牢中，次女在闺中待嫁，你当娘的却还有心情同别的女人拈酸吃醋，做母亲的不如自己的女儿。沈婉在随谢家下狱前，为了不连累沈氏一族，当着晋王的面自请出族，而你呢？寻之，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先生准我2日假，我来陪祖父。祖父，您又动怒了？别提了，沈府那一家子真是不嫌丢人。祖父，我告假，是因为中书令的儿子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皇上有意寻沈家错处，要斩沈家一臂。什么？家主近日频频出错，皇上早有废除沈氏的念头。太后寿宴上，二妹妹偷拿晋王妃的诗词造势，被当场抓包，得罪了顾家。江家灭门案，家主又办得极其荒唐。祖父，现在已经有人怀疑江家灭门惨案就是家主在背后谋划的。一旦沈家被牵扯进来，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我们沈家20年前因为君临太子之事，已经被消耗了1半族人。若沈府再出事，我们这一脉必将被他彻底拖入死局。沈正一本就不是我们沈家纯正的血脉，
他若要作死，绝不能让他拉着整个家族陪葬。荀之，早点入室吧，沈家是时候该换个人来当家主了。皇上口谕，沈大人有伤在身，不便再审理江家的案子。大理寺卿一旨，便交由顾尹周接任，由沈家孙沈荀之辅助查办。眼下案子已有眉目，王德全改了口供，沈大人就在府里好好休养吧。臣领旨谢恩。顾尹周顶了我的位子，沈荀之那个黄毛小儿又凭什么辅助查办？去查，给我去查！不必查了，是祖父和皇后姑母联手，让太子在皇上面前举荐了沈荀之。什么？皇上早就想折断您这一臂，祖父和皇后姑母为了保住太子和沈家的根基，将您当成了弃子。皇上既能名正言顺革了您的职，又能安抚外面的民心。爹，你已经被彻底抛弃了。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当年若不是我四处奔走，沈家早被君临太子的谋反案牵连诛了9族。他皇后一个旁支孤女，若没有我，哪来的今日？如今看我落难，竟一个个急着找人替代我。爹，晋王之前在王德全身上动了那么多酷刑，他都不曾吐出半点关于您的事。可昨夜他刚见过王宇娇，转头就找晋王彻底咬死了您。您之前同王德全的交易，是不是跟王宇娇有关？您到底答应了他什么？我答应他，只要他抗下罪责，我就以平妻之礼八抬大轿迎娶王宇娇入府。小儿，我本想等王德全死后就把他打发走，我还要同你娘好好过日子的。爹，选个好日子，把王宇娇娶进门吧。你说什么？你信沈家被满门抄斩，娶一个王宇娇算什么？娘那里我会亲自去说，在沈家生死存亡面前，由不得他再撒泼任性。大公子，谢家人出狱了，是太子殿下拿着圣旨去大理寺释放谢家人。属下还打听到，朝中那些太子党羽同太子一块发声，让皇上先放谢家回府。太子还替江家人说话。太子是想借谢家的事，还是想收江林的心，日后为他所用？去，立刻去醉莲军找二小姐，告诉她，太子去大理寺看审晚了。谢少夫人，皇后娘娘知道您受委屈了，特意让太子殿下带了赏赐来，请随咱家去领赏吧。我先上马车等你。好，太子殿下，臣妇来领赏赐。你这是母后送你的，母后让姑告诉你，好好调养谢慈的身子，听得明白吗？明白，臣妇定当尽力，望他有一日能助殿下一臂之力。莲儿，最看重我，拿着破烂恶心我，前世竟当宝，真瞎了眼。殿下别管我，我没有哭，只是风吹痛了眼睛。你快去陪大姐姐吧，别让她久等了。莲儿这就回去，留在此处倒显得我无理取闹了。莲儿又说气话了，姑只是奉旨给她送赏赐，没有多说什么。是吗？大姐姐手里的可是皇后姑母的赏赐呢，真好，所有人都喜欢大姐姐。大姐姐有的我没有，我有的大姐姐也有。大姐姐坐牢出来有姑母心疼，可莲儿流落民间15年，过的是什么日子？莲儿，不是这样的，你别哭。莲儿不想变成一个只会嫉妒大姐姐的妒妇，惹殿下生厌。殿下，我要回家了，你放开我吧。你想要什么，姑都给你，只要你不哭，姑这就去把沈婉手里的东西拿来给你。这怎么行？那是姑母赏大姐姐的。若大姐姐去告状说我抢她东西，那我岂不成了心思恶毒的人？我绝不能要。他敢，姑会警告他。莲儿，你回马车上坐着，姑这就去把东西要过来。沈婉，只要是我想要的，殿下都会帮我抢过来。你不配拥有我的东西。沈婉，你先下马车，姑刚才有话没说完。看看他又有什么事寻你。依我对沈莲的了解，定是眼红这件赏赐了。哼，我一会儿就回来。
好，我等你。沈婉，你是莲儿的姐姐，莲儿也喜欢母后赏赐的物件，你拿出来给她吧。太子殿下，臣妇下狱前已经当众自请出族，臣妇不再是沈家女，现在我叫谢婉。姑不管你是谢婉还是沈婉，姑是让你把你手上的东西交出来给莲儿。算了，太子殿下，那原本就是皇后姑母赏给大姐姐的东西，大姐姐怎会同意交出来呢？若是母后问起来，你便说是你自愿要给莲儿的，不是莲儿抢你的东西，明白吗？若让姑知道你背着姑在母后面前说莲儿的坏话，姑绝对饶不了你，明白吗，沈婉？你叫我谢婉，我就答应太子殿下。谢婉，你记住，是你心甘情愿转赠给莲儿的。知道了，谢婉是心甘情愿把皇后娘娘的赏赐之物送给莲儿妹妹的，不是莲儿妹妹故意抢走我的东西，更不是太子殿下帮着她抢的，我记住了。殿下，我这样拿走大姐姐的东西，真的不会有事吗？若是姐姐跑到皇后姑母面前告状，她不敢，而且这是她当着姑的面送你的。你是妹妹，做姐姐的多让着妹妹有什么不对？好了，姑带你去玉满香用膳。既然殿下作证，那莲儿就放心了。想来姐姐应该不会害我。被抢了？能从我手里抢走的东西都是我不要的，那东西沈莲想要，我还得感谢她帮我回收垃圾呢。我方才看到大理寺进了新人，虽只是个70平氏，但我瞧着顾宜州对他十分客气，大理寺内的狱卒同他说话也恭恭敬敬的。他是什么来头？我五哥。什么？亲的那个。亲的？阿宁的五哥，那岂不也是我的五哥？难怪刚才那小子看我的眼神那么奇怪，简直就像岳丈看新女婿，哪哪都不顺眼。他怎么会变成沈氏族长沈宝坤的孙子？20年前君临太子谋反，沈宝坤的4个嫡子全部被按上同党罪名斩杀于殿前。他留在世上仅存的一条血脉，是个体弱多病、被流放外地的庶幼子，名叫沈木。可就在4年前，沈木唯一活下来的亲儿子也病死了。其实老头子这一脉早就绝后了。沈木怕极了老族长承受不住绝后的打击，根本不敢报丧。我当时正好在外学医，便找上他做了一笔交易。我把我五哥送到了他面前，保住他在沈家的地位。从那天起，我五哥就成了沈氏一族唯一的希望。沈寻之。也就是说，沈宝坤现在倾尽全族人脉资源，拼了老命在朝堂上扶持的亲孙子，其实是你五哥。你打算用你五哥替换掉沈正义，让沈氏一族与沈府彻底离心？这只是一小部分，我要让沈氏族将沈府里的人统统驱逐出族谱，让他们尝尝众叛亲离的滋味。哼，我五哥就是插进沈府心脏的一把刀，这把刀不仅会让皇后和太子彻底厌弃沈府，还会逼得他们狗咬狗，互相撕咬。难怪太子如此信任他。皇后急着把太子从沈正一的泥潭里拔出来，又想借机收拢我谢家，挽回声誉，打压晋王。所以，我再躺一段日子，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装病了？不躺了，该起来夺权了。总不能让晋王日子过得太舒服。走，去我三哥开的玉满香，吃顿好的，庆祝庆祝。怎么了？晋王，区一个晋王，还能吓到我家阿宁？不止晋王，还有顾明玉。怎么回事？走了一个顾明月，又来了一个顾明宇，这小贱蹄子也敢勾进晋王殿下！殿下是我的，谁也休想抢走！莲儿，就是这里。上官大人说这家新开的饭馆，厨子手艺极好。那我们快点进去吧。掌柜的，姑订了顶楼最好的包厢。殿下，去2楼厢房就好，不要顶楼的。莲儿不喜欢太声张。好，都听你的，就在2楼安排。
明玉怎会和靖王在一起？你若是不放心，可派人去顾府找顾夫人说一声。花荣，你速去顾府一趟，告诉顾夫人，我在玉满乡见着了顾二小姐，她正同靖王殿下在一块儿。此事耽搁不得，绝不能让她踏进靖王府那个地狱。是，坐马车去，快一些。阿锦，我们下车。妹妹，三哥还以为需再等些时日，没想到老五动作挺快。来，三哥给你去牢里的晦气。三哥，我也要吗？一家人，别客气哈。差不多行了。娘说本来还要跨火盆的。行了，这不方便。靖王和太子都在楼下，你派人帮我盯着，他们一旦离开，第一时间告知我。哼，行，今日非狠狠宰他们一笔不可。你喜欢吃这个？对啊，酸酸甜甜的好吃，给你尝尝。我怎么忍心抢走你喜欢的东西？我尝一个你的。妹妹，三哥亲手炖了2个时辰的老母鸡汤来。那谁，不是说体弱吗？要有节制啊！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是挺好吃的。顾家的马车停在玉满乡外了，是靖王亲自把顾二小姐送到了顾夫人面前。你不是说出去挑选成亲用的首饰吗？娘，我根本没打算嫁入叶家，我是出去挑匕首的。若娘非要逼我嫁给叶表哥，我上花轿之时便是我做鬼之日。娘只管逼迫女儿好了。你叶家一门清流，叶锦南才学人品样样杂尖，待你又体贴，你对他到底有何不满？他对我是好，可他好，我就必须嫁给他吗？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初你长姐的姻缘尚不能自己做主，如今到了你，我们给你安排什么，你就得听进去。那娘可怜一下姐姐吧，我今日去靖王府了。你说什么？谁让你去靖王府的？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不知廉耻，跑到靖王府，若叫人看到了，你让旁人怎么说你？姐姐尸骨未寒，妹妹入府勾引姐夫，我没有。我不管你有没有，从今日起，一直到下个月初8你出嫁，你都不可以再离开顾府半步。你要软禁我，为什么我一说去靖王府你就打我？姐姐给靖王生了一个嫡子，不能因为姐姐死了，娘就急着否认顾家和靖王府的关系。闭嘴！那个孩子怎么了？靖王说，自从姐姐死后，你一次都不曾去看过孩子，姐夫很难过。他说姐姐生前留了很多东西给我，要我去拿，我只是心疼姐夫。你知道什么？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顾明玉，我告诉你，我只说最后一次，不许再踏入靖王府。下个月初8，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由不得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这是长姐生前最喜爱的玉镯，姐夫竟一直替长姐收着。明玉，阿朱走了，孩子需要母亲，我把他交给谁都不放心，独独你，你可愿帮我和你姐姐抚养稚儿？我愿娶你为妻。姐夫，原来只有我懂你的苦。靖王想娶顾明玉为妻？是啊，这也是姑从母后那儿听来的。上京城那么多贵女，只要靖王开口，多的是人愿意嫁。那靖王为何偏偏要娶顾明玉？我绝不允许顾明玉嫁进靖王府。靖王痛失爱妻，心疼亡妻留下的嫡子。顾明玉同靖王妃是嫡出姐妹，感情深厚，若嫁过去，必然真心教养那孩子，所以她最合适。不过，
顾家那边似乎出了些问题，无意再让顾明玉入府。莲儿，上菜了，都是您爱吃的。今日在外面用膳，不必拘礼。怎么了？没，我就是羡慕靖王妃。你羡慕一个死人？是，他生前独享靖王宠爱，府里连个通房都没有。死后，靖王还一心为他的孩子谋划，这样好命的女人谁不羡慕？谁若能这般独宠我，我哪怕短命一些也愿意。莲儿，不可诅咒自己。是不是谁在你面前说了什么？我娘说，将来我虽为太子妃，却要帮你选秀女，充盈后宫。我只是突然觉得，原来这太子妃当的也挺没意思的。莲儿，我已经同母后说过，若你不生下嫡子，我绝不碰别的女人。等将来我当了皇帝，我愿为你遣散后宫，如当年的君临太子一般，一生一世一双人。君临太子，那不是个短命的太子吗？殿下，我不是这个意思。罢了，我出府有些时日，该回去了。近日因我爹的事，家中鸡犬不宁。太子殿下，你是不是不想用我爹了？你爹受了杖刑，先养好身子再另做安排。别担心，我送你回府。不要，我自己带了护卫，可以自己回。姑送你。我说了，我自己可以回。你为什么老是要监视我？我没有监视你，我只是担心。我难道是3岁小孩吗？你动不动让一大群人跟着我，我是你的准太子妃，难道一点自由都没有了？好好好，姑只送你下楼，看着你上马车总可以吧？好。都走了。不过太子并没有送沈二姑娘回沈家，2个人分道扬镳了。你去暗中跟着沈二姑娘，看她去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同那些人说什么，听得仔细些。吃饱了吗？吃好了。那接下来我要去药铺采购大批的药材，你叫人对外大肆宣扬，就说我为了给你解毒瘴，尝遍药草，重金求药，把这些事儿炒得越火热越好。虽然我已经同沈家撕破脸，但太子和皇后还不知道阿锦根本没中毒，皇上那边也需要一个合理的借口，让阿锦顺理成章的好起来。3个月后，太子大婚，就是你重见天日，夺回权位之时。贵人，这次又有什么买卖要关照老朽？去给我找几个又丑又老，最好是那种半辈子没开过荤的乞丐。这种事儿最好办了，不知是哪家的小姐这么倒霉？看什么看？再看本小姐挖了你的狗眼！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下贱东西，也敢小想我！你在找什么？大哥，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吓死我了！莲儿，我是你大哥，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大哥一定会帮你。我想找大姐姐写的字。别翻了，她出嫁时早就把自己的字帖全都收走了，你在这里不可能找得到。不过，老二早就为你临摹好了，这是用大妹妹自己写的请帖，你拿去，顾明玉定会赴约。多谢大哥。大哥你放心，太子殿下对我极好。你看，这是他特意把皇后赏给谢婉的东西抢来送我的。咦，这是什么？望你将来带着谢氏成为太子的助理，婉儿，姑母最看重你。皇后娘娘这是什么意思？他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他能得到皇后这种荣宠？妹妹，你还看不明白吗？皇后看重的是她背后的镇国公府，若不尽早毁了她，将来太子得势，谢婉被封诰命指日可待。不，我绝不让他踩着我的命格步步高升。大哥，我要怎么做？带着这包药去镇国公府见他，只要你倒在他房中，他一查出你中毒，谢婉就百口莫辩。我会安排懂解毒的婢女跟着你，不会伤你性命。记住，要把约顾明玉出来的日子和你去镇国公府中毒的日子定在同一天。我懂了，我借沈婉的名义要顾明玉出来，让人毁了他的清白，而我同一时间死要沈婉给我下毒。到时候不仅太子厌弃他，顾家人更是会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大公子，
夫人同意接王夫人入府了。给莲儿用上的那包药，我很快就能拿到解药了。少夫人说了，药材都要好好归类，有毒的放进指定房间，任何人不可随意靠近。主子，少夫人，属下暗中尾随沈二小姐去了张家嘴的贫民窟，她竟花下重金指使一个老乞丐去找一批最下贱、最安撒的流浪汉。他找这样的人，莫非是想……他盯上顾明玉了。沈莲生性善妒，今日在玉满乡看到顾明玉同晋王共用午餐，他怎能容忍？他是想彻底毁了顾明玉。少夫人，是沈二小姐送来的拜帖。沈莲这自己模仿的倒是有5、6分像我，只可惜这是我前往木仙山学医前的旧自己。我明白他想用什么法子把顾明玉引出来了。去回话，就说我明日请二小姐早点过来，一同用早膳。另外，立刻备纸笔，再给我送一封信给顾夫人。这2封请帖都是出自镇国公府。是啊，夫人，2张请帖一前一后送进顾家的，双方下人都说是镇国公府的。其中1张是谢少夫人身边的大丫鬟花荣姐姐亲自送的，另1张是个生面孔丫鬟送的。二小姐现在还闹吗？刚消停。去把房门打开。娘，你自己看看吧。这是沈姐姐写的信，谁盯上我了？谁想毁我声誉？你沈姐姐没有说明，你若想知道答案，明日我带你去镇国公府走一趟。她为了你和阿朱费尽了心思，我不希望她为顾家做了那么多，到头来换你一个不识好歹，害人害己。明日从镇国公府回来后，你若还是不同意嫁给叶家，我不再逼你，但你必须同顾家断个干净。去告诉送这假请帖的人，就说二小姐明日会如约去吞香饭馆一聚。随后，你亲自去一趟镇国公府，把这封假请帖原封不动地拿给谢少夫人。是。沈姐姐的话里藏着玄机，难道我真的被人算计了？去告诉老乞丐，让他正午带人到天香饭馆指定的厢房等着，让厨房的人往菜里加点料。顾明玉，你个小贱蹄子也敢跟我抢晋王殿下，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把我妆台上的字帖拿过来。太子殿下，见信时，莲儿可能已经到镇国公府了。昨日突然收到姐姐的请帖，莲儿心中惶恐。你说，姐姐会不会是想向我讨要回皇后姑母的赏赐，故意刁难我？素清，你过来看看我写的字怎么样？跟这字帖上的字比起来，是不是比以前写的更好看了？二小姐，您的字竟然进步如此神速，这简直跟字帖上一模一样。说来也是奇怪，先前娘让我拿别的字帖练字，我怎么都写不好。可直到昨夜，大哥把沈婉的这本字帖给了我，我竟然能一下子就模仿出来。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上辈子就已经千百次的练过这种字迹一样。去，立刻把这封信送进东宫。二小姐，奴婢给您上妆。拿走，可别再给我糊这么厚的粉。本小姐如今肤如凝脂，只需要略施粉黛，就像大姐姐那样的妆容。二小姐，大小姐那是天生丽质，平日根本不喜上妆，只抹些口脂。
大小姐精通医术，靠的是内调娇养，哪怕只用花露抹脸，也是极美的。雪姨就了不起了，还不是吸着我沈家的血，踩在我的头上才有了今日。那张完美无瑕的脸，凭什么长在沈婉身上？若是我设法毁了沈婉那张脸，看他还拿什么去勾引太子殿下。二小姐，大小姐身边的花荣姐姐刚才到府传话，说原定的地点改了，让您的马车直接去天香饭馆。她去天香饭馆做什么？怎么会这么巧？我给顾玉兴设的局也在天香饭馆。婉姐姐，你新话说有人要害我，还说我被算计了，到底是谁？沈莲。沈莲？我跟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用你的名义把我骗到天香教馆来毁我声誉？就因为紫薇亭我骂他偷师？紫薇亭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你沾上了晋王。和晋王有什么关系？娘，婉姐姐，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在告诉你真相之前，你先回答我3个问题。好。若晋王心悦于你，想娶你为王妃，你可愿？姐夫满心都是我长姐，他若心悦我，岂不是背叛长姐？他若是这种人，我怎敢嫁？第2问，若你长姐临终托付，求你入王府照顾她留下的嫡子，你可愿？那是长姐留给顾家唯一的血脉，若那智儿需要我，我当然愿意。第3问，倘若晋王让你入府照顾的根本不是你长姐的骨肉，你可愿？婉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若同别的女人生下孩子，凭什么让我抚养？那他先前装出的深情难道都是假的？娘，王府里的孩子不是姐姐的，那我姐姐呢？她被埋在何处？你姐姐没死。你说什么？她和孩子平平安安，只是临盆时受尽了折磨。她怀的根本不是双生子，那个孩子出生时足足有12斤。12斤？是晋王要害死我姐姐！他敢害我姐姐，我跟他同归于尽！快拦住他！谋杀亲王，株连9族。你看，你连我都对付不了，还想去杀晋王？现在明白你父母为何不敢告诉你真相了吗？你这般冲动，只会害了顾府满门。动作都给我麻利点儿，若是耽误了本小姐赴宴，自吸你们的皮！对面那间厢房才是沈莲邀请你用膳的那一间。现在我要当着你的面，以沈莲的身份请君入局。明玉，我让你看看，人心难测，知人知面不知心。晋王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男人，他是一个为达目的冷血无情的人。摆好纸笔。让我们的线人把这封信立刻送进晋王府。我们和沈莲那间厢房是对门，你就站在门前，透过这处雕花镂空，可以看到对面的动静。外面的人不会发现你在偷窥，而晋王很快就会带着黄承思的人过来。你们滚开！别碰我！救命！如果婉姐姐没有识破沈莲的诡计，那现在在里面呼救的就是我。你们滚开！别碰我！明玉，怎么摔倒了？莫君言，你太过分了！婉妹妹，本王许久未喝过你煮的茶了，不知今日可有幸？晋王殿下莫不是忘了，我最擅长的不是煮茶，是下毒。不是你把本王引到这里来的吗？怎么连口茶都舍不得？
不如请本王吃个午膳。跟你一块用膳，我怕我还没吃就恶心倒胃。真是可惜了。你卑鄙无耻！明月，是你太单纯了，不如让你的婉姐姐告诉你，本王今日到底布了一盘什么棋。昨日你带明玉去玉满乡，就是算准了太子会带沈莲去。你故意激发沈莲的嫉妒心，借他的手谋算明玉的清白。事发后，你再散播消息，逼叶家退婚，让京城世家无人敢娶她。等到她姻缘尽毁，走投无路之时，你再以姐夫的身份不计前嫌，一顶小轿把她从后门抬进府纳为贱妾，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用她死死牵附住整个顾家。明玉，你知道母亲为何不敢告诉你真相了吧？你知道以后又该怎么面对你自己的未来？母亲以为只要让你嫁人，顾家和晋王府不再牵扯，能相安无事。可我们都太低估了晋王的卑鄙。你为什么要那么残忍？你就算装，可你装了那么久，难道对姐姐没有一点真感情吗？你为什么要这么毁了她？明玉，皇权之下哪有什么真感情？你们想要什么样的绝世好夫婿，本王就可以装成什么。正因为你姐姐爱极了本王，所以她活该为本王去死，被本王利用。你不配！这条转运红绳是我姐姐当初在普华寺一步一叩头为你求来的，你不配留着它。明玉这番话倒是让本王有些想阿朱了。不知阿朱现在在锦州过得好不好，你知道吗？他竟然知道阿朱没死，他一直都在暗中监视阿朱。明珠在苦佛寺遇刺，法师已将他接入苦佛寺的明德宫，增派武僧12时辰护卫。怎么，晋王殿下派去锦州的那些得力干将，怕是一个都没活着回来吧？顾夫人，事情差不多了，你先带明玉回家，我还有话要单独同晋王殿下谈。沈婉，好厉害的心计啊！利用沈莲设下的局轴，把脏水泼在本王头上，不费一兵一卒就让顾家彻底与本王决裂，毁了本王用顾明玉治和顾家的整盘棋。臣妇不过是帮沈二小姐添了一把火。哼，所谓害人终害己，这个道理想必殿下今日深有体会。不如我们合作吧。阿朱临盆的事，就拿本王之前揭穿你身份的事抵消。只要你向本王投诚，将来本王坐上那个位子，你们谢家便有从龙之功。你该清楚，太子可是一直想夺你们镇国公府的兵权。这天下之主，日后谁来做，我说了算。但一定不是你晋王这种宵小之辈。晋王若是想利用沈莲去咬太子，那可得先好好处理一下他今日留下的烂摊子。王爷已经把天字号房那群恶徒控制住了，那些人是事先藏在里面的，等沈二小姐一进去就……今日在天香饭馆被人糟蹋的女子，并非沈二小姐，明白吗？明白。王爷，你不要扔下莲儿，你不要扔下莲儿，是顾明妃那个小贱人算计我，莲儿真的好爱你。你坏了本王的大计，本王想娶顾明玉，不过是为了牵制顾家，你却带人去羞辱她，给本王树立了一个死敌。哼，你这般愚蠢，只会拖后腿，本王如何还能要你？我错了，我错了，我以后全听王爷的，求王爷再给莲儿一次机会，不要嫌弃莲儿。好，本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今日之事，本王已经替你抹平了。3个月后，你就要嫁入东宫，
在此之前，你要帮本王找到你父亲贪污的罪证，以及太子残害忠良的线索。那顾家人，顾家也是废弃。你真正该恨的是今日设局把你包厢门牌调换的你大姐姐沈婉。那个贱人，我一定要杀了他！主子，这可是晋王走私贩盐的铁证，要现在就呈给皇上吗？哼，现在还不是最恰当的时机。再过2个多月便是太子大婚，等我大病初愈，再将这本账册递给皇上。既然要夺权，那一定要万无一失。我走出镇国公府的那一天，便先拿晋王开刀。事情还顺利吗？很顺利，不过晋王一定会告诉沈莲是我在背后搅局，沈莲帝会想尽办法算计我，让太子厌恶我。我费了这么多筹谋，好不容易让太子倒向镇国公府，怎能让他如愿？放心，他如愿不了。还有不到3个月，便是太子大婚之日。对呀，沈家人最近怕是要夜不能眠了，因为沈莲那张脸马上就会给他们一个天大的惊喜了。你说什么？他要做平妻？是，王宇娇说必须8抬大轿3媒6领迎他入府，他不做妾，他要和夫人您平起平坐，还要让您生的孩子换他一声嫡母。他做梦！我能留他一条贱命入府做妾，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他莫不是以为当初给了一锭银子，就能骑到我荆美仪的头上了？若没我荆家，沈正义能有今天？去告诉王宇娇，要么一顶小轿滚进来做贱妾，要么就死在外面当个没名分的外室。夫人，太子殿下带着锦绣宫的人亲自送大婚礼服来给二小姐了。快，去醉莲居把二小姐叫出来。夫人，二小姐今日一早便出府了，至今未归。什么？还不快滚出去把她给我找回来！参见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舅舅，你有伤在身，不必如此多礼。怎么没见到莲儿？莲儿今日一时兴起，想去外面用膳，臣便允她出府了。算算时辰，也该回来了。那好，姑去醉莲君等她，把礼服和凤冠都送过去。舅舅，母后让姑转告你，这段日子你就在府里好好养伤。至于朝中的事，姑身边有沈勋之替姑打理。太子的意思是已经被沈勋之彻底取代，沦为弃子了。微臣明白，神父永远站在殿下这边，随传随到。舅舅别多心，不是姑放弃你，而是有人在朝中挑事。毕竟你在乾清宫呈上去的那封信，想借机拉你下水的人太多了。殿下不是要去醉莲居就等莲儿吗？臣妇命人准备了上好的茶水点心，殿下一步吧。舅舅好好休息，不必跟着了。沈夫人，你知道我舅舅失去官时，全是因你而起吧？太子殿下，一封信而已，况且那是20年前写的断情信，怎就成了臣妇的错？一封信而已，现在外头人人都在议论你和镇国公20年前的私情，说你至今旧情内忘。你这般3心2意，说难听点就是不守妇道。若不是看在莲儿的份上，姑根本不会再踏入你沈家半步。殿下，我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外面好多野狗咬破了我的衣服，吓死莲儿了。什么狗？啊！鬼啊！太子殿下，沈夫人呢？快把太子殿下扶起来！太子殿下，你怎么能推莲儿？莲儿，她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绝不能让太子认出她，否则沈家和东宫的婚事就全毁了。娘，太子殿下，你们怎么了？是我呀，我是莲。虚竹院的人都是死人吗？连一个疯婆子都看不好，竟敢让他跑出来惊扰太子殿下，还不快他给我拖下去！
怎么也自称莲儿？殿下受惊了，她叫宝莲，是个天生痴傻的粗使丫鬟。臣父平日将她锁在后院，没成想今日跑了出来。臣父回头便给她改名，绝不让她冲撞了二小姐的闺名。此事别告诉莲儿了，免得她担心。姑先回宫处理正事，让锦绣宫的人留下侍礼符，等莲儿回府，告诉她姑明日再来。快跟我去虚竹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不要变丑，我要不要变成这样？你到底去哪儿了？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副鬼样子？你知不知道太子刚才被你吓成了什么样？我不知道，都是你蠢，是你害了我。他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简直比地狱里的恶鬼还要害人！夫人，二小姐脖子上好像有金子的淤痕。把她的衣裳给我扯开，查她的身子。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竟敢！夫人！老天爷啊！老天爷，你要亡我沈家！娘，你听莲儿解释，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婚前失贞那是死罪，不光你要被千刀万剐，我们神府满门都要被你牵连斩首。倒不如我现在就用一根白绫勒死你，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孽障，免得祸及满门。不，是晋王殿下要了女儿的身子。你说什么？晋王殿下他爱慕女儿，是他约女儿出去的。我造了什么孽呀？你知不知道，若让太子发现你跟晋王有了首尾，沈家、金家统统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不，我绝不能失去太子的宠爱，更不能回到贫民窟。娘，太子爷爷很爱我的，他昨日还发誓要为我遣散后宫，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见晋王了。娘，你一定要帮帮我。你别碰我！帮你？就凭你现在这副模样，还遣散后宫？你信不信你连太子的身都进不了，就会被皇城司乱棍打死？一定是大姐留下的药停了，只要我继续喝药，我的脸一定能恢复。艾嬷嬷，去把沈婉留下的药熬了，再去药铺抓几副外敷的药。你身上的痕迹10天半个月都消不掉，既然你已经破了身，便索性装病。明日太子来看你，娘会安排你们提前同房，你最好早做准备。若是能提前怀上皇室血脉，到那时就算东窗事发，看在皇太孙的份上，谁还敢动你分毫？阿宁的心情似乎很不错。暗卫刚传回来的，你瞧瞧。京妙仪还真是走投无路了。不过，这提前同房的安排，对太子来说，怕是甘之如饴呢。你还记得相思饮吗？记得，以女子为载体，释放毒性。沈莲近日一直在用我的方子，她若此生清心寡欲，浮于面上的毒素便能勉强压在体内。可她若是经内仪的安排，敢行男女之欢，原本积聚在面部的毒素就会彻底游走遍布全身。她越是放纵躯体，毒素释放的就越多。到那时，她会变成什么模样，连我都想象不出来呢。你是想把太子吓得不能人道吧？我要让他亲眼看清楚，他捧在仙肩上的白月光，究竟长着怎样一张令人作呕的烂脸。对了，阿锦，我明日要回一趟沈家。去送礼吗？对呀，金妹姨想让沈莲和太子提前同房，混淆珠胎。
我绝不能如他所愿啊！鬼，有鬼啊！别碰姑，滚开！太子殿下，殿下快醒醒，您梦魇了！太子殿下，来呀！有鬼！殿下莫怕，皇宫有真龙镇压，定是您昨日在神府撞见了那个丑八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罢了。现在什么时辰了？回殿下，刚到早朝时辰。太子殿下，昨日沈二小姐身子不适，并未试礼服，不知今日可要继续送出宫？她昨日身子不适，你为何今日才报？奴婢昨晚来过，但东宫通传说殿下早就歇息了。你先退下，等姑的命令行事。是。你先出宫去神府看看情况，姑晚些再到。买不到药，上京城这么大，拿银子砸还能买不到几味药材。夫人，全城的药铺都问遍了，掌柜的说前2日有人大手笔把这方子上的药材全买空了，外地调货最快也要10天半个月啊！10天半个月，莲儿的脸怎么等得起？到底是谁买空的？回夫人，是大小姐沈婉。夫人，大小姐她回府了，这会儿正往2小姐的醉莲勋去呢，说是要给2小姐送新婚贺礼。这贱滴子把药搜刮空了，居然还敢登门！快，跟我去拦住他！你给我站住！沈夫人有何贵干？我要跟你买药，按照方子，立刻让人送来。一剂1万两。你说什么？1剂1万两啊！先交银子，我再派人抓药，概不赊账。你疯了吗？我沈家精心教养你15年，如今不过要一包药材，你竟敢狮子大开口！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这就叫狼心狗肺了？那也是沈夫人您教导有方啊！你这样会遭报应的，你不得好死！我谢婉会不会遭报应，还是个未知数。但我现在就知道，你沈家的报应就是我。太子殿下到！臣妇参见太子殿下。起来吧，沈婉，你怎么今日回沈府了？臣妇特意打了一支白玉莲花簪来给二妹妹送新婚贺礼，谁知一回午，竟听说妹妹昨夜病倒了。娘也是，妹妹大婚在即，您怎么不多请几个太医看看？这节骨眼上可不能出差错呀！你，听闻妹妹昨日约了友人去天香饭馆用膳，回来就病了。妹妹性子单纯，娘可得看紧点儿，别让她结交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人，被人骗了去。莲儿昨日好端端的跑出去跟谁用膳？殿下息怒，是臣妇允他去他三哥的饭馆换换口味。若早知会染上风寒，臣妇绝不让他出门，全怪臣妇。即使莲儿想出去散散心，也是应该的。不过沈婉表妹所言也不无道理。莲儿性格天真单纯，你做母亲的要好好引导她。外头人心险恶，旁人可不会像莲儿那般没有心肠。天真单纯，太子这顶绿帽子戴的可真是心甘情愿啊！殿下说的是，莲儿昨日知道您来过，懊悔的不行。不若殿下进去看一眼莲儿，也好让她安心养病。婉儿，你刚出狱，娘想跟你叙叙旧，簪子交给殿下带进去便好，绝不能让沈婉跟着进去破坏提前同房的计划。那怎么行？我可是懂医术的。再说了，我听下人说，殿下昨日在府里受了惊吓，被那个关在虚竹院
名叫宝莲的丑疯子给爆了。他怎么会知道宝莲？这贱人今日根本不是来送礼的。母亲，那丑疯子的父母到底是府上哪位管事啊？我以前怎么从未听说过？莲儿，莲儿，沈婉，你到底想干什么？母亲，先不要急，这只是开胃菜。屋子怎么这么暗？回殿下，二小姐御寒怕风，让奴婢们把门窗全关死了。沈婉，你陪姑进去看看。是，殿下。哎呀，什么香？怎么可能？我点的是无色无味的催情香，他怎么可能闻得出来？怎么了？这香有问题。殿下止步，这香气极其沉闷，对感染风寒之人大为不利。您先在此稍后，我去浇灭它。娘，香料虽好，但二妹妹如今门窗紧闭，密不透风，再点这种沉香，只会加重病情。你们一群蠢货，连这等常识都不懂吗？殿下息怒，是丫鬟们自作主张，想点莲儿平日喜欢的香。幸亏婉儿今日回府发现的及时，还不快把窗户打开透风！太子殿下，是您来了吗？莲儿，你哪里不舒服？姑想看看你。别，殿下，莲儿病容憔悴，怕过了病气给您。姑不怕，无论莲儿变成什么样子，姑都不离不弃。莲儿，你很冷吗？为何浑身发抖？我不是冷，我是热。大姐姐，可否先出去？莲儿有几句题子话，想同殿下单独谈。启禀太子殿下，赵太医、李太医已经奉命到了门外，随时可为二小姐看诊。太医，姑并未传唤他们。是我拿着镇国公府的公牌连夜去请的。您有所不知，二妹妹自幼体弱，这救急不发作便罢，一旦发作便是高热不退，九死一生。婉儿实在担忧妹妹性命，便擅作主张请了太医来。沈婉，你这是要逼死莲儿啊！莲儿病得如此严重，九死一生，你们沈家竟无一人重视，留你们这些废物何用？李长福，立刻让2位太医进来给二小姐看诊。快给莲儿看看！不必看了，殿下，莲儿刚才已经吃过药了，她现在这样只是药效发作，只要好好休息几日便能恢复。您信臣妇？沈经是你太过分了！沈婉刚说了莲儿的病发作起了死人，你还敢拦着不让医治？你是不是想让莲儿死？太医有什么用？莲儿中的是催情毒啊！再这么拖下去，莲儿就要七窍流血而亡了。娘，你快告诉太子殿下，莲儿需要。殿下，莲儿现在需要的根本不是太医，她需要的是……殿下，看这情况，二妹妹应该是缺药了。缺什么药？姑这就让人回太医院取。有劳2位太医拿笔记下这方子，药材繁杂，怕太子记不全。婉儿，母亲别急，您先照顾妹妹，方子我来交代。记好了，立春的迎春，雨水的杏花，坚决的桃花，春分的梨花，清明的桐花，谷雨的牡丹，立夏的虞美人，小满的石榴。啊，这是什么方子？用24节气的花入药，各取8两研末，再用雨水、白露、霜降、小雪4节令无根水各20钱，加蜂蜜调和捏成药丸。二妹妹病发时，取1枚放入蒸笼蒸2刻钟，药丸毒性挥发后方可服下。这真的是治病的药方？
这个贱人拖着我的太子，坏我和太子的好事。殿下有所不知，这叫凝香丸。二妹妹这病平时与常人无异，可一旦发作，便凶险万分。至于为何会得这种怪病吗？因什么得的怪病？殿下，微臣先回太医院找药去了，告退。祖母曾说，我与妹妹出生那日路过一个老道，老道指着妹妹说有亏损人应得，这报应全应结在了二妹妹的身上。沈婉，你在胡说什么？老道还说，若想妹妹活命，必须送得远远的，所以爹娘才将妹妹一直养在庄子上，直到及笄才接回府。婉儿原以为妹妹回府后便安然无恙了，没想到那可怕的劫难竟转移到了几位哥哥还有父亲的头上。他这是想告诉太子，莲儿是个克父克兄的扫把精，谁沾上谁倒霉。既然是应劫，那只要嫁入东宫，有真龙之气镇压，定能化解。姑这就带你回宫。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怎么了？皇上急诏，南疆战事突起，陈国得知江家满门被屠，连夺3城。皇上命太子殿下、镇国公晋王等重臣即刻入宫商议军情。莲儿，姑今日必须即刻回宫，你先忍一忍，姑定让太医院早日配成凝香丸。滚！你给我滚！沈夫人有这闲工夫跟我动气，不如赶紧想想怎么帮妹妹解毒吧。哦，对了，晋王殿下刚才也被急召入宫了，看来晋王也没法赶过来给妹妹解毒了呢。你这奸妇，我诅咒你，诅咒你被万人唾骂，死在乱箭之下！死在乱箭之下，可惜啊，那都是上辈子的事了。这一世该下地狱的是你们。婉儿，你回府了，怎也不事先告诉大哥？大哥好让人备些你爱吃的点心。这儿没旁人，何必在这假惺惺的，令人生厌。婉儿，我想跟你好好谈谈。你我没什么好谈的。沈婉，他可曾知道你负他一世？他果真爱上谢玉锦了。你想起来了从前的事？是，我记起来了。我利用你，骗取谢家信任，视你如棋子，对你挥之即来，呼之即去。可不知从何时起，我竟贪恋上了你围绕着兄长的感觉。大公子，不许过来，谁都不许动他。婉儿，我知你恨我怨我，可今生所有事情都还未发生，我不曾利用过你，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不曾利用？沈承霄，你见我嫁不成太子，便有心提前布局。你不过是想等我嫁入镇国公府，再利用我的医术击溃谢玉锦的身体。你敢说你没动过利用之心？不，我想要的只是把你留在我身边。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那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是个废人。你想把我困在身边医治你的身体，这难道不是百般算计？你以为老太太是怎么病成那副样子的？祖奴，是你所为。是我呀。婉儿，我愿意忏悔，我愿意以死赎罪，求你放过神父吧。你想以死谢罪？是。大哥，最好的复仇从来都不是杀死对方，而是让对方拖着这副残破不堪的身子苟延残喘的活着，看着满园桃花盛开，再亲眼见证这片花海败落，最后只剩下满地枯骨。花荣，人都安排好了吗？回主子，全安排好了。那老道士一定会按照您的吩咐，给太子殿下好好唱一出大戏。干部
看命格，看姻缘，精通玄黄之术，不准不要钱。哎，祖上有亏，损人阴德，此签难解啊！谁在外面装神弄鬼？回殿下，是个老道在给一对母女解签呢。道长，小女姻缘极好，只因长相缘故，吃药也不见好转，平日只能涂抹厚厚的脂粉，带着药膜才敢出门见未婚夫婿。可日子长了，嫁入夫家该如何遮掩啊？求道长解决！莲儿，快让老道长给你看看。殿下，太子殿下，把那一对母女叫过来问话。你们叫什么名字？民妇赵刘氏，小女赵青莲。赵青莲，你刚才从脸上扒下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回殿下，是敷在民女脸上的药膜，用来遮掩脸上的脏东西。殿下恕罪，小女脸上的胎记是天生的，幸亏得了此物，将胎记完美遮住，这才勉强保住了一门好姻缘啊！就凭这东西，便能遮住那般丑陋的面容？是，贴在脸上时毫无破绽，取下后变成了这透明胶状。大胆！用过的脏东西也敢端到殿下面前！民妇该死，该死！马车里还有一盒没用过的，民妇愿献给殿下。这气味，粉姑怎么觉得好像在莲儿的身上闻到过？这些东西从何而来？是民妇从黑市高价买来的。殿下，黑市鱼龙混杂，专卖些见不得光的奇物。这药膜估计是哪位江湖骗子的手笔，专门用来帮人作伪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用这种妖邪之物去骗婚，娶了这赵家女的那户人家，还真是可怜之极。把这盒子拿回东宫，收好，回宫。起轿回宫。脸，我的脸怎么全黑了？这毒竟然会游走，完了，这副鬼样子，若让太子看见，整个沈家都要跟着陪葬。药膜呢？我自己做的药膜呢？甘玲，你扔哪儿了？快给我找回来！快，去账房支1万两银票，去镇国公府找沈婉拿药。莲儿的脸绝不能再拖了。大小姐饶命！夫人命奴才送1万两银票来求药。想要药啊？回去告诉静淼仪。药涨价了，先前是1万两一剂，现在10万两。10万两？他沈婉是不是疯了？夫人，上京城大大小小的药铺全空了，要去外地调齐方子上的药，最快也要1个月啊！莲儿脸上的毒都蔓延到脖子了，再等1个月，他早就毒发身亡了。若是这毒真的解不了，不如直接毒死他算了。只要他死了，我便能把罪名全扣在沈婉头上，总好过他顶着一张烂脸嫁入东宫，连累沈家满门抄斩。夫人，奴婢有办法，奴婢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大小姐方子上的药。哪里？鬼市，只要有钱，鬼市什么都能买到。夫人，二小姐买到了，奴才在鬼市不仅买到了药材，还高价买回了一盒神医特制的药膜。好像这比我自己做的还要好。天哪，这鬼市的东西简直比大小姐的方子还要神奇。二小姐如今这副容貌，定能将太子殿下迷得神魂颠倒。沈婉啊沈婉，你以为捏住了药方就能拿捏我？现在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更好的药膜，等我嫁入东宫成了太子妃，
我定要将你千刀万剐！启禀皇上，南郡失守。皇上，江林重长江家军却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陈兵连夺平南6府，他居心叵测，恐有谋反之心呐！一派胡言！陈国20万大军有备而来，江林手中仅有几千残兵，若不趁机养精蓄锐，难道要拿将士们的命填吗？你们这些文臣，不如自己去南疆领兵。够了！南疆连失7城，难道我大商朝就再无能征善战之将了吗？皇上，臣有一人推荐，镇国公府小公爷谢玉锦。谢小公爷精通文武，运兵如神。微臣这半月来，多次见他陪夫人去御满乡用膳，行动自如，甚至都无需轮椅了。想必身体已然大好，正是为国发力之时。谢慈的身子当真大好了！来人，摆驾镇国公府，传所有太医随行。我当真可以运用内力了。我这2个月为你以毒攻毒，残毒已清了7七8八，你且试试，若有不适，立刻告诉我。行。好剑术！微臣参见皇上，快请起。太医，快！皇上，这银针虽有微毒反应，但微臣把脉发现谢小公爷心脉残毒已化，身子确实大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回皇上，太医们用药温和，久不见效。臣妇斗胆，用以毒攻毒之法，加了微量毒药入方，这才破解了夫君体内的毒障。少夫人用药如神，此等凶险之法，稍有不慎便会丧命啊！谢慈，南疆战事吃紧，陈国20万大军来势汹汹，你可有破局之法？皇上，陈国兵马不过尔尔，这20万精兵，定是抽调了其皇城守军。此次领兵的是陈国2皇子，他急于用军功回朝夺嫡。既如此，我们何不在陈国皇城内给他点一把夺嫡的火？只要陈国内乱，2皇子必定自顾不暇，带兵回撤。届时江林与江家军便可趁势反击，收复失地。哈哈哈哈！好一招釜底抽薪！谢小公爷此计妙极！朕给你10日时间，10日后，朕要你把一个完好如初的谢慈完完整整的归还给朕，归还给这大商朝，你可能做到？臣妇定不辱使命。10日后，臣妇一定让夫君重返朝堂。10日后，那可是个有意义的好日子呢。天降祥瑞，太子殿下，天降祥瑞啊！什么大喜事儿？什么天降祥瑞？刚刚陈国突然撤兵了，紧接着东边天空紫霞映日，国师占卜说这是殿下大婚引来的天降祥瑞，收复失地指日可台啊！皇上龙颜大眷，命宫人到宫门外为百姓发喜糖，十分重视太子殿下和太子妃的婚礼。姑的选择果然没错，莲儿才是姑命定的太子妃，是能保我大商江山的福星。殿下，吉时已到。知道了。李长福，奴才在。那个东西仔细收好。是，奴才这就收起来。莲儿，虽说这3个月胎记已经消了，但那鬼市的药膜你必须随身带着，绝不能断。娘，我知道了，吃一堑长一智，女儿绝不会在同一件事上跌倒2次。鲸鱼，你如今是太子妃的贴身大丫鬟，她的情况你最清楚。入宫后，你定要好好侍奉。夫人放心，奴婢一定把太子妃伺候得好好的。莲儿，今日大婚、拜堂、祭天、受凤差，一步都不能错。只要做完这些，你就是真正的太子妃了。你定不能出差错，否则沈婉那贱人定要在背后狠狠笑话你。娘，你放心，等我成了太子妃，我定会让她好看。今日是莲儿大婚，你我之间的事暂且放一放。等莲儿入主东宫，皇上会封你为1品诰命，你何必非要跟一个外室过不去？
将来的皇后是你的女儿，王玉娇如何越得过你？少拿一品诰命来哄我，你不过是想抬那贱人为平妻，弥补当年的遗憾，想让我的儿女唤她一声嫡母，她也配？你当真以为我费尽心机是为了她？我真正惧惮的是王德全。怀州府剿匪一案，是王德全替我和太子顶了掉脑袋的死罪。他的条件就是要我护王玉娇后半生无忧。我几次派人去皇城寺暗杀他，都失手了。晋王盯得死死的。若他去告诉那人我没有娶她过门，那人一怒之下把我和太子的秘密全吐出来，别说你的一品诰命，到时候株连九族，你荆家上下几百口人一个都别想活。好啊，等李成你想娶她为平妻，随你的便，但我也给你句准话，王德全被处死的那天，就是那贱人的忌日。沈大人、沈夫人，恭喜恭喜啊！婉儿，太子的大婚隆重吧？很是隆重，我十分羡慕呢。养你15载，样样都按嫡长女的排场，最后却被样样不如你的人抢了太子妃的风头。你且看着吧，莲儿的福气还在后面呢。哦，对了，如今也该唤一声太子妃了。沈夫人最懂礼仪，不会不知道只有册封大典后才算太子妃吧？拜堂祭天后便是册封大典。我知你心有不甘，对太子念念不忘，几次想害莲儿。可惜我就算不从你手里买药，莲儿一样会好起来。沈夫人说的是，不过沈大人娶王雨娇过门做平妻的时候，可千万记得赏我2杯喜酒喝呀，我等着呢。他这是在激你，别着了他的道。天哪，四下怎么变黑云了？那根本不是祥瑞，是天谴！上天震怒了！此雷压顶，大凶之兆！大凶之兆啊！护驾，快保护皇上皇后撤离！不好了，皇上被雷劈的吐血了！快传太医！父皇！殿下，你要去哪儿？莲儿好怕，你别扔下莲儿！父皇出事了，我必须去。李长福护送太子妃随母后撤离。你还愣着干什么？想死在这儿吗？快走！我不能死，我马上就是太子妃了，我绝对不能死！皇后娘娘，皇后娘娘被雷劈了！逃了！他竟然敢给朕逃了！他跟朕说太子大婚是百年难遇的吉日，凤星降临，国祚民长，一口一个天降祥瑞。结果呢，祭天人台被天雷劈得粉碎，皇后生死未卜，他竟敢在这个时候给朕逃了！传令，封锁上京，把明氏国师给朕抓回来，五马分尸。皇上，在国师寝宫搜到了这个。皇上。皇后现在如何？回宫刚才来报，皇后娘娘伤势极重，暂时还未苏醒。去给朕传几道旨意，你把头凑过来。是，奴才这就去吧。沈家主、沈夫人，皇上有令，沈府众人速速离宫，祭天神台被毁，大凶之兆。太子妃册封大典，另择良辰再举行。不，高公公，册封大典怎么能推迟？莲儿已经是太子妃了。
闭嘴！还不快谢恩出宫！哎呀，沈夫人，当心脚下呀！册封大典没办成，路都走不稳了。贱人，是你，一定是你这个扫把星在背后搞鬼！告诉皇上，是这贱人布的局，快去告诉皇上啊！把他给我塞进马车，堵上嘴带回府。国师是你的人，你算准了今日雷霆暴雨根本不是什么吉日，是你在祭天神台上布下了引雷针，利用天象招来雷火，毁了这场大婚。沈大人好精彩的推理呀，可惜证据呢？我这就修书一封，让沈巡之禀明皇上，彻底搜查你镇国公府。搜查镇国公府，你当自己还是当年那个一呼百应的朝廷大员吗？你现在算个什么东西？你还不知道吧？禁军在国师房里搜到了一张字条，要不要我大发慈悲告诉你上面写了什么？天降神罚，一朝不容二凤，灾星乱国，我主自求多福。灾星乱国，皇上要侍奉，沈家完了。去老宅，快去找族长！我真的有很要紧的大事，这事关沈氏一族的命运，还请您通融一二，进去同我父亲说一声。那好吧，你先在这里等会儿。老太爷说，他等会儿带着族中几位德高望重的族人去沈府，家主先回吧。还请您再进去同族长说一声，叫他传信入宫，让婶尽快回来，完了对咱们沈家都不利。知道了。老太爷，人已经走了。不知是谁寄来的这封匿名信，信上竟然说当朝沈后根本不属于我沈家血脉，而是流放南郡罪犯的外室孤女。沈正义真是好大的胆子！去，召集族中所有人，随我去沈府。至于寻之，叫他在御前施主。老太爷，您这是……今夜宫中恐有血光之灾，沈家必须弃居保帅了。太子殿下，都是莲儿的错。莲儿眼看那雷霆要劈来，一时心急，本想推开母后自己挡雷，可没想到那雷竟然追着母后劈了过去。莲儿若是知道，定会死死护在母后身侧，绝不让母后受伤啊！好了，莲儿，别哭了。姑已经问过宫人了，是他们没护好母后，才让你受了惊吓。此事不怪你，只怪姑当时没在你身边。殿下，国师怎么偏偏挑了今日这般雷雨交加的日子？莲儿觉得国师定是被人收买了。父皇已下令追捕，若抓到那个妖道，姑定要将他五马分尸。太子殿下，太子妃，凤仪宫传信，皇后娘娘苏醒了。太好了，若母后有个三长两短，臣妾就是万死也难辞其咎。殿下，我们快去看看母后吧。母后，千错万错都是莲儿的错。母后，莲儿护您心切，当时是想推开您救您的。罢了，当时神台上一片大乱，本宫只记得被人狠狠踩了一脚，后来听见一声巨响，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太医不说，本宫连自己被雷劈了都不知道，难为你一片孝心，在那种情况下还想着拉本宫一把，快起来吧。你们大婚虽遇波折，但最要紧的是早日诞下皇太孙。靖王如日中天，你们只有稳固子嗣，才能让这东宫之位坚如磐石。本宫可盼着抱孙子呢。是，臣妾遵命。儿臣谨遵母后教诲，母后早些歇息。奴才参见皇后娘娘。皇上听闻娘娘苏醒，特命赵太医熬了这碗安神汤，给娘娘定经。皇上有心了，这些日子皇上因为沈家的事冷落本宫，没想到生死关头，他还是挂念本宫的。娘娘喝了药，便早些歇歇吧。这药效极好。
本宫确实觉得头疼欲裂。皇后喝了吗？回皇上，微臣与高公公亲眼看着娘娘服下，此药不会发作剧毒症状，只会让娘娘长眠不醒。若太子问起，你当如何应对？微臣会禀明太子殿下，皇后娘娘为了不让殿下担心，隐瞒了伤情。雷霆早已震碎了娘娘的内脏，今夜苏醒，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很好，今夜你就在凤仪宫静心守着吧，去送皇后最后一程。微臣遵旨。去传沈寻之进来。微臣参见皇上。沈家好大的胆子，竟敢将流放罪臣的外室孤女送入皇宫给朕当皇后！你们把朕当什么了？皇上恕罪，此事微臣和祖父确实毫不知情啊！不知情，欺君之罪足以诛你9族，你让朕怎么恕你？微臣死不足惜，但微臣恳请皇上听微臣一句辩驳。沈正仪根本不是我上城沈氏嫡出。20年前，他借着荆家背后的势力，暗使手段，强行逼迫祖父接纳他入族谱。这10几年，他在京城风光无限，却从未帮扶过族中半分。他所作所为，皇上大可派人去查，微臣绝无半句虚言。好，那你告诉朕，朕当如何处置你们沈家？微臣不敢揣测圣心，但微臣知道沈家有罪，沈府死罪。朕让你自己说，朕倒要看看你们胆大包天到什么地步！皇上，若此事爆出皇后乃罪臣外误之女，那皇上这20多年对她的圣宠，以及立她儿子为太子的决定，都将沦为天下人的笑榜啊！你算准了朕为了保全颜面，不敢动你们沈家。微臣不敢，皇上要出气，又要名正言顺，微臣愿意替皇上代劳。微臣即刻回去清理门户，先将沈正仪从沈氏除名，再收回沈府，取他如丧家之犬，让他一无所有。莲儿莫怕，姑会对你很温柔。你身上用的什么香？好香。殿下忘了，莲儿常年服用凝香丸，身上自带异香。殿下，好闻吗？好闻。莲儿，姑终于娶你为妻了。殿下，先把红烛熄了吧，莲儿害羞。好，都依你。太子殿下。啊！殿下，你怎么了？你别吓莲儿！鬼，有鬼啊！快来人护驾！该来的还是来了。沈婉，你这个白眼狼，是你带着人来闹事的！沈府屡犯族规，惹下滔天大祸。今日我奉族长之命，将沈正一全家从沈之族谱彻底除名，从此沈氏与尔等再无半分瓜葛。沈寻之，你敢私闯民宅，我要告你！好啊，明日我会亲自上折子，但今夜既然闯了，做点什么。来人，砸扁！沈婉，你欺人太甚，你会遭雷劈的！死人！树下有死人！去报官！禀皇上，昨夜暴雨冲开了沈府观澜园的桃树泥土，树下竟挖出10具白骨尸骸。10具白骨？正是。沈寻之大人已封锁观澜园，等候皇上圣裁。沈正一，好大的胆子！谢刺客在殿外。
回皇上，谢慈小公爷正随百官在殿外候朝，还有靖王殿下已在殿外跪了3个时辰。他敢走私贩盐，如今跪着也没用。传旨，卸去晋王皇城司都主之职，禁足王府。回复谢慈官职，命他与大理寺卿顾银州一同查办沈府尸骸案，此事绝不能轻饶凶手。奴才这就去传旨。一个沈府，一个晋王，朕倒要看看这朝堂底下还埋着多少脏东西。皇上，不好了，东宫出事了！太子殿下昨夜洞房大喊见鬼，如今太医们都束手无策呀！皇上驾到！鬼，有鬼！殿下身后有个女鬼，脸上长满了黑色的头发。别过来！皇上，太子殿下昨夜受惊过度，以后恐怕与子嗣有碍呀。储君废了，荒唐，犹如疯癫，把他们都给朕绑起来带下去。父皇，小心你身后，他也在看着你呢。高考，你还记得20年前君临太子妃死在何处吗？奴才记得，当年君临晋太子妃怀着这2个月身孕，被一群内侍生生毁了容貌，泼了满床的黑狗血，活活折磨致死的。皇上，早在3个月前，太子殿下就夜夜梦见恶鬼缠身女鬼在索命啊！梦里一直有个面如夜叉的女鬼。太后娘娘到，刘贵妃到。东宫生变实在不急，3日后，皇上随哀家去普华寺祈福，驱除邪祟吧。儿子正有此意。如今皇后昏迷不醒，后宫不可一日无主。皇上，臣妾。晋王让朕太失望了。既然皇后抱恙，那就传旨让瑾妃代替皇后，全权打理后宫。太子妃，太医们都去偏殿了。快去给我熬药！快拿我的药膜来！快去！昨夜殿下下狱，我照镜子才发现黑斑复发，多亏在柜中摸到了这盒药膜。可是太子妃，那方子都是毒药材，如今用药需经过太医之手，根本送不到太医院啊。可我的脸又长出那些东西了，若不吃药，我脸上太斑迟早会现于人前，那就是欺君之罪。建议你说我该怎么办？吃不了药，不如先暂时用药膜顶着，外头都以为东宫闹鬼，没人怀疑到您身上。你说，若是我让沈婉入宫看望我，再对外称是他嫉妒我，下毒害我，那我岂不就可以光明正大用药治脸了？太子妃有所不知，就在昨夜，皇上下旨抄了沈家。沈府观澜园桃树下挖出了10具尸骸，家主和公子们全被抓了。靖王殿下也因走私贪污被禁足，如今东宫重兵把守，大小姐根本进不来。什么？那皇上是不是就不会再为我举行册封大典了？我这个太子妃只是一个头衔。快扶我起来，我要去见太子殿下，他那么爱我，这个时候应该为我做点什么。我要出宫，我要去救靖王。鬼！太子殿下何至于如此羞辱臣妾？昨夜洞房花烛夜，你打了我一拳，如今又推了莲儿，你就这么怕王良鬼魅吗？你是未来的国主真龙之子，若连你也怕那些邪祟，谁来保护莲儿？还是殿下突然发觉选错了人，觉得该娶我大姐姐，便将满腹怨气朝我撒来。如今好了，皇上抄了我们沈家，我很快就不会碍殿下的眼了。我沈炼承蒙殿下厚爱，沈家有难，我不敢独留东宫享太子妃之福，此一别，望殿下保重身体。莲儿，快把太子妃拦下！这是莲儿之前求的福袋，送给殿下，望殿下不再被噩梦邪祟困扰。莲儿这就去求父皇，陪父母亲人一起下狱。莲儿，是姑的错，是姑精神恍惚，失手打了你。可姑昨夜真的……太子殿下，方才高公公提到了20年前君临太子被屠宫，东宫大半东西都被烧毁了。可独独您昨夜和太子妃洞房用的那张床榻留了下来。听说当年君临太子妃就是在那张床上被灵女致死的。
太子殿下，你昨夜看到的会不会就是君临太子妃的鬼魂？太子殿下，也是君临太子妃死的冤，鬼魂一直弥留人间。莲儿好怕，求殿下帮帮沈家，莲儿不想像他那样，最终落得个孤魂野鬼的下场啊！莲儿，你先起来。李长福，沈家到底怎么回事？回殿下，昨夜暴雨冲开了沈府观澜园的桃树，地底下竟挖出了10具尸骸，这才惊动了皇上。殿下，我娘一介女流管理偌大后宅，定是府中恶徒干了杀人越货的勾当。求殿下容莲儿回府亲自查问，若真是我父母所为，莲儿绝不包庇。顾婶子不是。李长福，你立刻点齐人马，护送太子妃去沈家。多谢太子殿下。殿下好好歇息。你会不得好死，你会遭天谴，被雷劈。我诅咒你此生生不出孩子，被谢家的人像破鞋一样抛弃。聒噪！你堂堂7尺男儿，竟动手打女人！今日本督主打的就是一条疯狗，何来女人？看来谢小公仇已恢复身子，官复原职了。托您的福，帮我养育了这么好的媳妇儿。若没有我的婉儿，我如今怕也不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给岳父上刑，送岳父下狱。好，都想收我沈家。既然皇上要杀我，那这个秘密我也没必要守着了。沈婉，去我书斋，书桌第2格抽屉左上壁有个按钮，按下去，七仙图后有件重要的东西，你亲自去取，晚了怕就落到旁人手里了。疯子！我陪你一块儿去。熏之哥哥，你在这看着他们，别让沈家的人凑在一块儿，特别是沈莲。这上面写的竟是20年前那桩旧案。母亲最是喜欢合欢花，她的每一条手帕都是合欢花。婆母是喜欢合欢花，但不一定这就是婆母的手帕。把帕子先收起来，等回府后当面问婆母。你先不要着急。主子，沈莲回府了。他去见了谁？他没有去找沈家的人，而是拿着太子殿下的公牌，直接去了后园。顾大人不敢拦，他去找了看桃园的管事。那个管事是不是姓钟？是。那个钟管事叫钟安国，是个极其棘手的人物。先前派人潜入苦佛寺刺杀阿朱的就是他。他现在是沈莲唯一的助理。沈莲突然去找他，是要舍了他，让他去给那10具尸骸顶罪。到我手里，没有顶包之说。10具尸骸已成白骨，男女难辨，没有仵作验明正身，这桩案子可不是他沈莲想找个替死鬼就能蒙混过去的。如今沈家落难，皇上肯定会砍了我父母的头。你若不帮莲儿去顶罪，莲儿这太子妃也当到头了，莲儿只有死路一条。太子妃，你千金之躯怎可归我这贱民？快起来！杨爹不答应，莲儿现在就死在你面前。你别做傻事！来人！快来人！他要杀本宫！杀人啦！他就是杀人犯，埋在桃园底下的10具尸骸全是他干的。他刚才被本宫戳穿，竟想杀本宫灭口。谢督主，顾大人，还不快把这行刺太子妃的凶手拿下！太子妃怎知他是谋害10条性命的凶犯？大姐姐难道瞎了吗？她刚才拿匕首要杀我！既然尸骸是你埋的，
那我问你，你杀的那些人是男是女，岁数多大，为何要杀？就是我干的，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其他的我什么都不会说。大姐姐，你莫要过去啊，小心他杀了你。快救姐姐！大姐姐，你看到了吧？他杀人成瘾，若不是谢督主出手，你现在就是第11具失血了，吓死本宫了！还有大家皆无事。太子妃别怕，我命比你长。把此人押入大理寺看管。那既然凶手抓到了，我爹娘和兄长是不是可以放了？义父埋骨10具，岂凭一个管事几句话就能定案？在3司会审皇上下旨之前，沈家人一个都不能少。好啊，既然沈府所有人都有嫌疑，都得下狱查办，那大姐姐作为沈家嫡长女，是不是也该下狱？谢督主，你可不能滥用职权，包庇自己的妻子啊！那是自然。既然太子妃要大义灭亲，麻烦谢督主把我也抓回皇城司严加拷问。不成，谢督主是你夫君，肯定会包庇你。大姐姐要去，就得去大理寺。沈寻之，你既然在大理寺当差，就由你来好好审问我大姐姐，必要时严刑拷打，绝不可顾念亲情。微臣定不负给太子妃信任。顾大人，沈夫人一直在观澜园大喊大叫，非要见太子妃。我娘，本宫现在就要去见她。皇上有令，重犯严加看管，没有皇上手谕，任何人不得探视，太子妃也不例外。好，谢玉玺，你给本宫等着！把嫌犯全部带走。沈婉，听说太子妃大义灭亲，让大理寺的人把你也抓了。是啊，太子妃还说，必要时严刑拷打，无需因沈家的面子就包庇纵容。太子妃大义呀，沈家活该！太子妃说得好，就该大义灭亲，好好审问。婉儿，你这细皮嫩肉的，进入大理寺后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母亲真是担心你的处境啊！母亲别担心，女儿前些日子刚从大理寺出来，如今不过是就地重游。倒是母亲一直打理沈家内台之事，比父亲嫌疑更大。你不如先好好理一理舌头，回头大理寺审问时才好一一如实交代，少受些罪呢。谢氏、沈经师出来了。干嘛呢？立刻把他们押去刑审房！狗眼看人的东西！当今太子妃可是从沈家出去的，皇后娘娘也是沈家的人。皇上下旨严查沈家，太子妃和皇后娘娘来了也不得抗旨，快走！小心审讯。哎呀，娘，你怎么如此不小心？少碰我贱人！爹爹，你刚才要同娘说什么？顾燕宁，做人留一线，你的父母……我的父母不是已经下狱了吗？哼，太子殿下便不会放任我沈家不管，我和沈府便有翻身的机会。太子大能大过皇上吗？你知不知道，国师留下箴言的那天，我还送给皇上一份什么大礼？沈皇后是罪臣之女，还只是一个外室女。皇上还能容得下你，真是天真。爹，莲儿，你怎么来了？当然是为了沈家，你必须如实告诉我，你杀掉的那些人是男是女，什么身份，到底是怎么杀死他们的？
人不是我杀的，我根本不知道桃园里埋了10具尸骸。我杀的那些人都处理得干干净净，绝不可能留在府里被人扒出来。本宫问大哥，大哥也说人不是他杀的；本宫问二哥，二哥也说人不是他杀的；本宫问了3哥、4哥、5哥，都说不是他们杀的。既然不是哥哥们杀的，那就是爹杀的。事到如今，你还要撒谎？灵儿，真的不是爹，这次真的冤枉爹了。你若是不说，我怎么知道死的那些人是什么身份？怎么让专案过去顶罪？怎么救沈家出来？你骗我娘骗得好苦，现在还要继续骗人。爹，你真是太让女儿失望了。灵儿，这次的事情真的不是爹做的。若是爹做的事，爹不可能把那些尸身埋在自家后院。你不如让太子出面调出仵作查证的尸检信息。对，我可以找太子殿下。对了，灵儿，灵儿。6年前，我便随李仙一去木仙山学医。这6年来，我不曾回过沈府，都是爹娘兄长们到医门来看望我。大人若是不信，我那刚到上京城的小师弟石峰，随时可以为我作证。贵府大小姐所言属实，这6年来，你去过几次木仙山探亲？是几年几月几日几时？逗留了多久？一一如实报来，不得有半点隐瞒。他确实去了6年，听说长女在仙医门名声极好，想来若要找几个同门做假证，也不是什么难事吧？大人问你话，你就好好回答。查证的事轮不到你操心。6年时间，谁还记得去过几次？又是哪年哪月去的？我只记得大概每年都会去，旁的细节我一概不记得了。好，那本官再问你，6年前的6月初10，夫人在后宅做什么？6年前的日子谁会记得？我不记得了。那5年前的6月初10，沈夫人在何处？顾大人，那我反问你一句，5年前的6月初10，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吗？我陪母亲和家中2妹去普华寺上香，2妹调皮，爬马车时摔伤了头，碰巧遇见谢少夫人出手相助。哦，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当时把顾夫人吓坏了，明玉妹妹当场就不省人事了呢。既然沈夫人不记得5、6年前的事，那总记得去年6月初10你在哪里吧？去年的6月初10，我失手杀了一个家奴。可是我明明没有埋在桃园啊！我也不记得了。痛吗？十指连心的恐惧。我的母亲于氏也曾在你手里尝过这样的滋味。把他嘴打开。你娘那个贱人，趁我临盆产子想勾引我的男人，他是贱人！张嘴！你们互相包庇！本就是一家人，何来包庇？你说我娘勾引你丈夫？你们……我是燕宁的长兄顾景安，你是你神府马棚的养马人何勇，你是沈婉那贱蹄子的亲哥哥！不准骂我妹妹！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当初若不是我们沈家收留你们妹妹，给她养尊处优的好生活，她能有今天吗？我们根本不稀罕，我娘一片好心，念你即将临盆才收留你，你却恩将仇报，命恶奴用银针一根根扎进我娘的食指。为了掩人耳目，你堵住她的嘴，还拿我哥哥们的性命威胁她，让她有苦难言。说什么我娘觊觎你丈夫？难道不是沈正一贪图我娘美貌，看我爹娘无权无势，想要用强吗？你真以为沈正一对你忠贞不渝？今日血债血偿！谁来救救我？沈婉疯了，他彻底疯了！你到底对我娘做了什么？你娘欠下的债，今日不过是如数奉还罢了。
你与其在这里操心他，不如先看看你自己造的孽。二哥，你看看，是他吗？你是谁？你贵人多忘事，哪里还记得7年前的事？7年前，你街市纵马撞翻了牛车，掀飞了路边摊，也踩碎了我赴京赶考的梦。我爹娘花了3年时间省吃俭用，又低三下四向左邻右舍借钱，才凑够5两银子送我入京赶考。那天阳光正好，一匹马突然从我身后冲过来，我推开了身旁的孕妇，自己却被你的马撞飞。我没钱求医，我爹娘去神府求你们，可你们那个管事的像打发叫花子一样，只丢出1两银子，根本不够医治。我寒窗苦读10年，全毁了。这些日子你好过吗？少年失志，无法再入世，你可体会到了我当时的心情？从云端坠落泥潭，生不如死，对不对？我不是故意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给你钱，我有钱，我赔给你，求求你原谅我。原谅？那你先把我失去的腿还给我。不要！我有钱，我帮你治。你在街市纵马撞人之后，可以回过头来看我一眼。你拉着缰绳调转马头，坐在马背上，居高临下的看了我一眼，仅仅只是一眼，你便扬长而去。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知道错了有什么用？你出了事，有太医轮流看诊，不愁吃穿。你哪怕是个废人，都能仰仗沈家衣食无忧，而我呢？我不接受你的认错，你就用你的余生，在泥潭里好好忏悔吧。拖下去，吩咐牢里的人，好好伺候我这位二哥。王爷，王爷，莲儿，王爷，莲儿好担心你啊！听说皇上派了这么多人看着你，他这是要囚禁你吗？莲儿不想你一辈子被困在这里。你那姐姐手段太狠，如今本王被困，只怕会连累了你。只要能救王爷出来，让莲儿赴汤蹈火，莲儿也愿意。倒是真有一个法子，能让本王重见天日，也能救你复修。只是需要往锦州投毒。王爷是要莲儿毒死锦州百姓？莲儿真聪明，不过不是你想的那种毒。锦州人口最多最密集，如若有1人得了10亿，便会很快蔓延开。等形势一发不可收拾时，父皇便会着急。到时候，你暗中联络刘贵妃，提议让沈家人去锦州做试药人。若能活下来，便是将功赎罪。那王爷你呢？本王自然是以身犯险，亲自入锦州安抚民心。事后，父皇必会念及本王的功劳，从轻发落。太好了，不用莲儿亲自去锦州投毒吧？你只需去你三哥的商铺，找几个准备回锦州的商人，把药放进他们的茶水里，7日后毒发，他们刚好回到锦州。王爷放心，莲儿绝不让你失望。王爷，昨夜在东宫，太子殿下他怕是不中用了。莲儿若能怀上一个孩子，便能稳坐太子妃之位，以后更方便为王爷办事。王爷，找人好好伺候太子妃。太子妃哎，您去哪儿了？可叫奴才好找。少废话，让你查的消息查到了吗？查到了，这是10具尸体的身份信息。你去买1笼包子，把信息藏进去，送去大牢给钟安国。本宫去布景阁等你。远来是客，
把这壶好茶给几位锦州来的客官端下去。顾明珠，听说你还活着，这次锦州10亿，本宫定要你和你的孩子死得透透的。太子妃，事情都办妥了，那就回宫吧。谢小公爷当真是无双公子，如今身子大好，眼看又要得到皇上的重用了。听说就是他把晋王殿下勾结巡盐御史的罪证递上去的。谢玉锦敢害我的晋王殿下，本宫要你们不得好死！皇上，谢小公爷来了。微臣参见皇上，让皇上受惊了。原来是玉锦啊！沈家案子可有进展？沈家有人出来顶罪了，名叫钟安国。顶罪？是，但他招供的信息与仵作查验的完全不符。他说杀的都是府里不从的丫鬟，但那10具尸骸中有3名男子，最小的只有9岁。此人是在撒谎顶包，岂有此理！微臣不仅查出了他在撒谎，还从外面送给他的食物里搜出了这张传递身份信息的字条。谁送的？太子殿下身边的李公公。微臣入宫时亲眼看到太子妃和李公公在一起。好个沈家，去把李长福给朕打死！来呀，抓起来！高侃，你疯了吗？为何要抓李长福？皇上有令，传递情报，高扰大理寺办案，乱棍打死，太子妃打入冷宫。什么？皇上要把本宫打入冷宫？哼！沈家倒台，你还敢指使人顶罪？来人，将太子妃送入冷宫！滚开！我是太子妃！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快救救娘！太子殿下，不好了，李公公在宫门被杖毙了。什么？李长福好端端的怎会受刑？太子妃呢？听说太子妃送情报，让沈家管事顶罪被发现了，皇上下旨杖毙李公公，还要把太子妃打入冷宫。什么？我没有知觉，姑的下半身，姑怎么使不上一点力气？姑废了！姑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快传太医！快传太医啊！太子殿下，来人呐！传太医！砸什么砸？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惊扰了先皇后的旧故，仔细你的脑袋！快去回禀皇上！是。我要见太子殿下，我不要见冷宫！太子殿下救我！皇上有旨，把太子妃封死在诚义殿，无诏不得离殿半步。皇上，天降异象，3星连一线，是100年难得一遇的荧墨守心。此天象形成，权臣内气惑主，小湾流，王者绝嗣，国动荡大乱。若不宜行，我少朝将发生战争，灾情瘟疫。百里大人，在圣上面前怎可胡言乱语？皇上息怒，晋王殿下已有子嗣，皇上不可听信一念之词啊！你说若不宜行，将有天灾人祸，此局能不能破？辽东末年也曾遇此天象，将灾祸转移到大臣身上，赐死国舅，国运方才复苏。疑惑大臣，天意如此。关在大牢里的沈正一正好替朕挡了这场天谴。给朕拟旨！皇上不好了，锦州、泉州、东郡800里加急，爆发大规模失忆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沈正一在朝为官，营私结党，贪污国库银两，今又治家不力，管家不严，纵得冤案无数，引发人神共愤。朕听百姓重臣请愿，斩神府满门，明日行刑。什么？大理寺还没查出真凶，我沈家何时搜出过赃款？无凭无据，凭什么顶罪？我要见皇上！干爹，锦州爆发失忆，皇上命奴才去接谢少夫人入宫，形势十分危急，已经死了不少人了。
高公公留步！沈大公子，锦州的事已不是你们将死之人该关心的了。高公公，时移爆发，皇室最缺的就是人手，运药、熬药、喂药，甚至抬尸肥尸，沾染者十死无生。我神府主仆123口，愿去锦州一区。若死在锦州，算我们心甘情愿；若侥幸活着回来，皇上再斩我们也不迟。高公公若肯在圣上面前美言几句，我手中还有一处私产，10里大桃花库。公公拿着我这块玉，便可认领。沈大公子，你这副病容，怕是还没到荆州就死在路上了。本就是该死之人。玉是块好玉，几句话而已，成不成就看皇上的意思了。阿宁，辛苦了。那是谢氏的族谱，出什么事了？听说锦州换10亿了。是啊，皇上为了移灾，原本下旨明天要连你一起斩了。我今夜本打算带着谢氏族谱与五哥强闯皇宫，就算拼了命也要把你捞出来。不过现在用不上了，因为锦州大疫，皇上知道我曾在仙医门学医，眼下正是用人之急，他舍不得杀我了。不仅舍不得杀，还要仰仗你。锦州大夫死伤大半，百姓求医无门，1传10，10传100，4州郡县皆感染了10亿。是谁最先发现的10亿？禀皇上，微臣细问过报信的人，最先发现10亿的是一位年轻的妇人顾氏。他发现后，立刻叫地方官员和苦山寺主持关闭锦州城门，切断感染源，不得让百姓带病离开。前世锦州不曾发生过10亿，偏偏阿朱在，这绝非天灾，定是人祸。微臣愿意带着内子谢氏一同前往锦州。沈婉，你有几成把握控制住10亿，不让他在上城散播？臣父没有绝对的把握，但请皇上下令闭关锁道，城门派太医镇守，设城外收龙棚隔离发热者，呼吁百姓禁足勿出。皇上，锦州因封城已生暴动，仅派太医恐难平息百姓恐慌。那丞相有何打算？微臣以为，唯有派一名皇子前往，方能镇住民心。太子暴病，燕王云游，齐王闲散，唯有晋王殿下最合适。晋王是戴罪之身，怎可去锦州？正因是戴罪之身，才该去。若平息10亿，便可功过相抵；若不幸染病，晋王也已给皇室留下了皇长孙的血脉，后继有人。这群老狐狸，分明是想借着这场瘟疫解除晋王的禁足。传旨，封沈婉为女医官，随太医院即刻启程。谢玉锦带1万御林军随行，一切听从晋王安排。朝中若有自愿前往锦州，也可站出来。皇上，微臣愿随晋王一同前往锦州。锦州凶险，你父子2人只能离开一个，那就顾兰臣吧。多谢皇上成全。整整1个月了，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妃晕倒了。晕倒了找太医，跟姑喊什么？小鹿太医说，太子妃有喜了。你说什么？你再给姑说一遍！微臣给太子妃请了平安脉，太子妃已有不足1个半月的身孕。不足1个半月，那就是大婚那日怀上的。姑有孩子了，姑有后了，姑要把莲儿从成一殿接回来。殿下不可，没有皇上口谕，太子妃不能离开冷宫。姑这就去乾清宫求父皇，莲儿有孕了，父皇一定会放她出来的。皇上，你把我关在这种鬼地方，却不知这床榻下藏着惊天大秘密，骗你留下这床榻的人才是最大的恶鬼，你真是个蠢货！
屠龙，晋王殿下这是要我杀了皇上？晋王，我们已经在此等候了4个时辰，该入城了。不急。他想利用锦州的暴乱，引发更不可收拾的残局，逼死还在城里的阿朱和我的家人，让神明佛寺成为最危险之地。人命关天，晋王殿下要等到什么时候？皇上可是下令，让我们以最快速度赶到锦州安抚民心。王爷尊贵之躯，现在城内百姓缺衣短食，处境堪危，不如王爷就地扎营，下官与太医先入锦州看看情况。父皇让本王带领军队和太医到锦州，本王便有责任保护诸位安危。眼下时局不适合入城。那你说，什么时候适合入城？就等苦巢寺的圣僧什么时候安抚好了老百姓，城门不再闹了，我们再入城。百姓已经闹了4个时辰，根本没有停歇的意思。苦烧寺怕也是苦苦支撑，你贵为亲王，又得皇上重托，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失职了？顾大人可以现在就快马加鞭赶回上京城，告本王一个失职之罪。开门！我们是皇上派来救援的，有太医和士兵维护秩序，医治染病的百姓。顾大人，没用的，我们手里没有通关令，锦州的士兵不会打开城门。是谢家军特有的战阵黑鹰，原来阿景早料到晋王会刁难，提前留了这张底牌。打开麻袋和木箱子！我捡到了，是谢家军的干粮和药草。谢家军来了，我们有救了！你敢！孩儿们，好样的！谢玉锦，申完，再不将这些畜生叫离，本王就屠了他们！我谢家军的黑鹰是得到先帝认可的战神鹰犬，当今皇上年盟时也曾被其所救，视为神鹰。晋王一口杀我12只鹰，那便要承受他们双倍的惩罚。快保护晋王殿下！好锋利的爪子，这等破阵杀敌的利器，跟着谢家真是暴殄天物。若是能落到本王的手里，谢小公爷未免太任性了，竟纵容黑鹰伤了王爷千金之躯。阿朱，他果然在这里。婉婉，顾姐姐，我爹娘可安好？一切安好，难为你们了。阿朱，爹带太医和救命药来了，只要有爹在，定护你平安。本王说的对吧？等百姓不闹了，城门自然就开了，如此便能减少冲突。本王也是为了大局着想。不知这位夫人是何方神圣，竟能亲自领着僧兵打开城门？我并无权利打开锦州的城门，只是法师派我前来同太医们说一说食疫的情况，因为我是第一个发现百姓患食疫的人。哦，原来是你发现的。阿弥陀佛，见过晋王。法师命小僧接晋王与众人入城。那是我怀孕时给他绣的，后来被查出有孕，他就不让我碰女红。我本想等孩子出生后再补满，哪知他亲手毁了一切，如今他还敢披着他出来恶心我。夫人这样看着本王的披风，可是觉得哪里不妥？是否觉得他只绣了一半，另一半却什么也没有？那是因为这是本王的王妃生前给本王留下的最后一件遗物，
他还没绣完就被奸人害死了。不过王妃放心，他留下的幼子本王养得很好，父皇已封他为世子。王妃若泉下有知，定会为本王高兴的。殿下，城内人人都知你爱妻如命，可你知道吗？你在这里少说一句废话，多走一步路，就能多救几个等死的百姓。锦州现在的死人堆里，可没几个老百姓还有力气爬起来夸你是个好夫婿。你不必再演了，美得令人恶心。婉婉，医馆人满为患，没有大夫，更没有药材。你随我先去苦袍寺，那里也是惨不忍睹。沈婉，你以为借着苦袍寺的事就能护住他？若是本王让全锦州的百姓都知道，他们信奉的活佛自己都快病死了，这锦州城到底是谁说了算？如今就算如来佛下凡，也救不了得10亿的百姓。只有本王手中的药材才是老百姓的救命仙丹。顾明珠，你终究要求到本王面前。阿锦，锦州现在彻底乱了，连巡卫都病倒了。你不仅要防着有人起哄闹事、哄抢物资，更要提防晋王的人，万事小心。你也要好好保护自己。胡闹！10亿最忌讳人群聚集，这么多人挤在一起，没病的也要被传染。寺内主事不管吗？管不了的。锦州百姓深信佛教，伽罗法师在他们眼里就是活佛，只要法师在，他们就觉得能消灾解难。这就是法师不敢病倒的原因。佛若倒了，百姓的信念就崩了。怎么会？他的脸竟然和晋王长得如此相似。不对，晋王的眼神充满了阴郁算计，而这个人的眼睛却很清澈。阿朱，10亿凶险，你身子特殊，不宜在外多走动。我进去给法师看看，了解完情况就出来。好，你进去，等你出来，我带你去见爹娘。烧得这么厉害，他病了多久了？有8日了，高烧不退，师傅就坐在浴桶里用冷水泡洗降温，寺里的药全都施给了百姓，师傅根本无药可用。女仙下，求求你救救我师傅！你是谢小公爷的妻子？我是。你放心，你的病情我不会外泄。听着，寺内2万僧兵也病倒不少，死去的尸首全藏在4号峰上，绝不能走漏风声。为什么？锦州僧兵是守国门的防线，此事一旦传出，陈国必会趁此时意挑起战火，锦州将腹背受敌，让谢家军早做排兵布阵，加强国线防守。师傅啊！别哭了，我要找个地方给法师熬药。女菩萨，寺内没有熬药的地方。可我方才在侧廊看见几名病倒的僧兵，他们也没有熬药之处吗？他们都没有吃药，因为老百姓觉得只要吃香炉里的香灰就可以药到病除，所以生病的僧兵都不敢用药。再加上本身药材紧缺，寺内生病的僧兵和躺在佛殿外面的老百姓都不吃药。吃香灰治病，何等荒谬！这锦州的防线若是毁在这种愚昧上，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话？你在此好好照顾伽罗法师，若法师苏醒，务必拦住他，绝不可让他再到佛庭去硬撑。熬药的事交给我，我会想办法避开外面的耳目，把药偷偷送到石殿，让法师喝下。多谢女菩萨，多谢女菩萨救命之恩。怎么样？情况很不乐观，痰液堵塞肺腑，呼吸困难，必须立刻用药。多时未见，师弟竟已遁入佛门了。大师姐，我还是你的小师弟。
过去。受了重伤，法师出手相救的，不然大师姐现在看到的就是2半的石峰了。不提了，大师姐，赶紧给我派任务吧。第一个任务，去找锅，越多越好。我要在寺里支起大锅熬药，发给生病的老百姓。第二个任务，去联系木仙医的师兄师姐们，告诉他们山河染荒，苍生有难，需要他们负重前行，拯救苍生。第三个任务，去联系我那几个哥哥，集所有财力，从各国大肆搜集药材，运往锦州。接下来的锦州，百姓的性命绝不能掌控在晋王一人手中，不能他想救谁就救谁，不想救谁便可以放任不管。至于这第4个任务，四哥，第4个任务是不是保护好法师？我想了解一下寺内还有多少僧兵可用，若人手不够，我好早做准备，把石殿围起来。法师说过，此事不可对外透露，请恕贫僧不能告知。偌大的苦佛寺只剩这10几个人守卫，难怪法师下了封口令，锦州的2万守备军恐怕早已全军覆没，眼下的锦州已是一座危城。我明白了，天灯师傅，我可以给你一支精锐的杀手，这第4个任务就交给这位师傅了。好，石峰，走。沈大人，沈大公子，快坐下来。若无王爷相助，沈某一家绝不可能从大理寺死里逃生。你我之间可相辅相成，本王还要多谢沈大人，愿意将那500虎一军精锐尽数归入本王麾下。王爷言重了，我这500精锐虽不多，却无孔不入。这苦神寺的底细，连同那和尚的死穴，如今都已在我的这张情报网中。探子刚报，镇国公府的物资全送去了苦法寺。那伽罗法师强撑了8日，今日已然是极限。沈晚一定会借着给百姓熬药的幌子，暗中给伽罗送药。我们正好趁此机会煽动老百姓去苦法寺夺药。只要伽罗得10亿而亡，那整个晋州就是王爷您说了算，只有您能控制局面。那这件事情，我还有3子、4子、5子，可叫他们到重灾区，使百姓快速前往苦佛寺取他们的救命之药。好，那本王静候佳音。快安排一间上好的客房，把太医叫来，务必为沈大公子好好医治身体。是，王爷。本宫说了，本宫是太子妃，去把晋王给本宫找来。只要他见到本宫，自会带本宫入城。一无奉令，二无通关令牌，这里是11重灾区，赶紧走。这不是沈莲吗？跑着瘟疫死人堆里找晋王。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小僧我就给大师姐送个现成的活靶子过去。哎，我能证明。这位师傅，您认识此女？大胆！看到太子妃还不跪下行礼！本宫早说了，本宫就是太子妃。太子妃，正是晋王殿下派贫僧来接您的，您请随我来。沈莲跑到锦州来了。是，他就是当年被沈家扔掉的那个弃婴。爹娘，11传染速度非常快，等我离开后，只能等到11过去，才敢再回来看望二老。你们这些日子就不要离开般若院了。阿朱，我也同你一起去。孩子托付给爹娘，晋王是冲着你来的。你若留在这里，他不敢轻易踏入。可你一旦出去，难保他不在背后耍阴招。只要他还活着一日，就不会放过我，也不会放过你。你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我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一个人战斗。好，我要的锅都准备好了吗？已经安排人按大师姐的方子熬药了，1个时辰后便有药可医。药材只够勉强支撑，如今必须先紧着伽罗法师，万万不可出差错。你担心那个人会煽动老百姓到苦山寺抢药？阿朱，你没有看到他之前在锦州城外的态度？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怕1万，就怕万一。那太子妃怎会跑到锦州来找晋王？她不是……你是不是想问，沈莲不是应该在东宫和太子待在一块儿吗？是啊，毕竟当初太子可是舍弃了你，硬要选她做太子妃的。莫君离怎么会这么轻易放她出宫，跑到这里来？要不怎么说晋王好手段呢？这2人早就暗通关去，连太子都被蒙在鼓里。
不过，既然太子妃跑来找晋王，咱们正好借她的手干件大事。得嘞，大师姐这招绝了！晋王殿下人呢？回太子妃，殿下正在灾区安抚百姓。殿下特意嘱咐，让贫僧拿令牌给您，请您去仓库调取100斤干粮，在苦神寺外搭棚施粮。那殿下可还有说什么？殿下说，太子妃定要好好保重身子，以免染上时疫，令他担忧。等等，沈莲腹中的胎儿居然是晋王的，这可真是太出人意料了。你去告诉殿下，本宫定会照顾好自己和腹中胎儿。放粮的仓库在哪儿？您拿着令牌，出去找耳朵有红斑的僧人，他会带您去。你去苦陈寺搭几个棚子，还有你们几个，赶紧把干粮都搬上车，运到苦陈寺外，动作都给本宫利索些。是，快，装车运往苦陈仓。阿宁，见到爹娘了吗？你放心，法师得知时疫后，第一时间就把他们安置在了佛殿后山的落泉峰，地方隐秘，暂时很安全。我给你们守着，你们进厢房谈。阿朱，此事关乎国之存亡，你也一起听听。对了，顾大人呢？顾大人，请一同入内。我要说的是伽罗法师拼死守住的军机要密。苦山寺2万僧兵竟然病倒了7七8八。好，果真是天助本王。沈大人，本王果然没有看错你。等暴民冲进寺庙，抢走沈丸手中的药，伽罗不出5日必死。等他一死，苦毛死的残局就全凭殿下您说了算。听话的僧兵吃药，不服从的便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伽罗真是胆大包天，防守国县的僧兵倒下，他竟敢隐瞒不报。若赤果果此时来犯，锦州岂不危矣？所以此时殿下出面力挽狂澜，锦州百姓必定将您奉为神明。主子，暴民已安排妥当，随时可入苦佛寺夺药。走，随本王去看好戏。大师姐，药都熬好了。好，现在是关键时刻，把法师的药给我，我亲自去送。其余人随我镇守苦说寺大门。太子妃，上香的百姓来了。太好了，等本宫把这施粮的差事办得漂漂亮亮，晋王殿下肯定会夸本宫是他的福星。怎么这么多人？快拿本宫的帷帽和药水瓶来！菩萨下凡了！你们快看，是菩萨下凡了！我们的活菩萨呀，快救救你的子民吧！我们生菩萨手中的仙入就是治10疫的药，快去菩萨跟前求一滴仙入！别过来，不准再靠近本宫，给本宫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给他们发干粮！发干粮！一定是菩萨刚才给食物施了仙露。没错，这是本宫发放给你们的粮食，你们各自排好队，一个一个来，不许哄抢，仓库内多的是粮食。菩萨叫我们排队，我们就排队去，好好排队。吓死本宫了，千万别把10疫传染给本宫，不行，我得要点解药傍身才行。太子妃，来的老百姓太多，恐怕粮食不够啊。这些都是来苦山寺上香的，会不会是方才百姓误以为太子妃是菩萨下凡，才引来更多百姓求助你？那这么多人是不是都得了10疫？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拦住这些老百姓，别让他们靠近本宫。
本宫可是奉旨前来，还怀上了皇孙，绝不能出任何差池。若是粮食不够，你们就拿着令牌回仓库调粮。总之，一定要完成晋王殿下安排的任务。主子明明安排这包报名抢草药，怎么全派队领干粮了？局势彻底偏了，得马上回禀主子。这些粮都是镇国公府捐的。不对呀，镇国公府捐的粮早就运往苦佛寺了。好像是从东边那条巷子运出来的。那是朝廷粮矿的方向。王爷，您是不是让太子妃到苦佛寺搭棚饭给老百姓了？你刚才说谁到苦佛寺？太子妃啊！莲儿怎么会来锦州？你确定是太子妃？千真万确，太子妃拿着王爷您的令牌，去粮仓调出粮食运往苦佛寺了。去把他给本王带过来，快去！殿下，这定有误会。王爷，定是有人利用了莲儿，否则事情不会那么巧，正好把那些百姓堵在了苦收寺外。你当本王是傻子，不清楚沈莲被沈婉利用了吗？你养的好女儿。老百姓虽被拦在寺外，可如果我们现在入寺，让伽罗法师出席一场普渡会，给死去的老百姓超度，10亿不除，普渡会不结束，伽罗不是百姓心中的佛陀吗？那便让他如佛祖一般坐在神台上。方才本王错怪你了，是我教女无方，王爷不如趁热打铁，现在就去苦神寺。晋王来兵入寺了。殿下有何吩咐？这药是要往哪儿送？自然是给佛寺内生病的僧人和老百姓啊。这什么鬼东西？殿下当心，这是刚从死时域的病患身上拿下来的，臣妇这样拿去销毁的。你说什么？殿下怎么如此不小心打翻了锅？这病患之物传染性极强啊！假的，根本没有什么染疫遗物，本王被这女人耍了。顾艳宁、谢玉琪，你们早在此处等着本王！好，早就知道晋王体恤民情，苦佛寺内也算重灾区，想必殿下一定会走一趟。臣妇与夫君在此恭候多时，已经为王爷安排妥当。王爷请看，晋王殿下来苦佛寺了，殿下手里有药，殿下带来了太医，殿下是来拯救锦州百姓的，快，晋王殿下在这儿。谢玉姐、顾艳宁，你们……晋王殿下，微臣也实话实说，告诉寺内的百姓，我们是从上京城而来拯救晋州的，而此次负责锦州10亿的人，正是晋王殿下您。多谢晋王殿下发放药水，派遣神医。伽罗法师是我们晋州的圣人，晋王是我朝的贤君，此乃我晋州百姓之福。锦州突患10亿，乃本王所不愿看到。你们放心，10亿不退，本王绝不会弃你们离开锦州。接下来的日子，本王会与你们同吃同住，共度苦难。不仅如此，晋王殿下还打算学伽罗法师渡人之法，开一场超度亡者的大会，日日为死去的百姓抄写佛经，度亡者早日去往极乐世界。而方才晋王殿下已与法师调览过，伽罗法师将闭关7期49日，在佛前写悔过书。如今有晋王和法师在，相信我们定能平安度过此劫。好得很。晋王殿下，这是您向法师要的超度经文。法师说，
可将莲花圣台作为超度圣地。王爷若有什么不懂的，可问贫僧。贫僧乃法师身边的大弟子。法师还交代，抄经时定要戒荤戒欲，才能让佛陀感受到王爷的诚心。好，法师有心了。王爷，咱们不去找伽罗法师了吗？蠢货，没听到方才沈婉说的话吗？本王已经被他当众宣称与法师交谈过了。若本王再去找，那个和尚肯定会说法师已经闭关了。王爷若有事，可与贫僧说。好厉害的沈婉，好厉害的心机！本王竟第一次在一个女人面前吃瘪。去找沈正一，让他想办法，立刻叫沈莲收手。再这样下去，御林军的军饷都要被沈莲送没了。顾夫人，师父他病得太重，根本喝不下药。你把法师扶正，我来喂他。这碗药必须喂下去。如今靖王的眼线死死盯着婉儿，把法师转移到这洛泉峰已是极限。法师，我自己来。我心中一直有个疑惑，顾夫人和顾家人行事作风全无半点血脉亲人之感，连天灯对你也十分客气疏贤。他看出来了，我的身世绝不能曝光，否则不仅顾家万劫夫妇，还会把婉儿也拖下水。我并非咄咄别问，你也无需回答。天灯入我佛门前是个苦命人，他曾说有个妹妹等他团聚，可你的到来并未解开他的心结。你不是顾家的女儿。能不能问法师一个问题？佛陀真的能庇佑世人吗？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有个5岁的孩子被关在编织的牢笼里，逼迫他读书写字。直到有一日，他走进一座金殿，看到了一尊如山般高大的金身佛像。可第二天金殿走水，许多僧人葬身火海。他说那是佛陀的惩罚。自那以后，孩子日夜做噩梦，梦见烧焦的双手拉扯他，要把他拽进地狱。从此那场火成了他的心魔，哪怕金殿重建，他再也不敢踏入半步。直到他遇见了一个女孩，那个女孩身上有金色的光，里面烧死了那么多人，你不怕吗？佛陀为什么没有保佑我脱离苦难？你若害怕，就握紧它，佛陀就在你身边。因为那尊玉佛，他不再惧怕一切，他生出了对抗世俗命运的勇气，撕碎了母亲的牢笼，去修他自己的道。法师，师父，您别吓我！我不该多嘴，问法师这么多问题。你不过只问了一个问题，却让法师为难至此。何来为难？你问的正是我修的道。孩子脱离苦厄是佛的庇佑，百姓求得香灰治病是佛的庇佑。佛在人心，心有猛虎便见杀戮，心有菩提便见慈悲。佛度世人，人度己，悲欢苦厄皆在心。他这副神态，竟像极了那个人。不，那个人阴险恶毒，根本不配与兼备的圣僧相提并论。天竺，外面有人会找法师的麻烦，这些日子非必要绝不可离开洛泉峰半步。会有人暗中来给法师送药。我知道了，顾夫人。这扇骨药水浸泡过。你是怀疑靖王这把扇子的药味可以解食疫？我是怀疑江州食疫是有人投毒。此事最大受益者便是靖王。锦州食疫一出，他便得以解除软禁。主子，
是晋王的人送来的信。哼，他要见我一面，去找他，看看他想干什么。萧云，在建州城门派几个自己人看着。若我们镇国公府的物资运到，一定要第一时间把物资运往苦佛寺，不可交到晋王手中。主子，少夫人已提前安排了人，我们再派2个。晋王目的不明，定要时刻关注运往解州的东西。他若真心处理实意，就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王爷，谢小公爷快到客栈了。王爷让我来亲口告诉他君临太子与他的关系，这更有说服力。您不如先退到内室听着。你最好能说服谢玉锦，否则本王就只能把你们一家人全派到重灾区去干苦力搬东西。王爷息怒，不过是一个伽罗法师罢了。沈婉当着百姓的面说出那些话，无疑是在帮您建立名望啊！您只要每日坐在莲台上抄1-2个时辰经文，百姓就会对您感恩戴德，对王爷百利无害。沈婉、谢玉锦，若能为本王所用，何愁大事不成？王爷，谢玉锦上楼了。门没关，直接进来吧。好久不见啊，谢小公爷。我不认为和你这种奸险小人有什么可聊的。你一直在调查你母亲和那块手帕，你难道不想直接问问我，你母亲和当年君临太子被屠一事到底有什么关系吗？用解毒杖的解药换一个关于你身世的秘密。那块帕子我自己会去查，至于解药，我有，但也绝不可能给你。你且守好你的秘密吧。你难道不想知道你母亲现在的情况？你们离开上京后，皇上可不会轻易放过她。皇上若要血洗镇国公府，第一个开刀的就是你娘，因为她就是当年的君临太子妃。你胡说！你们敢动我母亲试试？你别忘了我的身份，我是沈家人，沈宝坤是上一任皇后的哥哥。君临太子身上流着1半的沈氏血脉，当年东宫被屠，君临太子妃没有死，她和腹中不足3个月的胎儿活着离开皇宫了。那个孩子就是你。接下来你是不是要说，这都是皇上一手策划？确确实实是景隆帝。你可以派人去乾清宫龙凤墙后的暗室看看，那里挂满了皇上夜深人静时画的君临太子妃画像。现在的皇后也不过是因为长得像孟氏才坐进中宫，当年死在东宫里的只是孟氏的替身。当年孟氏被景隆帝救出来后，拿出发簪在景隆帝面前自尽。景隆帝看他一心寻死，给了他3天时间逃命，扬言若被他抓到，就必须做他的皇后。可皇上没想到孟氏遇见了神医，你听过换脸术吗？换脸术你都问得出口，你是不是还想说我娘那张脸是从死人脸上扒下来换上去？听起来荒唐，但你可以回去问沈婉，她医术高明，定能为你解答。讲了这么多话，口干舌燥了吧？没事多喝喝茶，少胡编乱造。故事讲得很动听。谢玉锦不相信你的话。王爷别急，他只是表面强作镇定。等他回去后，收到他母亲周氏失踪的消息，您看看他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嚣张？王爷，莲花塔已布置好。沈正一，希望本王不会选错人。爹，太子妃她，你妹妹人呢？我不是让你把她带回来吗？她被沈婉带入佛寺内了，寺内大门被百姓堵着，小门有谢玉锦的人看守，我没法进去。爹，那些老百姓都在跪拜莲儿，说莲儿是救苦救观世音菩萨转世。你说什么转世？菩萨转世。要为晋王造势，这不机会就来了吗？你到底什么时候带本宫去找晋王？晋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怎么会跑到锦州来？
皇上把爹娘兄长流放锦州，本宫自然担心，哪像你个白眼狼！那你去找你爹娘便好，何必要找靖王？你，本宫和靖王的事你少管。对了，顾明珠和他生的那个野种也在苦潮寺吧？让他滚出来见本宫。看来靖王什么都跟你说了，他想利用你杀了顾明珠。是顾明珠不识趣，坏了靖王的大业。靖王府都对外宣称他已死，他何必还活着？明珠是名正言顺的靖王妃，而你身为太子妃，却在我面前过问靖王的事，不知太子妃是以什么身份过问？你喜欢靖王，那靖王喜欢你吗？殿下当然喜欢本宫，他答应过待他登基，本宫就是他的皇后。不可能，靖王绝不会喜欢一个怀着他人骨血的残废女人。你才是残败女人！本宫腹中的胎儿就是靖王殿下的。哦，原来太子妃怀的是靖王殿下的骨血。我什么都没说，快把他忘了，否则我杀了你！闭嘴！否则我不敢保证，会不会现在冲出去告诉全天下，你背叛了太子？生儿，你不要说出去，你想要什么，本宫都可以给你，绝对不能让靖王知道我坏了他的好事，否则他一定会杀了我的。哼，我为何要把靖王殿下的秘密说出去？这对我和靖王有什么好处？你和靖王？没错，靖王难道没告诉你，我和他已经达成了协议，是合作伙伴吗？你们是合作伙伴？自然。靖王找人先往锦州投毒，等时疫爆发，刘丞相便借机将他从王府捞出来处理灾情，而我充当的就是那个找到解药的人。到时功劳分给靖王造势，我镇国公府也算从太子那边改换了门役。沈皇后被雷劈后至今未醒，太子倒台是迟早的事，镇国公府投靠靖王，合情合理。那你找到治时疫的解药了吗？若能找到最惜得时疫的那个人，兴许更容易配出解药。我知道是谁。你知道？莫非给锦州百姓投毒之人便是你？没错，靖王找的人正是我。本宫在给回锦州部里商人的茶水中投了毒。该说的本宫都已经告诉你了，你尽快为靖王殿下配出解药。少夫人，自称是靖王禁卫的人来接太子妃了。大师姐，京中加急信件，是神武公子沈寻之送来的。阿姐，镇国公府，娘出事了。去见你的不是靖王，是你的养父沈正一。把沈正一跟你说的话一字不漏的告诉我，记住，一字不漏。沈正之说，当年阿姐，那你信他说的吗？我从未质疑过我是谢家的血脉，我担心的是我娘。阿宁，我必须回上京。回去可以，你先看看这个。景隆帝收到这封信后，立刻去软禁了娘。阿锦，你现在是局中人，迷失了方向，你必须跳出迷局，以谋士的眼光来看待此事。我反问你，如果你是逃亡的君临太子妃，你会让人知道自己和神医交易，换脸重新做人，还敢嫁回这上京城吗？绝不可能！若是我，定会逃离上京，隐姓埋名，怎会主动跳回火坑？我若是皇上，我费尽心思谋求来的心爱之人，怎会轻易放手让他逃离？我一定会把他囚禁在黑暗中，生我骨血。阿宁，我们都被骗了。君临太子妃是自己逃的，景隆帝一直在找他。沈正一说的话半真半假，景隆帝设计屠灭东宫是真的，但我的身世是他们编织的网。一个面临生死的太子妃，哪有时间绣这块血手帕？这帕子是有人从娘房里偷出来的。那封给皇上的信就是沈正一写的，里面定有换脸的药方。靖王想借皇上的手屠我镇国公府，逼我和皇上彻底离心，因为他想要我谢家手里的兵权。你终于看清了，兵权才是靖王所求。你可知我刚才在沈莲那里套出了什么？
这锦州的10亿根本就是晋王指使沈炼，让沈炼去自己名下的铺子，给来铺子采买的锦州商人下毒。这些喝过他茶水的商人，便是第一批换10亿的人。沈炼甚至亲口承认，他腹中的孩子是晋王的。晋王许诺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后。这群丧心病狂的畜生！阿锦，太子无法生育，沈皇后被下药至今未醒，晋王只要熬下去，皇位迟早是他的。可他偏要制造10亿，夺你兵权，控制佛寺，他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晋王想要谋反，他不入锦州城，是为了在民间建立神明般的威望。他想借我娘的死，曝光当年东宫被屠的真相，搅乱天下人心。最后，他才跳出来做正义之士，把谋反投毒的罪名全按在我这个太子伊夫尔的身上。我谢玉金就是他登基路上最大的替罪羊，而他便可踩着我们所有人坐晕江山，成为讨伐奸逆的千古一帝。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还有太子可以利用。如果我是景龙帝，寻了20年的女人失而复得，我绝不会轻易杀她，只会把她囚禁起来。但如果我是晋王，我早已在镇国公府外布下天罗地网，只等皇上的人一包围国公府，晋王的杀手就会立刻冲进去，杀了我娘，把罪名死死扣在景龙帝的头上。没错，因为景龙帝最想杀的从来不是你娘，而是夺臣妻必杀忠臣，他要我爹死。晋王要杀你娘嫁祸，皇上要杀你爹夺妻，镇国公府如今就是10面埋伏的死局。我去给娘和五哥写信，让他做好心理准备。我去找晋王，告诉他我愿意归顺他。谁？夫人，属下是小公爷派来的，少夫人从锦州来信了。献给夫人。娘，我是沈婉。皇上突然封府，每日凌晨来说些莫名其妙的话，竟是因为他把我当成了死去的君临太子妃，太荒唐了。快进来，一会儿皇上要来了。夫人既已看信，便知眼下只有皇上能护您周全，外面有人想要夫人的命。您若想保命，便顺坡下驴，把自己伪装成君临太子妃。你让我背叛国公爷，做皇上的女人，我做不到。并非如此，这是少夫人给的换脸药方，困凤虽难，但国公爷和小公爷在外更是步步杀机。夫人只有让皇上深信不疑，才能活下去。这药方里的曼陀罗可致人忘却前尘，神志癫狂，夫人可借此拖延。夫人保重。传太医，立刻去给朕传太医！锦州10亿肆虐，苦佛寺僧兵大批染病，国防界限无人防守。这等险境，朝中谁敢去支援？父皇，锦州局势危急，非威望极高、战功赫赫之将不能镇压。儿臣举荐镇国公带领2万谢家军前往平乱。若是镇国公死了，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人能名正言顺地抢走我的女人。准奏，让镇国公即刻点兵，不得延误。邂逅，你最好能为国尽忠，死在这锦州城里。晋王殿。
晋王殿。沈莲，你的脸不是已经治好了吗？哼，你们真以为沈婉给的方子能治好他脸上的毒疮？殿下说的没错，沈婉那个贱人害我，我脸上的胎斑、行魂液就现形了。可是王爷，你为何要打莲儿？莲儿，你怎么会跑到锦州来？太子殿下呢？自从沈家出事，太子便不敢入城一殿。我找了个同样怀孕的宫女，躺在帐子里顶替我，偷偷跑出来的。靖王殿下，莲儿担心你，想尽办法逃来莒州。莲儿想告诉你，莲儿怀孕了，是您的孩子。太子殿下身子早就废了，这一胎是王爷您的骨血。这沈莲真是又蠢又天真。不过，这不正是一颗绝佳的棋子吗？本王知道了，但你不能长留在锦州。可是我不想回东宫。莲儿，你忘了你答应过本王的话。今日你父亲在此，本王可向你允诺，待本王问鼎帝位，必许你帝后之位，立你腹中孩子为太子。若让太子知道你我暗度陈仓，本王名声尽毁，太子定会拉拢谢家军杀我。你想本王死吗？不，莲儿不要殿下死。别怕，本王方才遇到些烦心事，在气头上失手打了你。本王向你道歉，别生本王的气，好吗？本王让你回京是有很重要的任务，皇上拨了禁军守在镇国公府外，你派去的杀手连院子都没进就被击杀了。本王低估了皇上对君临太子妃的执念。谢玉锦既然已经动摇，就必须立刻杀了周氏，断了他的后路。王爷，您是想让莲儿去？你觉得不行吗？殿下有什么任务，莲儿一定帮王爷完成。回京后想办法进镇国公府杀了周氏，放火下毒，白刃勒死，皆可。没问题，莲儿绝不辜负殿下。叶莹，护送太子妃秘密回宫。大师姐，上京城的信，还有晋王已经派人送沈莲离开了锦州。东宫竟无人知道沈莲私逃出宫。就凭他那个脑子，怎么可能不惊动后宫？哼，除非诚意殿内有暗道。若是这样，那就好办了。阿宁，库房里的药材全部耗尽了，一天要煮上万剂秋水。你们带来的百车药材，不到半个月已经见底，外面许多百姓挺不过去了。我按少夫人的吩咐去探了晋王的库房，他根本没把药材拿出来救人，库房里堆的全是稻草。他现在日日去莲花台假惺惺的抄经，哼，还让人煽风点火，说喝了他烧的经文符水就能痊愈。他真把自己当活神仙了。视百姓如蝼蚁之人，自然不会顾人生死。师兄，谢少夫人在吗？顾少夫人她发高烧了。阿朱染上失忆了，眼下没有药材，阿朱怎么挺得过去？晋王手里有药，他巴不得阿朱死，好掩盖丑事，怎会拿药救他？石峰，商队还要多久？各州县封锁，道路阻断，恐怕还需10天半个月。太久了，我们等不了。石峰，你去准备人手，今夜我定要挖出朝廷的药仓。阿黑，过来。这狗倒是很听你的话。司礼僧人病倒大半，他饿一顿饱一顿，如今饭归我管，自然听我的。唉，这场食疫，不知还要死多少无辜百姓。神女，您的房间就在晋王殿下的隔壁。你要住在天香客栈？对，我已经好些日子没见到阿锦了，不知晋王把阿锦派往哪个区域，我想见一见他。食疫严重，他回不来。至于你，
本王不是很建议你住在天香客栈。神女意，要不您还是换一家客栈吧？没问题。婉儿妹妹，并非本王故意为难你，实在是你太过聪明。若让你住在隔壁，本王定会寝食难安，夜不能寐，还望体谅本王的良仆用心啊！原来你也知道你自己蠢，并非本王愚蠢，而是你这般聪慧的女子世间少有。可惜啊，当年若知你如此聪明，本王定娶你为妃，又何苦绕大圈子找一群蠢货帮忙？你今日并非真心想住客栈吧？你想要本王手里的药材？哼，你的商队困在关卡进不来，你来天香客栈不过是想虚张声势。你想引本王心虚去查看药仓，借机看本王调兵的去向，好顺藤摸瓜，对吧？这就不必殿下费心了。你只需知道，我今日就是来搞事情的。晋王殿下，近日可要加派人手看好药仓哦。哼，本王绝不会上你的当。叫人送热水上来，本王要沐浴去病气。你自便吧。去。石峰，纸和笔，快！研墨，我来。帕子上的气味太淡了，最后一味药被其他气味压住，无法分辨。大师姐，给我试试。岐黄、荆芥、甘松，还有一味圣平，气味极淡，被其余药草盖住了，无法辨别到底是凤尾枝还是龙尾枝。这是之前从晋王扇子上辨别出的药方，是凤尾枝，治寒病的奇药。成了，我们药房里还有药材吗？残枝碎屑还能收集一些。好，按着这个方子去抓药，不必管克数，随手抓，分量越多，气味越浓。抓完磨成粉，先给狗反复闻，闻的过程中喂狗食，然后往寺外的路上撒，在药粉尽头放狗食，如此反复，把狗一路引到天香客栈附近。只要有人身上沾着药仓里的气味去见晋王，狗就能顺藤摸瓜找到药仓。我会训狗术，我去配药。锦州时疫横行，百姓危难，师傅他也生病了，寺药材耗尽，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需要你们，法师，需要你。来了！哎，我还没实施下一步计划呢，怎么全跑了？师弟，不必了。阿黑闻到了救命的药味，他是带着狗群去给法师抢药去了。殿下，京城虎医未来信，拿来。果然是一群废物，派去镇国公府的几波杀手全折在里面了，一个都没出来。你觉得莲儿去能成功吗？王爷，既然在镇国公府杀不了周氏，那就想办法把周氏弄进皇宫，再找人说服皇上给莲儿解禁。周氏进了宫，莲儿便有的机会下手。好主意，我会传信给刘丞相，让他去办此事。晋王步步算计，利用沈家，利用莲儿，将来他若真问鼎帝位，会愿意留下我们这些知道他不堪过往的棋子吗？近日多派人手盯着药仓，沈婉的药材已经耗尽，他盯上咱们。另外，若有外地商贩运物资入城，一律先扣下，直接运往咱们的粮仓。是。爹，
事情不是有转机了吗？您为何一直皱着眉头？无事，按晋王的吩咐，好好当差。我先回去看看你娘。好，我去军营了。去！哪来的野狗，滚远点！饿疯了吧？地上连根骨头渣都没有，赶紧滚！申婉，你真以为全天下只有你一人精通医理，无人知晓？本王乃是木仙山李仙医师哥的关门弟子，论医术，本王与你不相上下。本王亲手调配的这碗毒，你这辈子都别想解开。哪来的野狗？快赶出去！百里掌柜，那是苦佛寺伽罗法师养的神犬，不能赶啊！不好，他们往2楼去了。晋王殿下在上面，快拿肉来！是肉啊，香喷喷的肉！外面哪来的狗？王爷，好多狗！不能伤狗，这是法师的神犬，快拿肉引出去！来人！护驾，快护本王！钦州律法，杀狗受重刑啊！敢杀法师的神犬，老子跟你拼了！他们要的不是本王，是药，是申婉那个贱人干的。去死吧！狗掉进鱼池了，快下去救狗！申婉，王爷，军营出事了，把那个伤狗的官兵交出来！他一脚活活踢死了苦法寺的老神犬，让他滚出来！他杀狗伤狗，罪不可恕！偿命！大师姐，药仓里的东西全搬完了，接下来就看晋王和沈正一的表现了。阿黑，今天干得不错，晚上赏你大鸡腿。晋王殿下来了，大家安静一下。王爷，有人敢在锦州的地盘杀神犬，我们绝不容忍这等暴行！来人，把带头惹事的沈将军给本王绑起来，斩首示众！虎一卫最精锐的士兵一直由老四打理，晋王这是要卸磨杀驴，砍我儿子的脑袋！王爷，定是有人带头闹事啊！怎么会这么巧，又是狗又是百姓？本王会不知道是沈婉在夺药闹事，但绝不能让百姓知道我们的人杀狗，否则他们会生吞了我们。去，把沈四抓来。沈成觉，王爷有令，让你到邢台。去邢台做什么？啊！我的腿被狗咬了，让他先处理伤口。沈成觉，有人说你伤狗杀狗，可有此事？王爷您来的正好，那群刁民带着野狗闯入军营咬人，若不是我杀了带头惹事的那只老狗，会有更多兄弟受伤。就是他杀了苦佛寺的狗，他还打伤了几个妇人。胡说！我什么时候打伤妇人了？我没有，我就杀了一只狗而已，用得着如此兴师动众吗？沈成觉，伤民杀犬，损我朝军威，请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即刻行刑。王爷！
谢家有一支商队正赶往锦州，你立刻快马加鞭出城，把谢家商队给本王带入锦州来。是，王爷。大师姐，晋王派叶恒连夜出城了。他药仓空了，现在没人比他更怕染上时疫。他派人出城是去抢我们谢家商队的救命药。他莫非又想把谢家商队运来的东西占为己有？他倒有这种心思。现在整个锦州都在他管控内，他的命令就如圣旨，所有人都得听他的。但若是锦州百姓知道朝廷要在城门发药，那我谢家商队的东西就不再是燕王一人说了算。顾伯伯，他不是想利用锦州百姓为自己造势，博一个贤君的名声吗？造势，我在行，此事交给我。石峰，你潜入晋王房间时闻过他的药浴，能写出方子吗？我试试。抓2份，给阿朱和法师用上，内服熏香，全都搞起来。既然是晋王用的方子，定是个好东西。晋王殿下治理有方，百姓视晋王为救苦救难之菩萨，行跪拜叩首大礼。晋王坐于莲花台上，受百姓香火，振奋民心。有晋王在，居州无虞。好一个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好一个受百姓叩拜的晋王！顾兰晨写的信。是的，皇上收到顾大人的快信时，丞相大人就在殿内。皇上还大笑调侃，当着丞相的面说主子你有大抱负，没让皇上失望。好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捧杀！刘丞相深知圣意，出宫后立刻传信，让主子在锦州务必收敛行径，想法子封住顾兰晨的嘴。哼，本王虽有夺权之意，但这层纸现在被捅破，可就太没意思了。王爷，谢家商队与木仙山一门弟子已入晋州，此刻就在城门。申万亲自出城迎接，他们打算在莲花台布下巨型衣棚，统一解当下困局。王爷要不要去看看？叶颖，销毁。谢玉锦一直与本王暗中周旋，从未真正归顺。若本王能把申万拉入阵营，许多事定能事半功倍。你去安排物资存放库，把谢家的物资给本王控制起来。本王去和沈婉谈谈。谢氏族人向锦州百姓捐赠10万两药材、衣物及果蔬。你们是朝廷的人？没错，本官沈承玉奉晋王之命安排这些东西。从现在开始，你们跟着我，把物资拉去指定仓库。那不行，我们谢家也安排了仓库，送给老百姓吃用的东西，我们必须保证能一手发到百姓手里。谁知道你们这些当官的会不会一层一层扒皮？你算什么东西？晋王殿下的命令你也敢不听？老子连朝廷的东西都敢劫，晋王算个屁！不过妹妹交代过，得收敛点。你放肆！那要不这样，我去找我们当家的，你也去同晋王禀报一声，我们谢氏不但捐物资，还捐人。这些东西是我们砸锅卖铁凑的，铁定得我们自己人看管。你等着，我去让晋王收拾你！婉儿妹妹，本王向你投降了。晋王此番到来，怕不仅仅是为了向臣父投降吧？你早已对太子没有念想，对这个皇朝也很伤心吧？本王知你并非沈家嫡长女，渴望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一家团聚。只要你助本王一臂之力，待本王攻城，定为你父母伸冤，还古家公道。还有阿朱，只要你站在本王身后出谋划策，本王答应你放过阿朱，绝不再派人伤害他。晋王想为我的身世鸣冤，那沈正一怎么办？你是不是也曾经这样同沈正一说？只要你跟随本王，待大业成就，定让你官复原职。命令沈婉交出解药，解你长子的毒瘴，让你光宗耀祖。还有沈莲儿，只要本王登基，你便是本王的皇后，
你我携手山河，共创未来。沈婉，人活得太明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这句话并不适合我，但有一句话很适合王爷你：多行不义必自毙。臣妇要忙着救百姓，不便接待。沈婉，你可要想清楚了，不与本王为母，便是本王的敌人，将来可别后悔。沈婉，你以为你藏得住？叶莹，听说晋王殿下来找你了，殿下人呢？走了。既然晋王不在，你直接问我家少夫人不就成了？少夫人，这小子刚才在城门大言不惭，说要把咱们的物资全存进朝廷仓库，由他负责呢。这是晋王殿下的安排，不光谢家，所有商行捐的东西都得由朝廷统一发放，这样才能确保每个百姓都有饭吃，有病看。巧了，方才晋王来找我，谈的正是物资的事。晋王殿头发话，为了提高效率，要在莲花台搭建可容纳万人的一棚，谢家送来的物资正好直接派上用场。怎么，你不信？回去问问你的晋王殿下呀。沈婉，老四的死是不是你设计的？我沈家养育你15年，我待你如亲妹妹，你为何要恩将仇报？他们自诩施恩者，满口道义，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走。蠢货！大哥一直在镇国公府贴身保护国公夫人，五弟在朝堂死死盯着刘家的人，国公府暂时无碍，你放心。现在无碍，不代表以后无碍。1、2、大师兄，师弟们，大师姐来了！大师姐！师妹，大师兄，石峰师弟说你已经找到破解11的方子了。目前来看，效果显著。顾明珠用了方子，高烧已退。伽罗法师昏睡多日，如今也不再复烧了。但锦州病患太多，我们需要立刻想一套方案。患病人数惊人，一棚绝对收容不下所有人。那就分流，一棚专门收治重症患者，派出一半的师弟，带上药材，挨家挨户去给轻症者发药。眼下只能如此，大家务必保护好自己。是。排好队，领药粉包和面罩，每人一份，进巷子前必须带好。别怕，朝廷十分重视锦州11，已经在莲花台搭了最大的一棚，药管够。刘丞相怎会在此刻出现在贵妃的内殿？皇上驾！晋王这蠢货竟干蠢事，非我皇室血脉，注定成不了大器，无用之人。你刚才说谁不是皇室血脉？皇上，您听错了。朕没听错。刘西瑶，晋王到底是谁的野种？快去拿丹药来！来人！哥哥，你要干什么？他已经知道晋王的身世了，他若走出去，我们刘家就要被诛九族。快去把秦圣一配的慢性毒丹拿来，喂他吃下去。皇上，你别怪臣妾，
现在的晋王不仅不是你的儿子，连臣妾的儿子都不是。他是哥哥从刘家旁支里挑出来的，我们的亲生儿子。现在还有气儿，把剩下的放进水里化开，全灌下去。放心，分量极少，他不会立刻死，是会昏睡不醒。皇上，你怎么了？快来人啊！四哥，您的脸怎么伤的？阿宁，快想办法！苦山寺被暴民围了，有人散布谣言，说洛泉峰的顾姓女子是伽罗法师养的女人，两人早已破戒生女，惹怒佛陀才降下10亿，推倒那个狗屁法师的金身，砸了莲花台。僧兵叛变了，他们正冲向洛泉峰，爹娘、顾氏和法师全被困在山上，形势危急。大师姐，是孙子在带头煽动。杀人了！扯我胡子做什么？大家快看，这里有法师的同伙，他们是一伙的。砸了他们的药，推倒法师的金身像，砸！爹！别管老子，快去救你媳妇儿！请你告诉我们，那顾氏与你到底有何勾结？这孩子是不是你的骨肉？师父，你为何不解释？只要你解释，弟子愿意相信你，把这孤儿寡母赶出去。诸法无常，无需强求。你们的佛陀已不是你们心中的模样。强留寺中众生俱苦，皆憎皆恶。这是弟子最后一次护你，你带着他们滚出苦山寺。往后你的生死与佛寺无关。天禅，你这混蛋！天主，人心善恶自有因果，无谓争执。王爷，要不要趁机把伽罗赶尽杀绝？他如今已是丧家之犬，百姓的透气就够他受的。本王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和尚的命，本王要的是顾明珠再无庇护。王爷，佛寺僧兵求见。让他进来。贫僧天禅参见殿下。伽罗金身被毁，方丈袁术，寺内1万多僧兵群龙无首。殿下乃菩萨降生，贫僧代表佛寺恳请王爷入寺主持大局。寺内还有1万多僧兵，剩11000，大多感染10亿，危在旦夕。我们药仓没药了，但可以从临县调，先治好这批僧兵，王爷的威望便可彻底立住。尽快调药，务必优先救治僧兵。至于寺内那些等死的普通老百姓，让他们去莲花台找沈婉那帮人。本王的药只救有用之人，有了这1万武僧，本王便有筹码与谢玉锦的谢家军抗衡了。走，去苦佛寺。这背影是师父，不是殿下。殿下像法师一样来救我们了。诸位受苦了，本王此立誓，定会治好你们的疫病，为锦州死去的亡魂超经普渡。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我们也染了10亿，里面那么多空床位，为什么不让我们躺进去？是不是要等我们病死了才管我们？快放我们进重症棚！
不然今天大伙就把这棚子掀了！闹吧，都别拦着，让他们进来把一棚掀了。既然如此，谁都别想活了！石峰，把药罐子全给我砸了！所有木仙山弟子立刻回山！这药是我们谢家捐的，老子拿去喂狗也不给这帮白眼狼！砸！砸！不要砸了！那是救命的药啊！你们只是攻烧，我女儿昏迷5天了，她会死的！求你们别闹了，申女一没有不管你们啊！我媳妇儿身怀6甲，现在米水不进，全靠申女一用管子一点点喂药，求求你们，救救我媳妇儿和孩子！那不是神婆香囊吗？昨天还是一头黑发，怎么全白了？你们不要再抢了，我们家空出了34个床位，可以让给你们。34个，他家那8个孝顺儿子，1个亲闺女，还有那6个刚满地跑的胖孙子，全都没了！老天爷啊！连带着儿媳妇和亲家，这可是灭门啊！香嫂，你做什么？我这就让人进去看他们。沈女一不用了，他们都凉了。我姥临走前说不想再占位置了，让我把孩子们带到火场烧了，烧干净些，别传染给别人。大师姐，李家的人全都没气儿了！不可能！我早上还看过林家老大，他还跟我说话的。这些山的人都治不好，我们都会死！是伽罗，是他惹怒了天威，去找伽罗，把他们赶出锦州！香嫂，对不起。沈女一，你尽力了，谁也没资格怪你。我命硬，石毅收不走我该走了。锦州还有一个更大的劫数快要来了，沈女一若想保全自己，尽早离开吧。媳妇儿，你去休息，这里有我保证，谁也别想再来闹事。王爷，信有问题，我们得立刻赶回上京城。父皇突发救急，恐命不久矣。皇上命不久矣！陈国皇室探知锦州实意，已集结大军，来势汹汹。本王离开后，锦州便交由你来处理。沈大人，晋王要你处理实意，旁的事你不必再管。他这是要把我们当弃子扔在锦州？本王今日要告诉你们一件极其痛心之事：我的父皇，你们的皇帝陛下，正被丞相与贵妃残害。太子被困，留党乱政。本王虽有刘氏血脉，但更是末世皇子，奸臣当道。本王要回京救父，恳请诸位助本王一臂之力。拨乱反正，刻不容缓。回上京城！回上京城！回上京城！等本王带僧兵一走，把这令牌给沈正一，告诉他锦州实意已失控，命他屠城。大师姐，京中快报，主子，陈国急报。出大事了！皇上病危，晋王要反，我去找爹。石峰，立刻召集3000绝影暗卫去拦晋王出城。阿宁，你想阻止晋王回朝？我阻止不了他回朝，但我可以阻止他走之前下令屠城。
他竟敢屠城！锦州还有一个更大的劫数，若想保全自己，尽早离开锦州。眼下的锦州已是人间地狱，我想送你出城，我也有私心，我怕你死。我懂，可这种事总要有人去做。好，一定要活下来。好，你快去找爹，派人去找伽罗法师，他镇守边境10年，最懂陈军的战法。法师被帮渔民逼到乱葬岗的尸山上了，他们不准任何人送吃的，想活活饿死法师祭天。这帮蠢货！主子，我带人去杀上山。别冲动，现在是天灯师哥在利用野狗群，偷偷给法师送吃的和药，暂时无碍。报！小公爷，北边大军压境，陈国整10万兵兵正向锦州商城逼近。2万谢家军，却要面对10万陈国铁骑，这是拿鸡蛋去碰石头。锦州注定是一座死城吗？萧云，调引卫，不惜一切带冲上石山，把伽罗法师和那1万武僧带下来，这是我们最后的胜算。爹，萧儿，今夜变天了，风大，你快回去。爹，晋王带走僧兵，却把虎翼卫留给您，这是要沈家替他背着屠城的千古名作投名状啊！爹想用全城百姓的命逼沈婉交出解药，绝无可能。沈婉与沈家离心，是沈家负了他。这屠城的骂名，儿子来背，我会让人再开城门，送你和母亲、2弟、3弟武艺离开锦州。重兵听令！萧儿，不可！锦州时已失控，10人9死。为了大烧朝不被传染，从今夜起，我沈承霄以沈家之名实行屠城令，武义卫屠城。朝廷不管我们了，他们要对我们动手了！开城门！求求你们放我们出去吧！大家速退去莲花台！没用的沈婉，陈国10万大军已兵临城下，晋王也跑了，锦州就是死局。朝廷不管我们了，我们要出城！谁敢往城门迈进一步，格杀勿论！站住！锦州你们出不去了，再往前就是死在自己人的刀下。你们看看身后的妻儿父母。我是谢玉锦的妻子沈婉，我以性命担保，我和夫君还有2万谢家死守锦州，绝不退让半寸。请你们把刀刃对准城外的敌人，先杀来敌，后斩奸人。沈承霄，锦州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确不是我说了算，但这扇门我管定了，只许进，不许出。把家伙拉出来！没有感染10亿的，去苦佛寺找伽罗法师；生病的，去莲花台，快！去找法师。可晋王说，你们还看不出来吗？晋王根本不管你们死活，他骗你们说伽罗法师破戒，就是为了抢走那1万僧兵。现在皇上病危，他带着你们的救命稻草去上京城谋反当皇帝了。你凭什么说晋王是骗我们？谁能证明伽罗法师没有和那妖女苟后？你还敢来？就是你这个妖女勾引伽罗法师，害法师破戒，惹怒天谴，你该去死！
我没有做错事，为何要去死？我和法师清清白白，从未逾越半步规矩。那你怀里的野种是谁的？真晋王的！什么？我是晋王养在外面的女人，我怀了他的亲骨肉，但他为了自己的名声，派人追杀我们母女。我走投无路时，锦州收留了我，是苦长寺护住了我全家性命，是伽罗法师用肉身挡住了杀手。这锦州的10亿，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日久见分晓。但法师是顾家的救命恩人，更是你们锦州的守护者，不要再被晋王骗了。打仗了！京城破了，陈国大军杀过来了！朝廷不管我们，我们自己管！还能走能跳的，捡起地上的刀，跟我去苦佛寺找法师。佛寺若无僧兵，老子就是兵！锦州是我们的家，家人全在身后。陈国若敢踏入锦州半步，爷爷我送他们上西天见佛祖！萧儿，你为何要帮他？你刚才分明可以拿屠城威胁他交出解药的。萧儿，爹，他不欠我的。我命不久矣，这个屠城的恶人，必须由我来做，必须由沈家来做。为什么？陈国杀来了，晋王带走了所有守军，锦州是死局。如果我们不开门，百姓只会像无头苍一样往外逃，然后死在陈国铁骑的马蹄下。只有我下令屠城，只有我把大炮架在他们脖子上，彻底断了他们逃跑的念想。把他们逼入绝境，他们才会回头。婉儿他才有兵可用啊！爹，我们害死了很多人，不能再杀百姓了，生生世世数不清的。可是萧儿，他们都染了时运，没有内力，光靠蛮力去打10万铁骑，会输得一败涂地的。爹，当你捡起武器时，你就赢了。爹，快去吧，我在这里等胜利的号角声。所有人削发卸甲，穿上你们脚下的橘红僧衣。今日锦州城内没有凡人，诸位皆是护国降魔的真金刚。贫僧在此替锦州10万生灵叩谢诸位，开城门，随我杀敌！将军，信上说，这些全是从锦州死绝的10亿病患身上扒下来的衣服。谁送来的？烧了！快给老子烧了！10亿，我染上10亿了！不许躲！给老子杀了这些狗东西！谢将军，让你的鹰给刘家送一封信。锦州10亿失控，陈兵10万压境，现今2万残兵苦撑，望吾皇四民苦，速速救援！
来人了，皇上不好了！皇上驾崩了！皇上，沈家在锦州任由时疫蔓延，母族有失，沈莲不宜为后。哼，沈家被贬的是锦州分支，与上京沈氏何干？你，谁不知道刘家暗中支持的是晋王？刘家与沈家更是势如水火。这老狐狸今日不仅不咬死沈莲，反而推她当皇后。朝廷已经闲到只能一轮立后了吗？锦州10万火急，谁又推这良策？皇上，锦州时疫已失控，派兵去也是送死。微臣以为只有一个办法，等陈国攻破锦州，等陈军屠光锦州百姓。陈军屠城后必然时疫，我们借此机会将陈国暴行昭告天下，激起民愤。再派15万大军，在全县布下天罗地网，一举歼灭病弱的陈军。你放屁！那可是20几万条人命，国门都不要了，天理难容！殿下万万不可呀！太傅息怒，故定会以民为先，慎重考虑。退朝。传朕密旨，调大军前往全县设伏，锦州不可踏入半步。干嘛呢？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我是来找谢小公爷和法师商讨解救锦州的对策。让他进来。你要商讨什么对策？太子不会派援军了，他会在全县设伏，锦州被朝廷彻底放弃了。既然朝廷不管，我们必须自己找活路。这山后有片危险沼泽，沼泽后有一座废弃古城，能容万人。是我儿三郎经商时无意间发现。天灯，带阿黑去探路，让莲花台的百姓立刻准备，只带口粮，什么都别拿。法师，我带剩下的2000谢军断后，死守襄城，拖延时间。不，把那2000谢家军给我！你他娘的又在做梦！加上我手里的500虎一卫，我来守这城。我只有一个条件，带我妻儿离开，只要他们活着。好，我答应你。阿锦，你带你媳妇走，你走过沼泽，带百姓安全过去就是你的战场。你以为趟那沼泽地就那么容易？你回头看看婉儿，她这些日子都瘦脱相了。家主，大公子他死了。大公子离世前给大小姐留了信。婉儿，你大哥人真将死，其言也善。但他既然死了，信不看也罢。看一眼吧，算我求你。他一直说要赎罪，不管他以前做什么，他真的后悔了呀。晚了。你是怕我不肯原谅沈家，所以连死都不敢闭眼吗？你前世欠我一条命，今生你用这锦州城的10万苍灵还了，我们两不相欠了。下辈子做个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君子吧。你沈正义，你把我儿子带去哪儿了？我公爹答应带他走，我们做到了，但他非要跑回来找死，谁也拦不住，言尽于此。
大军降临！杀！夫君，秀儿，低头！你！敌将流氓已伏诛，放下武器投降！你来的真及时，太子居然会派你们来。我不是奉太子之命，我是奉一个手持王令、自称是王的人，带8万大军星夜驰援。朝廷的兵现在还在全县看戏呢。自称是王？主子，上京城飞鹰密信，是一封普通的家书。不对，这纸的质地有问题。萧云，打水来。阿宁，快来看！婉儿，救命！芙蓉发烧了，她一直在抽搐。脉搏怎么会这么弱？这不是单纯的失忆，这是胎里带出的死境，虽不是归西死症，与归西症发作时的气息衰弱极像。妹妹，法师旧疾发作了，他浑身冰冷，气息几乎断了，还咳出了黑血。幸的是，给江离看。阿朱，跟我走，找法师。伽罗法师他竟然是沈女医，这是药方，法师这隐疾，万望保密。去药藏配药，快！女医，贫僧希望法师另有隐疾之事。当年刘贵妃身边有一个最得力的太监，他叫丁阳。你虽剃了光头，可你行走时步子极轻，手指却有常年伺候贵人留下的宝剑。你不是僧人，是内侍。贫僧出家前确实叫丁阳，但如今刘家血难，每隔4代必有归西死症，此病传男不传女。当今晋王欲游医能奇迹痊愈，从此不发病，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刘贵妃的亲生儿子。你们的伽罗法师才是真正的皇子。萧云，退下。他不敢杀我，因为这个真相是刘丞相亲笔写信告诉我们的。贾靖王弃城逃跑，要将你们刘家全族灭口。现在到底谁才是那条毒蛇？你还不醒悟吗？法师的确是贵妃娘娘亲生骨肉啊！我从未听说过贵妃还有别的儿子，你能否亲口告诉我，你到底是谁？贫僧法号伽罗，5岁遁入空门，当朝刘贵妃正是生母。你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原来那个被送走的孩子就是你。我6岁入宫做伴读，贵妃娘娘千挑万选选了我做晋王妃。法师，如果你当年没有出家，如果你没有离开上京城，现在的晋王就是你，对不对？我的夫君本该是你啊！不，法师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一心向佛。我知道晋王虽是假的，可我爱过他的心是真的。他非良人，是我自己识人不清。这笔烂账，我不会推到法师身上。法师，你不欠我的。山河破碎，奸人窃国，恳请法师
回京主持大局。法师，回上京城吧！百姓需要您这样的贤君，将士需要您这样的统帅。锦州10邑得控之日，便是我归京之时。10邑不除，国门难守。我绝不放弃这里的任何一个子民。传令谢家商行，变卖所有商铺，采买药材，私保锦州。江家军誓死留守襄城，不让陈国寸土。那我们就好好策划一下，如何送法师名正言顺地杀回上皇城。主子，沈正一传来绝密消息，伽罗在大战中身受重伤，已不治身亡。死得好！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挡本王的路了。传信给宫里的沈莲，在太子登基地封后那日给太子下药。对了，沈莲那张脸也藏得够久了，是该让天下人好好欣赏欣赏了。为什么越喝药脸上的黑斑越多？我还喝它干什么？娘娘息怒，等您今日登上大宝，就下旨把沈婉抓回来给您治脸，治不好就凌迟处死他。对，听说这贱人治好了10邑，出尽了风头，本宫要让他生不如死。娘娘，奴婢用药膜为您遮掩，吉时快到了。皇上驾到！莲儿，大喜事啊！锦州10邑全销，陈国割地赔款。今日是你封后大吉，连老天都在贺朕。走，随朕去司祭台。去吧，去让天下人看看你的真面目。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我终于做到了，天下人都要对我跪拜。千千岁！请皇上为皇后授凤印，赐凤钗。皇后，接印吧。臣妾定遵祖训，为皇上开枝散叶。皇后。世界三太好。鬼，有鬼啊！护驾！沈家女谋害新帝，把她拿下！本宫是皇后，你们谁敢动本宫？如此丑言，怎配为后？速速把皇上抬回乾政殿，快请太医！本宫的脸不是这样的，本宫要见皇上！皇上！你们说什么？再说一遍！太后，皇上从百步街滚落，尾椎骨粉碎，颈椎变形，此生恐怕只能躺在龙榻上了。那就是瘫了。瘫了！今天可是登基大典啊！古往今来，你我何曾听闻过有瘫痪在床的皇帝啊？新帝若成了废人，口不能言，手不能动，这大朝朝的江山岂不是又要变天了？沈莲，他呢？把他给朕带过来，朕要见他。皇上，你要救救莲儿啊！是沈婉，是大姐姐嫉妒我当皇后，在我的调理药里下了毒，毁了我的脸啊！按住他，别让这丑东西靠近皇上。查，去翊葵宫给哀家搜查清楚。太后明鉴，那就是大姐姐给我的药，就是这些药毁了我的容貌。回太后，微臣以性命担保，这药渣全是大补之物，绝无半点毒性。不可能，没毒我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静宇，你快告诉太后，是有人害我。回太后，皇后娘娘的药并非被人下毒，这些掩盖容貌的药膜，全都是娘娘花重心从黑市买来的。静宇，你个贱婢，你在胡说什么？奴婢没有胡说，娘娘脸上的根本不是什么毒，
那是他娘胎里带出来的黑斑胎记。拿过来给朕看。帮他戴上。奴婢不会。皇上，还是让奴婢来服侍娘娘吧。你们全都骗朕！不是这样的，皇上，臣妾没有骗你，是大姐姐害我。皇上，根本不是这样的。二小姐根本不是因为自幼体弱被送去庄子，而是因为面部天生长有黑胎记。算命先生说她克父克母才被送走。击毙那日，二小姐嫉妒大小姐，利用脸上的东西掩盖胎记，勾引还是太子的您。大小姐一直很无辜。你个贱人，我要撕烂你的嘴！皇上，你要相信莲儿啊，生完她根本就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她不配为后。沈大小姐不是沈正一的亲生女儿，那她是谁的女儿？她的亲生父母为了荣华富贵把我和沈湾交换，沈湾的亲生父母下毒害我，把我遗弃，我是被中管室收养。我爹妈发现沈湾是假货，便把我接回，是沈湾说会帮我治好脸，我的脸原本不是这样，你们不要听信这个贱婢的话。你还有何话要说？请太后明察，大小姐和二小姐是双生姐妹，如若真如二小姐所说，为何家主和夫人依旧对大小姐视如己出？当日大小姐嫁入镇国公府，更是准备了10里嫁礼，轰动全城。那是沈婉设计来的嫁妆，太后，你别信他。皇上，当日你也在沈府，最清楚家主和夫人的态度。夫人和老夫人一心想让大小姐做您的太子妃，你还为了二小姐的事与他们争执过。沈莲，你骗了朕，你骗得朕好苦。朕当日送你9尾凤钗时，是把你当成婉儿，可你为何不告诉朕你不是她？你怎么敢接下朕的东西？你不是因为对我一见钟情，喜欢我，才送我9尾凤钗的吗？不是，朕答应过婉儿，待她学艺归来，许她为妻。朕的皇后是婉媛，不是你。你看看你干过什么好事，朕的一切都被你毁了。滚，你滚，把她拉走，快把她拖回冷宫。太医，快给皇上瞧瞧！我不要回到冷宫。皇上，沈婉才是骗子，是他把我沈家弄进老冤江仇报。把他嘴堵上，拖走。太后娘娘，晋王殿下回宫了。皇上虽不是哀家所出，但也是哀家看着长大。他如今这样，诸位大人看该如何？先帝并非只有皇上一位皇子，晋王殿下志义有功，国不可一日无君。若皇上真的无法恢复，由晋王担任大榜，名正言顺。兰太夫意下如何？万万不可！皇儿快起来！听说锦州时疫凶险，你日夜备战，受了许多。母亲，锦州阴云已散，只是儿臣未能见父皇最后一面，儿臣不孝。晋王殿下，先帝盼您平安归来。因为万民未能赶回陵前，先帝若看到锦州恢复和乐，九泉之下也瞑目了。是啊，殿下莫要自责。国不可一日无君，新帝重伤，当务之急应另选亲王继承大统。太后，晋王殿下有功绩在身，名正言顺。不，本王相信皇上一定会好。朝政之事，本王可暂代，等皇上康复便还政。陈大人莫要为难本王。当务之急就是捉拿当初投腹害锦州百姓得10亿之人。皇后沈氏此刻在何处？锦州10亿是有人投毒。10亿最严重时，沈氏曾偷偷离开皇宫，到达锦州。他偷偷出宫，怎么无人知晓？当时沈氏被先帝软禁在诚意殿。太后，快下旨派人前往诚意殿搜查是否有密道。退。是。走。属下在诚意殿密道内找到一具女尸，身穿宫女装束，怀有身孕。死者约莫17岁，身怀3个月余身孕，服用鹤顶红致死，死亡时间约在1个半月前。沈氏8成是从地宫逃离，死去的宫女应是和禁军厮混有孕，被沈氏发觉，抓来替代自己。沈氏这个妖孽，不可饶恕！来人！母后，让儿臣亲自审问他。儿臣要问问他，为什么要害无辜百姓？微臣请愿一同前往冷宫审问这毒妇。太傅，你也随本王一起去吧。
终于来。住手！事情未查清前，不可动用私刑，酷刑之下必出冤假错案。本王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放过一个恶人。诸位大人，让本王先进去同他谈谈。若他能供出幕后主使，也算慰藉锦州死去的无数冤魂了。叶景，开着门，你守在门外。推给皇上，保你出宫。殿下，救救莲儿，我不要待在这里。沈莲，告诉本王，到底是谁指使你向锦州百姓投毒？说实话，否则本王也救不了你。是皇上，是当今皇上指使我做的。皇上为何要这么做？因为皇上爱我大姐姐呀，太傅。皇上为了救因死尸案入狱的沈婉，故意让我去锦州下毒。只要时疫爆发，沈婉就能去锦州治病立功，就能救我全家。丧心病狂的妖后，你胡说！我没胡说，他错把我当成沈婉，赐我九尾凤钗。你们这些男人就是犯贱，越得不到的越想得到。他给了我一包毒药，我就拿着他的宫牌出宫，只要喝了本宫锦端铺里的茶水，不出半月，必死无疑。你这毒妇，毒妇！太傅，太傅，快来人，快把太傅抬离冷宫！殿下，您怎么了？新帝残暴不仁，妖后恶毒当众，殿下吐血了，快请太医！为什么你总是要显摆，让全天下觉得我不如你？这样的女子，才配得上我的保护。沈婉，姑对不起你。沈婉，你回头看姑一眼啊！来人啊，人都死哪儿去了？来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这江山交给你，我也放心了。你就甘心把到手的龙椅让给他人？你确实太蠢了。你当初选择沈婉就好了。她虽不是沈家真正的嫡长女，什么？她不是沈家嫡长女？看在你被沈家人玩弄于股掌的份上，朕好心告诉你，沈莲才是沈家真正的嫡长女。她天生带有胎毒黑斑。沈正一为了保住未来的凤后之位，强行抢走了安陵村的顾家女，也就是沈婉来顶替。你早就知道此事，你为何不告诉我？你指的是哪一件？是指朕早就知道沈婉不是亲生的，还是指朕早就知道沈莲那张脸上长着令人作呕的黑胎记？这两件事朕全都知道。那你知道沈莲肚子里怀的到底是谁的孩子吗？沈莲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怎么会是你的呢？她还未嫁入东宫前，就在朕的榻上被一群乞丐万人骑。可笑那蠢货竟然一直以为她怀的是朕的种。不，沈莲，你害了朕啊！我要去揭发你，我要去告诉大臣是你。揭发朕？你看看你这副连狗都不如的尊容。你以为乾政殿的工人为何被撤走？是众位大臣共同请求，要求太后下旨，任你自生自灭。顺便再告诉你，你以为区区司祭台能把你摔瘫？那是沈莲送到你嘴里的补药，早就被朕下了软骨散，日积月累，一摔必残。哦，对了，沈莲在冷宫亲口承认，是你为了救沈婉，指使她向荆州投毒。不过呢，其实投毒也是朕指使的。朕真庆幸你这瞎了眼的废物没有娶沈婉为妻，否则她一定会助你平步青云，哪有朕的今天啊！镇国公夫人扣在太后宫里了吗？回皇上，太后已找借口将她名正言顺的软禁，谢家人很快就会杀回上京。沈婉和谢玉锦知道朕太多底线，
这两人若不能为朕所用，谢家满门就必须死。光困住一个老太婆还不够，明真楼吊着的丑妇断气了吗？回皇上，还剩最后一口气。此时弄下来送到冷宫，朕要演一出戏，让他带老太婆逃进密道。谢玉锦生性多疑，若朕派暗卫压人，他必猜到密道有诈。但如果是沈莲这个被逼入绝境的疯女人为了保命挟持了周氏，谢家人只会以为是沈莲伺机报复，绝不会想到是皇上您设下的死局。没错，谢家主力必会发疯去追杀沈莲。你在密道布下重兵，只要谢家人一进去，连同沈莲和那老太婆乱箭射死，一个不留。丧心病狂的妖后，下18层地狱吧！皇上有旨，押毒妇沈莲下狱，受最严厉的极刑。放人！我要见靖王殿下，带我去见靖王殿下！押走。靖王殿下，皇上，莲儿，你受苦了，还好我们的孩子没事。对不起，莲儿，都是朕无用，让你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骂名。可眼下，朕遇到了天大的危机。莫君里曾下令屠城，沈婉和谢玉锦误以为是朕干的，他们带兵杀回来，绝不会服朕。莲儿，朕该怎么办？需要莲儿做什么？皇上，只要是您的事情，莲儿什么都能做。朕就知道，全天下只有你对朕最真心。朕想封你为后，但朝臣和百姓恨不得吃你的肉。朕打算先派人送你出宫休养，等把孩子生下来，朕再给你换个干净的身份，接你回宫当皇后。你明白朕的苦心吗？你只要丢下莲儿不管了？不，朕绝不会留下你和我们的孩子。你出宫时帮朕带一个人走，谢雨间的母亲被扣在慈惠宫，你带她从成衣殿的密道逃出去。不杀他了吗？不必杀他，朕还要用他来收服谢玉锦。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把他带出去，这也是大功一将。好。路铺好了，传令下去，在密道出口布下天罗地网，等谢家人顺着这条线索找过去，一个不留，杀无杀。放开我！你们要带我去哪里？沈莲，镇国公夫人，快走吧，晚了怕就走不了了。什么意思？你们……我是新帝身边的御前侍卫，刘氏一党欲借夫人逼迫谢家交出兵权。皇上说，谢家在锦州有功，他不愿看到另一个江家军的惨剧，特命我送夫人从皇宫密道离开。你说皇上不希望我谢家被害，那他为何不直接下旨召回谢军，或者直接下令放我出宫，允许谢家护卫入宫护我周全？何必要在半夜偷偷摸摸让我从密道离开？皇上若真信任，大可拟定圣旨震慑刘氏。你这番鬼话，骗得了谁？听过一句话吗？阎王要你3更死，绝不留人到5更。看来我今夜是必须走这条死路了。知道就好，进去吧。你知道你自己走的是什么路吗？靖王是要杀我，靖王要连我一起灭口。我不走，靖王殿下不会杀我的，我要回去见皇上。放开我！皇上说了要接我回宫的，他不会丢下我的。救命啊！进去，走。夫君，阿慈，人生总有诸多遗憾，未能与你们好好告别。还好，入宫前留了遗书，也不算
太遗憾了。宫中有人来报，有内奸欲杀镇国公夫人，待妖后逃离皇宫。原来竟是你这狗贼！枉我新皇如此重用你。来人，把叶颖查下，禀报皇上，叶颖叛逃。夫人，把手给我！顾大人，快别管我，救镇宫夫人！好。把门踢开！顾大人，住手！朕打听到叶颖手里握着剧毒，你切莫激怒他，反而害了镇国公夫人。有剧毒，那就更要撞开。顾玉州，你敢坏朕好事？就算你撞破了门，今夜那老太婆也休想活着走出来！你是不是想搜我身上的毒账？怎么可能在我身上呢？我布在密道里了，只要有人跳入密道，就会立刻触发里面的毒账，里面的人必死无疑。该死！开关呢？开关到底在哪儿？叶颖，你为何要这么做？枉费朕那么信任你。开关在哪里？快告诉朕，开关在哪里？开关被我剪断了。你们若想进密道救人，就只能去出口看看。对了，出口在北门郊外。这密道修得长，就是不知能不能等到你们去救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疯了吗？朕给你的还不够多吗？你到底对朕有什么不满？因为属下爱皇后，属下不忍看她再遭受非人的折磨。皇上，对不起，属下让你失望了。你杀了属下吧。你把解药拿出来，朕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石门封死，人力根本无法撼动分毫。这密道内布满了毒瘴，镇国公夫人身在其中，每多待一息，便是离死更近一步。该死！如今留给我们的路，只剩下找到出口这一条路了。皇上，妖后找到了吗？叶颖把妖后送进密道，镇国公夫人也在密道里，沈莲手里握着剧毒。丞相速速派人前往出口救营。朕要让丞相给谢玉简和沈婉写信，引二人入密道。这密道毒瘴是朕经手改良提炼的，沈婉手上的解药现在需服100粒，救得了周氏，就救不了谢玉简。就算2个都能救，他也得葬送自己的性命。微臣这就去安排人手营救镇国公夫人，缉拿妖后。今夜月圆，是圆满的好时机。动手吧，动作轻些，先莫打草惊蛇。仲卿，先回议政殿处理俘虏兵的事情吧。丞相定会安排人把镇国公夫人救出来的，朕会陪你们一起等。这2人现在还不是除掉的时候，只要那谢玉锦和沈婉在密道里死绝，谢家军群龙无首，届时这皇城还不是朕说了算？奇怪，宫中禁军朕皆有印象，这2个站岗的怎么换了人？听说太后因妖后之事受到惊吓，朕先去慈惠宫看望太后。仲卿，你们先回议政殿吧。去看看宫门都有谁在把守。是。这是密道图纸，密道还有一个隐藏出口，就在议政殿。这张图是沈正一花了20年心血，填进去几百条人命才找出来的。
一会儿我会放火烧了乾正殿，只要火一烧，群臣必会冲出议政殿救火。你趁乱立刻进入密道救镇国公夫人，进去前把解药服下，千万小心，保重。高湛回不来了，刘家竟敢先反了朕！为何要背叛朕？朕能有今天，离不开母后和丞相的扶持。刘家是朕最大的助力，也是皇帝如今最大的绊脚石吧。这些兵都不是你的禁军，这些是朕从锦州加拉法师手里抢来的1万死士，只要朕说是禁军，他们就是。你是怎么知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以为你是黄雀？欲借我刘家之手，除了谢家，回头再拿我刘家开刀祭情，好让你洗清身世秘密，做真正的莫君言。你这皇位做不长了，你很快就会像沈莲一样，被当作罪人推到人前，受尽唾弃。因为哀家的亲生儿子已经兵临城下。你的亲生儿子，他没死。是他对不对？沈正一骗了朕，他根本没病死，所有人都在骗朕。朕若是死了，你也得给朕垫背。朕倒要看看，伽罗是要这皇位，还是要你这个母后？跟着朕有什么不好？朕可以赐你们府邸封王拜相，权势、财富、美人，朕什么都可以给你们。世间财富权势，人死即散，万物归尘。我等本是佛门弟子，为查锦州10亿真相，还世间净土，不得不委身屈于奸人麾下。放下屠刀吧！你们看破红尘，朕可不是你们这些假和尚！来人，有刺客！你逃不出去的。朕自己是逃不出去，但有你在手里，那就不一样了。陪朕去一个地方吧。伯母，抓紧我的手，才问时间，快上来！关门！真是好样的！你们竟然也知道这里有一个入口。顾大人既然把镇国公夫人救出来了，朕是欣喜。不如就让镇国公夫人给太后作伴吧。拿下周氏，死活不乱！大哥呀，朕这次去锦州见着了阿朱。顾大人，小心啊！朕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大哥，朕并非真正的晋王殿下，朕只是刘家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旁支弃子，是太后和丞相选中了朕，顶替了他们真正的儿子。太后说，只有像顾明珠那样的高门贵女，才配得上朕这个晋王，所以朕只能娶她。他说的是不是真的？真正的晋王在何处？为何要找这种畜生来顶替？太后，你知道你们都干了什么吗？锦州10邑死了整整8万人，8万人的命全死于这个畜生之手。你如今竟还能心安理得的做太后？给朕拿下那个老太婆！朕要活的！有了她，
谢玉锦和沈婉就必须乖乖就范。你们休想拿我做我儿子丈夫的人质！娘，让你受苦了。婉儿，殿下，救我，带我走！贱人，放手！不要丢下我！你答应过会护着我的，殿下！刘欣，沈莲可是怀了你的龙种，为了你付出一切，你不带上她吗？她算什么东西？朕怎会跟这种丑陋、蠢笨如猪的女人发生关系？沈婉，收起你的挑拨离间，朕从未把她放在眼里。一个被千人骑、万人睡，怀着街头老别恋野种的娼妇，哼！你以为她对朕有什么威胁吗？乞丐，不可能！殿下，你骗我的，对不对？这是你的骨肉啊！假的，全都是假的！你从没爱过我，你一直在利用我！开门！给朕开门！别费劲了，这是先祖为了隔绝追兵设计的单向死门，外面的人永远打不开。就算没有密道，朕手里还有他，立刻给朕准备马车，否则朕现在就让他身首异断。那你倒是杀呀！你以为朕不敢？我的儿能见这一面值了。哀家苦心培养你数十年，你却败得如此难。既然如此，哀家不妨再教你最后一招。疯子，你这个疯子！我戳刘欣叛党，其余人怒！既然都不想让朕活，那就一起死！是毒瘴，接住他！味道还挺甜的。杀！你骗我！你这个畜生！刘欣，我们一起下地狱吧！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万岁！那一夜，官员们被隔离在外，无人知晓偷换血脉的丑闻。伽罗也并未对外揭露真假皇子的实情。真正的晋王悄然归位，而死去的刘欣则以叛党之名被钉在耻辱柱上。为超度锦州8万王伦为先帝太后守孝，新帝做出了历代帝王从未有过的壮举，
剃发修行，绝不沾婚。此举彻底折服朝野。谢少将军呢？为何他未上朝？回皇上，谢少夫人的小师弟石峰中毒极深，谢少将军正在府内陪伴谢少夫人。传朕旨意，押沈正一及沈家一干人等入玄武门公审，百姓朝臣皆可观审。少夫人要审了，皇上要亲自在玄武门公审15年前沈家人偷换顾家孩子一案。阿宁，皇上要审沈家人了，你要不要去看看？我留下来照顾小师弟。大师姐，快去吧，姑爹姑娘都在等你，小公也陪你一块儿去。我不要他留下来照顾我，我其实有些怕他，就把那小子留下来给我断手断脚。少夫人，你去，属下会死死盯着他。他若是敢死，属下就追到黄泉路把他救回来。去吧，大师姐，我也想去看，可我这副身子走不出去了。你还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吗？你帮我好好看看吧。大师姐，好好照顾自己，愿你余生顺累，百事无忧。对不起，你没有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你，我没有护好你。你哭得我耳朵都疼了，我又困了。你这样老是盯着我，我睡得不踏实。你快走，等我睡醒了，你就回来了。石豪，石豪，撑住！大师姐，我先走了。老夫来迟了，解药配出来了，快撬开他的嘴！你这混小子，阎王爷都不敢收你！待沈正一经世及涉案奴牌上殿。臣父谢氏，今日要告沈正一15年前强抢婴娃之暴行。臣父便是当年被盗的婴孩，臣父的亲生父母因这贼人的私心，被强灌大量哑药，失生15载。但天网恢恢，臣父长兄顾景安当年6岁，亲眼目睹沈正一抢子全过程，这状书上便是全部罪证。呈上来。沈正一，15年前，你在安林村顾氏家中抢走一名才出生3日的女婴，可有此事？是。那一夜暴雨雷鸣，罪民之妻临盆，借宿顾家。产婆抱出孩子，拉开襁褓，那孩子的左脸上竟有一块巨大的黑斑胎记。罪民一心指望沈家贵女入主中宫，老天却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次日清晨，罪民被顾家新生女婴的啼哭声吵醒。罪民假意与顾平章饮酒，看了那女婴一眼，当真是白里透红，是个极其漂亮的女娃。这才该是我沈家的嫡女。当晚，罪民便带人闯入顾平章房中，抢走女婴，留下了那个面带黑斑的怪物，并给顾家夫妇强灌哑药，连夜遁逃。披着人伦的皮囊，行尽恶鬼之事。来人，拖去殿门外，让天下人好好看看。沈正一，我恨你！你毁了我岁岁，你毁了我的牙，你毁了我的岁岁哥！岁岁，我才是你娘，我可以给你最好的生活，让你当皇后，让你被所有人膜拜。你那么优秀，你本就该投进我的肚子里啊！既然那么爱我，当初又为何要利用我，杀我？就凭你这副贱骨头也配？你不自量力！走开！走开！
不是我没有杀我的女儿，我没有杀婉婉。按住他，画押。沈正一罪名成立，定3日后斩立决。其余家眷流放边境，无诏永世不得回京。押下去。婉儿，少夫人，石峰兄弟，石峰兄弟他，安宁，他活下来了，是李仙一，李仙一带来了毒瘴的解药。大师姐，我命硬着呢。阿七，我想离开上京城了。你想去哪里？安林村，我本该在那里长大，如今我想带着大家一起回去。好，我陪你回家。